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点赞关注本频道，出门就中500万。这就是儒圣为什么要封印超品的原因，也是我们与超品最大的矛盾来源。监正罕见地露出了严肃的表情，非常的严肃。许七安从未见过这么正经的监正，就像他从未见过不装逼的杨千奂。你们觉得天道是无情好，还是有情？许七安和九尾天狐对视一眼，各自沉默了几秒。前者说道：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天道无情，对众生来说才是最大的公平。银发妖姬点头，我也这么认为。你应该说，俺也一样。许七安心里默默嘀咕。监正说道：但什么也好，超品也罢，都是有思想的生灵。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许七安和九尾狐明白了，倘若超品取代天道，那么天道便拥有了意识和私欲。这也能理解，如果取代天道是像到尊天宗分身那样融入规则，失去意识，那超品就不会苦心经营，费尽心思的想要成为天道。此方世界的生灵生生世世都将被超品不天道奴役。九尾天狐脸色很不好看，没有感情的规则才是好的规则。天道如果有了自我意识，有了思想和私欲，这是件非常可怕的。虽然世上从没有绝对的自由，但现在至少还能喊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果天道有了意识，生灵变成了傀儡玩物，许七安心情沉重道：不只是奴役那么简单，各族文明的进程也将就此终结，天地的演化也会终止，或者进入一个极端的方向。如果把目光放在更宏观的角度，人族的文明不可能再野蛮生长，后世子孙生生世世活在天道的阴影之下。监正笑道：儒圣也觉得这样不好，未来怎么样，该由子孙后代来决定。天道无情，便是最大的情，他不需要有私欲和意识。所以儒圣封印了所有超品，为九州生灵争取了1200多年的喘息之机，为守门人的出现赢得了时间。说完，他看向许七安道：你这趟出海是为了寻求晋升半步武神的机缘吧？许七安嗯了一声，他没能干掉伽罗术，掠夺对方的神力精华，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出海寻找神魔后裔，总不能把寇师傅和阿苏罗给吞了吧？监正点了点头，其实原本在我的盘算里，夺回神书头颅，顺带吞噬伽罗术是最好的结果，可惜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在他的谋划里，我早该晋升半步武神了。不对啊，那样的话我根本不会出海，也就不存在今日的截胡，不截胡我就无法获得成为守门人的资格。老银币是在忽悠我，还是他原本另有谋划？是我的出现改变了他原先的计划。许七安一时摸不准监正是恶意嘲讽还是真的其他算盘。我讨厌老银币，他一脸躺平的姿态道：那现在该怎么办？对付老银币最好的办法就是白嫖监正将目光望向东北方向道：往那个方向航行3日，你会到达一片远古战场，那里有你想要的东西。宋清那个孽徒有捣鼓出采集精血的阵盘吧？他虽然这么问，但语气和表情都充满笃定，似乎对自己的孽徒很有信心。许七安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心里一动，想起了鲛人女王珍珠给的情报。鲛人岛的女王告诉我，东北方有一处远古战场，生活着一个恐怖的怪物。鲛人女王当时指的方向是东南方，按照此时的位置，那处古战场是在东北方，恰好是监正说的方向。不难推测，两处地方应该是同一处。监正道：那个怪物是远古时代超品级的神魔，战死后残留的灵韵和意志融合，成了无魂无魄的怪物。相比起伽罗术，它更适合你，因为那位神魔的灵韵是力的象征，单论气力，10个荒也不是他的对手。许七安眼睛一亮，对武夫来说，气力的诱惑甚至要强于绝色美人。把一个增强双倍气力的机会和一个大美人放在武夫面前，武夫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这时，一直没说话的九尾狐忽然蹙着问道：超品如何依靠气运取代天道？集9州气运于一身，那他便是9州，便是天道。监正的回答言简意赅。九尾狐斟酌道：所以不管是巫神还是佛陀，都想传教中原，凝聚信仰。只要让9州生灵都信仰佛门或巫神教，他们就能取代天道。监正叹息道：理论上可以，但现实里行不通，现实只会比你想的更加残酷。大凤雄踞中原，凝聚了庞大的气运，可这不代表中原人族气运尽归大凤。小到江湖帮派，大到武林盟这样的庞然大物，只要形成一定的规模，都是人族气运的一部分。另外，江湖、庙堂人杰辈出，他们本身便象征着一定的气运，大凤只是凝聚了最多的人族气运罢了。同样的道理，即使9州生灵信奉佛陀、巫神，他们也不可能占尽9州气运，谈何取代天道？九尾狐隐约把握到了什么，但又不太敢确认，试探道：那该如何？监正看向了许七安道：
你在大墓中曾经得到过一块玉玺，里面存储着气运。许七安点头，坚正说道：“但那个王朝早就已经湮灭在历史中，这能说明什么？”九尾狐不理解。许七安斟酌道：“气运由百姓或者说生灵凝聚而成，但它不会随着生灵的湮灭而消失，只要以特殊的手段保存下来，就可以视作是一股力量。”说到这里，他脸色陡然变了。九尾狐睁大了眸子。西域阿兰陀山峰凝聚着9大法相，宛如9天之上降临人间的神奇，迎接着信徒的膜拜。但在无人可见的背光面，睁开一双没有睫毛、没有情感的巨大双眼，那双巨大的眼眶中，眼珠子咕噜转动了一下，2颗眼珠子一起朝着右侧斜去，宛如打量身后的信徒们。这时，阿兰陀的山腰处外层岩石裂开，露出了暗红色的肉质，以及2排森然的大白牙，每一颗牙齿都有成年人体型那么大，嘴巴的2边缓缓往上翘起，像是在咧嘴。很快，它又合了回去，被外层的岩石覆盖，重新变成山体。梵音还在继续，没有人注意到圣山活过来了。山脚的平原上，一位年纪不大、穿着贵族服饰的小姑娘被强烈的尿意憋醒，从虔诚祈祷的状态中挣脱。她感觉自己就像睡了一觉，浑浑噩噩，不知道身在何处。娘，我要……她的声音戛然而止，盘坐在身边的父母、族兄以及仆人们都不见了。她的身边空空荡荡，寂静的让人恐惧。小姑娘惊恐地站了起来，环顾四周，高呼着父母和兄长的名字。声音在昏暗的天地间回荡，没有人回应她。远处那些信徒依旧保持着双手合十的姿势盘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不知道为什么，他却寒毛直竖。他恐惧地流下泪水，抱着膝盖蹲在地上，盯着脚下的地面，一动不敢动。他发现薄薄的泥土下面拱起了2团东西，他愣了愣，小心翼翼地伸出手，试图去拨开泥土。在他手指处挤拱起的那2团东西前，泥土豁然分开，是一双遍布血丝、没有睫毛的眼睛。眼睛默默盯了他片刻，咕噜转动了一下眼珠子。小姑娘的脸庞肉眼可见的扭曲，面皮抽搐起来。她缓缓长大嘴巴，就要爆发出高分贝的尖叫，但是突然，她脚下的地面裂开，将她吞了进去。广贤菩萨睁开双眼，从高空俯瞰，平原上的信徒正在迅速减少。这些信仰着佛门、代表着佛门气运的信徒，终于与他们信奉的佛陀融为一体。深融大道，方得永生。广贤菩萨满脸慈悲，双手合十，愿众生得正果位，九州处处皆佛国。身边琉璃菩萨低下头，凝视着脚下的地面，目光穿透了土石，望见了山体内部，看见了一尊尊盘腿而坐的信徒，他们融入佛陀体内，如登极乐。琉璃收回目光，望向下方平原，佛陀的意志在不断延伸，平原变成了他，河流变成了他，吃掉九州所有气运，到时候就算九州生灵绝迹也无所谓，因为气运不会散去，就像玉玺里存储着的气运一样。许七安死死盯着坚正，试图从他那里得到不同答案，期待他推翻自己的猜测。失望的是，坚正缓缓点头，这就是大劫。只是争夺信仰、传教九州算什么大劫？当然，信徒越多，占据的疆域越辽阔，对超品的增幅越大。开国之初，如果让巫神教得逞，就没有佛陀和古神什么事了。而300年前，儒家不灭佛的话，现在佛陀恐怕已经身化天地，取天道而代之。许七安心里仿佛笼罩起一片阴影，取代天道已经是无法容忍的事，谁想事态比他想象的还要残酷？糟糕！九尾狐低声道：“最多年末，古神和巫神就能挣脱封印。”焦虑感和危机感瞬间爆棚了。许七安张了张嘴，刚想说些什么，忽见坚正的身影正缓缓消散。坚正看着他，露出一抹笑意，知道如圣刻刀，为何亲近你，选择了你。他没能把话说完，身影如梦幻泡影，消散一空。阿兰陀30里外，平康城作为靠近圣山阿兰陀的城邦，此地繁花似锦，人口稠密。城中以经营酒肆客栈为经济来源，是前往阿兰陀朝圣的信徒必选的落脚点。人口流动量庞大的同时，也带来了贸易上的发达。城头，一名执手的士族眺望着远方，贫瘠的土地连绵向视野尽头。突然，他看见远处的地面像波浪一般鼓动了一下，像是活了过来。他怀疑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用力揉了揉眼，再次远眺，这回什么动静都没有。突然，地面又动了一下，这一次距离城墙很近，因此看得无比清楚。喂喂，地下有东西！他下意识地握紧长矛，转头对身边的同僚说。同僚闻言，朝远方一阵眺望，什么都没看到，抱怨道：“鬼影都没见一个，别一惊一乍的。”那士族不信邪，目视前方，全神贯注地审视着。过了好久，他无奈地放弃，转头对身边的同僚说：“奇怪，我明明……”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身侧空空荡荡，同僚不见了。不但如此，平康城的城头，所有值守地士卒都消失了，整个世界一片寂静。士卒茫然的左顾右盼，无法理解眼前的情况。当他奔到城墙的另一边，查看城内的情况时，他才真正感受到恐惧。整座城都空了。这时，身前几尺外的女墙裂开一只眼睛，一只没有眼睫毛、不掺杂感情的眼睛。紧接着，所有的女墙都裂开一只眼睛，成排成排，他们的眼珠子同时转动，看向了那名士卒。京城，穿着顺滑丝绸里衣的怀庆豁然惊醒，薄如蝉翼的绸衣紧贴着曲线玲珑的丰满娇躯，因为汗水已经浸透了衣衫。他掀开薄被，挂在屏风上的袍子自行飞起，披在他肩上。怀庆赤着雪白的玉足，踩着光亮可见的地板，大步奔向寝宫外室，呼喊道：“来人！”外头伺候着的宫女低着头，小碎步而来，躬身道：“陛下，奴婢在。”立刻派人去请赵学士和魏公，1刻钟后朕要见到他们。怀庆语速极快地说完，环顾自身，补充道：“先替朕更衣。”以阿兰陀为原点，血肉物质快速蔓延，大地活了过来，河流活了过来，远处的城邦也活了过来。琉璃绝美的脸庞如同雕塑，缺乏情感变化，声音柔美但没有起伏。如果能将西域信徒尽数召集而来，不出3日，佛陀便能炼化西域。佛陀既是西域，何来炼化之说？伽罗树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佛陀正在与西域同化，佛门在西域经营数千年，遍地都是信仰，气运早已融入佛门，因此佛陀成为西域的步伐不受任何阻碍，自然而然。广贤菩萨笑道：“待佛陀大功告成，便可东去，吞噬中原气数。”而此时，古神和巫神尚在封印之中。2位菩萨闻言，微微一笑。广贤望向伽罗树，道：“许七安远赴海外，注定徒劳无功。3品以上的神魔后裔，早被那位远古神魔屠戮殆尽。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打你的注意。我等可设局杀他。”伽罗树脸色严肃，语气平淡：“他未必赶来西域。”说完，他听身侧的琉璃菩萨皱眉道：“渡厄何在？”广贤菩萨和伽罗树菩萨同时皱了皱眉，前者闭上双目，继而睁开，道：“不在阿兰陀。”琉璃菩萨美眸闪烁，祈祷之前他还在，之后我亦未曾察觉他离去。有什么方法能在3位菩萨的眼皮子底下无声无息地离开？伽罗树沉声道：“因功果位。”广贤菩萨和琉璃菩萨同时眯眼，想起了不太愉快的回忆。这一招是某个佛门叛徒惯用的伎俩。如果渡厄是利用了因功果位的力量，塑造出一个假身，再操纵假身混在佛门众僧之中，确实能轻易的瞒天过海。因功果位塑造的假身几乎可以以假乱真，而他们3人也不会去刻意分辨那细微的差别。广贤菩萨心里涌起不好的预感。渡厄想做什么？京城郊外，渡厄盘坐在9瓣莲台之上，驾着金光朝京城快速掠去。临近京城时，一位清气缭绕的中年儒士迎了上来，他脚下踩着的是一把戒尺。这位儒士身穿紫袍，面容清朗，眉浓眼亮，顾盼间极具威严，不怒自威。渡厄罗汉，久候了。紫袍儒士展露笑容，躬身作揖。他笑起来时，威严消失，多了几分人情练达的娴熟圆润。官场磨练没有白费。不等渡厄罗汉开口，他又道：“本官杨公奉陛下之命在此等候。陛下有令，只要您一来，立刻进宫见他。”罗汉因何事耽搁了？渡厄罗汉比约定的时间晚了足足2刻钟。渡厄罗汉面色凝重，双手合十，但没说话，似乎没有谈话的心情。这时，杨公脚底下的戒尺突然脱离主动的操纵，飞起来要打渡厄罗汉的膝盖。杨公连忙制止，歉意道：“此物是我的半身法器，入超凡后，它诞生了一缕微弱灵智，喜欢打人，大概是把你当做我的弟子了，施问不答，便该打。”杨公心里又解释了一句，但没说出来。诞生出微弱灵智的法器，都有成为绝世神兵的资质。渡厄罗汉点了点头，表示自己不介意戒尺的冒犯。杨公欲言又止一番，道：“不久前，本官突然心神不宁，如临末日，西域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说，佛陀举办佛法大会究竟有什么目的？儒家是与气运相关的体系，在某些方面非常敏锐。”渡厄罗汉缓缓道：“不知。”杨公见状，没有多问，道：“我带罗汉去见陛下。”说完，他鼓动浩然正气，施展言出法随法术，吟诵般的说道：“我与渡厄罗汉身处皇宫御书房中，青光自他脚下腾起，笼罩渡厄罗汉，2人瞬息间消失在原地。”渡厄眼前一花，接着看见了装饰威严奢华、铺设黑色地砖、红色立柱的御书房，看见黄绸大案后的大凤女帝。她穿着绣金色龙纹的大红里衣，外罩同样绣金色龙纹的黑色宽袍，满头青丝用金冠束起，
冷艳高贵，女子的风华与帝王常服交织出别样的魅力。御下左右两边分别是穿绣云纹藏青色长袍的魏渊，以及一身飞袍的内阁大学士赵守。君臣三人同时望来，杜鄂罗汉双手合十，拜见陛下。怀庆还了一个清冷的笑容，继而脸色严肃地问道：杜鄂罗汉可有见证佛法大会？杜鄂罗汉反问道：陛下可有察觉到什么异样？怀庆缓缓点头，朕方才在寝宫里小憩，忽然梦见一尊大佛砸了下来，压在朕的身上。他停顿了一下，清冷的脸庞变得凝重，语气随之低沉。大佛身上长出了眼睛，冷冰冰地盯着朕，长出了嘴巴，一口一口把朕吞噬殆尽。这个噩梦现在回想起来，仍让他脊背发寒。朕已是超凡武者，无缘无故绝不会做这样的梦。许宁燕说过，气运加深者，亡国之际便会示警。联想到西域近来的局势，缘由多半出在这里。赵守附和道：确实是气运示警，臣今日亦是惶惶不安，心神不定。杜鄂罗汉露出了然之色，似乎验证了心里的某个猜测。他双手合十道：佛法大会尚未开始前，本座便离开了阿兰陀，那里的具体情况本座也不清楚，只是我来中原的途中忽然察觉到天地有变。他措辞了一下，尽可能的解释。天地灵力快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佛力高涨，仿佛进入传说中的极乐净土。虽然对于他这样修行佛法的人来说，这样的世界无比美妙，简直堪称乐土。怀庆与魏渊赵守以及杨公无声的交换眼神，都是茫然中透着凝重。本座便折返查看情况，临近阿兰陀，路过某座城时，发现城中竟空空荡荡，人烟绝迹。说到这里，杜鄂罗汉双手合十，神色悲悯，不停地念诵阿弥陀佛。难怪他来迟了。杨公皱眉道：人烟绝迹。怀庆三人也眉头紧锁，虽然没怎么听明白，但意识到情况的不妙。杜鄂罗汉情绪很快平复，继续说道：我正要进城一探究竟，这时突然看到城墙裂开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没有情感可言，甚至连冰冷都不存在，但被他看了一眼，本座竟浑身汗毛直竖，恐惧无比。奇怪的是，他并没有伤我，对我置之不理。我没有敢再回阿兰陀，一路赶来了京城。别说是杜鄂这个亲生经历者，在场四人光是听着，心里便冒起一阵阵凉意。一座城变成了空城，而城墙活了，那人哪去了？怀庆想到了自己梦中的见闻，心里隐隐冒出一个念头。赵守低声道：杜鄂罗汉有何看法？杜鄂沉吟片刻，缓缓道：当日夺回神书头颅的一战，阿兰陀坍塌成了废墟，可是佛法大会举行之际，阿兰陀一夜间拔地而起，恢复原样。本座亲眼所见，佛陀化作了圣山。魏渊瞳孔微微收缩，怀庆呼吸急促了一下，道：你在城墙上看到的那双眼睛是佛陀。他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猜测。天地会成员通过地书碎片聊过那一战，点评过佛陀化作圣山的情况。当时天地会成员不懂其中原理，经其感叹为主。佛陀既然能化身山峰，为何不能化作城邦？没有人反驳怀庆，因为他们也是这么想的。魏公、赵卿，你们觉得呢？怀庆看向两位如今的朝廷顶梁柱，她虽然聪明多智，但在这些方面仍然是见识浅薄的小女子。西域有此变故，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因为知道会有事发生，意料之外则是情况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怀庆连具体情况都没搞懂。魏渊摇了摇头，此事听来太过离奇，臣难下定论。赵守附和了魏渊的话，补充道：如今局势不明，需要先派人探明究竟。杜鄂罗汉，方才你说佛陀，就暂且当他是佛陀吧，没有伤你。杜鄂颔首。赵守说道：这或许是你出身佛门的缘故，可愿再去西域查探一番。你放心，我们会给你足够多的法器，包括刻录言出法随法术的书页，传送玉符等，确保你的安全。杜鄂没有犹豫。可……赵守接着看向女帝，道：陛下立即召集百官，册封杜鄂为国师，封大乘佛教为国教。尽管不清楚佛陀想做什么，但超品争夺气运是不争的事实，削弱佛陀气运总归不错。杜鄂赞赏道：善。海外两道身影从天边掠来，带来震耳欲聋的音爆。身影从天而降，即将入海时，猛地一个停顿，卸去所有惯性，但携带的强风压迫着海面，形成一道直径数米的波纹。许七安侧头看向套着木南之罗裙的九尾狐，沉声道：就决定是你了，上吧，国主。银发妖姬斜了他一眼，哀怨道：你又不娶我，还要指使我替你赴汤蹈火。银发如雪，肌肤胜雪，她这个妖娆妩媚的艳货，凭借着肤色给人一种纯洁高贵的感觉。许七安一边展开神念探查海中情况，一边说道：好好说话。
九尾狐给了他一声呵呵。不多时，许七安收回神念，道：“没探查到异常，下去看看。”率先跃入海中，扑通一声，水花溅起，消失在碧波之中。九尾狐身姿轻盈的一跃，跟着他跳入汪洋。金銮殿内，玉座之上，龙袍加身的怀庆巍然端坐，凤眼修眉，琼鼻高挺，小嘴红润。原本的清冷气质，在穿上龙袍后变得威严而冷艳。殿内诸公持牙霍立，高呼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后，怀庆看一眼左下方的掌印太监，德兴院出身的太监手捧诏书，跨步而出。这时候的诸公大部分还不知道这次突如其来的朝会是何缘由，有何目的。自佛门斗法以来，许璎珞开创大乘佛法，其理念于西域盛传，点化民智，卓有成效。西域信奉大乘佛法者百万计，振兴甚慰。大乘佛法源于中原，中原拈能弃之，朕欲迎回大乘佛法，教化万民。度恶罗汉乃许璎珞点化之佛，佛法精深，此番愿皈依朝廷，乃中原百姓之幸。朕特封度恶罗汉为国师，大乘佛教为国教。钦此。金銮殿内立时一片寂静。中年太监望向大殿外，高声道：“度恶罗汉，速速接旨。”殿外穿着红黄相间袈裟的度恶罗汉缓步跨入大殿，踏着猩红地毯穿行在诸公之间。诸公面面相觑，无声的交流，有人困惑，有人迷茫，有人皱眉，但无一人出列反对。他们首先意识到的是，陛下要拉拢度恶罗汉，立大乘佛教，封国师，如此后代，这相当于助度恶罗汉脱离西域佛门，自立门户，成为中原佛教的佛陀。接着诸公们开始思忖立大乘佛教为国教可能会带来的后遗症，朝堂格局变动等等，但依旧无人出列反对。首先是佛门和尚无权干政，这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利益冲突。其次，一位二品罗汉的投奔足以削弱佛门的战力，对于当下的大奉来说，百利而无一害。先把人拉拢过来再说，怎么打压是以后的事。身为混迹庙堂的读书人，最擅长这一套。窦鄂来到玉座之下，双手合十，道：“谢过陛下。”坦然接过诏书。在他接过诏书的瞬间，脑后果位骤然浮现，绽放出无量佛光，虚空中传来梵唱，响彻大殿，回荡于诸公耳畔。窦鄂整个人宛如黄金铸造，灿灿生辉，而在怀庆眼里，一道道磅礴的气运缭绕在窦鄂身侧，依附于果位之上，却不曾入体。西域活化的浪潮层层奔涌，海浪般的往前推进，所过之处，大地被赋予了生命，山川被赋予了生命，城墙被赋予了生命，生灵消散一空，融入规则之中。佛陀的身体已经化作了山川大地，他的意识随着肉身一起延伸扩展，融入天地法则，变成了天地法则的一部分，却保留了记忆。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炼化了整个西域，他把整个西域的气运都纳入佛门，以此为根基，吞并西域的这片天地法则。如果没有意外，他会一直蔓延扩张，直到把整个西域都变成他自己。但就在这时，一股股磅礴的气运离他而去，从他体内生生抽离，飘向东方的中原。佛陀扩展的速度瞬间慢了下来，继而缓缓停止。他无法再同化天地，取代天地法则了。他扩张的势头停止，似乎失去了体力。当然，以他的位格，即使强行吞噬天地法则也不在话下，仍可以继续下去。但失去了气运的庇护，或者说失去了气运这张凭证，继续下去唯一的结局是不倒尊后尘，被天地规则同化，失去自我。短暂沉寂后，西域大地剧烈震动起来，如同一场连绵上万里的大地震。一道道纵横数百丈的地缝裂开，长着密密麻麻的森白牙齿，大地长出了嘴巴，这些嘴巴发出同一个怒吼：大乘佛法，大乘佛法！阿兰陀这座圣上裂开巨嘴，发出响彻天地的怒吼：大乘佛法！圣山上的僧侣惊恐地匍匐在地，瑟瑟发抖。大乘佛法！迦罗树、广贤和琉璃三位菩萨心里一凛，各自闭眼，似乎在感应什么，或与谁沟通。俄顷，三人睁开眼睛，明白了缘由，脸色瞬间阴沉，咬牙切齿道：窦鄂在中原创立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分走了佛门部分气运，在这个节骨眼，大乘佛教成了阻碍佛陀成为西域的绊脚石。当初我就该掐灭他不切实际的念想，或让广贤送他去轮回。迦罗树做金刚怒目状，身后浮出主沙伐的金刚法相。他们没怎么把度恶罗汉放在眼里，却不想被这个小小的二品罗汉来了个釜底抽薪。广贤叹息一声，把所有翻涌的嗔念压在心里，无法分辨男女的嗓音说道：为今之计，只有先停下来，以香火神道的法子，将西域剩余疆土炼成山河印，掌控在手中。这样做，佛陀既不用冒着被天地法则同化的风险，又能把剩余疆土牢牢掌握在手中，等将来掠夺来气运，再吞了山河印。
这一招本来是打算用来对付中原的。径山城，萨伦阿古站在荒芜的径山主峰，眺望西边。他突然眉头一皱，掐动手指，以卦术占卜片刻，嘿了一声。好一部妙棋，以大乘佛法分去佛陀气运，阻碍他同化西域虽不治本，但也算拖延住了时间。他身形一闪，来到祭台上，望着头戴荆棘王冠的雕像，侧耳倾听片刻，躬身道：“我亦如此认为。”萨伦阿古抽出系在腰间的赶羊鞭，轻轻抽打脚边地面，啪！伴随着清脆的鞭声，乌光涌动，伊尔布的身影凸显，出现在祭台上。大巫师，伊尔布心说：“又是我。”萨伦阿古淡淡道：“把严康靖三国的玉玺取来。”伊尔布躬身行了一礼，继而化作一道乌光掠向远处的径山城。额请他驾着乌光再次返回，双手奉着3只巴掌大的玉玺。萨伦阿古凝视着3枚玉玺，声音苍老低沉，缓缓道：“三国之中，晋国铁骑在北方征战半载，伤亡过半，国力略有下滑。康国临海，魏渊率军攻占径山城一役中，走的是严国国境，康国未曾受到波及，国力保存尚好。倒是严国先后经历了魏渊率领的铁骑践踏、玉阳关公首战，国力折损七七八八。救他吧！”大巫师指了指严国的玉玺，一脸肉疼地吩咐道：“去给佛门送去。”这伊尔布惊呆了，难以置信道：“大巫师，为何要送给佛门？玉玺里可是储存着三国气运的。”萨伦阿古没好气道：“渡厄背叛，大奉封他为国师，立大乘佛教为国教，分走了佛陀的气运，他想化身西域，得费一番功夫了。”伊尔布大喜，这不是好事吗？他已经知道关于大劫的秘密了。前段时间，大巫师召集了羽师纳兰天禄以及灵会师伊尔布和乌达宝塔，告知超频所图。对于他们这些同体系的超凡来说，巫神一旦化身天道，鸡犬升天，他们非但能不死不灭，还可以带巫神执掌9州，成为人间神祇。各大体系的修士品级越高，情感越淡薄。在伊尔布看来，凡人就如野草，即使灭绝殆尽，也总会在不久的将来长出一茬又一茬。相比起来，巫神取代天道，巫师们永恒不朽，乃真正大业。萨伦阿古摇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自己去悟吧。本座送你一程。赶羊鞭缠住伊尔布，用力一甩，一道乌光如流星般划过，消失在西方天际。京城，渡厄罗汉踩着9瓣莲台，朝身后众人合十道：“多谢诸位相助。”浑身涂抹金漆，宛如一尊惊人的恒远大师，双手合十，回礼道：“事关天下苍生，责无旁贷，大师不必言谢。”经过阿苏罗长时间来的调教，恒远大师现在已经初步容纳罗汉果位，能短暂借用杀贼之力。也就是说，他虽然表面上是4品武僧，背地里其实是个2品罗汉。尽管是短暂的，渡厄罗汉有些复杂的审视恒远这个放养的和尚，其实是个天生的大乘佛法教徒。如果不是修为浅薄，或者再给对方几10年，也许大乘佛法的奠基人就不是他渡厄，而是青龙寺的恒远。楚元稹脸色严肃：“事关大劫，我等理当去看看。”橘猫道长、阿苏罗、李妙真等天地会成员也在，还有白衣飘飘的孙玄机，后者是被新任监正委派过来的。再就是长着一张狐媚子脸的叶姬。西域凶险，情况不明，当然不能让渡厄罗汉以身涉险，于是便有了天地会的保镖团。渡厄沉声道：“临近西域后，诸位不必进去西域地界，以防不测。”众人点头。李灵素拱手道：“保重啊，诸位，一有不妙，立刻逃跑。”哎，我觉得还是等许宁燕回来再说吧。那粗鄙武夫等闲不会死，你们去西域，我总觉得会出事。李妙真柳眉倒竖：“你给我闭嘴！”丽娜就很乖巧，知道自己帮不上忙，只挥手不说话。众人御风而起，化作流光，朝西域飞去。目送众人离去，李灵素看向叶姬，道：“叶姬姑娘，我陪你一起去南疆。”她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这绝不是为了给吉尔放个假。叶姬想了想，又看向丽娜，道：“一起吧，吃了晚饭再去行不行？”丽娜无奈点头：“好吧。”叶姬又从怀里摸出3枚传送玉符，递给李灵素和丽娜。他们要去南疆见神书，求他出山坐镇大局。虽然此行以探查为主，不与佛门战斗，但局势瞬息万变，需要给己方加一成保障。已经恢复巅峰状态的半部武神无疑是最好人选。从京城到南疆，沿途有12座传送阵。许七安很早之前就布好了这条驿道，此时正好派上用场。在孙玄机传送阵法的带领下，众超凡们山川大地在身下一掠过。黄昏前，他们来到了西域地界，青光升腾，众人停了下来。孙玄机没有带着他们贸然靠近。渡厄罗汉双手合十，朝着众人行了一礼，旋即掠向西域。他没有飞太远，让自己保持在众超凡强者的视野里。
凝神感应一番后，杜鄂转身道：“并无异常。”枯瘦的老和尚眉头微皱，这和他想的不太一样。阿苏罗和恒远率先御风，掠向杜鄂身边，两人各自神念探查后，确认这片区域不存在异常。天地会众人怀揣疑惑，继续前行。半刻钟后，他们来到一座小城，一座座与中原建筑风格迥异的房屋里，升起袅袅炊烟，鸡犬相闻，充满了生活气息。杜鄂罗汉沉吟道：“许是没有蔓延到此处，再深入试试。”他们按照刚才的节奏，由杜鄂罗汉打头阵，继续朝着西域深入。前行了一个时辰后，杜鄂罗汉突然停了下来。此时已是戌时2刻，若在大凤，夕阳已经沉入地平线，夜幕降临；但在西域，它甚至刚刚呈现出黄昏的征兆，前方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平原的尽头有一片山脉，河水静谧流淌，没有人烟。杜鄂罗汉不敢再往前了，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咆哮着逃跑，每一根神经都在传送危险的信号。他是佛门中人，不修武夫的危险预知，这是气运在示警，有危险。身高9尺，丑帅的阿苏罗飞了过来，与杜鄂并肩。他并没有察觉到危机，武者的危机预警不曾启动。这时，阿苏罗看见远处的山脉，睁开了一双巨大的眼睛，那双眼睛巨大无比，没有睫毛，遍布血丝，不带感情地盯着众人。接着，地面裂开一道道缝隙，每一个缝隙都是一只眼睛，它们有的如常人眼睛大小，有的大如车轮、水缸、水潭，没有固定的规模。但有一点是同样的，那就是的眼神比远古凶手的注视更加可怕，更加让人胆战心惊。远处那座山脉上的眼睛，眼珠子突然咕噜一转，盯上了杜鄂，旋即所有的眼睛都盯上杜鄂。紧接着，无数颗瞳仁剧烈颤抖起来，气运再次示警。杜鄂心里冒起寒意，凉透骨子的寒意。他首先感觉到的不是恐惧，而是卑微，自身的卑微。而对方仿佛天地意志所化，光是注视就让杜鄂忍不住要跪倒在地，臣服于天地意志。这种感觉是直面菩萨都不曾有过的。不只是他，远处的楚元稹、李妙真、金莲道长和孙玄机同样有这种感受。恢宏、浩大、威严，这些都不足以形容那些眼睛，那个存在。如果非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词，那就是天。每个人心里都油然而生一种卑微，生而为人的卑微。踏入超凡后，他们从未有过这种体验，即使金莲道长当初面对骆玉衡的天劫，都不曾有过这种感受。走！杜鄂刚喊完，扭头发现身边就只剩恒远了，阿苏罗早已逃之夭夭。杜鄂不做犹豫，九瓣莲台佛光一荡，推动着他如同金光般电射而去。恒远大师紧随其后。大乘佛法，大乘佛法！身后传来恐怖的嘶吼声。更远处警惕观望的李妙真等人看见那片平原活了过来，地面如海浪般涌起，化作一道道数百丈高、遮天蔽日的土墙，朝着杜鄂罗汉和恒远拍去。当这道巨浪追击出数里之外，土块狂沙簌簌散落，露出它的本来面目，那是暗红色的血肉，铺天盖地，宛如海浪的血肉。卑微的感觉消失了，尽管对方依旧可怕，强得让人战栗，让人恐惧，但生而为人的那股卑微在众人心里消失了。暗红色的血肉凝成一只遮天蔽日的巨手，这只巨大的手掌刚一出现，便突破空间的距离，笼罩在杜鄂、阿苏罗和恒远头顶。行者法相，杜鄂心里大凛。三人御风不停，头顶各自浮现出2品杀贼果位，七彩绚丽的光芒交相辉映，试图硬抗抓摄李妙真和金莲道长同时伸出手，疯狂地给三人添加符运。千钧一发之际，那只巨手崩溃了，组成它的血肉物质仿佛失去了力量，豁然坍塌，砸落在地。霎时间，宛如山倾一般，地面巨震，扬起尘埃。阿苏罗、杜鄂和恒远死里逃生，仍然不敢停止，直到返回李妙真等人身边，才敢转身回望。那些暗红色的血肉物质，此刻正缓缓融入地里，直到消失。吓死老子了！阿苏罗摸了摸大光头。杜鄂罗汉和恒远虽然没说话，但看表情和眼神，内心大概和阿苏罗是一个意思。本座上次靠近时，他未曾伤我。杜鄂沉吟片刻，道：“方才气运示警，他想吞了我，夺回气运。”众人心里一团乱麻，闪过各种各样的疑问。金莲道长说道：“此事容后再说，先离开西域，返回雷州，等神书大师过来。”返回雷州地界后，一行人在某个无人的山头落下，于一株古松下盘坐。额前一缕白发的状元郎楚元稹率先打开话题，道：“那个是佛陀。”橘猫道长和杜鄂罗汉等人颔首。恒远大师双手合十，眉头皱起川字纹，脸色凝重。为何佛陀会变成这般模样？无人回答。身躯化作山川河流，闻所未闻，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金莲道长看向杜鄂罗汉，道：“大师说他要吞噬你，夺回气运。”
杜鄂罗汉点头。金莲道长缓缓颔首，发表自己的看法。尽管没敢越过他深入西域，但杜鄂罗汉说的多半不假。他指的是佛陀吞噬西域生灵，变成山河城邦的事。李妙真蹙眉道：可我们来的时候，确实见到不少活人，并未被佛陀吞噬。他莫道理只吞一半。他还没说完，阿苏罗就抢过话题，声音低沉，富有男子磁性。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佛陀出手时，半途有发生明显变化？土石崩落，露出暗红色的血肉，前后两个状态给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依旧可怕，但似乎丧失了某种震慑心神的威能。震慑心神的威能。他把自己丢下渡厄和恒远落荒而逃，说得如此清新脱俗。李妙真心里嘀咕一声。不过，他能理解阿苏罗所谓的震慑心神指的是什么，因为那种卑微，他也体会到了。渡厄罗汉颔首道：而他丧失这方面威能的地界，正是他没有同化的区域。这时，他看见孙玄机袖子一挥，取出一方暗记，笔墨纸砚，开始奋笔疾书。楚元稹寺有所悟地总结道：会不会是大乘佛教的成立，让佛陀损失了部分气运，以至于佛陀无法再进一步扩张？所以，佛陀对渡厄罗汉的态度前后有了明显的变化。他的这个猜测是根据超品需要气运这个前提出发，结合西域的变化以及渡厄罗汉的气运市井等做出的判断。橘猫道长抚须道：贫道也是这么认为，大乘佛教这步棋效果卓绝，没有气运的支撑，佛陀似乎无法继续扩展。只要我们不进去西域地界，想来就不会有危险。众人附和。旋即他们注意到孙玄机提着笔，姿势僵在那里。凑过去一看，只见他在纸上写道：佛陀损失了气运，无法继续吞。后边的话没能写下去，因为全被楚元稹说出来了。啊，这飞燕女侠说了句安慰的话：下次把袁护法带来。袁护法只是个四品小妖，不应该承受这些和他修为不符的冒险吧？仁厚质朴的恒远大师心想：好主意，吓死这只死猴子。这是除渡厄罗汉之外剩下所有人的心声。楚元稹当即把众人讨论出的结果传输到地书聊天群。推断的不错，大概便是如此。我询问了魏公和赵学士，对于佛陀的异常，他们不太了解，但赵学士说多半与所谓的大劫有关。佛陀那个模样确实称得上是大劫，如果让他肆意扩展，后果不堪设想，天地会成员深有体会。许宁燕，你有看到传书吗？一连问了数遍，无人应答。许宁燕还在海外，不曾归来。那个粗鄙的一品武夫不在，大家总是缺点安全感。许宁燕这个龟孙会不会逃到海外不回来了？如果他无法晋升半部武神，多半是会逃的，毕竟他那么风流好色。不应该是贪生怕死吗？这和风流好色有什么关系？李林素这家伙又趁机抹黑许七安，天地会成员心里腹诽。师哥，你到南疆了吗？到了，正在等待神书大师出关。话说话来，狐族的美人真是不同凡响啊，尤其是叶姬的几个姐妹，国色天香，每一位的美貌都能碾压师妹你呢。师哥呀，等回了京城，我把这句话告诉嫂子们。除非你告诉我南疆有几只鸡。师哥错了，师哥还有事要和幽姬、灵姬、青姬3位美人谈，各位珍重。深海里，巨大的海沟深不见底，漆黑的仿佛能吞噬光线。许七安撒下一把火红色的贝壳，待它们落向海沟时，以气机引爆，蕴含在贝壳中的火元素猛地爆开，在漆黑无光的海底膨胀成一团团火球，暗流一下子汹涌起来。火光闪灭之间，许七安和九尾狐看见海沟里窜出一条粗壮的触手，它庞大的宛如吞天巨蟒，每一个吸盘都有水缸那么大，触手表面烙印着残缺的纹路。这位超品神魔是大王乌贼吗？许七安有些幻灭，他抱着猎奇的心理，一直在期待对方的真身是什么模样。这条触手扭曲着缠绕而来，狠狠扫向九尾天狐，海底暗流瞬间沸腾。许七安耳边竟是轰隆隆的暗流碰撞声。对神魔后裔更加敏感，许七安挑了挑眉，袖手旁观，没有出手帮狐狸精御敌。九尾天狐也没动用他最强的手段尾巴，8条毛茸茸的狐尾像水母的触手般一拍，推动着他影响触手，袖拳紧握，轰出气泡绵密的一拳。砰！闷响声在海底响起，就像一颗鱼雷爆炸。在许七安的视线里，前方瞬间被密集的气泡覆盖，汹涌的暗流像冲击波一般朝四面八方横扫，推撞在他胸口。九尾狐身子倒飞出去，在海底拖曳出一条真空带。许七安见状，对触手的力量有了较为清晰的估测。国主的力量虽然不及武夫，但身为神魔后裔，履历绝对要超过其他体系的一品。但刚才那纯粹比拼全力的一击，他明显不敌触手。他越强，我吞噬他之后收获就越大，没准真的能一举踏入半步武神境。许七安传音道：
国主，帮我缠住他，我下去寻他本体。九尾狐嗯了一声，语气如常。刚才决力虽然输了，但并没有受伤。许七安抽出镇国剑，气机绵绵灌入黄铜剑中，充盈的气机让镇国剑宛如烧红的烙铁，周围的海水迅速沸腾。他挥舞手臂，胡乱地展出一道道黄澄澄的剑光，斩入海沟中。第一道剑光击撞在海沟边缘，扬起无数尘烟般的淤泥，震落一块块巨石。第二道、第三道，10几道剑光消失在幽深漆黑的海沟里。过了几秒，整个海床震动起来，沉淀在此处无尽岁月的淤泥纷纷扬起，软泥层爆裂开来，清澈的海水瞬间化作浑浊的泥汤。海沟里传来陈雄的嘶吼，因为被海水扭曲的缘故，更显恐怖。沉睡在海沟里的远古怪物被激怒了。下一刻，5条触手从幽深的海沟里冲了出来，裹挟着数百万吨的暗流，狠狠拍向许七安。这时，同样粗壮的雪白狐尾从许七安后方刺来，针锋相对的与触手拍在一起，整片海域的水在此刻震荡起来。如果此地靠近海岸的话，对于临海的城镇来说，绝对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战斗掀起的海啸会摧枯拉朽的淹没一切。雪白狐尾缠上6条触手，双方就像交缠在一起的线条，绷得笔直。银发妖姬素白的脸庞瞬间涨红，额头青筋凸起，传音催促道：“我最多支撑1盏茶的时间。”许七安不再废话，猛地一个俯冲，如同发射的鱼雷，拖曳着沸腾的气泡进入了海沟中。他在无光的黑暗中俯冲了许久，偶尔丢出一只贝壳引爆，照亮四周。这里看不见鱼类、海藻等水中植物，也鲜少看见。许七安穿梭在6条巨柱般的触手之间，不多时，神念感应到了那位陨落于此的神魔本体。他一次性甩出数十枚贝壳，同时引爆。砰砰砰！沉闷的爆炸声里，火元素膨胀成一团团火光，带来了漫长岁月里第一次的光照，照亮了那位远古神魔的残骸。这是一只体型庞大到难以想象的怪物，外观酷似章鱼，它的身躯几乎填满了整个海沟，它的身躯残缺不全，遍布着啃咬的痕迹。它只剩一只灰白色的独眼镶嵌在布满鳞片的脑袋上。当火光照亮时，在这死寂的深海里，许七安和他的距离不超过100丈。灰白色的眼睛死寂地盯着许七安，就如同盯着空气里的一粒尘埃。这就是两者之间的体型差距。幸好我没有深海恐惧症。许七安借着缓缓熄灭的火光，发觉这只怪物本该有10几条触手，但早已被撕裂掉了。没有元神波动，他早就已经死了。是怎么度过这漫长岁月的？初步探索后，许七安有些犯难。要想摆下阵盘炼化他的精华，肯定要把敌人制服才行。而这个级别的敌人，杀死是唯一的选择。可人家已经死了，而且死了无尽岁月，怎么办？许七安默默望着章鱼怪的本体，他忽然明白了，他在远古时代便已经死去，残留的是不屈的意志和无畏的战意，是执念让他横跨无尽岁月长存至今。当初死在那位敌人手里，这位远古神魔是不甘心的，不服气的。消除执念的办法很简单，他要做的不是杀死他，而是打败他。海沟之上，正与触手艰难角力的九尾狐收到许七安的传音：“国主，你先上去，不必再插手这场战斗了。”伊尔布从未有过如此快速的飞行经历，山川大地在他眼里模糊的一闪而过。等大巫师的法力耗尽，他发现自己已经穿过大凤疆土，来到了西域地界。让我来送玉玺，这不是让我送死吗？伊尔布谨慎地飞行在西域的天空，回想着自己走过的路，脑海里浮现一个疑问：为什么跑腿的总是我？从镇北王炼血丹开始，他一直充当着跑腿打手的角色。另一位灵会师乌达宝塔至今都没见过许七安，而他已经和许七安打过好几次交道。伊尔布非常谨慎，没有深入西域，在发现一具普通尸体后，他便操纵着尸体御风飞行，让尸体代替自己去阿兰陀。我要是深入西域，肯定会被佛陀吞噬，正好可以利用傀儡去探查一番，看看西域现在是什么样子。以他灵会师的品级，单独操纵一具尸体，大概能施展本体5成的力量。伊尔布急速飞行一阵，最大的感受就是荒凉，没有人烟，荒凉死寂，路过的村庄、城镇都是空的，真的全没了。数十万里西域，生灵绝迹，变天之争，还真是残酷。大凤的那群蠢货，恐怕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吧？他们当时没有超品坐镇，无法知晓大劫的秘密，将来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佛陀如果取代天道，我们巫师体系，天下所有体系都会消亡，成为历史中的尘埃。真想不通大巫师为什么要把炎国的气运送给佛陀。伊尔布的傀儡一边朝阿兰陀飞去，一边思考起来。大乘佛教分走了佛陀的气运，让他无法彻底成为西域，但以佛陀的法力，佛门的底蕴肯定不会止步于此，必然有其他法子，但可能需要花费极大的时间，这对巫神来说是有好处的。大巫师把炎国气运交给佛陀，佛陀如果顺势成为西域，下一步就是吞噬中原。想到这里，伊尔布灵光一闪，
跟着思路继续分析。大凤的超凡必定拼死顽抗，面对佛陀的出手，南疆的那位半步武神恐怕做不到袖手旁观，再加上超凡强者，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这样我巫神教便能坐收渔翁之利。不对，就算是半步武神，光凭他的一己之力，根本挡不住超品。大巫师这是在玩火呀，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凭什么认为大凤能挡住佛陀？许七安在海外，监正也被封印。伊尔布一愣，他忽然明白了大巫师的真正用意。监正那老小子虽然阴沟里翻船，被许屏风、伽罗树等人联手封印，但那是天命师啊，最擅长布局的天命师。监正算计着一切，对于大劫，他会算不到，他必然留下了相应的手段，不为人知的底牌。如此一来，佛陀就是他们的探路族，这才是真正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如果大凤仍然不敌佛陀，大不了将来和古神结盟对抗佛陀。这时，伊尔布看见了巍峨的圣山出现在地平线尽头，阿兰陀到了。他当即停止思考，操纵傀儡化作乌光掠向阿兰陀。还未靠近，前方白影一闪，五官精致立体，白衣赤足，青湿如瀑的琉璃菩萨拦住去路。这位有着西域风情的绝色美人淡淡道：“巫神教的伊尔布，你来阿兰陀做什么？”行尸傀儡愣了愣，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是我？”琉璃菩萨艳若桃花，却冷若冰霜，声音毫无起伏：“你不是负责跑腿的吗？虽然基本都是我外出办事，但不代表我是跑腿的。本座乃灵会师。”伊尔布内心破口大骂，外表孤傲冷傲，淡淡道：“大巫师嘱托我为佛陀送气运。”为了挽尊，凸显自己的地位，他没有用派遣和命令这样的词。琉璃菩萨挑了挑眉，隔了十几秒道：“萨伦阿古想让我佛门冲锋陷阵，拼光中原的超凡力量。这女人很聪明吗？”伊尔布冷冰冰道：“你们可以拒绝。”琉璃菩萨闭上美眸，侧耳倾听片刻，睁眼道：“东西呢？”佛门果然自信。伊尔布呵了一声道：“玉玺在我本体处，你若想要，随我来便是。”琉璃菩萨摇头：“不必，带着玉玺往西来便是。”说完，他消失不见，返回了阿兰陀。伊尔布沉吟一下，切断了对傀儡的操纵。西域边界，披着巫师长袍的伊尔布睁开眼：“让我送过去。”他想了想，右手伸出长袍，朝远方做抓射动作。一只骆驼被他抓了过来，七窍流血而死。接着，骆驼转化成了行尸傀儡。骆驼走上前来，从伊尔布手中叼起玉玺，四蹄一蹬，飞天而去。骆驼飞呀飞，终于来到荒无人烟的地带。突然，他看见下方的沙地里睁开了一双眼睛，紧接着沙地里裂开了一张巨大的嘴巴，土浪冲天而起，推动着嘴巴咬向骆驼，把它吞噬。土浪吞掉骆驼和炎国玉玺后没有回落，而是受了刺激一般，继续扶摇直上，转眼间便化作一道100丈高的巨浪，朝着东边滚滚而去。佛陀得到了新的凭证，继续同化规则，取代规则，吞噬着沿途的一切。另一边，伊尔布弹身而起，一边瑟瑟颤抖，一边架起乌光冲天而去。通过共享视野，他清晰直观地感受到了超品的可怕，那股令人战栗的气息，以及让人不自觉产生卑微的念头，尤其后者是伊尔布从未体会过的。即使面对巫神，尽管战战兢兢，如临深渊，但伊尔布不会觉得自身卑微。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南疆，李灵素喝着10万大山特产的山茶，看一眼不远处聚在一起商议要事的几位大美人。除了许七安的妾室叶姬，还有3位容貌、气质和身段丝毫不逊色的狐族美人。穿着淡青色长裙，薄纱蒙面，气质矜持清冷的青姬，她让李灵素想到了清冷端庄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受过极好的教育，对谁都客客气气，对谁都不冷不热。穿着漆黑繁复长裙的美妇人叫幽姬，她既有40岁女子的成熟风韵，又有20岁女子的风华和美貌，一颦一笑之间，顾盼回眸之间，都已褪去了少女的青涩，如同久居深宅里的贵妇。她有着慈祥温婉的母性，也有着与其他狐族女子一样动人的魅惑。第3位少女叫灵姬，她的活泼开朗让李灵素想起了司天监的新任监正楚采薇。不同的是，那位监正活泼开朗中透着蠢萌，无忧无虑，天真烂漫，而狐族少女灵姬更多的是古灵精怪，狡黠可爱，一看就是喜欢捉弄人的小妖女。我的情缘又来了，李灵素心里想着，旋即摸了摸腰子，在心里补充了2个。大概国主和许郎出海已有数月，迟迟未归，而九州局势越发严峻。叶姬皱着精致的眉梢，满脸担忧。那位许银罗要是没法晋升半步武神，出海就是白走一趟，光凭神书爹爹可挡不住超品。灵姬双手托腮，睁大明亮的眸子，笑嘻嘻道：“叶姬姐姐是想情郎了吧？酒矿之身，是不是寂寞难耐啊？什么时候把你的情郎借人家玩玩？”叶姬扫了一眼少女初具规模的稚嫩娇躯，不屑地嗤笑一声：“
她们9个姐妹的关系可不是全是相亲相爱，除了母性泛滥的优姬赢得姐妹们的一致尊敬，软萌可爱，还无法化形的白姬赢得姐妹们的一致喜爱，其他姐妹之间或多或少都有勾心斗角。优姬屈指啪地弹在少女光洁额头，语气温柔地责怪道：“说正事呢，别胡闹。”灵姬捂着额头，撅起小嘴，哼哼唧唧道：“反正咱们迟早要嫁给许宁燕的，青姬姐姐说过，娘娘多半逃不出许银罗的魔爪。那娘娘要是跟了许银罗，咱们不也得陪嫁吗？”青姬脸色微变：“胡说八道，我可没说过这样的话。什么？他们也是许宁燕内司内定的小妾吗？怎么可以这样？许宁燕这狗贼，老子从未见过如此好色之徒，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李灵素脸色缓缓僵住，这时他感受到了熟悉的心悸，掏出地书碎片查看传书。师哥，大事不妙，快让神叔来雷州救命！圣子脸色一沉，以纸代笔，书写信息。出了什么事？你们不是从西域离开了吗？他笔触如飞，速度堪比狂草。但那边好久无人回应，隔了半盏茶的功夫，终于有人回信，但不是李妙真，而是楚元稹。佛陀来了。李灵素浑身一阵冰凉，脊背仿佛有冰冷的蛇爬过，沿着脊椎直窜天灵盖，头皮瞬间发麻。怎么回事？刚才不是说佛陀失去了气运，无法再扩张了吗？你们说话啊！他一连3封传书过去，却泥牛入海，毫无回应。李灵素蹭地从椅子上弹起，握紧手里的地书碎片，侧头看向四只鸡，声音带着几分尖锐：“佛陀来了。”四只鸡立刻看了过来，花容微变，夜姬追问道：“佛陀来了是什么意思？”少女灵姬惊恐的左顾右盼，默默地朝幽姬靠拢。李灵素本想把地书给他们看，转而想起传书内容已经消失，语速极快地解释道：“我的同伴传书给我，让我速请神书大师前往雷州相助。雷州是大凤最靠西方的州，紧挨着西域。为什么是雷州？”叶姬一边起身朝外走，一边问道：“我怎么知道？”李灵素摇头，和3只鸡跟随叶姬的步伐走出大殿，在楼阁遍布的南华寺几个起落，来到封印之塔外。塔门紧闭着，门缝里透出一抹细微的灯光。气态雍容如贵妇的幽姬连步上前，抬起手，丝滑的丝绸袖子滑落，屈起雪白皓腕，扣了扣塔门，低声道：“神书大师，您修炼结束了吗？”叶姬来的时候恰逢神书修行，而李灵素又从地书聊天群里得知了探索西域的结果，知道李妙真等人处境安全，便没有再打扰半步武神，甚至还想着和颜态各异的狐族美人邂逅一场姻缘。当然知道这几个狐族女子是许七安的小妾后，圣子就不爱搭理他们了。可是塔内传来神书浑厚低沉的声音，幽姬措辞简洁地把事情的经过告知神书。塔门自动敞开，烛光如水流般倾泻而出，神书高大的身影缓步走出。他模样大变，身高7尺，与成年男性无异，五官俊朗，白白净净，是个皮囊非常不错的年轻僧人。这才是他最初的模样，准确地说是神书最初的模样，而非修罗王。修罗族的外貌特征过于明显，神书若是修罗王的外表，九尾狐也不会不知道自己老爹是修罗王。神书更不可能在阿兰陀修行时瞒过一众僧人。我知道了。神书微微颔首，下一刻身影消失在众人面前。御书房，怀庆握着地书碎片，豁然起身，清亮如潭的眼波直勾勾地凝视着殿外。魏渊、赵守和王真文3名手握实权的大佬并未离开，一直留在御书房中。见到怀庆如此大的反应，3人同时把目光投向风华绝代的女帝。地书传信，佛陀来了。怀庆深吸一口气道：“他们此时身处雷州。”魏渊、赵守和王真文惊得从座椅上站起身，或脸色微变，或神色凝重。赵守斟酌道：“佛陀把西域尽数容纳了，他哪来的气运？”王真文冷哼道：“要么是有后手底牌，助他完成了最后一步，要么是某些老朋友给他送的。巫神教在座4人都是聪明绝顶之辈，这种问题难不倒他们。好一招险棋啊！”魏渊喟叹一声，他宽慰道：“有神书在，应该能挡住佛陀。”赵守看他一眼，满脸不认同，但没有反驳。怀庆重新坐回紫檀木制作的大椅，青葱玉指在地书碎片中快速书写：许宁燕，许宁燕。伊尔布驾着乌光在高空飞掠，苍茫大地在身下一掠而过。他刚抵达宇宙地界，忽见前方掠来2道乌光，双方打了个照面。大巫师，伊尔布又惊又喜又茫然：“你怎么来中原了？”为首的正是身穿巫师长袍，白发编成一簇簇小辫子，白胡遮住半张脸的萨伦阿古。随行的是乌达宝塔。萨伦阿古没有回答，问道：“东西给佛陀了？”伊尔布点点头，接着感慨道：“
燕国接下来怕是要天灾连连了。就像当初损失半数国运的大凤，乌达宝塔淡淡道：“已经无所谓了。也是，等巫神挣脱封印，便会像佛陀那样同化东北，掠夺九州气运，燕国很快就不复存在。”伊尔布淡淡道：“我知道，不需要你说。好在三国地界虽然会被巫神同化，但修行巫师体系的修士都能活下来，并且将来能得巫神，不，天道庇佑，永生不死。用大巫师的话说，巫神可以修改天地法则，赋予巫师体系神意。那蓝雨师呢？”伊尔布问道。萨伦阿古笑道：“北境那么大的一片疆域，让给煮酒，岂不是暴殄天物？”伊尔布瞪大眼睛，瞬间明白了纳兰天路的去向。大巫师要趁着大凤和佛门争斗之际，速战速决，攻下北方妖蛮的领土。这样一来，燕国损失的气运便能得以补充。一箭三雕，妙啊！就在这时，伊尔布看见南边御风而来一群超凡强者，定睛一瞧，竟是古族的7位首领。对方显然也注意到了巫神教的超凡强者，其中一位披着黑色斗篷的人豁然展开领域，为6人披上一层暗影，随时准备阴影跳跃。拄着拐棍、满头银发的天蛊婆婆朝着萨伦阿古微微颔首。大巫师面带微笑，颔首还礼：“你们巫神教的人怎么会在这里？”一位身披轻纱、身段婀娜、浮凸有致、脸蛋尖翘妩媚的女子皱着眉头质问道。天蛊婆婆带他们赶往雷州，只说大劫已至，前去查看情况。她给伊尔布的第一印象是骚货，举手投足间散发着勾人的媚劲，像是天生就为了勾引男人而生的尤物。伊尔布不认识她，但识得这类手段，想来是秦古部当代首领，当然是来看看大凤有什么压箱底的手段。伊尔布嘿嘿道：“或许来看佛陀如何屠杀大凤超凡。”栾玉娇媚的脸蛋瞬间阴沉。雷州边界，一座小镇，暗红色的血肉物质像海潮般冲刷着小镇的街道、房屋，那些血管清晰可见的血肉粘连在房屋上，覆盖在地表。此时已是夜晚，大部分居民已经沉睡，他们与房屋一样无声无息，不曾发出任何动静。但小镇里唯一的勾栏还灯火通明，镇子里富庶的男人们还在勾栏里逍遥快活，或搂着女人喝酒，或听着戏曲，或已经在床上坦诚相见，做着炼金领域里的禁术。但暗红色血肉浪潮奔涌而来时，勾栏里的嫖客和风尘女子们惊叫着奔出修建的颇为气派的小楼，然后就像蚂蚁被浓稠的糖浆粘住，一个个在暗红色血肉物质里苦苦挣扎，继而挣扎减弱，他们脸上的恐惧慢慢平复，他们原地盘坐，双手合十，宛如最虔诚的信徒。他们一点点的被血肉物质同化。咻！破空声呼啸而来，一节节枯枝从天而降，收割着成为虔诚信徒的居民的头颅。血肉物质如喷泉般涌起，将枯枝组成的剑阵尽数拦住，继而吞噬。极遥远的空中，楚元枕衣袍破烂，手里握着一把断剑，嘴角沁着鲜血。阿苏罗、金莲道长、杜鄂罗汉、李妙真，还有孙玄机和恒远大师，他们身上都有伤口，残留着大战后的痕迹。说大战有些抬举他们，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们刚从佛陀手中捡回一条小命，这还是孙玄机反应及时，以及阿苏罗顶住了压力的情况下。他们之前在雷州边界一处山峰巨头商议西域情况，通过地书向女帝描述分析佛陀的状况，本打算留在雷州观望几天，可就在夜里，他们看见了暗红色的浪潮在月夜的辉光下朝着雷州奔涌而来，所过之处万事万物都被流淌的血肉物质覆盖。他怎么会跨过西域侵入中原疆域？胸膛剧烈起伏着的阿苏罗对眼前的景象表示不解。根据他们之前的推测，佛陀的扩张是需要气运的，可他非凡把西域地盘尽数吞并，竟还朝着中原无序扩张。这样的话，之前他为何不在西域时便杀了他们？不一样。楚元稹观察力敏锐，低声道：“他露出的应该是真身，而在西域时则有沙土包裹，如山川活化。之前追逐杜鄂罗汉时，他过界后也显露出过这番模样。换句话说，此时的雷州对他来说，就像之前气运不够无法同化的西域部分疆土。所以为什么会这样？”李妙真不想听推理过程，只想知道结果。金莲道长保持着警惕，开口解释道：“你们发现没？他虽然占领了雷州，但没有把雷州同化。这说明2点：一，没有足够的气运，他无法像同化西域那样同化中原地界；二，他在转化信徒，然后又把信徒吞了。这说明什么？”众人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争地盘，凝气运，就和去年的许屏风一样。杜鄂罗汉双手合十，这就是所谓的大劫，超品复苏之日，必将蚕食中原。比起大规模的战役，这种蚕食要可怕千倍万倍。两军交战，尚有胜负，有回旋余地，可谁能阻拦佛陀的扩张？他们这些超凡强者
也就隔着老远做一些不痛不痒的阻挠，根本不敢接近。他虽然奔掠如火，势不可挡，但似乎有限制，行动受阻。孙玄机刷刷刷在纸上写下狂草，展示给众人看。他的意思是，佛陀虽然强大不可匹敌，但他化作狂潮吞噬万物的同时，庞大的身躯也变相的成为累赘，无法再像个体一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似乎是相应的代价。突然，那些暗红色的物质高高隆起，凝成一具模糊的人形，隐约是个光头和尚，五官轮廓模糊，身体也只是简单的勾勒出人形，但他有一双实质的没有感情的双眼，默默地注视着大凤的超凡强者们。孙师兄，你真的不是钟离易容的吗？你还是别发表意见了。李妙真心里咯噔一下，再看其他人的表情，他就知道大家和自己的想法一样。那个由暗红色血肉组成的人形，双膝微弯，在地面轰隆的巨阵里射向为首的阿苏罗。阿苏罗脑后火环砰地爆开，焰光照亮黑暗，他腰背肌肉一炸，推动右臂带动拳头直击佛陀的化身。之所以这么自信，是因为他察觉到这具化身的力量并不强，只是佛陀如海般浩瀚身躯中的一部分，打不过佛陀，打一具化身总没问题。这个念头闪过的瞬间，阿苏罗看见佛陀化身的身后浮现一尊斗天斗地，象征着力量和杀伐的法相——金刚法相。李妙真眉毛一挑，伸出右手，掌心朝着佛陀化身轻轻一抹，像是抹去了什么东西。12双手臂层层叠叠，12双拳头暴雨般打下，24声打击化作一个声音，当！阿苏罗蕴含着杀贼之力的拳头应声炸裂，骨块血肉齐飞。但他凭借心里的仇恨，佛陀的福缘削弱，打出了超额伤害，把佛陀化身打得踉跄后退。杀贼果位的绚丽光晕笼罩在佛陀化身的胸口，侵蚀着对方的生机。可能是因为福缘被削弱的缘故，杀贼之力竟再次取得喜人成绩，让佛陀化身胸口的血肉物质溶解，腐蚀出一个狰狞的伤口。这时，佛陀化身的左侧，一道金灿灿的法相凝聚，掌心托着白玉净瓶，面目慈和。净瓶中溢出星星点点的金光，佛陀化身沐浴其中，溶解的血肉瞬间恢复，化解了杀贼之力。噔噔噔，阿苏罗身为团队里的近战主力，义无反顾地扑向佛陀化身，过程中金刚神功褪去，漆黑的物质爬满体表，激活了修罗血脉，战力再上一层。可他扑了个空，佛陀化身凭空消失在眼前，没有征兆的消失。能做到来无影去无风的，只有行者法相，传送术都做不到这般无声无息。下一刻，佛陀化身出现再度恶罗汉身后，血肉物质组成的人形胸口豁然裂开一道遍布獠牙的嘴巴，从胸到腹狰狞可怖。接着他坍塌成一块幕布，朝着度恶罗汉覆盖而去。佛陀的目标异常明确，那就是吞噬度恶，夺回佛门失去的气运。糟糕！李妙真和金莲道长同时探出手，一边削弱佛陀福缘，一边召唤出4大法身中的土象，驱使着他拦截佛陀化身。佛陀化身的左侧，此时第3道法相是双手合十，垂手盘坐，面容仁慈的大慈大悲法相。他甫一出现，天空便有佛光普照，梵音禅唱。李妙真和金莲道长心里不可避免地泛起慈悲之念，再无法出手，风香旋即溃散成蒙蒙晨雾。当时时，邪地里射来一把紫金锤，当的撞在度恶罗汉身上，把他撞飞了出去。佛陀化身形成的幕布罩住紫金锤，将他吞噬。度恶罗汉侥幸逃离虎口。呼，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心有余悸。度恶若是被佛陀吞噬，辛苦谋划耗资无数扶持起来的大乘佛教就没有意义了，而得到这股庞大气运的佛陀会更加可怕。太危险了，我们拦不住佛陀，甚至斗不过他的一具化身，必须撤离了。可是那么多无辜百姓的性命，不能纵容他继续吞噬啊！李妙真轻轻吐出一口气，突然发现这口气息竟无比绵长，吐了半天也没吐完。他立刻察觉出不对劲，同时眼前的景物褪去了色彩，变成纯粹的黑白。这是无色琉璃法相，佛陀什么法相都会。李妙真的思维难以遏制的变得缓慢，他的脸上一点点的浮现出慌张和恐惧的表情。橘猫道长、孙玄机等人的脸上也浮现类似的表情，绝望的情绪在众人心里发酵蔓延。佛陀化身缓缓转身，望向陷入无色领域里的度恶罗汉，他胸口再次裂开一道蔓延到腹部的豁口，长满獠牙，咸液如雨。下一刻，他的身影再度恶罗汉身后显化，再次化身幕布照向度恶罗汉。千钧一发之际，一只大手从天而降，把幕布按了下去，轰一声，地面巨震。伴随着这声地动，无色琉璃领域轰然崩溃，世界恢复了色彩，李妙真等人恢复了行动力。众人侧目看去，从天而降的救兵是一位年轻的和尚，脸部轮廓硬朗，穿着青色纳衣，光头上烙着6个排列整齐的香疤。佛陀的化身在他手中剧烈挣扎，但无法撼动对方分毫，
就像一个成年人把一个小孩按在了地上。神书大师，李妙真是叹道。阿苏罗表情有些复杂。神书点点头，嗯了一声，抬脚一踏，那道由血肉物质凝成的化身砰一声炸成齑粉。半部武神名不虚传。远处夜空中，萨伦阿古俯瞰着这一幕，发出喟叹。在巫神教超凡强者不远处，则是古族的首领们。纯烟的注意力没在横空出世的半部武神身上，而是那铺天盖地吞噬一切的暗红色血肉浪潮。婆婆，佛陀在做什么？纯烟耳垂上的2条细蛇发出嘶鸣，附和着主人。天谷婆婆皱眉片刻，微微摇头。她并不知道大劫的真相。萨伦阿古笑道：“他想占领雷州，练出山河印。”其他首领摆出聆听姿态。争夺地盘，凝练山河印，便等于将该区域掌控于手中。每少1州之地，大凤的气运就会流失一部分，直到亡国。而这时候，佛陀便可以吞噬溃散在9州中的中原气运，吞噬山河印，继而取代中原大地，就像取代西域。本质上，这和出兵攻打大凤、灭掉中原王朝的方式一样，只是做法不同。佛陀不需要军队，他自身便是千军万马。纯烟敏锐地问道：“这么做的目的呢？”萨伦阿古没有回答，转而俯瞰下方，继续观战。独古部首领拔济沉声道：“还记得天古部先知的预言吗？古神复苏之日，9州将化作古的世界，是不是意味着古神若是挣脱封印，也会像佛陀这般？”闻言，众首领脸色凝重起来。神书，汪洋般的血肉物质裂开一个又一个嘴巴，发出同一个声音。紧接着，每一个嘴巴都吐出一颗拳头大的光团，如同缩小的太阳。这些微缩的太阳绽放出洗涤一切的佛光，让天地元素进入沉眠，让一切不属于佛的力量快速衰弱。橘猫道长等人被佛光一照，身躯腾起阵阵青烟，一身道行快速削弱。只有恒远渡厄和阿苏罗完好无损。退！金莲喝道。这是大日轮回法相。没有任何犹豫，众人果断暴退。另一边，浅青色那衣的神书在佛光中巍然不动，他直视着刺目的佛光，伸出右手骤然一握，砰砰砰，一颗颗微缩的太阳炸开，溃散成纯粹的能量光晕。大日轮回法相环未成型便被破解，但佛陀并不在意。暗红色的血肉物质继续推进，它还未到极限，可以覆盖更多的区域，直到饱腹，而后将占领的区域炼成山河印，从大凤疆土里剥离出来。神书扫了一眼如海潮般蔓延而来的血肉物质，略作沉吟，主动踏了进去。血肉物质自动分开，像是迎接他的到来。神书一步步前行，身后血肉物质重新蔓延，覆盖了他的退路。血肉物质宛如粘稠的糖浆，汹涌着要吞没神书，但他们在靠近神书1丈处，便被磅礴强大的气机弹开，1丈之内无物可进。正如五夫隔绝天地，不与外界交感，自成循环。暗红色的血肉物质宛如暴风雨下的海面，掀起巨大的浪潮。这道浪潮凝成一道高达数十丈的身影，拈花而坐，与神书蓦然相望。怀庆不停地召唤许七安，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反而收到了李妙真的回复：“二，我们在前线作战，你在后方拖后腿，真有你的。”怀庆竟无言以对。虽然知道李妙真有迁怒的嫌疑，修为到了这个层次，传输带来的轻微心悸不会造成干扰，但谁让人家确实在前线作战呢？皇帝也不敢得罪正在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军。1. 市镇思虑不周，情况怎么样？怀庆能屈能伸。4. 神书大师来了，局面暂时稳定，正与佛陀交手。他们随后讨论了佛陀进攻雷州背后的图谋，讨论出这多半也会是巫神脱困后蚕食中原的手段。9. 单凭一个佛陀已是如此凶险，巫神若是脱困，中原腹背受敌，如何是好？李灵素捏了捏眉心，在南疆回复。7. 道长，别说了，只是徒增焦虑。这次乾天宗雏凤罕见的没有抨击师哥，因为他是对的。5. 为什么要如此绝望呢？如果许宁燕能晋升半部武神，与神书联手，勉强也算一位超品吧。那大家坐下来谈判的余地还是有的。同样在南疆享用着妖兵贡献烤肉的丽娜，适时插了一嘴。李灵素一时间无言以对，转念想想，似乎是这个道理。神书和佛陀的经历告诉他们，半部武神虽不是超品的对手，但2位半部武神加起来，总不至于还被超品吊打吧。如此一来，大凤确实有谈判桌上喝茶的资本。2. 许宁燕这个死鬼出海数月，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李妙真气啾啾的发言：“师妹，注意你的身份，你是地宗蓝莲，乾天宗圣女，你不是许宁燕后宅里的庸脂俗粉们。”李灵素在心里为师妹挽尊。1. 让渡恶罗汉速回京城，留在雷州镇不放心。3位菩萨还没出手，发生了这般变故，
把大乘佛教的奠基人召回京城是最稳妥的做法。京城好歹还有一品陆地神仙坐镇，以及数名超凡境。回不去了。巫神教的几个超凡虎视眈眈。阿苏罗回答。萨伦、阿古等人隔着虽远，但阿苏罗已经感应到了。当然，大巫师也没有隐藏的意思，就是了。萨伦、阿古也在雷州。怀庆的头皮微微发麻。巫神教把气运送给佛陀，现在又来观战，其心可诛。这是打算在关键时刻出阴刀下黑手。渡恶罗汉此刻回京城，多半是羊入虎口。而若是让金莲道长等超凡一起回来，那神叔怎么办？有金莲道长、阿苏罗这些超凡在，至少能辅助神叔，替他解决一些麻烦。古族的首领们也在。金莲道长补充了一句：古族首领虽然普遍都是3品境界，无法形成主力，但7大古术诡异莫测，勉强能牵制巫神教。怀庆略松一口气，传书道：随时汇报战况，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立刻让国师和赵院长赶来雷州。他放下地书碎片，看向殿内的魏渊3人，语速飞快地把情况简单说明。赵守沉吟道：我让杨公带上如圣刻刀前去雷州支援，至于本官留守京城。他这是提防有人趁机把京城给端了。佛门的3位菩萨还没出现呢。王真文脸色严肃，让杨公带上传送玉符先去雷州，国师落到守暂留京城，一旦佛门的菩萨现身，国师火速支援。魏渊没有插话，王真文的安排没有问题。现在要提防的是佛门菩萨袭击京城，巫神教反而不用顾虑，因为佛门已经没有老巢这个概念了，而巫神教的巫神还未破除封印。佛门现阶段可以不顾家，巫神教却不敢和他们玉石俱焚。赵守大袖一挥，声音铿锵有力：杨公就在我身边。一道青光从旁边腾起，勾勒出紫阳居士杨公的模样。他穿着绯色官袍，刚正在衙门里办公。尽管已经见多了儒家的法术，但这种说到做到的风格仍让殿内3人觉得荒诞，心里无言。院长。杨公环顾四周，见众人脸色凝重，当即皱眉：出了何事？赵守把情况简单的告知于他，听得杨公双眉紧锁，心情沉重。怀庆诚恳道：有劳先生了。他在云麓书院求学时，正是拜在紫阳居士门下。杨公点点头，正要接下，袖子里忽然冲出一道青光，朝着怀庆的脑瓜狠狠敲去。怀庆愣了一下，凭借武者的本能，探手捞住青光，定睛一看，是把戒尺。他有些愕然地看着杨公：要刺杀皇帝吗？杨公叹了口气：陛下莫要称我先生，称我先生时莫要说请教，有劳等词。他招了招手，把戒尺收入袖中，接着解释道：我是用3字经温养此物的，正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所以见学生就打。怀庆抿了抿嘴，正色道：很有责任感。杨公苦笑一声：臣就当陛下是真心夸赞了。他知道时间紧迫，没有多言，大袖一挥，复刻了赵守方才的动作，朗声道：如圣客刀素来见我。为节省时间，他尝试召唤入关，但没反应。众人齐刷刷看向紫阳居士，杨公老脸一红，立刻道：吾身在云麓书院中。青光自脚下腾起，原地消失不见。砰！神书脚下的地面炸开，土块连带着血肉物质一起被炸飞，清出一片直径数丈的真空地带。而他本人像高速出膛的炮弹，射向佛陀。佛陀右后方一道虚幻的法相一闪而逝，他旋即消失不见，让神书扑了个空。紧接着，佛陀身影出现在神书后方，象征着征伐和力量的金刚法相于左后方凸显。12双手臂同时扬起，当！打铁般的声音里，神书踉跄后退，而佛陀脚下的血肉物质出现了水波般的荡漾，化解了半部武神的全境。没有后退的佛陀身后再次浮现一道身影，大慈大悲法相。梵音禅唱响彻天地，消弭一切愤怒和敌意。咔咔，金灿灿的轮盘逆向转动，金色佛文写就的阿修罗3个字亮起。神书的气息以可察觉的速度下滑，漆黑的皮肤凸显，先是脑袋变得虚幻，接着右臂变得虚幻，转轮的力量这才用尽。逆转大轮回法相是把神书削弱到过去的状态，若是正转则是向未来推进。半部武神寿元无穷无尽，正转没有意义。而神书刚刚恢复巅峰不久，逆转恰能有效地削弱它。远处阿苏罗气息也呈现轻微下滑趋势，同为阿修罗族，他无法避免，只是此地距离太远，处在大轮回法相力量笼罩的边缘地带，削弱的不算严重。又一道法相在佛陀身后凸显，垂眸拈花，脑后象征智慧的光轮逆转。神书的眼睛忽然失去光彩，呈现呆滞状态，仿佛忘记了身处危险场所。在这个过程中，佛陀身后暗红色血肉物质组成的浩渺汪洋再次裂开一张张嘴巴，它们缓缓吐出一颗微缩的金色太阳。
佛光笼罩天地间。这些微缩的金色太阳向着佛陀脑后的虚影汇聚，越聚越多，佛光照彻此方世界，连黑夜都转为了白昼。9大法相及其的佛陀是何等的恐怖！李妙真和金莲道长掠出，动作整齐划一的抬手，朝着远处的神书顺时针一转。他们以削弱自身福缘为代价，为神书注入了深厚的福缘。同时，两人眼里照射出金灿灿的光芒，试图用阳神之力唤醒神书。但阳神的力量在佛光中消弭净化，没能起到效果。法术没用的，得换个方式。楚元稹沉声道：“妙真，借我飞剑一用。”他的剑已经毁在佛陀的侵蚀下。话音方落，10几把品质极佳的飞剑便飞到楚元稹面前，任君采撷。不是李妙真的法器，是孙玄机的，一把就够了。楚元稹随手抓了一把，左手往剑身一抹，顿时这把剑透出强烈的情绪，贪嗔痴恨爱恶欲，仿佛是世间人性的聚合体。这是出行前楚元稹特意向骆玉衡求来的业火封于体内，善用这股力量，能让他的剑势短暂达到超凡。楚元稹投出飞剑，目标不是佛陀，而是神书。他要用强烈的业火唤醒神书，而业火既不属于法术，亦非天地元素。飞剑化作流光，如同一道发亮的细线，撞向神书后背。可就在这时，天地褪去了颜色，神书方圆100丈之内，一切化作黑白，无色琉璃领域。飞剑凝固在领域中，继而哐当落地。这个时候，佛陀后脑的大日已经庞大到直径超过10米，神书的皮肤开始出现溶解。楚元稹脸色微变，当，嘹亮的钟声突兀响起，这钟声震耳发聩，让人元神震荡，气血翻涌。李妙真惊骇地发现，纵使是道门阳神的他，此刻也有出窍的迹象。敲钟的是孙玄机，他手里握着一把黄铜打造、刻满阵纹的锤子，身前扶着一座2人高的青铜钟。当当当，孙玄机奋力敲击铜钟，每次敲打便有青光涟漪伴随着钟声荡漾，刻在钟身的阵纹旋即亮起，隐约有浮出的迹象。他的眼睛、耳朵、鼻孔、嘴角都溢出鲜血，但手里的黄铜锤一刻不停。听见钟声，神书同人微动，隐有清醒的征兆。大轮回法相报发出强烈的光华，药师法相脑后的光轮加速逆转，大慈大悲法相嘴唇开合，天地间梵唱更嘹亮，渐渐盖过钟声。佛陀脑后的大日轮回法相愈发炽烈，越聚越多，快速磨灭神书的生机。钟声效果增强10倍，如同吟诵的声音突然响在众人耳畔。远处青光升起熄灭，头戴亚圣如冠的杨公终于赶到了战场。当，钟声响彻天地间，犹如晴天霹雳。楚元稹、恒元2人的元神直接被震离身体，渡厄和阿苏罗河石盘座以禅功抵挡。金莲道长和李妙真凭着阳神的强大，硬抗了钟声，但大脑一阵阵眩晕，恶心呕吐。孙玄机手里的铜锤脱落，身躯从空中坠落，他的元神也被震了出去。杨公见状，双手一托，隔空拖住楚元稹、恒远和孙玄机的肉身。另一边，神书耳廓微动，脑海一遍遍回荡着钟声，他瞬间从各种控制法术中挣脱，意识回归，并察觉到自己此刻的处境前方是恰好凝聚完毕的大日。这轮大日缓缓浮起，以看似缓慢，实则极快的速度撞向神书。其他几大法相并没有闲着，持续发挥威能，试图再次剥夺神书神智。继续敲，杨公叫道，旋即喷出一口鲜血。法术反噬，问题不大。金莲道长探手捞起铜锤，狠狠敲在铜钟上。当当当，响亮的钟声回荡在每一个角落，帮助神书稳固意识，对抗法相的影响。这位半步武神沉沉低吼一声，身躯豁然膨胀，化作30丈高的漆黑法相，12双肌肉虬结的手臂展开，朝着天空一举，拖住了大日轮回法相。海外，九尾狐立在海面上，他的身周浮着各种各样的鱼虾尸体，密密麻麻，几乎将海面覆盖。鱼虾尸体在浑浊的海浪里沉沉浮浮，它们极少有全尸的。这些还不是全部，此时海浪已经渐渐平静，最激烈的时候，海面升起100米高的巨浪，推走了一波又一波的海洋生物尸体。结束了，他松了口气，在海面等了近1刻钟，没等来臭男人落荒而逃的身影，狐狸精便知大事已成，当即小腰一拧，纵身扎入鱼虾尸体中，8条尾巴宛如触手滑动，推动着他快速下潜，头顶的光线渐渐微弱，直至消失。九尾狐屈指弹出几道白光，它们如同鬼火般袅袅挪挪的下行，照亮浑浊的海水。又下潜了许久，狐火照到一只巨大的怪物，它的体积无法估量，狐火照到的部位相较怪物来说不过冰山一角。九尾狐神念一扫，在怪物的独眼上探查到了许七安，他聚拢狐火，照亮许银罗的身影。他浑身赤裸裸，不着片缕，花岗岩般的肌肉匀称健美，四肢完好，不见任何伤势。这倒可以理解，对一贫武夫来说，除非生死道消，
不然任何伤势都能瞬息间复原。但他的气息衰弱了很多，衰弱到九尾狐觉得自己可以吊打这个粗鄙的武夫。喂，你怎么能耍流氓？快把灯熄了！许银罗是个体面的人，侧了侧身子，不给他看自己的大宝贝。九尾狐没好气道：瞧把你得意的，速速吸收他的精华，看能不能晋升半步武神。他内心是无比期待的，即将见证一位半步武神的诞生。漆黑法相的12双手臂托举着大日轮回法相，如同神话中的巨人托起太阳。这一幕极具视觉冲击，而比视觉效果更强烈的是双方交锋爆发的力量。12双手臂澎湃着可怕的怪力，挤压金色的太阳，试图把它捏爆掐灭。大日轮回法相则持续散发净化一切的力量，要把半部武神从肉身到灵魂一起蒸发净化。武夫的契机，大日轮回法相的佛光交织着纠缠着，化作摧毁一切的风暴，朝着四面八方肆虐，如淤泥般覆盖地表的暗红色血肉物质被一层层的刮开，神书脚下方圆100米再无半寸血肉物质，连佛陀的肉身此时都无法靠近神书。当当当，橘猫道长奋力敲击青铜钟，道袍猎猎翻飞，道簪脱落，白发白须在风中飞扬，头戴亚圣如冠的阳弓，施展法术增幅终生的力量。终生只是辅助，真正能抵抗佛陀法相控制的还是神书自身强大的元神。楚元稹一边密切关注战场，一边取出地书碎片，传书道：紫阳居士来得正好，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只是神书大师未必斗得过佛陀。他说的比较委婉，谁都能意识到，即使已是巅峰状态的神书，相较佛陀还是有些差距的。而且如果这场战斗发生在西域广袤的土地上，神书现在可能已经败北。皇宫里，怀庆看着这则传书，头疼的捏了捏眉心。他没有回复楚元稹，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魏公、赵爱卿、王爱卿，今日之变，3位有何良策？怀庆语气沉重地问道。这回连足智多谋的魏渊也没办法。他沉吟一下，回道：尽人事，听天命。王真文对细节做出补充道：立刻传令，让雷州布政使号召各州各县的官员，把雷州百姓往东迁移，能迁多少算多少。神书若是败了，咱们便静观其变，看佛陀打算如何蚕食中原，蚕食速度又如何，届时再商议应对之策。另外派人前往海外，把许银罗找回来，大凤如今急需他的战力。赵守叹道：不成半步武神，恐难遏制佛陀呀。但眼下的情况，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无可奈何。怀庆嗯了一声，迅速传书：镇会立刻下令雷州布政使司迁移雷州百姓，劳烦诸位尽力缠住佛陀，拖延时间。蓝莲道长，你速度快，请立刻出海寻找许七安。许七安身在海外，距离太远，无法用地书碎片联络。李妙真要做的不是真的在茫茫汪洋里找到许七安，而是要把他的地书碎片重新纳入传输范围内，把九州的变故转告于他。明白。李妙真知道怀庆选择他出海的原因，他的体系和金莲道长重叠，多他一位不多，少他一位不少。至于渡恶罗汉和恒远大师乃至阿苏罗，虽也有体系重叠，但渡恶罗汉现在是香饽饽，单独行动太危险，且没有的书碎片。恒远大师本质是4品，只能短暂爆发出杀贼果位之力，让一位4品出海太勉强他了。阿苏罗是2品巅峰中的巅峰，重要战力缺不了他，因此擅长御剑飞行，来去如风的李妙真变成了最好的人选。飞燕女侠大局观极强，立刻接下任务，顾不得与同伴告别，御剑化作流光朝南方掠去。砰！巨大的爆响声里，金莲到长身前的那口青铜钟炸成齑粉。李妙真豁然回首，看见周遭的景物褪去颜色变成黑白，看见打碎青铜钟的琉璃菩萨出现在金莲道长身前，挥出手里的玉质小刀斩下了道长的头颅，看见伽罗树出现在无色结界里，轻而易举地抓住了难以动弹的渡恶罗汉，看见少年僧人形象的广贤菩萨站在远处，面带微笑地望着这一幕。3位菩萨出手了。行者法向来无影去无踪，以偷袭的方式打了众人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很理智的没有对阿苏罗、楚元稹以及恒远出手，因为这3人都有武者的危机预感。没有危机预感的2位2品，如何躲过1品菩萨的袭击？不，李妙真瞳孔剧烈收缩，飞剑化作的流光骤然停顿下来。海外，巨大的怪物漂浮在海面，随着波浪沉沉浮浮。它的外观与章鱼相差不大，不过浑身长满青黑色的鳞片，后脑位置是一块块如同龟甲的角质铠甲，一看就是防御力极强的材料。无尽岁月过去，这具肉身依旧没有腐烂，蕴含着旺盛的生机。到了一定程度后，肉身和元神其实是2回事，元神寂灭了，但肉身的生机不会就此消失。就拿3品武夫来说，即使魂飞魄散，肉身也会保留旺盛的生命力。
直到数十年后才渐渐衰弱，而要彻底丧失生机，需要100年光景。至于半部武神，基本是不死不灭，超频也难以杀死。就算哪天真的生机被磨灭，也是肉身与元神一起朽烂，不会空留一具生机勃勃的躯壳，因为巅峰武夫的精气神三者早已合一。幸好这位远古神魔虽掌控着力，但并不是武夫，不然今天不可能便宜许七安。带着大章鱼的身躯来到海面后，许七安没有浪费时间，喉结滚动，吐出玉石小镜。叮！指尖轻扣的书背面，一道道笼罩蒙蒙青光的八角铜盘次第飞出，悬浮在空中。总共108块铜盘，每一块八角铜盘都有圆桌那么大，其上刻着乱七八糟的阵纹，有的如同蝌蚪，有的则是线条纵横交错，有的像是简笔的火焰和浪花。但这些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阵纹，以一种奇妙的节奏排列，蕴含着某种天地规则。这就是能练出一品强者精华的阵盘。高空中的九尾狐睁大美眸，试图把八角铜盘上的阵纹记下来。你想要，回头用完了，我把铜盘送给你。盘坐在海面的许七安抬眸笑道：都是自己人，别客气。好啊好啊，九尾狐可不是个含蓄内敛的大家闺秀。许七安不再说话，保持盘坐，徐徐浮空而起。108块铜盘分散开来，各自落向不同方位，悬浮在大章鱼上方，许七安下方。九尾狐只觉得铜盘坐落的方位大有讲究，暗合阴阳五行的奥秘。108块铜盘组成的是一个巨大的、覆盖极广的八卦瓮。108块铜盘顺时针旋转，荡漾起一圈圈的青光涟漪。起初不见异常，但1刻钟后，九尾狐看见大章鱼身体里慢慢飘出一缕缕猩红的碎光。细看之下，碎光由一个个扭曲的纹路组成，它们和烙印在大章鱼触手上的纹路极为相似。这是远古神魔的灵韵，灵韵被剥离了出来，朝着铜盘汇聚。这些丝丝缕缕的碎光被铜盘过滤后，继续上浮，涌入许七安体内。许七安的皮肤出现一个又一个扭曲的纹路，是大章鱼的灵韵。神魔的力量来源于灵韵，这具远古神魔体内残存的灵韵正一点点地转移到许七安体内，被大凤的一品武夫掠夺。108块铜盘源源不断地剥离着大章鱼的灵韵，许七安的气息缓缓上涨，而远古神魔的残躯则一点点的枯萎。神叔后背裂开一张嘴，轻轻吐出一口气机，咔嚓，琉璃菩萨展开的无色领域当即破碎。紧急关头，神叔不得不出手援助，但也仅限于喷吐气机打碎固定的领域。你们果然来了。阿苏罗深吸一口气，眉骨之下的眸光锐利，扫视着3位菩萨。或许应该让你们几个蝼蚁再出点风头。速走！他不忘传音告诫李妙真。广贤菩萨含笑反问。杨公等人脸色凝重，缓缓向着彼此靠拢。按照之前的经验，3位不同体系的2品可以联手牵制佛门1品菩萨。如今3位菩萨齐聚，他们毫无胜算。另一边，萨伦阿古突然抽出赶羊鞭，笑呵呵道：看戏便好，何必插手大凤和佛门的事？3位菩萨联手，不是你们能抗衡的。诸位首领要惜命。他在警告想出手援助的古族众首领。几位首领咬牙切齿。天谷婆婆看一眼萨伦阿古，淡淡道：大巫师所言极是，既然大巫师想让我们看戏，那就看着吧。风华绝代的琉璃菩萨突然蹙眉，看向手里的头颅，他化作一道金光散去。而金莲道长的身躯亮起柔和的佛光，他沐浴在佛光中，脖颈长出一颗全新的脑袋。不生果位。琉璃菩萨挑了挑柳眉，声音里透出罕见的冷冽：你们杀了渡情罗汉，监正承诺过只关他3年，不取他性命。金莲道长笑道：监正的承诺与贫道有什么关系？国破家亡之际，个人信誉算得了什么？大凤的超凡主力里，阿苏罗和寇扬州由于体系原因等闲不会死，赵守有刻刀和如关保命，只有他堂堂地宗道手啥保命手段都没有，就靠着一身同归于尽的天道反噬震慑敌人，杀福缘身后者会引来天劫。渡情罗汉的不生果位是金莲道长用来保命以防万一的，结果还真用上了。另一边，伽罗树手中拎着的渡恶罗汉迅速虚化，准瞬间消弭无形，这只是一具假身，应宫果位召唤出的假身。渡恶罗汉出现在阿苏罗身侧，眼下只有阿苏罗这个粗鄙的修罗武僧能给渡恶罗汉一丝丝的安全感。渡恶，广贤菩萨失望的摇头，叹道：佛门待你不薄啊。渡恶罗汉双手合十，淡淡道：于本座而言，汝等只是一端。琉璃菩萨嗓音冷冽，已是杀机沸腾。何必废话，捏死几只蝼蚁并不费功夫。抬起脚，正要踏下，杨公急声道：退去300丈。琉璃菩萨抬脚的姿势顿了顿，还是踏了下去。周遭景物瞬间褪去色彩，变成黑白。杨公的法术并非无用，只是对于行者法相来说，300丈的距离转瞬间就能来回，外人甚至看不出他曾经离开过。
陷入苦战中的神书后背再次裂开嘴巴，吹到一道契机。这一次，佛陀没让他如愿，不动明王法相双手结印，封锁住了那片战场，让契机撞在空间屏障上。无色领域重新笼罩了阿苏罗等人。就在这时，东方亮起一抹流光，刚出现时，它还是挂在夜空的星子，下一刻便如流星般降临，直接撕裂了无色琉璃领域。剑气满乾坤，陆地神仙来了，这下热闹了。萨伦阿古笑道。海外，远古神魔的残躯已经萎缩到不足原本的一半。反观许七安，他此刻的形象是身高100丈，浑身肌肉膨胀的巨人，一个个扭曲的纹路如同刺青般印在他体表。九尾狐闭上了眼睛，不敢再去看让他头晕眼花的灵韵纹路。在他眼里，此刻的许七安就是力量的象征，势力的具现化。你能想象到的关于力量的特征和概念，都能从他身上找到。许七安闭着眼睛，认真感受着体内的变化。攫取远古神魔的灵韵后，他本就快要迈入中期的修为，顺利捅破了那层窗户纸，进入一品中期，紧着突破中期，进入后期。这还不算完，力量持续暴涨，持续向着大圆满逼近，但却停在了即将成为半步武神的最后一步，因为他的精气神三者失衡了。平衡两字是一品武夫的秘诀，是基本盘。当他吞噬远古神魔的灵韵、气机和气血突飞猛进时，他的元神并没有得到淬炼。失衡的后果是走火入魔，他会停留在现在的境内，但失去晋升半步武神的可能性。眼下有2个办法，第一是封印一部分气血，等将来元神提升上来再做融合；第二是稀释元神，来融入过于强大的精气里。后者属于强行晋升，等同于走钢丝，有晋升失败走火入魔的危险。我突然明白炼神境时神书那番话的真意了。当初他在云州身死，在识海深处与神书有过一场对话，彼时的神书说，寻常武者炼神只是初步摸索到极限，此为下等，在绝境中不停地突破极限，此为上等。许七安的炼神境成果就是上等，厉害吧？用命换来的。武夫9个品级，只有炼神境是主修元神。许七安在这个阶段根基打得无比坚固，比其他武者都要夯实坚固。换而言之，他的元神韧性要比其他武夫更强，所以他选择第2条路，稀释元神融入精气，强行晋升。他的元神撕裂成无数碎片，与庞大的精气融合。如果之前的元神是一匹完整的布，现在则是一张渔网，虽然体积变大了，但遍布着缺口。一旦其中的某根线崩断，他的元神就会崩溃，变成神志错乱的疯子。不幸的是，线条果然开始崩断，晋升半步武神谈何容易。许七安先是清晰地感受到灵魂被撕裂的疼痛，接着意识开始混乱，随着一根根线条的崩溃，这种混乱随之加剧。他开始忘记自己是谁，忘记曾经的身份，忘记身边的人。用不了多久，许七安就会完全失去自我，成为神志错乱的疯子。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了远方传来呼喊声，许银罗，许银罗。无数人在呼喊，无数道声音化作许银罗3个字，同时另一个声音也在脑海里回荡：3000世界至高佛，3000世界至高佛。2个呼喊声让许七安初步找回自我，他飞快聚拢着发散的精神，把崩断的线一根根修复。高空中9尾狐瑟瑟发抖，8条毛茸茸的尾巴把身躯团团包裹，他蜷缩在半空中，像一只柔弱可怜的狐狸。海面掀起巨大的浪潮，整片大地都在摇晃，天空雷电交织，劈下一道道雷劫。在这宛如世界末日的景象里，许七安睁开双眼，眸光雪亮如光柱，瞬间穿透阴云，直入霄汉。半步武神诞生了。鲛人岛，刚刚遇水返回族群聚居地的珍珠女王突然没来由的心悸，她豁然回身，看见海面翻涌起层层叠叠的浪潮，一波波的冲击在礁石上，白沫喷涌，发出轰隆隆的巨响。整片海域都在动荡，在咆哮。极远处的天空，乌云浓墨般的翻涌，时而亮起雷光。这样的景象在海上并不奇怪，比这更凶猛的暴风雨珍珠也看过，鲛人们甚至经历过淹没半个岛屿的海啸。但和寻常天灾不同的是，珍珠能清晰地察觉到某种恐惧，一种只想匍匐跪倒的恐惧，是生灵烙印在基因深处的恐惧。沙滩上，前来迎接女王回归的鲛人族一个个匍匐在地，把脸埋在沙子里，战战兢兢。阿尔苏群岛，龙人岛主怒浪站在主殿的顶楼，朝着东北方向眺望，身后是殿内的仆人下属，此时都流露出明显的畏惧之色。此地距离远古战场极远，受到的影响没有鲛人岛那么严重。岛内的神魔后裔们虽然感受到了骨子里的恐惧，但还不至于吓得匍匐在地。这股气息在东北方，万妖国主和那个人族至强者就是朝东北方而去。龙人岛主心里闪过一个念头，他跨入最强大神魔行列了。想到这里，他一边思忖着将来要和鲛人女王打好关系，一边恼恨自己没有及时放下尊严，
多巴杰那位人族强者。从雷州往南边穿过南疆，下方的景物一掠而过。李妙真踩着飞剑，一边疯狂催动真元，一边神念探入地书中，试图私了许七安。弥漫着混沌的空间里，9块地书碎片象征的光团分落四方，代表3号的光团是暗淡的，意味着失联。混蛋，在海外漂泊到失联了，别让我发现你在鲛人岛风流快活。李妙真想起许七安传书时炫耀过自己在海外遇到鲛人，个个貌美如花，温婉动人，尤其鲛人女王怎样，她只需要靠近许七安一定范围，地书之间就能产生联系，但方向要找对，否则就是南辕北辙，越跑越偏。过了片刻，无边无尽的海洋终于出现在视线尽头，他当即往东南方掠去。1刻钟后，他沉淀在地书碎片中的神念感应到了3号地书碎片终于亮了起来，一闪一灭，极不稳定。李妙真精神一振，许七安欣喜地察觉到精气神3者重新合一后，元神化作的渔网彻底融入血肉精华中，变得比以往更加坚韧，更加不可撼动。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的他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想法，思考问题不再需要头脑，也可以是手脚或者下面的头。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拥有一部分元神，就像神书当初一样，即使被分割，魂魄也会被带走。一品武夫也有这样特性，只是残肢内的元神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此外，体力和气机的进步堪称恐怖，现在的他一拳能把过去的自己打出翔。一品武夫除了各方面属性的全面暴涨，半部武神境界最让许七安在意的是微观层面的变化，构成肉身的细胞发生了变异。许七安凝神内视，发现细胞中多了扭曲如蝌蚪的纹路，它们存在于细胞核中，仿佛是基因里自带的东西。每一个细胞都有一个扭曲如蝌蚪的纹路，它们看着相似，却又有所不同。如果把它们组合起来的话，就像是一座阵法。许七安沉浸在数量堪称恐怖的纹路中，试图解析它们，最后只有一个收获：不灭特性。这些阵纹有着不灭的特性，与超凡境武夫不同，后者的不死特性是源于庞大旺盛的生命力，能轻易实现血肉再生，而半部武神的不灭特性是难以摧毁，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除了以上这些，最让许七安欣喜的是他掌控了远古神魔的部分灵韵，一旦激发，力量会得到巨大的增幅。纯粹的比拼履历，恐怕神书都不是他对手了。再配合力古血技术的增幅，我的力量已经达到这片世界的天花板。结束内视，睁开眼，他看见九尾狐小心翼翼地躲在远处观察着他，圆儿大的眸子透着一抹怯生生，一抹激动。他见证了一位半部武神的诞生，不需要怀疑，就刚才那股可怕的力量已经不逊色神书。呼！等许七安收敛气息，九尾狐松了口气，摇着毛茸茸的雪白狐尾飞过去。相比起神书，你身上的灵韵给我带来极大的压迫感。九尾狐强行挽尊，给自己刚才瑟瑟发抖找理由。神魔后裔对强大的神魔更加敏感畏惧。感觉怎么样？打你爹没问题的。许七安笑道。九尾狐眯着眼儿怂恿道：你去。许七安把自身状态简略地告诉他，重点提及烙印在基因里的纹路，道：你怎么看？九尾狐审视着他，狭长妩媚的大眼睛里闪烁着诧异。你变神魔了。他的意思是，这种情况只出现在神魔和神魔后裔身上，跟我的想法差不多，我已经渐渐的神魔化了。卧槽，那我还能不能生孩子啊？想到这里，许七安心里就有些发慌。天天插花弄玉，肚子就是没反应，扶香也不争气。临安成亲2个月，一样没任何动静。不会是我的问题吧？神魔也是可以繁衍后代的，实在不行，找个神魔后裔试试。他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九尾狐。看什么看？狐狸精皱眉道。臭男人的目光让他不太舒服。一台酒保，老爹是半部武神。许七安脑海里不受控制的浮现一个书名，沉吟道：如果这是灵韵，那它象征着的是不灭。这种情况是半部武神独有，还是其他体系的超品也会出现这样变化？九尾狐摇头，不对，超品和神魔不同，所以他们无法像神魔那样直接取代天道，需要攫取气运得到认可。这条路还是道尊死了3次才摸索出来的。另外，监正说过武夫是不可能取代天道的，那么神魔化就说不通了。你这情况不是神魔化，我觉得可能是武夫体系最终极的秘密，是观武神。他一顿分析有理有据，和许七安想的差不多。他刚要说话，忽然感觉脑瓜被人重重敲了一下。咦，天地会成员也出海了。许七安眉头微皱，喉结滚动，吐出地书碎片。2，许宁燕。李妙真的声音疯狂地传入脑海。3，妙真，你怎么出海了？他现在的距离离九州大陆极为遥远，已经脱离地书碎片的信号辐射范围。
收到许七安的回复，李妙真如释重负，用一种死鬼你怎么才来？你死哪去了的语气传输道。二，你跑哪去了？在海外和妖女厮混，让你忘记自己姓什么了？你给老娘死过来，老娘一剑劈了你。三，有事说事，许璎珞也不是怕女人的。二，佛陀攻打九州了。一句让许七安瞳孔微微收缩。李妙真语速极快地把事情的经过告知许七安，道：二，你无法想象佛陀有多诡异，他不但融入了山河城邦，还打算吞掉雷州。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李妙真叽里咕噜地说完，心怀一丝侥幸地问道：二，你晋升半步武神了吗？三，二，没事，半步武神非一朝一夕，来日方长。你先回来，大凤需要一瓶武符。他越说越轻，渐渐没了声息。隔了好一会儿，真成了。三，稍后解释，我立刻回来。许七安先从地书碎片中取出一套衣袍，换上后按住九尾狐的肩膀，让左手腕的眼珠子亮起，直接空间传送离开。海天之间，李妙真踏着飞剑，青葱玉手握着地书碎片，一颗心慢慢地放回肚子里。所有的焦虑、畏惧、种种负面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他真的成功了，成了古往今来屈指可数的半步武神，踏入超品之下最强行列，成为像神书那样可怕的人物。负面情绪消失后，李妙真心里继而涌起时光荏苒的怅然、唏嘘和感慨。与君相识3载，仿似3000春秋，真有你的啊！他嘀咕一声，握着地书碎片的手振奋地挥舞一下。许宁燕要离得不会太远，他要返回九州，肯定要先过南疆。我在这里等着。李妙真收好的书碎片，在剑脊上盘坐。雷州，阿苏罗微微弓着身躯，听见了自己粗重的喘息，他的右臂无力的耸拉，左边半张脸颊破损，漆黑如墨的身体破损不堪。以他为首，身后是金莲道长和渡恶罗汉，然后是杨公、孙玄机、楚元稹和恒远因伤势过重暂时退场。与这群超凡对战的是佛门战力第一的伽罗树。至于骆玉衡，一个人挡住了佛门2位菩萨。这不是说他的修为已经能碾压2位同级别强者，而是陆地神仙万法不侵的特性克制了2位擅长打控制的菩萨。尤其是广贤菩萨的大轮回法相和大慈大悲法相几乎没有用武之地。咔咔咔，空间崩溃的声音不断响起，无色琉璃结界如同海潮一次次的奔涌蔓延，但在触及骆玉衡的护体金光时，一寸寸的崩溃如同破碎的镜子。在这个过程中，琉璃菩萨身影不停的闪现消失，围绕着骆玉衡游走。他的目标很明确，打算以物理方式斩了这位女子道手前大凤国师。论近战，琉璃菩萨远不是以杀伐之力著称的人宗道手的对手，但天下法术唯快不破，只要抓住机会，同境界的情况下，想斩杀陆地神仙的肉身并不难。不是所有体系都像武夫一样。骆玉衡速度虽不及拥有行者法相的琉璃，但4大法身中的土象结合风象，使他应对的游刃有余，还能分心施展御剑术，针对广贤菩萨和伽罗树。前者原地盘坐，以禅功对抗飞剑，后者只是觉得陆地神仙烦人。天人之争后，骆玉衡修为大涨，再给他几年，便能踏入1品中期，后生可畏啊！萨伦阿古感慨道。伊尔布却在苦思如何对付道门的陆地神仙，万法不侵的特性实在太难对付，巫师体系的大部分手段都被克制。但下一秒他就不再多想了，因为这不是他该思考的问题。3品和1品之间有着鸿沟般的差距，陆地神仙一根指头就能按死3品灵慧师，他一人便挡住2位菩萨，实在可怕。乌达宝塔评价道。另一边的古族首领们紧绷的情绪有所缓解，他们的处境极为尴尬。大凤若是兵败如山倒，他们就得被迫下场，而这种层次的战斗，3品真的说陨落就陨落。眼下这个相对平衡的局面是他们愿意看到的。萨伦阿古捏着赶扬鞭的手微微发力道：广贤也好，琉璃也罢，都没有全力以赴。固然是法相被陆地神仙克制，但他们的实力绝不仅于此。伊尔布愣了愣道：大巫师的意思是？萨鲁阿古笑道：他们在等待一个机会。话音方落，那轮金色太阳终于爆炸了，比原先刺眼数倍的佛光炸开，冲击波席卷方圆数十里，直接把骆玉衡、阿苏罗等人裹挟进去。大日轮回法相的力量随着他的崩溃席卷四方。见状，萨伦阿古嘴角笑容扩大，机会来了。神书化成的漆黑法相在佛光中消融，露出了真身。他上半身子已经骷髅化，烧成了一具通红的骷髅，即使是半步武神不灭的特性，也做不到毫发无损。当然，除了体力衰弱、气息下滑，神书并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大凤方的超凡强者迅速做出应对，
所有人默契地向杨公靠拢。杨公弹动如冠，鼓动青光裹住众人，退去300丈，言出法随失效。孙玄机抬脚一踏，传送阵法迅速扩散，试图笼罩众人，但还未来得及扩散，便迅速崩溃，被佛光净化。大日轮回法相佛光普照之处，一切法术都会被净化。骆玉衡的万法不侵特性在超品层次的力量下没能发挥作用。广贤菩萨立刻脱离禅功状态，大轮回法相咔咔转动，佛恩克救的人自亮起，大慈大悲法相抬眸，望向大凤超凡强者。迦罗树菩萨噔噔噔地冲向阿苏罗等人，如同饿狼扑向羊群。比他们更快的是琉璃菩萨，他趁着大日轮回法相压制重超凡强者的间隙，无声无息地于渡厄身后凸显，指尖夹着一根封魔钉，拍向他的后脑。身为佛门中人，渡厄和阿苏罗不会被佛光净化，两人后脑刚冲起绚丽七彩光轮，身边的景物就失去了颜色。他们的动作、念头，包括杀贼果位，陷入一种迟缓的状态。琉璃菩萨轻轻一拍，噗的一声，封魔定狠狠扎进渡厄罗汉的天灵盖，初步完成封印。接着琉璃菩萨抓起渡厄的肩膀，消失不见。糟糕！大凤方的超凡强者脸色大变。渡厄身上的气运至关重要，他的身份更重要，他的存在决定了大乘佛教能否在中原延续下去。他是至高佛许契安和大乘佛教徒之间的纽带，只靠一个不通佛法的许契安很难把大乘佛教经营下去，而大乘佛教一旦衰弱，气运就会流回佛门。金莲道长这样的老江湖，此时心里也涌起深深的无力感。骆玉衡柳眉倒竖，却无可奈何，他独木难支，就不回渡厄下一刻。白衣飘飘的琉璃菩萨出现在一片被暗红色血肉物质覆盖的无人地带，他很理智的没有选择佛陀的化身附近，因为那里距离神书太近。渡厄能与佛陀融为一体，是你的荣幸。琉璃惋惜道，你本该是与我们一样永恒不灭，成为佛陀的代言人之一。渡厄低头看了一眼身下，血肉物质宛如触手舞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吞噬他。非我知道。他双手合十，坦然面对自己的结局。琉璃不再多言，手一松，把他丢了下去。暗红色的血肉物质冲天而起，将渡厄包裹吞噬。雷州保不住了。萨伦阿古摇摇头，皱起了眉头。监正当真没有底牌。他扫了一眼古族众首领，发现他们一个个脸色难看，唯独天蛊婆婆脸色如常。你看到了什么？大巫师问道。天机不可泄露。天蛊婆婆笑眯眯道。萨伦阿古若有所思。婆婆一点都不急，她看到的是对大凤有利的未来。纯烟眼睛一亮，心里的焦虑不安平复了许多。大凤还有其他后手，会是什么？古族首领们纷纷猜测。这时吞噬了渡厄的那部分血肉物质忽然狂乱地扭曲起来，像是消化不良。接着只听砰一声巨响，血肉物质炸开，犹如炮弹投入泥沼，淤泥四溅。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众人错愕不已，凝神看去，渡厄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超凡强者们的视野里，他身边多了一个人。此人套着靛青色的长袍，黑发随意披散，五官俊朗，身材颀长。大凤银罗许契安。许契安，他什么时候来的？这位一品武夫的出现让周遭或远或近的超凡们猝不及防。他仿佛突然间出现，没有任何征兆，瞒过了一众超凡强者的感知。许银罗来了。远处的栾玉惊喜的低呼，眸子晶晶发亮，笑靥如花。龙图松了口气，赶回来的还算及时，这下算是有的打了。勉强。新古师纯烟低声道，有了许契安这位一品武夫参战，大凤总算能挽回些颓势，至少面对3位菩萨时不再是被动防御，而是主动出击。甚至一品武夫还能辅助半部武神，与佛陀形成拉锯战也说不定。终于回来了。阿苏罗、金莲道长等人如释重负。大凤现在很需要一品武夫层次的战力，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腾出手辅助神书，为他对抗超品增加胜算。光凭神书一人根本打不过佛陀。神书此时的凄惨状态就是最好的证明。虽然半部武神轻易不会败，但被佛陀这么磨下去，战败是迟早的事。这个结局朝廷希望来得晚一些，这样就能牵走更多的百姓，挽救更多无辜的性命。众人念头纷呈之际，看见许契安带着渡厄罗汉一步步地走了出来。他所过之处，淤泥般的暗红色血肉物质被契机弹开，尽管他们风一般的扑击，但就是无法接近许契安这一幕，恰如神书不久前一步步逼退他们。这大凤方的超凡高手心脏砰砰狂跳，一个大胆的猜测在心里成型，他们因此心跳加快，血脉喷张，涌起无法压抑的狂喜。渡厄跟着许契安一步步走出正常地带，枯瘦的老和尚凝视着他，缓缓道：你晋升半部武神了。这个问题问出口，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许契安身上。萨伦阿古掠出数百米，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杨公、孙玄机、金莲道长以及更后方的楚元稹和恒远，这些人更是忍不住屏住呼吸。许七安微微颔首，表情平静的，平静的表情，平淡的语气，可在闻者耳中，就像是一颗巨石砸进湖面，不是一个陨星砸入汪洋，掀起了堪比海啸的情绪。又一位半步武神诞生了，九州出现了一位新的半步武神。自神魔时代终结，无尽岁月以来，有明确记载的半步武神只有一位神书。现在以及以后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载入史册许七安。某种意义上来说，半步武神的数量比超品更稀少。原本见到许七安赶来，只是有些诧异的琉璃菩萨、迦罗树菩萨和广贤菩萨三人脸色缓缓僵住。清冷如冰的骆玉衡凝视着许七安，眉眼温柔。他看的不是半步武神，是自家男人，多半是见到监正了，或者出海前从司天监得到了什么东西。金莲道长抚须而笑，他一瞬间联想到很多东西。同样是擅长谋划布局的人物，橘猫道长明白监正的深不可测，对许七安的晋升有一定的预见和期待。当初在南疆初见，他只是个区三品武夫，1年的时间已经是半步武神。阿苏罗振奋激动的同时，回忆往昔，只觉得宛如梦幻。他真的走到这一步了，成为九州世上第2位半步武神。这可是我的弟子啊，我是半步武神的老师，今日雷州之劫可解，百姓无辜百姓不会遭殃了。杨公拢在袖中的手微微发抖，心潮澎湃。孙玄机、孙师兄千言万语都在心里。黑夜里传来楚元稹狂声般放浪不羁的笑声，一扫阴霾。他身边的恒远大师双手合十，满脸欣慰。一个神书就如此可怕，许七安也成了半步武神，足以抗衡超品了吧？伊尔布小声嘀咕，从他的语气和表情中可以清晰地听出畏惧之情。监正，你的底牌果然是他。萨伦阿古眸光暗沉，苍老粗糙的脸庞看不出情绪。他心里的某个想法得到了验证。经过短暂的脑子发懵后，栾玉脑海里就剩一个念头：我睡过半步武神，我是秦古部史上最有出息的首领。他激动的脸蛋潮红，兴奋的浑身战栗。古族首领们同样狂喜激动，虽然他们没有睡过半步武神，不过许七安成为九州史上第2位半步武神，也意味着南疆拥有一位半步武神做盟友。西域今日的异变，也许就是南疆明日的榜样，由不得他们不怕。现如今有一位如此强力的盟友，众首领心安不少。阿弥陀佛，大乘佛教千秋万代。渡厄枯瘦的脸庞露出由衷的笑容。许七安扫了一圈大凤方的超凡古族首领、巫神教巫师、佛门菩萨，在他们或忌惮或狂喜或震怒的表情里收回目光，看向了神书和佛陀。然后他一步步地返回神书身边，沿途排开淤泥般的血肉物质。这个过程中，所有超凡强者都看了过来，追随着他的步伐。新晋的半步武神实力如何？做得很好。许七安朝神书点点头。此时神书已经长出新鲜的血肉，但没有完全复原，就像一具被剥了皮的肉身。大日轮回法相的力量依附在他骨骼上，侵蚀着他的身躯，抗衡着半步武神的不灭特性，让神书的再生变得相对缓慢。你做的也不错。神书淡淡道。两人说话间，血肉物质凝成的高大佛像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许七安，首次发出恢宏威严的声音。守门人。超平果然知道一切，知道武神是内定的守门人，只有身在海外的荒不知道。许七安黑道，你和巫神猎杀一品武夫，不允许一品武夫成长起来，就是为了杜绝守门人的出现。现在我已经半步武神，不死不灭，你还能杀得了我吗？他在说什么呀？阿苏罗、杨公、金莲道长等人听得云里雾里，古族的首领们同样没听懂。守门人不是监正吗？怎么和武夫扯上关系了？隐约间，他们觉得许七安话里透出的信息很重要，但此时不是刨根问底的时候，只能强忍住百爪挠心般的好奇，按兵不动。回答许七安的是佛陀的沉默，沉默中一枚枚微缩的太阳缓缓成型。不要大意，神书告诫道。我知道。许七安抬起手腕，让大眼珠子亮起，试图切割空间，把微缩太阳转移走，但他很快就失败了。每一个微缩的太阳中都蕴含着佛陀的意志，他们是一个整体，除非把它们一次性全部转移，但这件法器无法切割方圆几公里的空间，这超出了法器的涵盖范围。这时佛陀诡异消失，出现在许七安身后，金刚法相澎湃着可怕的气息，12双拳头砸了下来，这一击足以把一品武夫捶趴在地。大轮回法相代表人的佛纹亮起，投出一道金光，照在许七安身上。大轮回法相的光芒落空，许七安出现在佛陀身后，同样形如鬼魅，无声无息，但他没能出手撕裂佛陀凝成的佛像，大慈大悲法相吟唱佛经，梵音阵阵，消弭敌人的战意。大智慧法相逆转光轮，降低周围敌人的智商。佛陀凭借自身诡异莫测的手段，复刻了之前对付神书的那一幕。
见状，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孙玄机，他打开储物法宝，又取出一座青铜钟，术士总是这么的富有。阳宫弹动如冠，清光鼓舞。金莲道长抬起了手，对准许七安，打算为他添加福缘。轰隆，天空雷声大作，降下一道道粗如水缸的雷柱，天地瞬间染上赤白，暴雨倾盆而下。这打断了孙玄机等人的操作，逼迫的他们不得不被动防御。呼风唤雨，二品羽狮的能力。巫神蛟也下场了，大凤方的超凡强者心里一沉。骆玉衡毫不犹豫地并起剑指，操纵飞箭射向许七安，剑身腾起浓烈的七情六欲，使人沉沦，使人堕落。这一招楚元稹之前用过。不出意外，佛陀撑起了无色琉璃领域，让周遭的一切褪去色彩。即使是陆地神仙的飞剑，面对超品施展的法术，也不可避免的坠落。这个时候，佛陀的大日轮回法像已经凝聚而成。见识过神书刚才惨状的骆玉衡等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半部武神想抗住佛陀的蓄力一击，也得付出惨重代价，而毫无防备的硬吃大日轰炸。大日缓缓撞向许七安，突然夜空里传来娇笑声，笑声悦耳动听，明明不大，却清晰地钻入众人耳中，钻入灵魂中，带来百爪挠心的魅惑。伊尔布、楚元稹这些品级不高的修士，眼前出现阵阵幻觉，头晕眼花。萨伦阿古几个1、2品高手循声看去，沉沉夜幕之下，绝世妖姬赤足如雪，踏空而来。她美的不似人间凡物，8条狐尾如孔雀开屏般，妖冶美丽。九尾狐来了，伴随而来的还有层层翻涌如海潮的威压，无差别的覆盖在场每一位强者。1品佛门的3位菩萨脸色微变，他们很清楚1品的九尾狐意味着什么，来不及惊怒，包括他们在内，所有超凡的注意力同时被许七安和佛陀吸引。魔音灌脑之下，许七安挣脱了几大法相的影响。也就是这个时候，大日轮回法相砸了下来。深吸一口气，许七安把手串摘下，吞入腹中，接着身体每一个毛孔都在喷出血雾，周身精血燃烧，力量贯穿4肢百骸。血技术，他双臂一震，沉声道：众生之力。一股股无形无质的细流从四面八方涌来，海纳百川般的汇入他体内，气息暴涨。这还没完，他体表浮现出扭曲的纹路，宛如刺青，密密麻麻的覆盖了全身的皮肤。目睹这道刺青的人，心里恐惧瞬间炸开，只觉得对方就是力量的象征，是执掌世间力量的神灵。最后，他坍塌了所有契机，沉淀所有情绪，天地一刀斩。时至今日，他不需要借助刀意也能施展这个法术。在天地一刀斩秘法的引导下，这些力量全部坍塌在丹田形成的黑洞里。萨伦阿古脸色微变，二话不说，挥袖架起乌光，遁向远方佛门的菩萨、大凤超凡强者、古族的首领，顾不上厮杀战斗，纷纷退避。这个过程中，他们回首看去，看见那尊新晋半部武神朝着大日轮回法相轰出了拳头。下一刻，他们失去了视觉，强光灼伤了他们的眼球，让每一位赶回头的人双目流下2行血泪。轰！磅礴的气机和金色的佛光形成一个巨大的蘑菇云，翻涌着冲上上千米高空。佛陀身躯化成的淤泥一层层的刮开，一块块湮灭，方圆数里任何生灵都不存在，只有神书和许七安2位半部武神。那尊身后伫立8大法相的佛像，在大日轮回爆炸的瞬间，以施展行者法相避到远处。不知过了多久，一切风平浪静，只剩满目疮痍的大地和2具通红的骷髅。真疼啊！许七安神念传音说，比神书还强。广贤菩萨低声道，就许七安刚才爆发出的力量已经超越神书。琉璃菩萨和伽罗树没有说话，一言不发。刚才金莲道长等人内心有多沉重，他们现在就有多沉重。到了这一步，佛陀抢先蚕食中原，奠定优势的行动彻底失败。哎，麻烦了。萨伦阿古叹息道，他扫了一眼身边的2名灵会师，他们脸色发白，眼神里充斥着畏惧。反观骆玉衡为代表的大凤超凡以及古族首领又惊又喜。显然许七安爆发的战力完全超出他们的预料，带给他们强烈的自信心。许七安吐出地书碎片，白骨手掌握助阵国剑，道：大师，你帮我抗住几大法相的影响。半骷髅状的神书默然不语，率先冲向佛陀，趁着对方有效牵制住佛陀，许七安坍塌气机和情绪，融入众生之力，斩出了玉碎。覆盖千里的地面裂开一道长达100丈的地缝，地缝边缘的血肉物质焦黑干硬，彻底失去生机。可对佛陀来说，这样的伤势没有任何意义。许七安胸口同步裂开剑伤，旋即复原。杀不死超品，一般的手段无法对超品构成威胁。许七安没有意外，反而觉得是正常情况。儒圣为什么只封印却不杀死佛陀和巫神？不是不想，而是没办法。想杀死超品，
需要特殊手段。这时候神书开口了：特殊手段？许七安虚心求教。我不知道。神书淡淡道，但我知道该如何逼退他。他不再说话，亲身示范。磅礴而可怕的力量从神书身体里奔涌而出，宛如决堤的洪水。刹那间，天地元素紊乱，乌云盖顶，电闪雷鸣，降下的却不是雨，而是火焰。大地泛起金属般的光泽，土灵和精灵无序融合，整片大地都在晃动，天生异象，一时间分不清是天地在排斥武夫，还是武夫在排斥天地。这是武夫自成天地特性的具象化。初入一品时，许七安也曾引动过天地异象，招来雷劫，但没有神书这般夸张，把半部武神的领域展开，形成一片无序的空间，以此来对抗佛陀对这片天地的吞噬。目睹血肉物质层层退散的许七安心里一动，明白了神书的意思。他当即效仿神书，展开领域，引来天地异象。顿时，血肉物质如愤怒的汪洋，涌起一层层浪潮，拍打着，扑击着，闯入半部武神撑起的庞大领域，而后被可怕的力量灼烧成发干发硬的泥土，生机断绝。双方僵住了片刻，暗红血肉物质组成的浪潮退去了。佛陀放弃了蚕食雷州，练出山河印。如果只是一位半部武神，他能通过水滴石穿的打磨，耗到对方精疲力尽。可面对两尊半部武神，最后被耗到精疲力尽的只会是他。追上去看看。许七安牙床开合，神书点了点骷髅头，两位半部武神瞬间消失。走！琉璃菩萨双手分别按在两位菩萨肩膀，带着他们消失在原地。萨伦阿古抽出打神鞭，卷住伊尔布和乌达宝塔，化作乌光遁向远方。阿苏罗和九尾狐和佛门有深仇大恨，并不愿就此罢休，朝着西方追去。结束了。杨公如释重负，只觉得身心疲惫，但神色间有着难以压抑的亢奋。成功打退佛陀，意味着大凤面对大劫已初步具备自保之力。孙玄机吐出一口气，金莲道长摇摇头，跟上去看看。许七安和神书似乎想去一趟西域。西域是佛陀的地盘，在雷州时的表现肯定不可能和西域时相提并论。如果真打起来，他们现在赶过去还能给予一定的帮助。渡恶罗汉双手合十，西域很危险，最好在远处观望，不要踏入西域地界。骆玉衡原本想追击巫神教的，闻言只好打消念头，随金莲道长等人一同前往西域。此时李妙真还在天海之间等待许七安。狗东西，为什么这么慢？飞燕女侠焦虑地想。西域与雷州边界，许七安和神树的身影突兀地出现，两人站在边界线外，看着暗红色的血肉物质缩回西域，融入大地。至此，佛陀的气息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两人已经完全拔除大日轮回的力量，恢复了原样，但都是一丝不挂的模样。大乘佛法教已经成立，佛陀竟然还有气运吞噬西域。许七安一边说着，一边取出两套袍子，丢了一套给神书，免得一不小心就和神书拜了把子，到时候九尾狐的喊他许叔叔。与巫神教有关。神书简单的解释了一句，披上袍子，沉吟道：我有修行佛法，可以进去一试。粗鄙了不是？许七安心里吐槽一声，摇头道：能利用傀儡探路，就不要以身犯险。他想了想，还是没舍得使用地书碎片里藏着的蛟龙墨玉，以空间法术抓来一只野兔，捏死后植入尸骨子骨。之所以选择尸骨而不是心骨控制，是因为心骨只能分享一些模糊的感官，比如视觉，而子骨是更深一层次的操纵，傀儡就如同分身，这能让许七安更好地感应到佛陀此时的状态。兔子蹦蹦跳跳地进了西域，没走几步，地面突然裂开一张嘴，眼见兔子就要被吞，他一个灵活的腾跃，高高跃起，避开了身下的大嘴。但下一刻，腾空的兔子主动一头扎进了地面裂开的大嘴里。这，许七安露出了凝重之色。神书侧目看来，等待他的分析。我没有察觉到任何限制，操纵只是简单的腾跃。许七安说。但现实是，刚刚腾跃而起的兔子突然自己撞进了那张嘴里。隔了一会儿，两位半部武神同时恍然。许七安低声道：佛陀修改了规则。他把腾跃的规则改成了下坠。应该是这样，能让半部武神察觉不到任何限制和操纵，自己羊入虎口。唯一的解释就是规则上的改变，天地规则就是如此，所以许七安察觉不到任何异常。这不是佛陀能做到的。神书评价道：如圣也能强行修改规则，但那是体系的特殊，而且事后会遭遇反噬。因为在西域，佛陀已经不是超品，而是天地本身。许七安叹了口气，坚正说的没错，超品的真正目的是取代天道，成为九州世界的意志化身。如果说之前他心里还有些疑虑，那么现在彻底相信了坚正的话。神书想了想，朝前迈出一步，磅礴可怕的力量奔涌而出，
引来天地异动，元素紊乱。但这些紊乱的元素在靠近西域时，统统被更强大的力量平复，神书撑起的五夫领域被挡在了西域之外。这进一步说明西域和九州世界出现了割裂，处在同一空间，却不属于一个世界了。这就是大劫的秘密。神书想吞噬九州，演化出全新的天地。神书望向了许七安，不是演化，是取代。许七安沉声道。神书望着前方广袤的西域疆土，沉默许久，缓缓道：原来如此。他像是解开了一桩困惑许久的疑问。大师有什么看法？许七安趁机试探。苍生之劫。神书评价道。他等了一会儿，见神书没继续说下去，就问道：大师，我已是半部武神，发现体内多了许多奇怪的纹路，犹如神墨灵韵。神书道。他们拥有不灭的特性，是半部武神敢于和超品叫板的资本。我研究过他们，唯一的成果是他们是残缺的。许七安皱着眉头。残缺的？他没感觉到残缺。神书想了想，分析道：更准确的说法是，就像只刻画出一个雏形的阵法，细节方面还有待完善。每一个阵纹都是独立的，但彼此间缺乏联系，它们拥有不灭的特性，可是它们并不是一个整体。也许只有晋升为武神，才能让这座阵法真正成型。每一个细胞都拥有不灭的特性，但却是独立的。许七安心里一动，这就是你当初会被佛陀分尸封印的原因。无数个细胞代表无数个阵纹，但因为彼此独立，所以可以分离。神书点了点头。许七安积极讨论：那你知道如何晋升武神吗？知道。神书的回答让许七安一阵意外，他说道：把身上的阵法完善，多半就是武神了。这不是废话吗？我也知道啊，我问的是具体的方法。许七安没好气道：如何完善阵法？神书看着他，没什么表情的说道：刚才佛陀喊你守门人。许七安解释道：我这次出海遇到了监正，他告诉我，守门人只能诞生于武夫体系。神书审视着他：监正扶持你的目的是把你培养成守门人。许七安点头。神书说道：我也是半部武神，可监正却没有扶持我，而是选择了你。我们可以从监正过去的谋划里推测出事情的真相。你要想清楚两个问题：一，他为什么要扶持你；二，他在你身上留了什么。留了一手。许七安下意识地审视起神书，后者皱了皱眉。我明白了。许七安说道。答案不言而喻，是气运。他会成为监正的棋子，是因为他是许屏风儿子，而许屏风窃取了大凤的国运。目前为止，监正虽然给了他许多帮助，但那都是在助他升级提升实力，而这一切依旧是围绕着气运展开。神书盖棺论定，你只要守好气运就够了，守住气运，再去摸索如何晋升武神。这时青光一闪，孙玄机带着一众超凡抵达。见许七安和神书没有鲁莽地开启大战，杨公金莲等人松了口气。神书淡淡道：神书暂时不会再蚕食雷州，我会留下来镇守边境，你们自便。许七安让孙玄机给神书留了几块传送玉符，几张儒家言出法随的纸页，这是应付佛陀几大法相的法术的。而后说道：佛陀一旦卷土重来，便立刻联络我。佛陀蚕食雷州需要时间，而他从京城赶来雷州只需要极短的时间，所以并不怕佛陀趁着他回京城趁机吞并雷州。他接着对众人说道：先回京城，有什么事稍后再说。九尾狐和阿苏罗望了一眼西域，心有不甘，但既然神书和许七安都没有深入西域的想法，他们也只能放弃了。许七安扬起手腕上的大眼珠子，带着一众超凡离去。此时的貂蝉还在赶来的路上，不，此时的飞燕女侠还在天海之间等待许银罗。天边渐露于白。京城御书房里，一宿未睡的王真文已露疲惫，眼袋浮肿，眼球遍布血丝。怀庆心里焦虑感爆棚，柔声道：王爱卿先下去歇息吧。王真文摇了摇头，说道：辗转难眠，不如不睡。此刻未有消息传来，便是最好的消息。雷州要是守不住，那么事态就会进入最恶劣的阶段，到那时才是真正的大难临头。怀庆没有再劝，握着地书碎片，沉凝不语。魏渊和赵守相对冷静，前者经历了太多的大风大浪，即使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有太大的情绪变化了。后者是养气功夫了得，就算心理焦虑感爆棚，表面也不露分毫。赵守想了想，道：雷州如果没了，陛下首先要稳定朝局和人心，然后塑造许银罗回来，商议如何猎杀迦罗树，助他晋升半部武神。只要许宁燕晋升半部武神，一切困难就能迎刃而解。怀庆看向魏渊，魏渊摇头叹息道：谈何容易，佛门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如果给了，那要小心的反而是我们。王真文赞同老郑迪的看法，现阶段与其考虑助许宁燕晋升半部武神，
不如去试探一下巫神教的态度，与他们结盟。巫神破除封印还需2-3月，虽然巫神教帮了佛陀一把，但只要两者是竞争关系，那就可以尝试结盟。赵守冷笑道：巫神教摆明了要坐山观虎斗，渔翁得利。王真文针锋相对，只要让巫神教相信我们没有和佛门两败俱伤的实力，巫神教自然会改变态度。何其卑微！赵守摇了摇头，而且这就相当于把弱点交给巫神教，任由他宰割，又是一场和谈。他指的和谈是监正被封印后，云州叛军发起的那场割地和谈。不难想象，巫神教肯定也会提出相应的要求，兵不血刃地吞并大凤疆土，而且会比云州叛军更过分。魏渊评价道：饮鸩止渴。黄绸大案后的怀庆摆摆手，局势未定，谈论这些尚早。他只能靠这样的说辞来平息争论，但也知道如果雷州真的被佛陀吞并，类似的争吵还会爆发，而且到时候就是满朝文武聚在金銮殿争论不休了。主张投降或者投靠巫神教恐怕是主流吧。殉国需要情怀，不能指望每一位官员都有这样的觉悟，而且到时候恐怕市井之间就会流传出女子称帝祸国殃民的谣言了。想到这里，怀庆疲惫地捏了捏眉心。虽然凭借自身手腕以及魏渊、许七安等人的相助，他稳住了皇位，但底层官员和市井之间，乃至儒林学子里都存在非议。国泰民安时，这些非议只是不痛不痒的抱怨；一旦国家动荡，女子称帝4个字就会被放大，成为甩锅的目标。他好不容易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饱受天灾和战乱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谁想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节骨眼，他才会想起自己是个女子，才会想到需要一个依靠，而身为一国之君，能被他视为依靠，想要依靠的男人就只有许七安。目前这个依靠还在海外飘到失联，不过正因为迟迟联络不到，怀庆才对他依旧抱有期待，没准他会晋升半步武神归来呢。那个男人从未让他失望过。突然怀庆心有所感，抬眸看去，魏渊、赵守比他更早一步。空旷的御书房里毫无征兆地出现一大群人，为首的男人面容俊朗，穿着靛青色的长袍，一如往昔，正是阔别数月的许七安。他身后是骆玉衡、阿苏罗、九尾狐、金莲道长等超凡强者。魏渊、王真文、赵守和怀庆同时站了起来。他回来了，还带回来了在雷州的超凡强者。怀庆似乎想到了什么，继而听见自己砰砰狂跳的心声，他努力维持着表情的平静，但带着一丝颤抖的声调却出现了他。佛陀退了。闻言，王真文、魏渊和赵守一起盯着许七安。许七安嗯了一声，怀庆抿了抿嘴，带着一丝期待，一丝小心翼翼，试探道：你晋升半步武神了。他大气不敢喘的模样，带着期待和小心的姿态，让他看起来有些可怜巴巴，就像问父亲有没有带回自己心爱布偶的女孩。王真文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袖袍微微抖动。魏渊看起来比较平静，但他看一个人从未有如此专注。赵守忍不住屏住呼吸。许七安笑道：陛下，臣幸不辱命，历经波折，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晋升半步武神。雷州暂时保住了，佛陀已退回西域。边上的九尾狐翻了个白眼。半步武神，他真的晋升半步武神了。怀庆得到了想要的答案，悬在嗓子眼的心顿时落了回去，但喜悦和激动却没有减弱，反而翻涌着冲上心头，让他脸颊染上潮红，眼波里闪烁着喜意，嘴角的笑容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果然，他从未让他失望，不管是当初的铜锣，还是如今名满天下的许银罗。怀庆始终对他抱有最高的期待，但他还是一次次的超出他的预期，带来惊喜。宁燕晋升半步武神，再加上神叔这位老牌半步武神，总算有和巫神教或佛门任何一方势力叫板的底气，这盘棋还是可以下一下的。哎，当初那个愣头青，如今已是半步武神，恍如隔世啊！魏渊如释重负的同时，心情复杂，有唏嘘，有欣慰，有满意，有得意。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以及御书房里高手云集，魏渊保持着符合自己地位的平静与从容，不疾不徐道：做得不错，半步武神啊！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中原人族首位半步武神，和儒圣一样绝无仅有，必须在史书上记一笔。许银罗自幼求学云麓书院，拜院长赵守为师。赵守想到这里就觉得激动，打算编造史书的他正要上前道贺，瞥见魏渊从容淡定，波澜不惊，于是他只好维持着符合自己地位的平静与从容，缓缓道：很好，大凤有救了，又一次死里逃生。许七安顺利成为半步武神，老夫的眼光没错。咦，这两个老货很平静啊。王真文仿佛回到了当年自己金榜题名时，恨不得高歌一曲，彻夜买醉。但见赵守和魏渊都是一脸平静，于是他也维持着符合身份的平静，缓缓点头。恭喜晋升，果然是宦海沉浮的大佬们啊，喜怒不形于色。许七安暗暗赞叹了一句，
说道：“可惜如何晋升武神没有头绪，饭要一口一口吃。”魏渊差点开口教他做事，但想起到曾经的下属已经是真正的大人物，不需要他耳提面命，便忍了下来。转而问道：“雷州情况如何？死了多少人？”仲超凡沉吟中，渡恶罗汉说道：“只覆灭了一座大阵，2000余人。”金莲道长和恒远张了张嘴，慢了半拍。从这个细节里可以看出，渡恶罗汉是最关注苍生的，他是真的被大乘佛法洗脑，不洗礼了。许七安心里评价。怀庆脸色颇为沉重的点头，看向许七安道：“你不在海外的这段时间，佛门举行了佛法大会。据渡恶罗汉所说，佛陀正是借助这场大会发生了可怕的异变，具体缘由我们不知道，但结果你想必知道了，他变成了吞噬一切的怪物。”他主动说起了这场灾祸的始末，替许七安讲解情况。金莲道长接着说道：“渡恶罗汉离开西域时，佛陀并未伤他，但当大乘佛教成立，佛门气运流失后，佛陀便迫不及待想要吞噬他。显而易见，佛陀的异变和气运有关，这很可能就是所谓的大劫了。”魏渊叹道：“从佛陀的表现可以推断出古神和巫神挣脱封印后的情况，只是我们仍不知道超品这么做的意义何在，目的何在。”仲超凡凝眉不语，他们隐约觉得自己已经接近真相，但又无法准确的戳破，详细的讲述，可偏偏就差一层窗户纸，难以捅破。不就是为了取代天道吗？九尾狐刚要开口，就听见许七安抢先自己一步，长叹道：“我已经知晓大劫的真相。”御书房内，众人愕然地看向他。你知道？阿苏罗审视着半部武神，难以相信一个出海数月的家伙是怎么知道大劫秘密的。金莲道长和魏渊心里一动，见许七安点头，杨公、孙玄机等人微微动容。这事就得从开天辟地说起了。在众人迫不及待且期待的目光中，许七安说：“我知道一切，包括第一次大劫，神魔陨落。终于要揭开神魔陨落的真相了。”众人精神一振，专注聆听。许七安缓缓道：“这还得从天地初开，神魔的诞生说起。你们对神魔知道多少？”阿苏罗率先回答：“神魔是天地孕育而生，生来强大，他们不需要修行就能掌控移山填海的伟力。每一位神魔都有天地赋予的核心灵韵。”众人没有补充，阿苏罗说的大概便是他们所知的关于神魔的全部。许七安叹道：“生于天地，死于天地，这是必然而然的因果。”必然而然的因果，众人皱着眉头，莫名的觉得这句话里有着巨大的玄机。许七安没有卖关子，继续说道：“我这趟出海，途经一座岛屿，那座岛屿广袤无边。据生存在其上的神魔后裔描述，那是一位远古神魔死后化作的岛屿。神魔由天地孕育而生，本身便是天地的一部分，因此死后才会有此变化。”渡恶眼睛一亮，脱口而出：“佛陀！佛陀也能化作阿兰陀，如今他甚至成为了整个西域，这其中必然存在联系。”说完，老和尚满脸求证之色地盯着许七安。远古神魔死后化作岛屿，而佛陀也具备类似的特征，也就是说，佛陀和远古神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相同的。众人念头纷呈，灵感迸发。许七安呵了一声，负着手道：“第一次大劫和第二次大劫都有着同样的目的。”什么目的？怀庆立刻追问。其他人也想知道这个答案。许七安没有马上回答，措辞几秒，缓缓道：“取代天道，成为九州世界的意志。”平地起惊雷，把御书房里的众超凡强者炸懵了。金莲道长深吸一口气，这位城府深沉的地宗道手难以平静，茫然地问道：“你说什么？”许七安扫了一眼众人，发现他们的表情和金莲道长相差不大，就连魏渊和赵守也是一副木愣愣的模样。天地初开，九州蒙昧，很多年后，神魔诞生，生命伊始。这个阶段秩序是紊乱的，不分昼夜，没有四季，阴阳五行混乱一团。天地间没有可供人族和妖族修行的灵力。又过了很多年，随着天地演化，本该是五行分，四极定，但此方天地却无法演化下去，你们可知为何？没人回答他，众人还在消化这则石破天惊的消息。许七安便看向了万妖国主，九尾天狐勉为其难的当了回捧哏，替臭男人挽尊道：“猜也猜出来了，因为天地有缺，神魔夺走了天地之力。聪明。”许七安赞许，接着说道：“于是在远古时期，一道光门出现了，通往天道的门。神魔是天地规则所化，这意味着他们能通过这扇门，只要顺利推开门，神魔便能晋升天道。”骆玉衡恍然道：“这就是神魔自相残杀的原因。可神魔最终全部陨落了，或者如今的天道是当初的某位神魔？”他问出了所有人的疑惑。在众人的目光里，许七安摇头：“神魔自相残杀，灵运回归天地，最后的结局是九州攫取了足够的灵运，关闭了通天之门。”原来是这样，
难怪佛陀会出现这样的异变。在场超凡都是聪明人，联想到佛陀化身西域的情况，亲眼所见，对许七安的话再无怀疑。生灵可以化身天地，取代天道，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杨公喃喃道：若非您言相告，我实在难以想象这就是真相。话音方落，他袖中冲出一道青光，狠狠敲向他的脑壳。我才是他老师。杨公低声呵斥了戒尺一句，连忙收起，表情有些尴尬，就像在公开场合里自家孩子不懂事胡闹，让大人很丢脸。好在众人此刻沉浸在巨大的震撼中，并没有关注他。魏渊沉声道：那第二次大劫的来临，是因为通天之门再次开启。许七安摇头，这一次的大劫和远古时代不同，这次没有光门，超频走出了另一条路，那就是掠夺气运。接着他把吞噬气运就能得到认可，自然而然取代天道的详情告知众人，其中包括守门人只能出于武夫体系的隐秘。原来超品掠夺气运的缘由在这里。魏渊捏了捏眉心，叹息道。金莲道长等人默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消化着惊天消息。这时怀庆皱眉道：这是现阶段演化的结果，还是说九州的天道一直都是可以取代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众人纷纷惊醒过来，看向许七安。我不能给出答案，也许此方天地就是如此，也许如陛下所说，只是现阶段的情况。许七安沉吟着说道。怀庆一边点头一边思考道：所以现阶段需要一位守门人，而你就是监正挑的守门人。道尊，橘猫道长突然说道：我终于明白道尊为何要创立天地人三宗，这一切都是为了取代天道，成为九州意志。说完，他看向许七安，似乎想从他这里求证到正确答案。许七安颔首，吞噬气运取代天道，正是道尊研究出的法子，是他开创的。道尊开创的，他还真是亘古无双的人物啊！众人又唏嘘又震惊。魏渊问道：这些隐秘，你是从监正那里知晓的？许七安坦然道：我在海外见了监正一面，他依然被荒封印着。顺便再告诉诸位一个坏消息，荒如今陷入沉睡，再次醒来时多半是重返巅峰了。又一个超品。怀庆等人只觉得舌头发苦，打退佛陀报下雷州的喜悦荡然无存。佛陀、巫神、古神、荒四大超品如果联手的话，大凤根本没有翻身的机会，一点点的奢望都不会有。始终保持沉默的恒远大师满脸苦涩，忍不住开口说道：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分化敌人，拉拢其中一位或两位超品。没人说话。恒远大师左顾右盼，最后看向了关系最好的许银罗。许大人觉得呢？许七安摇着头。荒和古神是神魔，一个沉睡在南疆无尽岁月，一个漂泊在海外，他们不像佛陀和巫神，力教凝聚气运。一旦出事，首先要做的肯定是凝聚气运。而南疆人口稀少，气运薄弱，如果是你古神，你怎么做？恒远大师明白了，进攻中原，吞并大凤疆土。西域已经被佛陀取代，东北肯定也难逃巫神毒手，所以北上吞并中原是最好的选择。荒也是一样。那巫神和佛陀呢？恒远不甘心地问道。阿苏罗嗤笑一声，当然是趁机瓜分中原，难道还帮大凤护住中原？难道大凤会把疆土拱手相让，以示感谢？你这和尚实在愚蠢。杜恶罗汉脸色凝重，在超品面前，任何计谋都是可笑可悲的。许七安呼出一口气，无奈道：所以我刚才会说，很遗憾没有找到晋升武神的办法。这时魏渊开口了，倒也不是完全没法子，你既已晋升半部武神，那就去一趟径山城，看能不能灭了巫神教。至于南疆那边，把古族的人全部迁到中原，这既能凝聚力量，也能变相削弱古神。解决了以上两件事，许宁燕你再出海一趟，或许监正在那里等着你。陛下，大乘佛教徒的安排要尽快落实，这能更好的凝聚气运。三言两语就把接下来做的事安排好了。突然楚元稹问道：妙真呢？妙真为什么没随你一起回来？哦对，还有妙真。大家一下子想起飞燕女侠了。许七安愣了一下，心里一沉。当时情况紧急，我直接传送回来了，因此并未在途中见她。她应该不至于还在海外找我吧？天地会成员纷纷朝他拱手，表示这个锅你来背。金莲道长善解人意道：贫道帮你知会他一声。低头取出地书碎片，私聊李妙真：九，妙真啊，回来吧，佛陀已经退了。二，啥？九，许宁燕早就回来了，与神叔联手打退佛陀，暂时太平了。那边沉默许久。二，为什么不通知我？金莲道长仿佛能看见李妙真柳眉倒竖，咬牙切齿的模样。九，许宁燕说把你给忘了。二，哦，没声息了。金莲道长放下地书，笑眯眯道：妙真确实还在海外，
许七安咳嗽一声，没生气吧？金莲道长摇头，很平静，没有生气。天地会成员又朝许七安拱手，别信老银币。许七安脸色凝重的拱手还礼。众人密谈片刻，各自散去。许银罗稍后，朕有事要问你。怀庆特意留下了许七安，我也留下来听听。万妖国主笑眯眯道。怀庆不太高兴的看他一眼，奈何狐狸精是个不识趣的，脸皮厚，不当一回事。怀庆留他其实没什么大事，只是详细过问了出海途中的细节，了解海外的世界，海外资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惜大凤水军能力有限，无法远航，且神魔后裔众多，过于危险。怀庆惋惜道。许七安随口附和几句，他只想回家插花弄玉，和久别的小娇妻团聚。九尾狐眼睛咕噜转动，笑道：说到宝贝，许银罗倒是在鲛人岛给陛下求了一件宝物。怀庆顿时来了兴趣，饱含期待地看着许七安。鲛人珠。许七安瞪了一眼九尾狐，又作妖。九尾狐拿脚丫子踢他，催促道：鲛珠呢？快拿出来，那是世间独一无二的明珠，价值连城。许七安认真思考了许久，打算顺水推舟，配合狐狸精瞎闹，因为他也想知道怀庆对他到底是什么心意。这位女帝是他认识的女子中心思最深沉的，且有着强烈的权力欲和不输男子的雄心壮志，属于理智型事业型女强人，和林安那个恋爱脑的蠢公主完全不同。怀庆对她的亲近是出于依附强者，价值利用，还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她，爱慕她？如果喜欢，那么是身世浅，是有些许好感，还是爱得入骨？就让鲛珠来验证一下。许七安当即取出鲛珠，捧在掌心，笑道：就是她。鲛人珠呈乳白色，圆润剔透，散发微光，一看便是价值连城，任何喜爱珠宝首饰的女子见了她都会欣喜。怀庆也是女子，一眼便相中了，给朕看看。柔意一抬，许七安掌心的鲛人珠便飞向怀庆。怀庆招手射来珠子的途中，扫了一眼狐狸尾巴，面带微笑的绝色妖姬，又看了看表情诚恳的许七安。接着他伸手接过了鲛珠，珠子入手的刹那，绽放出呈净明亮的光芒，就像许七安上辈子的灯泡，即使在临近晌午的天色里，也足够耀眼，足够明亮，竟还会发光。怀庆轻咦了一声，表情和语气有些惊喜。有了这枚珠子，他寝宫里就不用点蜡烛，而且珠子的光芒锃净明亮，比烛光要璀璨许多，难得的好宝贝啊！说完，他发现许七安和九尾狐表情古怪地望着自己，但两人的表情并不一样。许七安的眼神和表情有些复杂，喜悦、戏谑、安心、温柔、得意、无奈等等。怀庆已经很久没从他的脸上看到这么复杂的情感。九尾狐则是戏谑、憋笑以及一丝丝的敌意。怀庆冰雪聪明，立刻察觉出端倪。这时他看见九尾狐捧腹大笑，满脸戏弄，笑盈盈道：传说只要手握鲛珠，见到心爱之人，他就会发光。还以为一国之君堂堂女帝有多与众不同，原来也和寻常女子一样，对一个风流好色的男人情根深重。啧啧，藏得挺深啊，本国主阅女无数，还真没看出你那么喜欢许银罗。怀庆看着手里的鲛珠，脸色一白，继而涌起醉人的红晕。他猛地看向许七安，美眸里闪烁着羞怒、窘迫、尴尬，就像当初许宁燕和林安的大婚时被袁护法赤裸裸地揭露心声。他没想到许七安居然用这种方式暗算自己。这个，陛下。许七安咳嗽一声，刚要打暖场缓解女帝的尴尬，就看见她晕红的脸颊一下子变得苍白，接着用一种无比失望、悲伤暗藏的眼神看着他。怀庆冷冰冰道：你是不是很得意？这是什么态度？恼羞成怒吗？许七安愣了一下，怀庆冷冰冰地挥了挥袖子，把鲛珠砸了回来。许七安伸手接过，捧在手心，习惯性地撑起气机，不让他与自己手掌真实接触。他忽然明白怀庆恼怒的原因，如果让持有者面对心爱之人时鲛珠会发光，那他捧着鲛珠时他却没有任何异常，这代表着什么？代表许七安谁都不爱。难怪怀庆会失望，会愤怒，这女人脑子转得也太快了吧。许七安刚才捧着鲛珠，其实手掌和鲛珠之间隔了一层气机，这样就不会出现异常，让怀庆察觉出不对劲。而且更一层次的顾虑是，等怀庆知道鲛珠的特性，转头问他，珠子发光是因为谁？九尾狐兴风作浪的附和，对，因为谁？这就很尴尬了。叹了口气，他撤掉气机，握住了鲛珠。于是在九尾狐和怀庆眼里，鲛珠绽放出澄澈明亮的光芒。怀庆冰冷的脸色迅速融化，眉眼间的失望和伤心收敛，痴痴地望着鲛珠。哎呀，许银罗原来一直暗恋人家。九尾狐惊叫一声，眨巴着眸子，睫毛扇动，羞涩道：这我们种族不同，不能相爱的。你滚！许七安恨不得啐他一脸的口水。
为了避免出现刚才那一幕，他收回鲛珠，拱手道：“臣出海数月，先回府一趟。”怀庆未作阻拦，微微颔首：“我也要去徐府做客。”九尾狐娇声道。许七安不理他，手腕上的大眼珠子亮起，传送离去。九尾狐摇着小腰，扭着臀儿，奔出御书房，化作白虹遁去。人去楼空，偌大的御书房静悄悄的，宦官和宫女早已并退。怀庆坐在空荡荡御书房里，听见自己的心在胸腔里砰砰跳动。他捧着自己的脸，轻轻吐出一口气。也好，变相的传达出了心意。烫手山芋在许宁燕手里，他不管了。北境，九州地理志注：蛇山，无草木，多金石，山中有大蛇，名曰煮酒。晋国的铁骑在蛇山顶上筑起10几米高的祭台，祭台东南西北4个方向是腰满2足尸体堆积的金棺。纳兰与师一切准备就绪。晋国国君夏侯玉书登上祭台，毕恭毕敬的行礼。祭台上，纳兰天禄负手而立，微微颔首。开始。夏侯玉书抓起火把，丢入火盆中，火油瞬间点燃，火盆冲起烈焰，冒起黑烟，黑烟滚滚，在蔚蓝天空弥漫，清晰可见。山上山脚的晋国铁骑纷纷放下兵器，跪倒在地，拇指相扣，左掌包裹右掌，闭上眼睛向巫神祈祷。数万人的信仰交汇在一起，明明无声，可听在纳兰天禄耳中却是一声声宏大的召唤。远处晋山城，巫神雕塑轰隆一阵，黑气弥漫而出，袅袅挪挪地朝北境飘去。黑气穿过千山万水，只用了10几息的时间就抵达了数万里外的蛇山，于蛇山顶上散开，化作一张模糊的面孔。蛇山上的所有人都感觉到天地一暗，仿佛进入了黑夜。夏侯玉书没敢睁开眼，但察觉到了一股沛莫能御的力量笼罩整座蛇山。巫神来了，祭台召来了巫神，他心里一震，连忙排除杂念，愈发的虔诚恭敬。纳兰天禄朝着天空中巨大的人脸行了一礼，接着从袖中取出一口青瓷碗，碗里盛着清水，水中游曳着一条筷子粗的赤蛇。煮酒。他被纳兰天禄封印在了碗中。纳兰天禄把碗放在铺设黄绸的桌上，后退了几步。天空中的模糊人脸张开可吞山川日月的嘴，用力一吸，碗中的蛟龙不可避免地飞起，脱离青瓷碗，被巫神吸入口中。而那些分散在祭台东南西北4个方向的尸体，溢散出丝丝缕缕的血气，同样被巫神吸入口中。尽管燕国国运拱手让给了佛陀，但北境的气运算是弥补了巫神的损失。纳兰天禄心想，虽然试探出了坚正的底牌，明白了他除了扶持许七安晋升武神，再无其他手段，但佛陀并没有让大凤超凡高手死伤，吞噬雷州的行动雷声大雨点小，因此巫神教的这步棋总体来说是损失极大的。纳兰天禄甚至觉得佛陀退得那么干脆，多半也是抱着反正便宜占尽的心理，不给巫神教渔翁得利的机会。不多时，巫神张开的大嘴缓缓合拢，一道声音传入纳兰天禄耳中：“做得不错。”这声音无法分辨男女，宏大而威严。纳兰天禄保持着行礼的姿势，没有动弹。速回进山城。威严的声音再次传来，继而随着黑云一起消散。徐府书房里，许七安望着桌对面的许新年道：“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俊美无愁的许二郎捏着眉心，感慨道：“这完全超出了我的品级该承受的压力，除了绝望，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还能怎么办？”许七安拍拍小老弟肩膀：“你可以负责出谋划策吗？狗头军师不需要上阵打战。”说完，揉着小豆丁的脑瓜道：“最近还有梦见大虫子吗？”许灵英怀里捧着一碟桂花糕，秋季桂花香，府上天天都做桂花糕。有得。小豆丁含糊不清的应道：“天天说我要变成骨头，可我变成骨头让师傅和白鸡啃了怎么办？”他认为的骨是骨头的骨，毕竟在生活中娘整天训斥他说是不是骨头硬了，或者说：“灵英啊，今天给你炖了排骨汤。”许新年叹道：“原来不化骨难逃大劫是这个意思。各大体系的超品如果取代天道，其所在体系的修士都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古神让许灵英尽快修行化骨，是把他当成亲信培养啊。”许七安沉声道：“化骨的话，灵英就会变成智力低下的骨兽，只遵循本能做事，无法保留人性。当然，在古神看来，人性这东西完没有意义就是了。如果化骨没有这么大的后遗症，古族早就倒戈古神了，也不会一代代的传承着封印古神的理念。”许灵英听了，浅浅的眉头倒竖：“像白鸡一样笨吗？”他一脸恐惧的模样：“你和白鸡半斤八两，哪来的底气鄙视人家？兄弟俩同时想。不过，虽然智商拿不出手，但情感是不能缺失的。许灵英要是没了情感，会变成只知道吃的骨兽，到时候就是骨兽灵英出没，万里生灵绝迹，寸草不生。4大超品啊，想想都绝望。”许新年嗯了一声，没好气道：“
军师就是军师，哪来的狗头？大劫是以后的事，绝望也是以后的事，但大劫未来之前，大哥能做的还有很多。4大超频里，佛陀已经成事，即使大哥成了半部武神，也不能贸然进入西域，佛门不用去管了。古神没有附属势力，大哥提前把古族迁到中原便是，而后等着他挣脱封印吧，没有更好的办法。倒是荒和巫神教需要特别注意，前者重返巅峰后，说不定会把海外神魔后裔凝聚起来，收入麾下，这是极为庞大的一股势力。大哥要及早派人去收拢神魔后裔，把他们变成自己人。后者巫神还未挣脱封印，而你现在是半部武神，可以灭了巫神教。但我觉得巫师体系擅长占卜，不会留下这么大的漏洞。不错，我弟新年有首辅之资。许七安满意点头。不管巫神教留了什么手段，他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至于收拢神魔后裔，派谁去？许新年望向门外，露出古怪的笑容。让我那个新嫂子九尾天狐对吧？许七安闻言，也学着许新年捏了捏眉心。要不是看在他陪我出海的份上，我现在准把他吊起来打。阔别数月的大郎回来了，本来大家都挺高兴，结果大郎身后冷不丁的窜出一只风情万种的狐狸精，笑盈盈的说：“各位妹妹好，我是许宁燕的妖女，以后就是你们的姐姐。”许七安说：“不是，他开玩笑的，我俩清清白白，日月可见。”但没人相信他，谁会相信一个天天勾栏听曲的人呢？狐狸精的性格就是这样，唯恐天下不乱，四处作妖。许七安把许灵英的糕点抢过来，然后按着他的脑袋，把他压制住，看着妹妹急得哇哇叫，他心里就平衡多了。许新年一点都没有帮幼妹主持公道的意思，反而拿了2块糕点塞嘴里。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去哪儿？去看戏。内厅，九尾狐品着茶，小手捻着糕点，扫过板着脸的林安，满脸冷笑的木南枝，面无表情的许灵月，一脸幽怨的叶姬，以及害怕妖怪，小手无处安放的婶婶。几位妹妹真是开不起玩笑。九尾狐笑着说：“我和许银罗清清白白的。”嘴上说清白，一口一个妹妹们。木南枝哦一声：“清清白白的你，随他出海历经生死。”历经生死是九尾狐刚才自己说的，各取所需而已吗？九尾狐委屈道：“我若真与他有什么，哪会眼睁睁看他勾搭鲛人女王，还收了定情信物？”内厅里的火药味忽然高涨，这下连婶婶都觉得大郎太过分了。走到门口的许新年诧异的回头看向大哥：“海外还有姘头吗？”就这一回头，许新年惊呆了，眼前的大哥白发如霜，神容疲惫，眼里蕴含着岁月洗涤出的沧桑，一瞬间像是苍老了数十岁。苦肉计，许新年瞬间明白了。嗨，许七安捂着嘴，用力咳嗽2声，等厅里的女眷们看过来，他才慢悠悠地迈过门槛，像极了一把年纪的老头子。“你怎么了？”身为正妻的林安惊了一下，连忙从椅子上起身，小碎步迎了上来。其他女眷也投来紧张和关切的目光，九尾狐除外。许七安摆摆手，声音嘶哑地说道：“与佛陀一战伤了身体，气血枯竭，寿元大损，需要休养很长时间。唉，也不知道会不会落下病根。”九尾狐冷不丁地插了一嘴：“气血衰竭，说不定以后就不能人道了。”林安木南枝脸色一变，叶姬半信半疑。婶婶一听也急了：“这么严重，可有找司天监求药？大郎可是大房唯一的男丁，他还没子嗣呢，不能人道，大房岂不是断了香火？”许七安看了九尾狐一眼，没搭理：“我会在府上休养一段时间，好久没吃婶婶做的菜了。”婶婶当即起身：“我去伙房看看，做几个你爱吃的菜。”许府当年并不富裕，虽然有厨娘，但婶婶也是经常下厨的，不是生来就娇贵的豪门贵妇。许七安转而看向木南枝道：“木姨，我记得你在后院有种草药，替我熬一碗补气活血的药汤。”知道自己是不死术转世的木南枝一声，一副秋后算账的模样，面无表情的起身离去。许七安接着说道：“妹子，你给大哥做的袍子都穿破了。”许灵月笑容娴静，细声细气道：“我再给大哥去做几件袍子。”说话的过程中，许七安一直不停的咳嗽，让女眷们知道我身体很不舒服。你们别闹事一通操作之后，厅里就剩下林安、叶姬和九尾狐。许七安甚至没好借口道：“林安，你先回房，我和二郎国主要谈些事。”林安鼓了鼓腮：“有什么事是我不能知道的？他可不是乖顺的贤妻良母，他战斗力很强的。”许七安就没强迫他离开，看着九尾狐，脸色严肃：“国主，你还需要出海一趟，把超凡层次的神魔后裔收服，越多越好。”九尾狐沉吟片刻道：“省得荒苏醒后收服海外神魔后裔，反攻九州大陆。和聪明人说话就是方便。”许七安道：“如果他们不愿意臣服，就杀光，一个不留。”九尾狐想了想道：“即使表面臣服，到时候也会背叛。
没有共同利益或足够深厚的情感加持，神魔后裔根本不会忠于我，忠于大凤。到时候没准荒一来，他们就主动投诚背叛。许新年摇摇头，不必那么麻烦，收服他们，然后大规模迁徙就够了。海外广袤无边，荒不可能花大量时间去搜寻、收服他们，因为这并不划算。神魔后裔如果参战，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威胁，可对荒来说，他的对手是其他超品，神魔后裔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许七安补充道，可以用荒苏醒后会吞噬所有超凡境的神魔后裔为理由，这足够真实，且会让海外的神魔后裔回忆起被荒支配的恐惧和耻辱。接下来是关于细节的商讨，包括但不限于带上孙玄机，沿途搭建传送阵，这样就能让九尾狐快速返回九州，不至于迷失在茫茫大海中，以及不配合的神魔后裔当场斩杀，绝对不能心软。许诺以后神魔后裔可以重返九州生活，建立一个神魔后裔的国度，扶持一位强大的超凡境神魔后裔担任领袖等等。林安挺着小腰，板着脸，专心致志地听着，但其实什么都没听懂。直到九尾狐离开，他才确认自家夫君是真的谈正事。娘娘，叶姬追上九尾狐，躬身行了一礼，低声道：“月姬陨落了，在您出海的时候。”九尾狐嗯了一声：“我在海外晋升一品，觉醒了灵韵，在遇到荒时不得不断尾求生。”他在叶姬面前威严而强势，全然没有面对许七安时的妖娆风情，淡淡道：“不只是他，你们8个姐妹里，谁都会有陨落的风险。大劫来临时，我不会怜悯你们任何人，明白吗？”一品境的九尾天狐有9条命，等9条命死光了，他也就陨落了。在此之前，他是不会身陨的，而这不会以九尾狐的个人意志改变。也就是说，断尾求生是被动型能力，只要他死一次，尾巴就断一根。叶姬明白，为娘娘赴死是我们的命运。叶姬看他一眼，小心翼翼地试探娘娘对许郎。银发妖姬皱了皱眉，哼道：“本国主当然不会喜欢一个好色之徒，恼恨的是他百般纠缠我，仗着自己是半步武神对我动手动脚。本国主这次来徐府煽风点火，就是给他提个醒，免得他总是打我主意。”叶姬抿了抿嘴，若他一定要打娘娘您的主意呢？九尾狐无奈道：“那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谁让他是半步武神呢？明明是你在打他主意，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叶姬心里嘀咕，回头得在许郎面前说一些娘娘的坏话，免得他带着7个姐妹，不，6个姐妹来和自己抢男人。内厅里，许七安朝小老弟挑了挑眉头，传音道：“当敌人气势汹汹、团结一致的时候，你要学会分化敌人，各个击破。苦肉计是好东西啊，男人的苦肉计就像女人1哭2闹3上吊的手段，无往而不利。”许新年冷笑一声：“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嫂子们个个多疑，所以说要分化敌人。”许七安一言不发地起身走向书房。许新年今日休沐，闲来无事，便跟了过去。许七安摊开纸张，吩咐道：“二郎，替大哥研磨。”许新年哼一声，老老实实的磨磨。许七安提笔蘸墨，写道：“已在海外漂泊半月，甚是思念无妻临安，新婚不久便要出海，留他独守空闺，心里愧疚难耐，每日每夜都是他的音容笑貌，无耻。”许新年在心里抨击，面无表情的指点道：“大哥，你写错了，音容笑貌是形容已故之人的，你应该用音容宛在。”说完就被许七安扇了一个头皮。滚！真当我是粗鄙武夫吗？但我知道临安识大体，明事理，在家中能与母亲、婶婶相处融洽，因此心里便放心许多。此趟出海不晋升半步武神，大奉威仪。很快，一封家书就写好了。他刻意在后面提及任务沉重，表达自己出海的辛苦。然后是第2封、第3封、第4封。写完之后，许七安以契机蒸干墨迹，接着从香炉里挑出香灰，擦拭字迹。这能掩盖墨香味，不然一闻就闻出来了。你多学着点。他提点小老弟：“你不会有这么多弟妹的。”许二郎心说：“我对思慕一心一意。”心里刚吐槽完，他看见大哥写第2份家书，难知一别半月，甚是想念。许新年脱口而出：“你和木姨果然有一腿，以后叫姨父。”许七安顺着杆子往上爬，到了用晚膳的时间，许二叔当值回来，拉着白发如霜的侄儿和儿子推杯换盏。微醺之际，扫了一眼女儿许灵月，妻子的结义姐姐木南枝，侄媳妇林安，还有南疆来的侄儿妾室叶姬，纳闷道：“你们看起来不太高兴。”婶婶忧心忡忡地说：“宁燕受了重伤，以后可能没有子嗣了。”不呀，他们不是因为这个不高兴，他们是怀疑大哥在海外风流快乐。许二郎为母亲的迟钝感到绝望。嫂子们虽然关心则乱，但他们又不蠢，现在早反应过来了。一品武夫已经是天难葬的难灭，何况大哥现在都半步武神了，
瞎说什么呢？宁燕是半步武神，死都死不掉，怎么可能受伤？许二叔忽然不说话了。是啊，宁燕现在是半步武神，身子不会有事。姬白琴热情地给嫡长子夹菜，嘘寒问暖。他可不管儿子在外面有多少风流债，他恨不得把天下间所有美人都抓来给嫡长子当媳妇。许元双一脸崇拜地看着大哥，说：大哥，你可要好好教导元华呀，元华已经4品了。身为许家第2位4品武夫，许元怀本来志得意满，但现在一点骄傲的情绪都没有。闷头吃饭。结束晚宴后，木南枝冷着脸回房去。夜里，许二叔洗漱完毕，穿着白色里衣，盘坐在小榻吐纳修行，但怎么都无法进入状态。于是对着靠在床边翻看图文画本的婶婶说：今儿的事给我提了个醒，宁燕很可能不会有子嗣了。婶婶放下画本，吃惊地挺直小腰，叫道：为什么？许二叔沉吟一下，道：宁燕现在是半步武神了，本质上说她和我们已经不同，不要问哪里不同，说不出来。你只要知道她已经不是凡人。你不觉得奇怪吗？她和国师是双修道侣，这都快1年了，国师还没怀上，与临安殿下成亲1个半月，同样没怀上。婶婶哭丧着脸，眉头紧锁。那怎么办？许二叔宽慰道：我这不是猜测吗？也不确定，而且宁燕现在的修为死都死不掉，有没有子嗣倒也不太重要。屁话！婶婶拿画本砸他。没有子嗣，我岂不是白养这个崽了？宽敞奢华的卧房里，许七安搂着林安温软细腻的娇躯，手掌在绵软的水蛇腰摩挲，她浑身汗津津的，秀发贴在脸上，眼儿迷离，娇喘吁吁。与罗裙、肚兜等衣物一起散落的，还有一封封的家书。好骗的林安一看狗奴才给自己写了这么多家书，当时就感动了。接着经历许七安轻拢慢捻抹复挑，他就彻底认输了，把九尾狐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宁燕，林安偶臂搂着他的脖颈，撒娇道：我明日想回宫看看母妃。许七安回望他，想去就去，问我作甚？林安低声道：怀庆不让我进后宫见母妃，据说母妃最近10多朝中大臣，让他们逼怀庆立太子，母妃想让皇帝哥哥的长子担任太子。陈贵妃虽然一败涂地，但她并不气馁，因为女儿嫁给了许七安，单凭许银罗丈母娘的身份，就让她不必受任何人白眼。朝中心思活络，想烧冷灶的人就盯上了陈太妃你母妃那个段位，还是少折腾了吧。怀庆就是不搭理他，抽空1根指头就可以按死。许七安心里这么想，嘴上不能说。怀庆是担心陈太妃又10多，你去找他闹事吧。林安不满地扭一下腰肢，我可不会轻易被母妃当枪使。你得了吧。许七安道：林安啊，你还想不想报复怀庆，狠狠压制他，在他面前耀武扬威？林安眼睛一亮：你有办法？当然有，比如妹妹翻身做姐姐，让怀庆喊你姐。许七安忍了下来，岔开话题道：你一点都不想我呀？想的。林安忙说。许七安就抓起他的左右手，沉声道：指甲都没剪，还说想我？林安，咦？白姬敲了敲窗户，小小的身影映在窗上。狗男人让我带东西给你。白姬稚嫩的嗓音传来。木南枝穿着单薄的里衣，打开窗户，看见小巧玲珑的白姬背着一只羊皮小包，包里鼓胀胀的。他哼了一声，把白姬抱在怀里，打开羊皮小包的扣子，取出不算厚但也不薄的一叠纸，坐在桌边读了起来。南枝，一别半月，甚是想念。他先是撇嘴不屑，然后渐渐沉静，时不时勾起嘴角，不知不觉蜡烛渐渐烧没了。木南枝恋恋不舍地放下信纸，打开窗户，又把白姬丢了出去。去找你的夜姬姐姐睡，明天正午之前莫要找我。白姬软如地叫了一声，屁颠颠地去找夜姬了。好不容易敲开夜姬的窗户，又被丢了出来。去找许灵英睡，明天正午之前莫要找我。哼！白姬朝着窗户哼了一声，生气地跑开。深夜，镜山城，圆月洒下双白的光华，让天上的星辰暗淡无光。巫神雕塑凝立的祭台下方，穿着长袍的巫师们像是蚁群，在黑夜里汇聚。一名名穿着长袍戴着兜帽的巫师盘坐在祭台下方，像是要举行某种盛大的祭祀。李灵素的2位姘头东方姐妹也在其中。东方晚清环顾着周遭沉默不语的巫师们，低声道：姐姐，发生什么事了？不久前，大巫师萨伦阿古召集了3国境内所有的巫师，命令众巫师在2日之内齐聚镜山城。此时镜山城汇聚了数千名巫师，但仍有许多低品级的巫师未能赶来。东方婉容脸色凝重，老实说，3国将有大灾祸了。所有巫师只有齐聚镜山城，才有一线生机。东方晚清表示不解，巫神已经初步挣脱封印，难道庇佑不了你们？他用的是你们，因为东方晚清并非巫师，而是武者。这时身边一名巫师说道：我昨日听叶尔部长老说，那人已成气后
别说大巫师，就算现在的巫神，恐怕也压不住他。想来所谓的大灾祸，就是与那人有关。气质妩媚的东方婉容皱眉道：伊尔部长老口中的那人指的是谁？他这句话刚问出口，自己就得到答案了。一个名字在脑海里浮现，许七安。放眼九州，与巫神较有仇的，且成长到连巫神都压不住的人物，只有那位新晋的一品武夫。东方婉容是亲眼见过许七安打上门来的，可我上次见到他上门讨债，被大巫师给挡了回去。东方婉容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大巫师尚且能挡回去，何况巫神已经进一步挣脱封印，能涉及到现在的力量，远不是初步挣脱封印时能比。有巫神和大巫师坐镇禁山城，就算许七安是一品武夫，也不该让大巫师如此忌惮。而且前阵子我听乌达宝塔长老说，那武夫已经出海了。又有人说道，这就排除了敌人是许七安的可能。也是，一位一品武夫罢了，于他们而言确实高高在上，但对巫神和大巫师来说，未必就有多强。如果敌人是许七安，不该是这般动静。会不会是佛陀？一名巫师提出大胆的猜测。他刚说完，就看见周围戴着兜帽的脑袋拧了过来，一双双目光直勾勾地看着他。同门们的表情大抵是别胡说八道，好有道理，乌鸦嘴，疯了吧等等。可如果不是佛陀，谁又能让巫神、大巫师如此忌惮？东方婉容轻声道：数月前，大凤超凡强者和佛门战于阿兰陀的事，早就传回巫神教。据说佛陀比巫神更早一步挣脱封印了。巫师体系的修士们虽然不愿意承认，但似乎佛陀比巫神要强一些。一时间无人说话，周遭的巫师们脸色都不太好。隔了一会儿，有巫师低声自语：大巫师召集我等齐聚禁山城，是为了帮巫神抵抗佛陀。这样的话，必然死伤惨重。众巫师念头纷呈，或惊或怕时，盘坐在祭台之上。巫神雕塑边的大巫师萨伦阿古忽然站了起来，他身边的羽师纳兰天禄、两名灵会师伊尔布和乌达宝塔随之站起，与大巫师并肩而立。巫神教4位超凡同时望向南方，也就是众巫师身后。很热闹啊！一道清朗的声音响起，在黑夜中回荡。东方婉容和东方婉清姐妹俩脸色一变，这声音无比熟悉，他们不止一次听见。众巫师豁然回首，看见银色的圆月之下，一位身披靛青长袍的年轻人踏空而来。许七安，真的是他！东方婉容表情略有呆滞，万万没想到，让大巫师如此忌惮、如此兴师动众的人，居然真的是许七安。他再看向妹妹，发现妹妹的表情与自己差不多，都是震惊中带着茫然。许七安，数千名巫师齐刷刷扭头望向身后天空，看见了那名高高在上的年轻人。如今的九州，谁不认识这个传奇般的武夫？可是，居然会是他，让巫神和大巫师如此忌惮，不惜召集所有巫师齐聚进山城的敌人，居然是许七安，他配吗？一个一品武夫，能把我们巫神叫逼到这个程度？巫师们并不接受这个事实，一边左顾右盼，寻找可能存在的其他敌人，一边竖起耳朵默默聆听，看大巫师和传奇武夫会说些什么。萨伦阿古，从当初我杀真德开始，你便处处针对我。昨日我与佛陀战于雷州边境，你们巫神教仍在推波助澜，可曾想过会有今日的清算？许七安的声音清朗平静，响在每一位巫师的耳畔。数千名巫师听得一清二楚，他们首先确认了一件事：许七安真的是来报复的，因为大巫师以前屡屡得罪于他。但接下来的话，巫师们就听不懂了。他说什么啊？与佛陀战于雷州边界？许七安与佛陀战于雷州边界？他不是一品武夫吗？什么时候一品能和超品战斗了？巫师们脑海里疑问翻涌而起。虽然一品强者在普通修士眼中是高不可攀的存在，可超品才是人们眼中的神。有点见识和经验的人都知道，这里面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轰隆，夜空乌云密布，遮住圆月。只见大巫师站在祭台边缘，张开双臂，沟通了此方天地之力。一道道水缸粗的雷柱降临，劈向空中的武夫，整片天地都在排斥他，抗拒他，要将他诛杀降服。巫师们在这股天威之下瑟瑟发抖，但心里多了几分底气和信心。这就是他们的大巫师。天地间瞬间呈现出赤白之色，雷柱扭曲狂舞。面对声势浩大的天罚，许七安抬起手，轻轻一抓，霎时间天地重归黑暗，乌云散去。而许七安掌心多了一团外表电弧跳动，内核赤白的雷球。萨伦阿古，现在的你差了点。他掌心一握，掐灭雷球，接着腰背紧绷，右臂后拉，他的皮肤亮起繁复深奥、让人头晕眼花的纹路。他拳头周遭的空间迅速扭曲起来，像是承受不住重压，即将破碎。许七安隔空一拳捶出，拳劲发出刺耳的音爆。武夫的攻击朴实无华，但底下的巫师亲眼看见大巫师身前的空间如镜子般破碎，虚空中传来轰隆隆的闷响。众所周知，一品大巫师可借天地之力御敌，
先天立于不败之地。同级别的高手，除非炼化此方天地，否则很难伤到大巫师。萨伦阿古用这一招对付过坚正，对付过巅峰状态的魏渊，从未失手。噗！但这一次，巫师体系一品境的能力仿佛失效了。萨伦阿古喷吐血雾，身躯弓起，双腿贴得滑退，嫣红的鲜血粘稠地挂在厚密的胡子上。大巫师的脸色迅速颓废下去，眼球布满血丝，宛如油尽灯枯的老者。萨伦阿古盘腿而坐，周身腾起阵阵血光，快速拔除侵入体内的气机，修复伤势。他没有试图以咒杀术反击，因为这注定无法伤到半部武神。哗然声四起，底下的巫师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但又没人敢相信这一幕。一拳，只一拳就重创了一品巫师，这是一品武夫能做到的事。接着，他们想到了许七安方才的那番话：“我与佛陀战于雷州边界。”他们突然明白了，明白大巫师为何如此忌惮。眼前这个武夫修为强大到了超乎他们想象的境界。这才短短数月啊！像这样的传奇人物，既然选择为敌，当初就应该不顾一切的抹杀，不然迟早反噬。现在已经反噬了，他现在到底是什么境界？各种各样的念头在巫师们心里涌起。东方姐妹骇然对视，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恐惧和震撼。同时，东方婉容看见身边的巫神正因恐惧微微发抖。许七安一拳重伤大巫师后，没有立刻出手，高声道：“巫神，信不信老子一拳杀光你的徒子徒孙？”话音落下，那尊头戴荆棘王冠的雕塑嗡的一震，一股石油般浓稠的黑雾喷涌而出，于高空豁然展开，形成一张遮蔽圆月的幕布。幕布之后，睁开一双注视着整个世界的冷漠眼睛。许七安没有尝试杀底下的数千名巫师，因为知道这注定无法做到。在他踏入净山城地界时，此方天地就与巫神融为一体，想在巫神的注视下杀人，难度极大。刚才重伤萨伦阿古的那一拳能奏效，想来是巫神在评估他的战力。巫神在上，数千名巫师俯身拜倒，他们心里再次涌起强烈的安全感，不再畏惧半部武神的威压。改换我来试探你了。粗鄙的武夫对超品存在毫无敬畏，繁复深奥的纹路再次爬满全身，皮肤化作血红，毛孔喷薄血雾，顷刻间他仿佛成了力量的象征。他周遭方圆10丈的空间剧烈扭曲，像是无法承受他的力量。笼罩着天空，粘稠如石油的幕布中钻出9道身影，他们面容模糊，每一尊都充斥着可怕的伟力，磅礴的气机铺天盖地。9位一品武夫，这是过去无尽岁月里巫神杀死过的、针对过的一品武夫，此时通过5品筑基的能力召唤了出来。理论上来说，巫神还可以召唤初代坚正和如圣，这2位也与他有着极深的渊源，只不过初代坚正的存在已经被当代坚正从根本上抹去，而召唤如圣的话，如圣可能会对召唤师重拳出击。许七安伸出右臂，掌心朝着9尊一品武夫的阴魂用力一握，砰砰砰，9尊一品武夫相继炸开，还原成纯粹的黑雾，返回遮天蔽日的幕布中。巫师召唤出的武夫英灵只具备原主的力量和防御，以及超凡境之下的能力，并没有不死之躯的坚韧以及合道境的意。而单纯只是比拼力量的话，吞噬了神魔灵韵的许七安能打10个一品武夫。要知道，即使在半部武神境界里，许七安也是佼佼者，至少神术的力量就不及他。下一刻，许七安胸口传来当的巨响，犹如金石碰撞，他胸腔凹陷了进去。巫神借助9大阴灵的陨落，以咒杀术攻击他，能把半部武神的身躯打得生生变形，这股力量足以重创任何一品。不愧是超品，随便一个法术便可让武夫之外的一品短暂丧失战力。许七安对巫神的力量有了初步的判断，与当初解救神术时的佛陀相差不大，但不及此时此刻已经化作整片西域的佛陀。啪！他打了个响指，下一刻，笼罩天空的粘稠幕布剧烈抖动起来，沸腾起来，像是遭遇了重创。玉碎，他又把巫神施加在他身上的伤势100%返还了。巫神没有继续施展咒杀术，因为会再次被玉碎返还，然后他再施展咒杀术，如此循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没有任何意义。粘稠如石油的幕布缓缓下沉，笼罩了祭台周边的数千名巫师们。大巫师站了起来，缓缓道：“许七安，阻挡不了大劫。巫神挣脱封印之日，便是大劫来临之时。你可以转修巫师体系，这样就能庇护身边的人，与巫神联手，才能对抗其他4位超品。”许七安淡淡道：“滚吧，延康境3国我接管了，这是你们巫神教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幕布缓缓收缩，回到了头戴荆棘王冠的雕塑体内。数千名巫师，包括萨伦阿古、纳兰天禄，还有2名灵会师，统统融入了巫神体内。这是巫神对他们的庇佑，让他们免于遭受半部武神的清算。但3国境内，包括就在咫尺的净山城，不是只有巫师，更多的是普通人、普通武夫。这些人巫神无法庇佑，
巫神教等于拱手让出了偌大的东北，这就是许七安说的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当然，对于巫神来说，气运已经凝练，储存在了玉玺中，地盘短时间内并不重要了。等他破关，便可容纳气运，吞噬三国疆土。没了巫神教，延康晋三国就能纳入大凤版图。有了这数百万的人口，大凤的气运必然水涨船高。眼下来说，这是好事。先通知怀庆，让他用最短时间接手三国。人口就代表着气运，延康晋三国的气运已经没了，所以他们唯一的结局就是归于大凤，从此三国不复存在。冥冥之中自有天数。这时，许七安看见下方还有一道人影没有离开。他容貌秀丽，身段婀娜，也是个熟人，圣子的老相好东方晚清。因为是武夫的缘故，他没有被巫神带走，此刻正茫然不知所措。带回京城送给李灵素，就当是伴手礼了。圣子，你要保重你的腰子啊。许七安取出地书碎片，传书道：“3，诸位，我在径山城。1，你这么快就去找巫神教清算了？巫神状况如何？你有没有受伤？”涉及到政治问题，怀庆反应比其他人都快，率先回复。另外，他对半步武神的强大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只觉得许七安的行为过于冲动，没有换上其他超凡乃至神书帮忙，就贸然去找巫神教的麻烦。7，反正半步武神皮糙肉厚死不了。前天抵达南疆后，没有随业绩返回京城，打算在妖族领地里小住几日的李灵素率先回答。他是万妖国的贵客，妖族好酒好肉的招待，还有美丽的狐女献上歌舞，圣子喝到兴头上，还会下场与狐女们载歌载舞。最重要的是，尽管玩得欢乐，他的腰子却不会有任何负担，因为身为贵客的他拥有足够的主动权。狐女们当然想侍寝啊，但李灵素严厉拒绝了。大家玩归玩，可别想着睡我。这要是在家里就不一样了，红颜知己的垂涎他美色，早动手动脚了。总而言之，在南疆既能醉生梦死，又不用扶墙而走，美哉。2，死了最好。李妙真愤愤不平地诅咒了一句。他万里迢迢从海外归来，正打算明早寻许宁燕的晦气，结果他去了径山城。妙真脾气挺大啊，回头也写份友情信给你。许七安心说，他以纸代笔，传书道：“我打下整个东北三国了，陛下，你近日便可派人接管巫神教地盘。”遥远的京城寝宫里，怀庆猛地翻身坐起，怔怔地盯着御史小径的镜面。打下来了，这就打下来了。自古以来，巫神教雄踞东北，历史比大凤更久远，超品坐镇，骑兵无双，与北境妖蛮一样，是大凤的心头之患。结果一夜之间，巫神教不复存在了。怎么回事？不应该啊，巫神没有庇佑巫神教。许七安便把事情的经过详细的公布在地书聊天群里。他没有去分析巫神庇佑巫师后会引发的局势变化，以及大凤在其中会取得什么好处，因为许七安相信天地会成员里除了丽娜，其他人智商都在基准线以上，不需要他解释。他只解释了一点，那就是关于巫神庇佑巫师，把他们收入体内的操作。3，超品似乎都要容纳自身体系修饰的手段，解救神书头颅时，3位菩萨就曾融入到佛陀身躯里。9，巫神教是被你逼到汽车保帅了。金莲道长跳出来点评了一句。8，巫神的封印如何了？阿苏罗传书询问。许七安手腕上的大眼珠子亮起，他出现在祭台上，出现在儒圣雕塑和巫神雕塑的中间。头戴荆棘王冠的雕塑，双眼缓缓升腾起黑雾，不掺杂感情的凝视着他。看什么看？你又干不掉我。许七安没搭理巫神的注视，审视着儒圣雕塑。这位人族最短命但贡献最大的超品雕塑，已经布满蛛网般的裂痕，仿佛风一吹就会崩散成粉末。3，最多3个月，儒圣封印就会消散。大劫来临的时日未变，年底。3个月，天地会成员心里一沉，危机感和焦虑感再次翻涌而上。之前他们并不知道大劫的真相，心里尚存一丝侥幸，想着即使真的无力回天，以他们超凡境的能力，亦有退路。九州待不下去，就出海。天大地大，何处去不得？可如今知道超品的目标是取代天道，成为九州世界的意志，那这就不同了。他们这些大凤的余孽，恐怕不管逃到哪里，都死路一条。天地再大，也没容身之处。9，大劫渡不过去，天下生灵都将灰飞烟灭。6，阿弥陀佛，众生皆苦。而修功德的金莲道长、李妙真以及慈悲为怀的恒远大师，想的则不是自身安危，而是苍生的存亡。金莲、恒远和妙真是最危险的，他们会做出以身应劫的操作。不，我不能给他们插旗，罪过罪过。许七安连忙把这个念头从脑海里驱散。其他成员里，像圣子、楚元稹、阿苏罗等，要么比较理智，要么缺乏为苍生献身的觉悟。7，
真到了大事不可回的地步，许宁燕肯定会死吧。这时候圣子在群里感慨了一声，一时间无人开口。啊，原来他们也在心里给我插旗了。许七安传书道，我在巫神教遇到了一位故人，圣子是你的红颜知己东方晚清。4，恭喜圣子。楚元稹连忙站出来发声，缓解压抑的气氛。2，恭喜师哥。8，恭喜。9，恭喜。其他成员纷纷道贺。遥远的南疆，李灵素表情缓缓僵硬，堂内翩翩起舞的狐女瞬间不香了。让我休息一下吧，营养快跟不上了。可恶的许宁燕，李灵素心里嘀咕，传书问道。蓉姐随着众巫师融入了巫神体内，嘴上吐槽，但心里还是惦记着自己女人的。3，许七安言简意赅的回复。结束群聊，许七安空间传送来到东方晚清身边，后者娇躯紧绷，如临大敌。随我回京吧，李灵素在京城等你。许七安看着他，淡淡道：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回东海郡。他的表情和语气都很平静，甚至称得上冷漠。东方晚清反而松了口气，因为他意识到，在这位传奇人物面前，自己和一只爬虫没有区别。如果对方想杀自己，他不会活到现在，更不会与自己交谈。他是看在李郎的情分上，没有为难我。东方晚清躬身行礼，多谢许银罗。皇宫御书房，王真文身穿绯色官服，头戴官帽，脸色凝重地登上台阶，走向御书房。他身侧是一身藏青色华美长袍的魏渊，鬓角双白，容貌清俊。昨日散会后，王真文只在家中小憩了1个时辰，便投入了繁重的公务之中。但王真文的精神依旧抖擞，到了他这个品级，家里储备着不少司天监的灵丹妙药，只要不是大限将至的那种病，基本不用担心身体状况。王真文已经挺过一次生死关，司天监的术士说，大难不死，他至少10年内不必担心身体。深夜传召，必定又发生大事了。王真文表情凝重，只求事情不算太糟糕。他看了眼身边的魏渊，发现对方的神色同样凝重。多事之秋，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心神紧绷。迈过御书房的门槛，王真文目光一扫，看赵守已经在椅子上端坐，来的还挺早。也是，对于儒家来说，收到传召只要念一声吾在御书房中，就能立刻抵达。王真文和魏渊走到御座之下，朝烛光中的女帝作揖。陛下，当今朝堂中最受女帝信任和依仗的3位权臣，正是魏渊、赵守和王真文。朝中流传，赵守为代表的云麓书院一派，是女帝特意扶持起来制衡王党和魏党的。因此，每逢大事，这3人必定齐聚。2位爱卿请坐。怀庆点了点头，吩咐宦官赐座。王真文入座后，扫了一眼赵守，见他神色沉稳，眉头舒展，心里也松了口气。倒不是说这老狐狸心思浅，容易被人看穿内心，而是在遇到麻烦且不涉及党争的情况下，赵守不会刻意藏着心事。就像佛陀进攻雷州，情况紧急，3人眉头皱了一整晚。这时他看见怀庆露出一抹微笑，说道：许银罗今夜去了一趟径山城清算。王真文恍然，抚须笑道：是该清算了。巫神教屡屡算计朝廷，算计许银罗，如今许银罗修为大成，正是让他们付出代价的时候。萨伦阿古那老家伙恐怕有罪受了。陛下是打算派兵攻打巫神教？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逼迫巫神教义和更加稳妥，不费一兵一卒夺来地盘人口和物资。巫神教若是不愿意，再行兵割。怀庆摇了摇头，朕不是要攻打巫神教，今夜召集3位爱卿，是想与尔等商议接管延康晋3国之事。接管？王真文豁然抬头，略有血丝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怀庆。大劫来临之前，九州再无巫师，东北再无巫神教。怀庆语气平淡地说出让人瞠目结舌的消息：九州再无巫师，九州再无巫师。王真文喃喃自语，这位宦海沉浮数十年的老人露出了不符合他经历和地位的表情变化。自大奉建立以来，妖蛮和巫神教就仿佛中原的眼中钉肉中刺，隔个3-5年就要来边关烧杀劫掠，生灵涂炭。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眼里，平妖蛮伐巫神是千秋万代的伟业，而这样的千秋伟业在他这一代成了。王真文突然想起了什么，猛地侧头看向魏渊。魏渊没什么表情地坐着，缓缓扭头望向了东北方向，很长时间没有动弹。40年前，巫神教大军攻陷东北3州，屠戮数百里，人烟绝迹，豫州知府全家满门死于铁骑之下，只留一位躲在腐烂枯井中数日的孩童，那就是魏渊。数十年来，他极少提及家恨，因为知道要灭巫神教，千难万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年儒圣都没做到的事，谁又能做到？但现在，巫神教不复存在了，延康晋3国也将灰飞烟灭。许七安做到了这件事。
而他是魏渊一手栽培的。因果循环。深吸一口气，魏渊收敛情绪，笑道：“陛下寻我3人来此，是为商讨如何接管三国。怀庆颔首。三国疆土广袤，可耕种，可狩猎，物产丰富。接管三国后，大奉将彻底解决钱粮问题，大乘佛教徒的安排也可提上日程。此事非一朝一夕能办成，但我们还有3个月的时间。不过诸多事宜可以推后，但收服三国之事，朕要即刻昭告天下，以此凝聚气运，增强大奉国力。”王真闻当即道：“此事不必劳烦许银罗了，派几名超凡率3州边军过去处理便可。如今大奉的超凡强者数量众多，老王这句话说起来底气十足。”怀庆点头，细节还需商议。许七安把东方晚清丢到圣子的宅院里，给莺莺燕燕们留下一句话：“受李灵素之托，帮他寻回心爱之人，往后你们与他便是姐妹，要和睦相处，莫要让我兄弟李灵素为难。”许银罗的话，莺莺燕燕们岂敢反驳，都非常友善，还笑容满面地问他李灵素何在，迫不及待想要和李郎分享此时的喜悦之情。真和睦啊！许七安见状就很欣慰，心说：“圣子啊圣子，本银罗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回了徐府，见林安操劳过度，沉沉入睡，便没打扰他，坐在书桌边思忖起这3个月该干什么。这3个月的时间非常重要。古人云：“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首先是西域，有我和神叔在，大劫之前，佛陀应该不会吞食雷州了，他来了也不怕，2名半步武神足以把超频挡回去。不出所料，他会等待巫神和古神挣脱封印，到时候多名超品吞噬中原，必然会联手干掉我和神叔，而他会等待吞噬中原后，与其他超品争一争天道。巫神教这边，大部分巫师已经融入巫神体内，等于把地盘拱手相让，希望怀庆能尽早收编三国，增添气运，气运越强，好处越大。遗憾的是，我并不知道如何使用气运，监正这个不靠谱的，也不知道能不能联系上。南疆的古族该迁到中原来了，等古神出世，他们统统都会化蛊。这些首领一旦化蛊，那就是现成的超凡蛊兽。荒河古神是一样的，不能给他发展势力的机会。希望九尾狐能早点把神魔后裔的问题处理掉，消除隐患。各方面都安排好后，许七安回归了最核心的问题：晋升武神。关于这一点，他的办法有2个：一，翻阅司天监典籍，看监正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二，召集所有超凡强者，集思广益，商讨如何晋升武神。没必要什么事都自己扛，要懂得合理利用人才。不管是大凤超凡，还是古族超凡，都是聪慧过人之辈。丽娜的父亲龙图不算。想通之后，他捏了捏眉心，没有上床，而是消失在书桌边。下一刻，他出现在木南枝的闺房里。房间里有一股沁人的幽香，乍闻似花香，仔细品味又觉得比花香更高级。闻久了，人会进入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恨不得每睡上一觉，把一身疲惫清除。这是木南枝独有的体香，其中蕴含着轻微的不死树灵韵，能让生活在他身边的生灵清除疲惫和伤痛，延年益寿。许七安扫了一眼侧卧在床榻的女人，没有急着上床，绕到屏风后看了一眼，浴桶里盛满了水，水面漂浮白色菊花，红色玫瑰花瓣，显然是木南枝睡前沐浴时用过的洗澡水，通常是第2天才会。他当即脱掉袍子靴子，跨进浴桶中，桶里的水早就凉透，冰凉沁人反而更舒服。许七安往桶壁上一靠，仰望屋顶，放空脑袋，什么都不去想。小半个时辰后，屏风外井榻上传来木南枝恼怒的声音：“你洗完没有？”许七安目光依旧盯着梁木，哼哼道：“好啊，你既然早就醒了，怎么还不来伺候夫君沐浴？眼里还有没有家法？”夫君，木南枝冷笑一声：“你8抬大轿娶回来的女人，在隔壁院子睡得好好的，与我有什么关系？在我这里，你只是个大逆不道的晚辈。”许七安立刻变了脸，跃出浴桶，贱兮兮地窜上床，笑道：“木姨，晚辈侍寝来了。”小跑过程中，水自动蒸干。滚！木南枝拿他这副贱样没办法，毯子一卷，把自己团成鸡肉卷，后脑勺对着他又闹脾气。许七安看一眼薄薄的被子，威胁道：“信不信我拿牙签戳你？”木南枝不理他，许七安就强行挤了进去。额寝被窝里传来挣扎反抗的动静，接着丝绸睡裤睡衣丢了出来，然后是水嫩褐色的肚兜。伴随着木南枝的闷哼声，一切动静停止。又过几秒，雕花大床开始发出咯吱声，床幔轻轻摇晃，薄被起起伏伏。不知不觉1个时辰过去，屋内的动静消失，重归平静。木南枝趴在枕头上，双臂枕着下巴，眯着媚眼，脸蛋酡红如醉。许七安趴在他背上，亲吻着脖颈、香肩以及细腻入绸缎的玉背。木姨的身子真让人欲罢不能。许七安调侃道。木南枝懒得理会他，
享受着风暴雨后的安宁。等大劫结束，我们继续游历九州吧，去西域或东北。许七安低声道。木南枝睁开眼，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后只是轻轻一声。隔了一会儿，他说：“我想家了。”他指的是那个小院子。曾经他有过一段普通妇人的日子，每天都要为了烧饭、做菜、洗衣裳发愁，闲下来了就会想某个臭男人今天怎么还不来。如果他错过时间，就在心里暗暗发誓，再不来就买砒霜倒进菜汤里喂给他吃。等以后吧。许七安嗅着他发丝间的清香，说：“但你得继续洗衣裳、做饭、养鸡、种花。”木南枝忙说：“那要配2个丫鬟。”好。许七安点头。他想了想，补充道：“要丑的。”好。木南枝这才心安，哼哼唧唧道：“我总不能一直戴着手串过日子嘛。可我要是摘了手串，你的婶婶啊、妹妹啊、小相好们啊，会自惭形秽的。”这话换成别的女子说，许七安会啐他一脸。但谁让他是花神呢？许七安从他背上翻下来，在被窝里摸索了片刻，从木南枝腿间摸出软枕，看了看布满水渍的软枕，无奈的丢开。咱们睡一个枕头。他把木南枝搂在怀里，一具细腻温软的娇躯不着片缕的与他紧贴。时间静静流逝，东边渐露于白。许七安轻轻掰开木南枝搂在自己脖子上的藕臂，后者睫毛颤了颤，苏醒过来。我还有要紧的事，要立刻出去一趟。许七安低声道。花神知道近来是多事之秋，没有多问，没有挽留，缩回了手。许七安穿上衣物，抬了抬手，让手腕上的大眼珠子亮起。他消失在木南枝的闺房，下一刻他来到了叶姬的闺房。卯时未到，天色暗沉，东方已露于白。午门外百官齐聚。内阁昨日下了令书，命雷楚2州布政使司把边境24个郡县的白往东迁徙，这是何故？可是西域诸国要与我大奉开战了。尚未得到任何消息，今日朝会想来是为此事吧？怎地又要开战了？朝廷还不容易平定云州之乱，这次不到1年，哪经得起这般折腾？若是陛下要妄动刀戈，我等一定要死谏劝阻。大臣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低声议论。不远处的监察纪律的宦官只当没听见。等待朝会时，百官是不允许交谈的，连咳嗽和吐痰都会被记录下来。只不过这项制度慢慢的就成了摆设，只要不是大声喧哗，不当众打架，宦官统一不记录。昨日内阁下了一道大部分京官都看不懂的政令，雷楚2州边境24郡县百姓东迁，简直是胡闹。虽然雷楚2州地广人稀，因为贫瘠的关系几乎没有大县以及繁华的郡城，但24郡县加起来人口依旧超过100万。且不说这些人如何安置，单是迁徙就是一项浩大工程，劳民伤财。朝廷好不容易回了一口气，各行百废待兴，哪经得起这般折腾造作？最让一些官员痛心疾首的是，内阁居然同意了。可笑那魏渊无谋，赵守昏聩，王贞文尸位素餐，到底懂不懂治理天下，懂不懂处理政务？杨大人说的对，我等必要死谏。岂可如此胡闹？死谏！大臣们说的掷地有声。王党魏党的成员也看不懂2位头的操作，摇头叹息。钟鼓声里，卯时到，百官从午门的2个侧门进入，过了金水桥和广场，诸公进入金銮殿，其余臣子则分列单壁2侧或广场上。又过了几分钟，一身龙袍、妆容精致的女帝负手而来，登上御座，高坐龙椅。陛下！奏队开始后，户部都给侍中充当开团手，出列作揖。雷楚2州24郡县，人口繁多，东迁之事劳民伤财，不可为，请陛下收回成命。紧接着，各部都给侍中纷纷开口劝谏，要求怀庆收回成命。给侍中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劝阻皇帝的不当行为。在给侍中们看来，眼下女帝做了一件天大的错事，想名垂青史或扬名立万，此时便是最好的机会。见状，魏渊骨干刘宏看了一眼前方巍然不动的大青衣，犹豫了一下，出列道：“陛下，几位大人言之有理。大乘佛教徒不日便要抵达朝廷划给他们的聚居点，20万余人，人吃马嚼，吃的都是朝廷的钱粮。况且秋收在即，怎可在这个关键时刻把那24郡县百姓东迁？”怀庆静静听完，温和道：“前日佛陀亲临雷州，欲吞并大凤。”简单的一句话，就如惊雷炸在殿内诸公耳中，惊得他们豁然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玉座之上的女帝。佛陀亲临雷州，欲吞并大凤。殿内诸公都是读书人，勋贵的修为也不算太强，但身居高位的他们非常明白超品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无敌。因此听到佛陀欲吞并大凤，群臣心里陡然一惊，涌起窒息般的恐惧，但旋即感觉不对。如果佛陀要针对大凤，女帝还能这般稳坐龙椅，不慌不忙，内阁会什么都不做，不调兵遣将，只是东迁边境百姓。没等诸公困惑太久，怀庆告诉了他们答案。
许银罗已晋升半部武神，前夜与佛陀战于雷州，将其击退。不过佛陀虽退，但随时卷土重来。超品与半部武神之战，动辄毁天灭地，故朕要东迁24郡县的百姓。又是一道惊雷。诸公怔怔地望着怀庆，好半天，有人悄悄掏了掏耳朵。那位率先站出来劝谏怀庆的户部都给事中，困惑道：“陛下，臣不明白，什么是半部武神？”武神这2个字听起来就觉得陌生。诸公费了好大劲才记起，武夫体系的巅峰叫武神，儒圣钦定的名称，只不过儒圣故去1200多年，世间从未出现过武神。魏渊转过身，环顾诸公，语气温和有力：“尔等只需知晓，半部武神能与超品争锋，能轻松斩杀一品武夫。”户部都给事中脑子嗡嗡作响。许银罗已经强大到此等地步了。没记错的话，国师不落到首度节时，与许银罗双双晋升一品，这才过去多久，他竟然已经成长为可以和超品争锋的人物。诸公震惊之余，心里莫名的安稳了许多。方才怀庆一番话带来的恐惧和惊慌消散不少，至少面对超品，大凤不是毫无还手之力。刘洪沉声道：“佛陀为何对朝廷出手？”诸公纷纷皱眉，这也是他们所不解之事。自古以来，自儒圣之后1200多年，不管大凤和巫神教怎么打，巫神始终不闻不问，佛陀亦然，怎么会无缘无故出手吞并中原？对此，怀庆早有说辞，声音清亮。刘爱卿以为佛门为何突然与中原决裂，扶持中原？吞并中原是佛陀的意思，早在云州之乱中就已露端倪。云州兵败，许银罗和国师晋升一品，佛陀自然要亲自出手。诸公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两国交战不需要愿意你，吞并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刘洪刚才的提问，只是在奇怪向来避世不出的佛陀为何突然亲自下场。怀庆目光扫过殿内，问道：“可还有人存疑？”各部都给事中沉默了，其余官员更没有了反驳的理由。怀庆微微颔首，接着说起第2件事。昨夜，许银罗亲自去了一趟径山城，逼迫巫神将3国所有巫师收入体内庇护。从此9州再无巫师，严靖康3国将由我大凤接管。第3道惊雷来了。如果佛陀的亲自下场，让诸公心头沉甸甸，那么此时听见巫神教覆灭，3国版图尽归大凤，诸公的表情是狂喜和错愕的。天降的大幸事，几乎把这群读书人砸得晕厥过去。陛下，当真？开口的不是文官，而是誉王。这位鬓角微霜的亲王脸上涌起异样的潮红，嘴唇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双眼发直的盯着怀庆最激动的当属皇室宗亲。怀庆颔首，金銮殿上朕岂有戏言？开疆拓土，开疆拓土。誉王脑子里只剩这4个字。陛下做了列祖列宗都没做到的事，功在千秋啊！一位亲王喜极而泣，这也是许银罗之功。边上的一位郡王连忙纠正。金銮殿骚动起来，诸公交头接耳，满脸兴奋。掌印太监握了握手里的鞭子，这一次没有鸣鞭呵斥。望着情绪高涨、激动难耐的群臣，怀庆嘴角轻笑。诸公觉得该如何接管3国？文武百官情绪激荡，朝会陷入一片前所未有的火热之际，许七安开始了他时间管理第3步。闺房里，床上的叶姬立刻惊醒，睁开美眸，看清不速之客是许七安后，他不见意外，媚笑起来。许郎。许七安扫了一眼挂在屏风上的肚兜蟹裤，黑道：“你倒是会替我省事。”帷幔摇晃，休养生息了数月的景他又开始发出痛苦的呻吟。雨收云散后，叶姬汗津津地躺在许七安怀里，头枕他的胸膛，笑盈盈道：“许郎觉得娘娘如何？”许七安反问道：“你指哪方面？”叶姬眨巴美眸，九尾天狐一族喜欢强者，尤其女子，对强大的男人没有抵抗力。许郎已是半部武神，想来娘娘对你早已垂涎已久。许郎没有想过要把娘娘娶过门吗？而且叶姬的7位妹妹也会陪嫁过来的，娶回家干嘛？闹得家宅不宁吗？许七安心里吐槽。虽然那狐狸金腰细腿长屁股翘，脸蛋如花似玉，气质颠倒众生，是罕见的尤物，但狐狸精的性格实在让人头疼。他要是进了鱼塘，那木南枝和骆玉衡都得联手，怀庆和林安都得尽释前嫌，李妙珍负责打野，一起对抗狐狸精以及狐狸精麾下的8个狐狸精。哦不，7个狐狸精。香消玉殒了一位，至于白姬，他还是个孩子。许七安义正言辞道：“我与国主只是普通道友关系，有你就够了。”叶姬一脸遗憾，可惜了，要不许郎你再考虑考虑。叶姬知道，那么多姐妹如果陪嫁过来，会让外人智慧许郎风流好色，对你名声不好。但是叶姬不会在意的。许郎摇头，不必再说。叶姬乖巧的应一声，低头瞬间露出满意的笑容。屋子里的茶香都赶得上林月房间了，
许七安吐槽了他一句，见天光已亮，沉声道：“我要出去办事，你好好休息。”徐府内厅，许灵月穿着粉色衣裙，带着身边的大丫鬟，踩着细碎的帘布进了厅，左顾右盼一阵，看见母亲正在摆弄高脚架上的盆栽，母亲的结义姐姐木仪也在旁边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妹妹许灵英盯着门边用来观赏的红菊发呆，寄宿者丽娜蹲在另一株红菊边发呆。嫂子林安穿着高领窄袖衫，正与过来喝茶的伯母姬白琴说着话。许灵月细声细气道：“娘，大哥呢？”见一屋子的女眷看过来，除了许灵英，许灵月忙解释道：“大哥让我帮忙做袍子，我新创了一种云纹，想问问他喜不喜欢，可一早起来去屋里找他，他却不在，他出去办事了。”林安和木南枝异口同声。内厅静了一下，姬白琴忙笑道：“你大哥忙得很，许是天没亮就走了吧？林安殿下，我说的可对？”林安没什么表情的一声。其他女眷神色如常，不知是接受了姬白琴的解释，还是假装接受。这时大哥的妾室叶姬领着一个丫鬟，扭着腰肢进了内厅。许灵月扫他一眼，没什么表情的挪开。突然茶艺大师皱了皱眉，觉得哪里不对劲。他重新抬起头，审视了一遍叶姬，然后不动声色地扫一眼嫂子林安和木仪，终于明白哪里不对劲。他们都穿着高领衫，这种偏保守的衣服通常是在外出时才穿，而且虽说秋季来临，但余热还来，没到穿这种高领衫的时节。穿得这么严实，绝非为了御寒，反倒是要遮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许灵月多聪明的人啊，思绪一转，当即眸光一沉。这时婶婶叹口气：“是不是又要打仗了？不然你大哥不会这么忙碌。”林保官忙碌的大哥双手按在雪白香肩，轻轻揉捏。国师卑职出海数月，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想来你也同样思念我的。骆玉衡眯着眼享受着按摩，淡淡道：“不行。”他衣衫不整，羽衣松垮的裹在身上，脸蛋红晕未退，显然他的身子没有他的嘴那么硬气。许七安把他拿捏得死死的。骆玉衡有女王情节，许七安就哄着他，喊他国师，自称卑职，他就 get 到爽点了。之后的甜言蜜语就能收获奇效。如果许七安喊他闺名，今儿碰都不会给为他碰。想好如何晋升武神了吗？骆玉衡问道。谈何容易。许七安叹息道：“大劫来临时，你若不能晋升武神，我也不陪你殉国。天大地大，何处都可去。”骆玉衡清清冷冷地说。他这话听起来就像过去重复无数次的我不喜欢双修。您自便，国师的想法，下官岂能左右？许七安从善如流。骆玉衡满意的一声，想了想，语气平静地说道：“3个月内，我要晋升1品中级。”他脸蛋素白清冷，眉心一点红艳艳的朱砂，发髻微松，穿着羽衣道袍，这副模样似仙子似艳女，勾人的很。许七安领会到了他的暗示，沉声道：“下官一定竭尽全力，助国师突破。”圣子啊，我明白你的苦楚了，时间再怎么管理也是不够用的。许七安把他打横抱起，走向大床。他终于理解了圣子的难处。雷州盘山县，经过漫长的跋涉，历经风霜，第一批大乘佛教徒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竹赖就在第一批抵达的大乘佛教队伍中，领队的是年轻的净思和尚。中原朝廷会给我们安排什么样的地方？这是一路来每一位大乘佛教徒心里最担忧的问题。虽然西域和佛门在过去的500年里都是守望互助的盟友，但彼此之间并不缺乏明争暗斗。尤其在对待儒家读书人的事情上，佛门积极宣传，做到了仇恨普及。但凡是佛门信徒，有一个算一个，基本都仇视中原的读书人。这个梁子是当年云麓书院推行灭佛节下的。众所周知，中原朝廷是读书人的天下，满朝诸子贵尽是读书人，因此大乘佛教徒们心里难免忐忑。话说回来，中原的气候确实不一样，空气更加潮湿，呼吸间仿佛都带着香甜的气味。阳光灿烂，但并不毒辣。这群西域来的信徒们已经在途中陆陆续续地摘掉了防暑防晒的包头帽和袍子。另外，沿途所见青山绿水，路边的野草绿意喜人，路边的野花散发芬芳。这不是说西域就没有花田青山，而是中原大地给这群西域人一种难言的温柔和细腻。西域风景更多的是一种粗犷和广袤。竹赖哥，咱们以前要是生活在中原，也不用乞讨嘛，山上到处都是可以采摘的果子。一位年轻人指着不远处沉甸甸挂在树梢的野果说道。竹赖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此间处处都是生机。顿了顿，他环顾周遭，对身边的大乘佛教信徒说道：许璎珞在中原一言九鼎，而他是3000世界之高佛，是大乘佛法的开创者，必然不会亏待我等。诸位同门放心便是。经过数月的佛法洗礼，他已经褪去市井乞丐的油滑和鬼祟，诚心皈依大乘佛教。正好此时，前方官道马蹄的
尘埃扬起，一队穿着轻甲的骑兵疾驰而来。大乘佛教徒本能的警惕起来，神色紧张。静思压了压手，简单安抚了信徒后，主动迎上去。律，骑兵在他面前勒马急停，为首的军官沉声道：“大师可是静思？”静思颔首，双手合十：“正是贫僧，此处可是盘山县？”为首军官笑道：“奉雷州部正使司之令，特来迎接静思大师以及众大乘佛教徒。”说着，他在马背上伸长脖子，做远眺姿态。密密麻麻的人流沿着官道一直到视线尽头。年轻的军官心里当即有了判断，这支大乘佛教徒队伍人数超过2万，听说是来迎接自己的。静思身后的大乘佛教徒们心里稍定。静思和尚道：“劳烦官爷带路。”年轻军官点了点头，调转马头，缓步走在队伍前头，负责带路沿着官道继续往前。途中，在官道两侧是一块块划分有序的田地，金色的麦浪起起伏伏。农户手里镰刀收割庄稼，他们在阳光下劳作，大汗淋漓，但蓬勃的生机和丰收的喜悦让沿途的大乘佛教徒为之向往。都说中原土地富饶肥沃，果然不假。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对大乘佛教的未来有了点信心。毕竟背井离乡，远离生养自己的故土，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面对未知的前途，忐忑和不安才是常态。半个时辰后，一座略显破旧的城墙出现在视野中。静思问道：“此处便是盘山县？我们的寺庙就在城中。”年轻军官摇摇头：“你们还没有寺庙，也不是住在城中。雷州部正使司从未想过要让西域人和中原人混居在一起，这必然会带来频繁的冲突，制造麻烦。”静思皱了皱眉，大乘佛教徒千里迢迢来到中原，风餐露宿，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和食物。可这位军官似乎根本没打算让进城，那自己带来的这些信徒住在何处？怀着对渡厄师叔的信任，对许银罗的信任，他没有抗议，在军官的带领下绕过县城，继续前进。小半时辰后，一片秀丽的山脉出现在前方。这片山脉地势不高，但异常秀丽，充斥着勃勃生机。山脚下是连绵的田地，以及一条蜿蜒的大河。河边搭起了连绵的帐篷，通往山脚的大道上，无数民夫推着平板车，运输着砖块、木材往山上行去。静思的目光顺着劳作的民夫往上，看见山林掩映间，一座庞大的寺庙已初具规模。大乘佛教徒们显然也看到了，他们脸上用西域语言嘀嘀咕咕，一副强压着喜悦和期待的模样。静思望向那名军官，道：“此地便是。”年轻军官颔首：“以后这座盘山便是你们栖息之地，山脚下以及更南边的这些田地是朝廷赠予你们的。在你们彻底安定下来之前，有任何事都可以与盘山县令沟通。不过，在寺庙建成之前，你们只能住在山脚的帐篷里。”顿了顿，他露出笑容。盘山县人口不多，建这座寺庙耗费人力物力极大，正缺人手。静思大师，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接近2万的大乘佛教徒可都是免费的劳力，应该的。静思当然不会有异议。他转身面朝大乘佛教徒们，把大奉朝廷的安排以及帮忙建设寺庙的事告知信徒们。年轻军官坐在马背上，虽然听不懂西域话，但人群里爆发出的呼声让他看得出这群西域佛徒非常满意朝廷的安排。甄选了雷州、楚州中部地区的6处郡县安置大乘佛教徒，为了防止与当地百姓起冲突，安置地点多是在山中建寺庙或扩建荒村，改造成寺庙。陛下，相关政令可有推行？未曾。楚兄有何高见？曾经在西域游历数年的楚元稹积极发言。可减免大乘佛教的赋税，分配田地，但杜绝信徒捐赠田地的行为，且按照人数分配的田地不能变动。大乘佛教若在中原开枝散叶，遁入空门者会与日俱增，此法短期可以，长期无效。为大乘佛教徒制造专属黄册，这样可有效杜绝野和尚以及寺庙私自收徒、无序扩张的情况。这时，许七安跳出来发表意见。在讨论政务时，通常就1号、3号和4号逼个没完没了，其他成员默不作声。真正想皈依空门的人，不应该被所谓的黄册束缚。恒远大师放下手里的地书碎片，心里抗议了一声，但他很理智的没有去反驳，因为1号、3号和4号都是牙尖嘴利之辈，说起来便没完没了。通常面对这种情况，恒远大师会双手合十说：“几位施主说得对。”恒远收好的书碎片，抬头看一眼白凤山中的青龙寺，默默登山。他穿过寺门，在一位小僧的带领下，来到青龙寺主持盘树和尚的禅房外。恒远师兄，主持恭候多时。小僧说完，低头退走。恒远站在门外，略作犹豫，轻轻扣动了房门。进来吧。
禅房里传来苍老的声音。恒远推开门，在吱的声响里迈入门槛，看见盘坐在蒲团上的老僧。3年未见，盘树僧人愈发苍老，脸上布满老年斑和皱纹，唯有目光依旧清澈，温和地望着他。弟子恒远，见过师父。恒远双手合十，躬身行礼。盘树僧人缓缓道：你可知为何寺内同门自小便排斥你？恒远摇头，弟子愚钝。盘树主持轻声道：人人都在妒忌，骗你要渡人，自是排斥你的。我知你过去的苦闷和不解，为何师兄弟不喜你？为何为师冷眼旁观？你喜欢研读佛经，参悟佛法，但为师却不许你修禅。恒远默然不语，他自幼在青龙寺长大，但与同门之间的关系并不好。等亲手带大的师弟恒慧失踪后，便对师门再无眷恋，选择离开山门，一走就是3年。这里面盘树主持的冷漠占了很大原因。盘树主持叹息道：因为我教不了你。恒远愣住了，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答案。盘树主持道：为师苦修一生，也不过渡人而已。恒远低声道：渡人渡己，都是善果。渡恶罗汉脱离西域佛门，创大乘佛教，此乃大势所趋。青龙寺理当顺应大势，拥戴渡恶罗汉。恒远，你是天生的大乘佛教徒，又与许银罗关系莫逆。盘树主持说道：为师今日许你回来，便是想将主持之位传于你。恒远愣了一下，不等他回应，盘树主持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微笑道：你已寻到自己的道，恭喜。恒远没有拒绝，双手合十，躬身行礼。当他再次抬起头时，盘树主持已然圆寂。恒远默默地凝视着他，宛如雕塑。司天监4楼的某个房间，房间宽敞，搭建着9座传送台，分别对应不同大洲。第9座传送台对应的是海外，持有足够数量的传送玉符，可以通过连续数次传送一直抵达鲛人岛。而鲛人岛并非终点，九尾狐带着神魔后裔走到哪，传送阵就会建到哪里，以确保他不会迷失在茫茫汪洋中。突然，代表着南疆的传送阵亮起，穿着黑色纱裙、打扮清亮的女子出现在台上。她有着一张秀美的鹅蛋脸，五官立体，双眼蔚蓝，耳垂挂着2条细长小蛇。新古部首领纯烟扫视一眼，离开传送台，推开房间的门，在廊道尽头找到一位白衣术士，介绍了自己身份后，他说道：劳烦告知许银罗，极渊古神之力喷薄，诞生出了2尊超凡境古兽，阿兰陀。蓝天如洗，白云悠悠，悠扬空旷的钟声回荡，一座座殿宇楼阁坐落在圣山之中，佛门僧人或盘坐听经，或漫步在寺庙中，祥和宁静，一如往昔。只是在遥远的平原上，再也没有西域百姓眺望圣山。除了修行佛法的修士，西域真正做到了人烟绝迹。失去普通信徒的供养，原本是件极为致命的事，不是每一位佛门修士都能做到辟谷。吃喝拉撒就是个巨大的问题。但佛陀庇佑了他们，他修改了天地规则，赋予佛门信徒旺盛的生机。只要身在西域，佛门修士便能拥有漫长的生命，餐风饮露亦可存活，不再依赖食物。等到佛陀彻底取代天道，成为9洲世界的意志，获得更大的权柄，他就能赋予佛法体系的修士永恒不死的生命。主殿外的广场上，身穿红色为底，印有黄纹袈裟的少年僧人看向身侧突然出现的女子菩萨，道：萨伦阿古带着所有巫师躲到巫神体内了，严靖康3国很快就会被大奉接管。广贤菩萨叹道：这是必然的事，超品不出，谁能抗衡半部武神？3国的气运已经尽归巫神，没了气运，3国气数便尽了，被大奉吞并乃天数。而失去了巫神教的帮助，佛门根本无法压制大奉。2名半部武神足以牵制佛陀，他们3位菩萨虽是一品，可大奉一品高手便有2位，还有阿苏罗金莲这样的巅峰2品，以及数量繁多的3品杂鱼。这些超凡强者联合起来，是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足以抗衡甚至杀死他们3位菩萨。为今之计，只有等巫神古神这些超品脱困，与他们联手分食中原。琉璃菩萨精致的眉头轻轻皱起。3国人口数量庞大，徒增大奉气运，实在让人担忧。广贤菩萨突然问道：你可知晋升武神之法？琉璃菩萨看他一眼，即使是佛陀也不知道如何晋升武神，否则的话神书早就是武神了。广贤菩萨喃喃道：是啊，连佛陀都不知道，那世上谁会知道？他沉吟片刻，望向倾国倾城的女菩萨：琉璃，你去一趟南疆。司天监白衣术士想了想道：你去伙房找监正吧，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风水师，这样的大事与我说没用，稍后还得替人看风水选坟头，时间宝贵得很。这话透出的意思明明是我的时间很宝贵，别妨碍我。哪里有一个小小风水师的觉悟？纯烟审视着眼前的白衣术士，怀疑他是司天监某位大人物。毕竟这副姿态、口吻、
不是一位七品风水师该有的。监正不是被封印了吗？他没有浪费时间，循着白衣术士的指点，快速下楼，途中又问了几名白衣术士伙房的地点。过程中，他明白最开始那位白衣术士真的只是七品风水师，因为就连一个区区九品药师对他这位超凡强者都是爱答不理的模样。他们明明很普通，偏偏却这么自信。一路来到伙房，环守四顾，只看见一个黄裙少女大马金刀的坐在桌边，左烧鸡右猪蹄，满桌飘香四溢。方桌的两边是发丝微卷，眼眸浅蓝，皮肤白皙的丽娜，龙图的女儿，以及小脸圆滚滚，模样憨憨的利古部宝贝许灵英。我家里的橘子就要熟了，采薇姐姐，我请你吃橘子。许灵英说，她的语气就像是一个占了别人便宜后许口头承诺的孩子。你家的橘子好吃吗？楚采薇很感兴趣的模样。好吃的。小豆丁用力点头，虽然他从未吃过，但除了青橘，他觉得世上的食物都是好吃的。楚采薇就趁机谈条件，说，那我请你们两个吃饭，你们要一人给我一个。厅里两株橘子，一株是丽娜的，一株是许灵英的，他们早早便分配好了。丽娜一听，沉声道，灵英啊，你今年的束修还没给呢，师傅的橘子你负责出了。闻言，许灵英皱起浅浅的眉头，陷入前所未有的焦灼。见状，丽娜把手里的猪头肉塞到许灵英碗里，我把肉给你，换你的橘子。许灵英一想，觉得自己赚了，欣然道，好的。这么骗一个孩子真的好吗？纯烟咳嗽一声道，丽娜。丽娜转过头来，脸上扬起笑容。纯烟首领，你怎么在司天监？纯烟没时间解释，问道，监正何在？楚采薇转过头来，可爱圆润的脸蛋，又大又圆的眸子，宛如活泼可爱的邻家妹子。我就是呀。邻家妹子说。纯烟张了张嘴，表情僵硬地看着他。古兽诞生了。徐府书房里，许七安望着坐在桌对面的新古部首领，眉头紧锁。极渊广袤，地形复杂，而且古树诡异莫测，强大古兽们肯定都精通藏身之术。尽管古族首领们隔三差五深入极渊清理强大古兽，但难保有漏网之鱼的存在情况如何了？他问道。新生的两只古兽分别是天古和厉古，前者表现出了超高的智慧，与我们交手负伤后，便与那只厉古兽躲进了极渊。纯烟简单的讲述着情况。极渊中的古神之力已经非常浓郁，即使是超凡强者待久了，也会受到腐蚀，很可能导致本命古变异。而且那只天古拥有移星换斗之力，再配合厉古的强大，在极渊里出手袭击的话，除了拔济、龙图和游师，其他人都有性命之危。古神进一步挣脱封印了。许七安心里一沉，道，厉古兽的智慧应该不高，他和配合天古兽，没记错的话，古兽都是疯狂的，欠缺理智的。纯烟无奈道，许璎珞应该知道，古族7个部族中，其余6部以天古部为首，而你体内的7绝古也是以天古为根基，可知这是为何？许七安双手食指交叉，搁在胸口，背靠大椅，道，请说。他对这位新古部首领非常客气，不是因为对方美貌之幸，而是当初借兵时，新古部把族内一般的飞兽均派了出来，给出了极大的诚意。许七安牢记这个情分。纯烟说道，如果把厉古比作古神的气血和体魄，其他古术比作法术，那么天古则是古神的元神。听到这里，许七安明白了，天古天生能让其余6古臣服。他点了点头，把话题转回正轨。极渊里的2尊古兽交给我来处理，这件事后，我希望古族能迁到中原来。听到这样的要求，纯烟没有丝毫犹豫，反而松口气，心里稍安，微笑道，多谢许璎珞照拂。话音落下，他看见许七安扬起手腕，戴上手腕的那枚大眼珠子瞬间亮起，接着他消失在书房。在空间传送和超越音速的飞行相互搭配下，许七安很快抵达南疆。刚临近古族聚居地，他感觉7绝骨微微一疼，传递出饥渴的念头。他要进食。空气中弥漫的古神之力浓郁了很多，极渊附近不能再住人了。他身影连续闪烁了几次后，抵达极渊外的原始森林，看见了堵在极渊外的6位首领，也看见了枝桠愈发扭曲，已经完全畸形的树木。许璎珞见到他的到来，龙图极为振奋，其他首领也相继靠拢过来迎接他的到来。纯烟已经告诉我情况。许七安颔首招呼后，长话短说的做起安排。诸位助我封锁极渊各个方位，我去把他们揪出来。独古部首领拔济沉声道，天古的移星换斗非常麻烦，想找出他们要花费极大的功夫。极渊上空笼罩着一层浓雾，7种色彩杂糅而成的浓雾代表着古神的7股力量。过于浓郁的古神之力不但会侵蚀古尸体内的本命骨，还会干扰古尸对周围环境的判断，他们不敢深入极渊，而极渊里的古兽也不敢出来，陷入僵局。这才不得不向许七安求助。
在拔济等首领看来，许七安当然不惧怕古神之力和超凡古兽，但也得花费不少精力才能揪出他们，不必那么麻烦。许七安俯瞰着偌大的极渊，半刻钟，我让他们乖乖出来。几位退后。几位首领不知道他的打算，一言推到极渊边缘。许七安握紧双拳，让周身肌肉一块块膨胀，闻起，伴随着他的蓄力，半部武神的力量疯狂奔涌，化作一股股向下的狂风，压得底下原始森林树木成片成片的倒塌。天空电闪雷鸣，乌云盖顶，一股股气机形成的狂风笼罩极渊，所过之处，树木折断，古兽殒命。从外围到大裂谷深处，古兽成批成批的死去，或死于可怕气机，或死于半部武神散发的气息。到了半部武神这个境界，已经不需要任何法术就能轻易释放覆盖范围极广的杀伤领域，根本不需要侵入极渊搜捕超凡古兽。清朗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天色暗沉沉的，仿佛深夜。摧毁一切的飓风肆虐着，卷起折断的枝桠和树叶，飞沙走石，一副灾难来临的模样。龙图、拔济等首领就如同灾难中的普通人，脸色苍白，不停地后退。他们不是畏惧这幅景象，天灾虽然造成极为夸张的视觉效果，但其实只是半部武神散发力量的附带产物。真正让他们恐惧的是半部武神的威压，心脏不由自主的悸动，仿佛随时都会停跳。身为超凡境古师的他们，面对天空中那个年轻人时，弱小的就像凡人。同时，他们明白了许七安的打算，这位站在巅峰的武夫打算一次性灭杀极渊里全部古兽，剩下的还活着的就是超凡古兽了。超凡境以下的古兽不可能在他的威压下存活。简单又粗暴，不愧是武夫。半刻钟不到，两尊黑影冲了出来，他们体型庞大，分别是2丈高的黑毛巨猿，毛发坚硬如钢铁，肩上长着2颗脑袋，每颗脑袋都有4只赤红的闪烁凶光的眼睛，浑身爆炸般的肌肉是他最明显的特征。另一只体型偏向，也有1丈多高，外观类似飞蛾，一只色彩艳丽的飞蛾，它拥有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飞蛾扑扇着翅膀，在狂风中东摇西晃，朝许七安发出臣服的意念。凶狂的巨猿龇牙咧嘴，像是恐惧到极点的野兽，只能通过扮凶相来给自己壮胆。臣服，许七安想了想，伸出手掌对准2尊古兽，用力一握，砰砰，2尊古兽毫无反抗之力的炸开，尸块和鲜血纷飞如雨，元神烟消云散。许七安适时收敛气息，让狂风平息。这一幕看在众首领眼里，深受震撼。2尊古兽都是超凡境，单对单的话，恐怕也不比他们差多少。可在半部武神面前，真的只是随手捏死的虫子。解决掉2只古兽后，许七安没有返回地面，而是一头扎进极渊，来到了如圣的雕塑前。他瞳孔微微一凝，如圣的头碎了，身躯遍布裂纹。古神比巫神更强，他甚至不用3个月就能彻底挣脱封印。许七安低头凝视着下方幽深的地缝，沉声道：“古神。”极渊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过了一会儿，宏大缥缈的声音传入许七安耳中：“半部武神。”许七安问道：“你知道如何晋升武神吗？”“知道。”宏大缥缈的声音响起。古神的回答出乎许七安的预料：“请古神指教。”许七安语气连忙好了几分：“把脑袋砍下来，然后去西域献给佛陀。”古神如此说道。许七安语气顿时恶劣几分：“你耍我！”古神平静的回答：“是你先耍我。”许七安无言以对，见薅不到古神的羊毛，只好返回地面，召集首领们，吩咐道：“诸位立刻召集族人前往中原，暂驻关市边的集镇。”怀庆在边境建关市，此时恰好有了用武之地。尤物栾玉迈着2条大长腿过来，厉声道：“许银罗，你来取我过门了。”其他首领默默看来。许七安一本正经道：“栾玉首领，请自重。”私底下传音：“小妖精，晚上再处理你。”龙图满脸兴奋：“我们立谷部今日就可以举族迁徙，还好是秋收季节，粮食充足，不然想想就心疼。”看着2米高的壮汉跃跃欲试的表情，许七安嘴角抽搐。以后大凤的茶馆和酒楼要在门口贴一张告示，立谷部人不得入内。等众人离开后，极渊恢复平静。又过了小半个时辰，如圣雕塑边白影一闪，青丝寸寸飞扬，国色天香的女子菩萨立于悬崖畔雕塑边。他双手合十，微微躬身，朝极渊行了一礼，嗓音空灵：“见过古神，晚辈奉佛陀之谕前来请教几个问题。”顿了顿，没等古神回应，他自顾自问道：“如何晋升武神？”琉璃菩萨耐心等了片刻，看不见底的深渊里传来宏大而缥缈的声音：“不知道。”连古神这种活了无尽岁月的存在都不知道如何晋升武神。琉璃菩萨试探道：“您能窥探到未来吗？”古神宏大缥缈的声音回应：“你们敢信吗？”这
琉璃菩萨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复，只好保持沉默。古神继续说道：“距离大劫已经很近，涉及到超品和半部武神，我已经无法窥探未来，只能窥探自身。”窥探自身。琉璃菩萨躬声道：“可否告知？”古神没有拒绝。未来的我只有2个结局，不取代天道，便身死道消。这不是必然的吗？何须秘法窥探未来？琉璃心想。而后他便听古神解释道：“上一次大劫，我预见自己会长眠南疆，因此中途退出天道争夺战，来到南疆沉眠，故而躲过一劫。难怪古神能活下来，果然是天蛊秘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琉璃没什么情绪起伏的想到，但很快他冷若冰霜的脸庞露出惊容，因为他突然意识到，古神透露的信息看似平平无奇，实则蕴含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提示。这次大劫会有超品成功取代天道。远古神魔大劫那次并没有神魔取代天道成为9州意志，所以古神在南疆沉睡至今。而这一次古神没有退路了，也有可能是武神诞生，超品陨落。古神似乎看穿了琉璃的内心，缓缓补充一句。琉璃菩萨先是颔首，继而蹙眉：“可怜你与佛陀都不知道如何晋升武神，更何况是许七安，武神真的能诞生吗？我需要窥探一次未来。”古神回应道。琉璃菩萨双手合十，躬身行礼。他站在崖边默默等待。虽然不知道许七安有没有离开，也不知道古族的首领是否会返回查看情况，但琉璃菩萨半点都不慌。掌控着行者法相的他有充足的底气。出了极渊之后，一行人往古族聚居地掠去。途中，许七安说道：“还请诸位先随我去一趟京城，有事相商。”众人看向天蛊婆婆，拄着乌木拐棍的婆婆缓缓道：“你们先回部族，通知族人即刻收拾行李，准备北上。1刻钟后在立谷部地盘会合。”众首领纷纷散去。许七安随着龙图返回立谷部，2米高的龙图说道：“许银罗稍等，我先召集族人下达命令。”许七安点点头，然后他看见龙图沉腰下胯，胸腔起伏，深吸一口气后猛地爆发，吼！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回荡在平原上空，一直传到天边。霎时间，田里耕种的立谷部族人，河里打鱼的立谷部族人，山上打猎的立谷部族人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朝着住宅区狂奔而来。这通信全靠吼！许七安惊呆了。10分钟不到，1000余名立谷部族人便聚集在族人的大宅外，男女老少皆有。龙图锐利的目光扫过族人们，道：“极渊里的古兽已经被许银罗解决了。”立谷部族人欢呼起来，但是没用，古神就要从极渊里爬出来了。立谷部族人笑容消失，但是没关系，我们马上要北上去大凤了。立谷部族人欢呼起来，但是我们马上要放弃这片富饶的土地了。立谷部族人笑容消失，但是没事，我们可以去吃大凤的。立谷部族人欢呼起来。其实古族变成6部也不错，7大部族太臃肿了。许七安嘴角轻轻抽搐，满脑子的槽。他低头用地书碎片传书：“3，诸位，劳烦去一趟皇宫御书房，我有要事相商，顺便把寇前辈叫上。”许七安打算召集所有超凡强者以及重点人物开会，商议如何晋升武神。寇师傅虽然刮得一手好杀，但好歹是2品武夫，必须给予尊重。皇宫御书房，穿着便服，头戴金冠的怀庆坐在大案后，御座之下，从左依次是魏渊、骆玉衡、寇扬州、赵守、王真文、杨公、楚采薇；从右依次是金莲道长、阿苏罗、李妙真、李灵素、楚元稹、恒远大师、丽娜。这时，许七安带着古族7位首领传送到殿内，他环顾众人，微微颔首，都到齐了。怀庆顺势安排宦官搬来大椅，让古族的首领们分坐2侧。楚采薇抬了抬手，道：“孙师兄还没来，他去地底查看杨师兄的情况。”“杨师兄怎么了？”许七安用疑问的语气反问。“杨师兄闭关冲击3品境了。”楚采薇喜滋滋地说。他认为这是杨师兄成长的证明，身为监正，他非常高兴。帝王终于想通了呀！许七安也很欣慰，因为欺负一个4品术士已经没有快感了，让一位3品天机师高喊着不，此子又夺我机缘，才是一件快乐的事。杨千嬅天赋很强，不比孙玄机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一直无法沉下心来修行。监正的老马尸体以及亲身经历了兵灾、天灾，终于让这个只想着人前显圣的3师兄打算提升自己了。金莲道长忙说：“那就不用来了，明念赶紧封了御书房。”李灵素点头如小鸡啄米：“对，不用来了。”李妙真和楚元稹催促道：“赶紧封了御书房。”众人纷纷附和，表示赞同，一致认为孙玄机不需要来参加会议。大凤超凡强者们的态度让古族首领一阵纳闷，暗暗猜测是司天监的孙玄机人缘太差，
不招大伙喜欢。突然，青光一闪，孙玄机出现在御书房中，身边带着一只猴。迟了！大凤超凡强者一阵气馁。孙玄机扫了一眼众人，眉头微皱。袁护法蔚蓝色的眸子盯着他，不由自主地说：“孙师兄的心告诉我，你们似乎都不欢迎我。”说完，袁护法看向李灵素：“圣子的心告诉我，不，我们不欢迎的是你这只猴。”袁护法愣了一下，满脸难过，但不妨碍他继续读心。楚兄的心告诉我，为什么不欢迎你？你自己心里没数吗？飞燕女侠的心告诉我，糟糕，忍不住就想来了，收束念头，收束念头。为避免如此严肃的会议变成袁护法的单口相声会场，许七安及时打断：“够了，说正事吧。”袁护法闭上眼睛，强忍住读心的冲动与本能抗衡。这时，他脑海里收到许七安的传音：“快告诉我，魏公心里在想什么？”袁护法不敢违命，海洋般蔚蓝深邃的目光投向魏渊：“魏公的心告诉我，滚！”许七安。魏渊捧着茶杯，脸色平静的喝茶，淡淡道：“无聊的把戏不要玩，正事要紧。这就是所谓的，你爸爸还是你爸爸。”许七安咳嗽一声，在怀庆的示意下，坐在了他身边的大椅上，与女帝并肩。许七安清了清嗓子，望着一众强者以及位高权重之人，道：“最迟3个月，大劫便要来临，届时中原必定成为超品争夺的目标。在座的诸位，包括我，还有九州苍生，都将毁于浩劫之中。要度过此劫，匡扶天道，就必须诞生一位武神。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诸位可有何良策？”杨公秀子里冲起一道青光，还没来得及打向许七安，就被子阳居士死死按住。这学生可打不得。许七安没什么表情的看他一眼，就由杨师开始说起吧。见一群人朝自己投来目光，杨公脸不红心不跳，摇着头说：“宁燕，你是半步武神，对于自己的状态最清楚。照理说，你应该知道如何晋升的。”他的意思是，每一位修士对自己的下一品级都有或多或少的判断。比如道门五品的金丹会知道自己下一步是孵化元婴，儒家的五品德行境会清楚自己下一步是凝练浩然正气。哪怕不知道具体的修行方式，但大致的前进方向是有预感的。许七安现在是半步武神，另外半步怎么走，他自己心里应该是有数的。在座的除了个别几位，其余都是超凡境，秒懂了杨公的意思，顿时望向许七安。许七安略作沉吟，把自己晋升半步武神后的变化以及神术的分析详细的告知众人。所以只要补全你体内的灵运，让他们成为一个整体，你便能晋升武神。魏渊率先开口，说完习惯性的抿一口茶，给其他人留出说话的间隙。既然是阵法，让孙师兄看看吧，听听他的意见。楚采薇身为监正，在大凤也是位高权重之辈，故而踊跃发言。众超凡相视一眼，没有异议。孙玄机颔首，蓦然上前，走到铺设黄绸的大案前，两指扣住许七安伸出的手腕。他闭着眼睛，那是半步武神体内状况。从脉象看，这匹夫肯定也肾虚了吧？李灵素看着这一幕，推己及人，忍不住心里腹诽。孙玄机睁开眼，目光困惑，摇了摇头。见状，除古族首领，所有人都看向袁护法。袁护法承受着不属于他这个品级该有的压力，默默读心。孙师兄说，许银罗体内并无阵纹。没有。许七安愣住了，望着孙玄机：“你看不到？”白衣飘飘的孙师兄点头：“这不可能啊！那些纹路烙印在我基因里，就如黑夜里的萤火虫，那么的清晰，那么的醒目。”许七安眉头皱了起来，旋即他感觉一只温软的手搭在了自己脉搏上。把手拿开啊！李妙真就看不惯这种趁机占便宜的行为，绝对不是因为吃醋。骆玉衡皱了皱眉，怀清闭着眼感应了片刻，一本正经地说：“确实没有阵纹。”顿了顿，他盖棺论定的评价：“看来只有许宁燕自己能看到。”阿苏罗接过话茬，嗓音浑厚地分析道：“与其说是阵纹，他的情况倒更像是神魔灵韵，乃天地赐予。只是神魔灵韵亦可见纹路，为何他的不可？”金莲道长措辞道：“贫道认为讨论可见与否没有意义，但它本身的意义极为重大。许宁燕已经说过，五夫体系自成天地，不能取代天道。那么他体内的阵纹虽是天地赐予，却并非神魔灵韵，会不会是守门人的凭证？”这句话让众人豁然惊醒。王真文沉吟道：“假设金莲道长的话是正确的，那么如何补全这张凭证？”阿弥陀佛。恒远大师见缝插针般的发表意见：“既然是天地赠予，自然也要天地补全。”新古师纯烟见古族首领长时间没说话，便只好开口，表现出积极参与的姿态，问道：“那要怎么样让天地替许七安补全呢？”阿弥陀佛，贫僧不知道，须看机缘。这个问题难住恒远大师了。你这不相当于什么都没说？众人心里嘀咕。骆玉衡看向许七安：“
你晋升半步武神时，可有什么异常？许七安摇头，我依照监正的指示，吞了一位远古神魔的残骸，攫取了他的力量，此外并无异常。见没有讨论出个所以然，魏渊敲了敲茶几，把切入点转向其他地方。你们都忽略了一件事。等众人看过来，魏渊不疾不徐道：武神的名称由何而来？殿内静了一下，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人族最强的超品，开创了儒家体系的那位圣人。武神的名称是儒圣定义的。老话说得好，只有取错的名字，没有叫做了外号。儒圣取了武神这个名字，是和巫神、古神一样简单的冠以神的名号，还是他对武夫体系有充分的了解？瞬间，所有人都看向了赵守。赵守愣了愣，没有沉思，没有停顿的摇头。儒圣没有留下关于武神的任何信息，他饱读诗书，书院的经典古籍早已翻烂，而且儒圣留下的东西必然是重中之重，身为院长的他肯定是了然于胸的。杨公叹道：院长说的没错，你们想，武神事关重大，儒圣若是知晓，早就留下只言片语了。没有就是没有。这时天谷婆婆笑了起来：你们这些小辈不知道，不代表老东西老物件不知道。刻刀和儒官，众人面面相觑，继而精神一振。对啊，刻刀和儒官是同一时期的法器，前者更是陪伴儒圣一生，后者虽是儒圣大弟子的法器，但儒家命短，儒官诞生灵智的时候，儒圣肯定还在，是两者相隔年代不会太久。极渊等待许久的琉璃菩萨终于再次听见了古神的声音。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琉璃菩萨眯了眯眼，声线依旧清冷，但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极渊，问道：您看到了什么？天机不可泄露。古神回答说：窥探天机者，泄露必遭天谴，这是天地规则。琉璃菩萨默然，即使是现在的佛陀也做不到窥探未来。窥见未来涉及到极高深的规则，除非彻底取代天道，成为九州意志，才能真正掌控天机，而到时候窥探未来也没了意义。古神继续说道：知晓晋升武神之人，古往今来只有两人，一人是儒圣，世间从未有过武神，但他知道如何晋升武神。他更知晓一品武夫是武神的根基，属于武神阶段的初始，因此并未冠名。琉璃菩萨微微颔首，儒圣如果不清楚武夫体系的根脚，是不可能如此清晰的归类的。赵守和杨公相视一眼，两人丝毫没有惊喜之色，反而叹了口气。两位爱卿有何难处？怀庆颇有威仪的开口询问。赵守摇头道：许银罗与刻刀儒官打过交道，但没有和气灵交流过吧？还真是。许七安先是一愣，斟酌道：这也没什么吧。他和郑国剑打交道的次数更多，但这把剑的气灵却极少与他交流，在他修为低的时候不曾主动交流。可即使后来他晋升超凡，郑国剑也从不主动和他沟通。这把传承自开国皇帝的神兵，就像一位威严的王者，默默做事，从不八卦，不撒娇，不搞怪，比太平刀有逼格多了。因此作为儒圣和亚圣的法器，刻刀儒官保持逼格是可以理解的。王真文是个老狐狸，看一眼赵守，试探道：看来另有隐情。赵守坦然道：确实如此，其实刻刀的气灵一直被封印着，而且是儒圣亲自封印的。众人听到刻刀气灵被封印，先是吃了一惊，心说谁能封印一位超品的法器，接着恍然大悟，原来是儒圣亲自封印，顿时更加好奇。许七安诧异道：儒圣封印刻刀？金莲道长沉声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儒圣封印自己的法器？殿内众人满脸肃穆，意识到这件事的背后可能藏着某个惊天隐秘，而且是涉及到儒圣的隐秘。赵守见大家如此严肃，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于是他看向了杨公，用眼神示意：你来说。杨公一脸纠结，也用目光回望：你是院长，你来说。两人僵持之际，袁护法缓缓道：赵大人的心告诉我，这种不光彩的事委实难以启齿。杨大人的心告诉我，说出来多给儒圣和儒家丢人。杨公和赵守的脸色陡然僵住，不光彩的事给儒圣丢人，众人看向两位儒家超凡的目光一下就八卦起来，旋即又立刻收束念头，不让思维无序扩散，防备袁护法背刺。嗨。见状，赵守清了清嗓子，只好硬着头皮说道：亚圣的随笔里记载，吾师每著书，刀否，再著书，刀又否，欲教吾师，如此反复，吾师将其封印。什么？刻刀要教儒圣写书？这就是传说中的我已经是一根成熟的笔，我能自己写书了。我当年读书时手里的笔有这个觉悟，我做梦都会笑醒。许七安险些捂着嘴，噗的笑出声。他扫了一圈众人，魏渊端起茶杯，一本正经的低头喝茶，掩盖脸上的表情。金莲道长驾专看四处的风景，王真文瞠目结舌，
有种心里的信仰被玷污，三观坍塌的茫然。李灵素拿飞剑指着袁护法的喉咙，其他人表情各不相同，但都努力的让自己保持平静。当然也有人没听懂的，丽娜和龙图父女就一脸茫然。这没有什么好笑的，李灵素一本正经地说。这么看来，刻刀是指望不上了。许七安适时开口，缓解了赵守和杨公的尴尬，问道：那如官呢？如官总没有教亚圣怎么戴帽子吧？噗，李妙真没忍住，笑出声了。抱歉抱歉。飞燕女侠连连摆手。赵守不搭理李妙真，无奈道：如官不会说话，准确地说，如官不爱说话。这是为何？许七安问出了所有人的疑惑。杨公代替赵守回答：你该知道，读书人读四书习六艺，所学虽广博，但也得有一门主修的学问。许七安连忙点头，以展示自己很有学问。这一点他是知道的，就比如二郎主修的是兵法，所以二郎表面上是个礼义廉耻样样不缺的读书人，背地里却非常鬼祟，比如教坊司夜宿花魁，回家时轻菊除味，眉头都不皱一下，深谙兵法中的获敌之术。杨公一边从袖子抽出戒尺，一边说道：老夫教书育人20载，桃李满天下，虽修诗经，但这些年念的三字经才是最多的，因此这把戒尺就成了这副模样。所谓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话音方落，戒尺绽放青光，蠢蠢欲动。看到了吗？就是这副德行。杨公无奈地摇头。阿苏罗恍然道：所以你们儒家亚圣的那顶儒冠？赵守叹道：亚圣年轻时很爱说话，时常交浅言深，惹来麻烦，被儒圣训斥，亚圣自己亦觉得不妥，于是儒圣赠他一副字帖，叫君子慎言帖。亚圣日日待在身边参悟，儒冠就是在那时诞生意识的，因此他从诞生之初便没有说过一句话。难怪刻刀和儒冠从来不跟我说话，一个是没法开口，一个是不爱开口。许七安叹了口气，倒有什么办法解开刻刀的封印，或让儒冠开口说话？赵守摇头，刻刀的封印是儒圣部下，想解开只有2个办法：一，等我晋升2品。放心，儒圣在刻刀身上布下的封印不可能与封印超品一样强大。其实亚圣也可以解开封印，只不过他不能违逆自己的老师，所以当年不曾替刻刀解除封印。待我晋升2品，借助青云山长年累月的浩然正气以及儒冠的力量，再与刻刀里应外合，应该就能解开封印。2，把坚正救回来。坚正是一品术士，也是炼器的行家，我知道他是有手段绕开封印与刻刀沟通的。至于儒冠开口，儒家的法器都有自己坚守的道，要他开口，比毁了他还难。2个办法都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儒圣这条线暂时指望不上，一时间会议陷入僵局。这时寇师傅突然说道：所以坚正其实早就从刻刀那里得知了晋升武神的办法，因此他才扶持许七安晋升武神。他的话让在座的众人眼睛一亮，这确实是很好的切入点，而且可能性极高，甚至众人觉得这就是坚正谋划一切的根基所在。说到这里，他们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第2个突破口。坚正想知道一个人的目的是什么，要看他过去做过什么。一道声音在殿内响起，众人闻言转头四顾，寻找声音的源头，但没找到。然后独骨部首领拔济手边茶几下方的阴影里钻出一道阴影，缓缓化成披着斗篷的人。他上半张脸被兜帽挡住，下半张脸因常年不见阳光而显得苍白。抱歉，习惯了，一时没忍住。一时间忍住躲了起来。影子诚恳地致歉，回到自己的座位，接着说道：坚正一直在扶持许银罗，助他成为武神的目的众所周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必然在许银罗身上注入了成为武神的资质。许银罗身上必定有和南疆那位半步武神不同的地方，是气运。天谷婆婆缓缓道：还有太平道。许七安做出补充。击退佛陀返回京城的那天晚上，他已经详细说过出海后的遭遇。金莲道长抚须分析道：坚正说过，这是你成为守门人的凭证，但不是武神的。贫道觉得关键不在太平刀，而在于气运，所以晋升武神需要气运。楚元稹提出质疑：武神需要气运做什么？又无法像超品那样取代天道。而且许宁夜用乱命锤开窍后，已经能完全掌控气运，不国运，但这只是让他具备了炼气时的手段，掌控众生之力。见无人反驳，楚元稹继续说：我觉得坚正把国运储存在宁念体内，只是让他更好的保管气运，不被超品掠夺。甚至怀庆看他一眼，淡淡道：甚至是以此胁迫他，断他后路，不得不与超品为敌。对于如此恶意揣测自己老师的评论，六弟子点头说：这是坚正老师会做出的事。二弟子点了个赞。
气运目前的作用只是让许七安掌控众生之力，而这看起来和晋升武神没有任何关系。会议又一次陷入僵局。沉默中，有人抬了抬手，道：“本圣子有个想法。”你见是李灵素，李妙真一脸的不信，眼神就像妹妹看不起没出息的哥哥。李灵素不搭理他，说道：“超品需要夺尽九州气运，方可取代天道，成为九州意志。那会不会许宁燕也需要这样？他现在没法晋升武神，是因为气运还不够。”许七安摇摇头：“我不是术士，不懂掠夺气运之法。”李灵素摆摆手：“双修啊，你可以通过双修的方式把怀庆体内的气运聚拢过来，就像你可以通过双修把气运渡到落到手体内，助他平息业火。怀庆是九五之尊，又纳了龙气入体，可以说是除你之外中原气运最盛的一位。你先和怀庆陛下双修试试，没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总比在这里浪费口舌要好。好像挺有道理的，这确实是海王才会有的思路。好家伙，圣子我错怪你了，你一直都是我的好兄弟。”许七安对圣子刮目相看：“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李妙真悍然拔剑，骆玉衡也拔剑了，但被许七安紧紧握住。国师息怒，怀庆面无表情地说道：“朕就当圣子这一番是玩笑话。”场面初步稳住。如圣早已故去1200年。琉璃菩萨说道：“另一位知晓晋升武神方法的人是谁？”监正。古神缥缈的声音回复：“你心里早有答案。”琉璃菩萨点了点头，他所谋划的一切都是为了造出武神，让武神守天门，杀死监正。古神说：“去一趟海外，让荒杀死监正，不要再与他纠缠。”琉璃菩萨能感觉到说这句话的时候，古神的声音透出一抹急切。他在未来里到底看到了什么？琉璃菩萨双手合十：“是。”海外归墟，穿着兽皮裹胸、开叉兽皮长裙、身段高挑婀娜的九尾狐立在高空，遥遥俯瞰归墟。广阔的大陆浮在水面上，盖住了归墟的入口。在这片大陆的中央地带是一个巨大的黑洞，连光都能吞噬的黑洞。狂风扯起她的裙摆，抚乱她的发丝，撩动她性感妖冶的狐狸尾巴。只是隔着老远站了1刻钟，她的气血便被吸走了1/12。荒已经陷入沉睡，但他的天赋神通更强了，这预示着对方正在重返巅峰。在黑洞中央有一抹微不可察的青光，它虽然微弱，却始终不曾被黑洞吞噬。那是监正的气息。监正说过，在他的谋划里，狗男人应该是吞噬伽罗术，晋升半部武神。我和狗男人的出海属于意外。那他原本的谋划是什么？他打算如何突破荒的封印，夺得那扇光门？他念头转动间，毛茸茸的尖耳动了动，接着扭头，看见身后遥远处海浪层叠翻涌，娇俏温婉的鲛人女王站在浪头，朝他招了招手。九尾狐御风而去。国主，我们能找到的超凡级神魔后裔都已经召集在阿尔苏群岛。鲛人女王躬声道。九尾狐颔首，做得不错，立刻远航，离开这片海域。他这次出海，除了召集超凡境神魔后裔，再就是想来归墟碰碰运气，看能不能见一见监正，从他口中知晓晋升武神的方式。眼下这个情况，接近归墟必死无疑。就算许宁燕来了，估计也见不到监正。老娘尽力了，他心里嘀咕一声，领着鲛人女王前往阿尔苏群岛。气运的市容后再谈。听了半天的魏渊终于开口，他提出一个疑问：如果监正是从刻刀那里了解到晋升武神的办法，那么他在海外与宁燕重逢时，为什么不直接说出真相？楚采薇娇声道：监正老师肯定有不能说的理由呀。魏渊有条不紊地分析道：他不会料不到眼下的局面，想阻止浩劫，必然要诞生一位武神，那么传授晋升武神之法就至关重要。监正不说，或许有他的原因，但不说不代表不提前布置。以监正平素里的作风，也许晋升武神的办法早就摆在我们面前，只是我们没有看到。魏渊的话让殿内陷入沉默。按照魏渊的思路，众人积极开动脑筋。骆玉衡突然说道：是刻刀。监正留下的答案就是刻刀。众人一愣，接着涌起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欣喜，觉得真相就是骆玉衡说的这样。试想，以监正的行事风格，以天命师受到的限制，如果他真的留下了晋升武神办法，且就摆在所有人面前，那么刻刀完全符合这个条件。怀庆当即道：赵大学士这段时间凝练了足够的气运，踏入2品指日可待，等你晋升大儒，便尝试解开刻刀封印，问一问刻刀该如何晋升武神。赵守作揖道：本官明白。气运应该是晋升武神的资质，这点影子首领没有说错。目前最快凝聚气运的方式就是和怀庆双修。许七安侧头看了一眼女帝，后者面无表情，不动声色，但小腰悄悄绷紧，腰背悄然挺直。许七安收回目光，继续想着，如圣如果知晓晋升武神的方式，绝对会留下信息。
我怀疑封印刻刀不是因为刻刀叫如圣写书，恰恰是因为刻刀知道晋升武神的方式。如圣把秘密藏在了刻刀里。这场会议没有白开，果然是人多力量大，就等赵守晋升2品了。这时天谷婆婆双眼溢出一片青光，烟雾状的青光。她保持着端坐的姿势，好久不曾动弹。婆婆又窥探到未来了。妩媚动人的栾玉小声解释道。这时候窥探到未来，大凤方的超凡强者愣了一下，继而打起精神，全神贯注地盯着天谷婆婆。请。天谷婆婆眼里青光消散，她豁然起身，望向南方。婆婆，你看到了什么？许七安问道。刚说完这句话，许七安就想到了窥探天机者必受天机束缚的规则，果断闭嘴。婆婆，你看到了什么呀？丽娜出于本能地追问了一句，旋即想起天谷部的规矩，看破不说破。天谷部先知们一直遵循着这个规则，说破天机的后果丽娜还是知道的。全部族的人都去先知家吃饭，众人视线聚焦到了天谷婆婆身上，聚焦在她脸上，展开各自的解读。天谷婆婆看的是南方，她预见的未来与南疆有关，与古神有关，表情凝重中更多的是困惑和茫然，这说明她自己也没有解读出预见的未来。天谷婆婆的脸色不算太差，至少不算是件太糟糕的事。咦，仔细看的话，她的五官很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拔尖的大美人。众人念头纷呈之际，天谷婆婆渐转缓和，拄着拐棍，语气慈和地说道：方才看到了一些让人不解的未来，详情我不便细说，目前也无法判断是好是坏，但各位放心，并非直接的可怕的灾害。闻言，殿内超凡强者们恍然颔首，这和他们预料的差不多。本次会议的得出2个结果，晋升武神可能需要气运，刻刀知道晋升武神的办法，接下来的目标就很明确了，等赵守晋升2品，助刻刀接触封印。怀庆总结道：古族北迁不能耽搁，几位首领回南疆后，立刻召集族人北上。雍州关市容纳古族7部有些勉强，所以需要等自行扩建。秋收后便入冬了，粮草和棉衣等物资朝廷会提供，龙图一定是包吃包住，就很开心。他再看向其他超凡强者，沉声道：各自修行，应对大劫。散会后，丽娜带着父亲龙图去见哥哥莫桑。莫桑现在是禁军里的百户，负责着皇宫南门的治安，和苗有芳一样，都是女帝的亲信。临近南门，龙图远远地看见久别半载的儿子穿着一身铠甲，在城头来回巡视。莫桑，龙图大嗓门地召唤儿子，声浪滚滚，犹如惊雷。城头城下的禁军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按住刀柄，左顾右盼地寻找声源。莫桑跃下城头，硬着头皮奔过来，人还没靠近，声音先传来：阿爹，这里是皇宫，不能喊，不能喊。丽娜用力点头：阿爹，阿哥嫌你丢人。龙图双眼一瞪，蒲扇般的大手啪叽一下，把莫桑拍翻在地，震碎青砖，别打别打。莫桑连连求饶，憋屈道：阿爹，我现在是禁军百户，这么多属下看着，你给我留点面子。留什么面子？龙图瞪眼，瓮声瓮气道：我在你族人面前也一样打你，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莫桑从善如流，心里嘀咕道：阿爹这个粗坯。龙图扫了一眼远处密切关注这边动静，笑着指指点点的禁军们，神色略转柔和道：百户是多大的官？莫桑一下子来了精神，炫耀道：百户是正6品，统兵120人，是世袭的。爹，你知道什么是世袭吗？就是我死了你可以继承啊，不是我死了我儿子可以继承。我现在出去，平头百姓见了我都得喊一声君爷或大人，朝廷里的大官见了我也得恭恭敬敬。我可是为大凤流过血的人，还是陛下的直系，没人敢得罪我。他挺胸抬头，满脸骄傲，那表情和姿态就像一个有了出息的儿子在向父亲炫耀，期盼能得到夸奖。但龙图只是哼一声：哪天混不下去了，记得回来种田打猎。说完，带着宝贝闺女丽娜转身离开。莫桑撇撇嘴，转身朝一众禁军吼道：看什么看，一群兔崽子。走了一段距离后，龙图停下脚步，回首望着轮廓模糊的南门，默默不语。丽娜小心瞥了一眼父亲，看见这个粗犷鲁莽的男人眼里有着罕见的温柔和欣慰。阳光灿烂的午后，秋意造人。内城的某座勾栏里，穿着银罗钗服的宋廷峰手里拎着酒壶，一手拍打栏杆，附和着一楼戏台上传来的曲子。朱广孝一如既往的沉闷，自顾自的喝酒吃菜，偶尔在身边伺候的美人身上摸索几下。而他的对面是同样表情冷峻，宛如冰块的许元怀。许是客人的气质太过冷漠，身边伺候的女子有些拘谨。美人儿，不要这么拘束。宋廷峰回过神来，边搂着自己的服务员边笑道：待会儿进了房上了床，你就知道他有多狂。许元怀早就习惯了宋廷峰的性子，没什么表情的继续喝酒。宋廷峰摇头叹道：
无趣。2个闷罐子，还是宁燕在的时候好啊，好久没跟他切磋枪法了。袁怀，你一点都不像他。许元怀还是不理。宋霆锋又道：你也到该娶媳妇的年纪了，家里有给你找媒婆吗？许元怀摇头，家里够乱的了，我娘每天都担心嫂子们打起来，我不想再娶媳妇给她添堵，过几年再说。而且现在这样也挺好。许元怀放下酒杯，抱起身边的女子，进了里屋。宋霆锋眯着眼，微醺，继续听着曲子。太平盛世，甚好。怀庆1年9月初3，双露。忍不住又想写日记。对于我的朋友以及中原百姓来说，眼下大概是风暴雨前最后的宁静大劫一来，生灵涂炭，九州所有生灵都要被献祭，成为超频取代天道的祭品。但在这之前，我可以用手离笔记录一下关于他们的点点滴滴。我给自己制作了一根炭笔，这样能提高我的书写速度。遗憾的是，即使用了炭笔，我的字依旧难看。古族的迁徙已经完成，他们暂时居住在关市的集镇里，有朝廷提供的粮食和物资，包吃包住，非常安分。唯一的缺点是，立古部的人实在太能吃了。这次考察古族期间，顺便和栾玉做了几次深入交流。他提出要做我的妾室，跟着我回京城。真是个愚蠢的女人，在秦古部当老大不香吗？京城有狐狸精，有骆玉衡，有女帝，有飞燕女侠，水太深他把握不住，他只要握住未来就好了。怀庆1年9月初5，北境气运被巫神掠夺，妖蛮两族灰飞烟灭，残部进了楚州，成为大凤的一部分。九尾狐应该已经带着神魔后裔远航，各方事务都处理完毕，只等待大劫来临。林英晋升7品了，龙图委托我带他去南疆吸收古神的气血之力，这资质也太可怕了吧！再给他10年，就没有我这个半部武神什么事了。除了我之外，许家天赋最好的就是林英，其次是林月。前几日，林月正式出家，拜入灵宝关，成为半月真人的嫡传弟子。林月拥有极高的修道天赋，拜入灵宝关是个不错的选择，总比嫁人生子当一个深闺里的小少妇好。婶婶因为这件事差点要投井自尽来胁迫林月改变主意，不过并没有成功。婶婶心态炸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二郎和王思慕的婚事延后了，用二郎的话说，超品不灭何以成家。大劫临近，他没有成亲的心思，毕竟如果大凤扛不住劫难，所有人都要死，成婚便没了意义。但婶婶还想着二郎早点结婚，他好抱孙子孙女，毕竟长女出家当了女官，大房的侄子虽然风流好色，妻妾成群，但一个下蛋的都没有。不指望二郎，难道指望林英？以林英的风格，将来长大了，更大的概率是娘，孩儿出去打天下了，带俺一统江山，再回来见您。怀庆1年9月初6，今天袁双也拜入了司天监，成为监正的弟子，但不是亲传弟子，而是孙玄机带师收徒，从此袁双成为了哑巴党的一员。只要不是监正的亲传弟子，一切都好说。毕竟想成为监正弟子，没10年脑血栓想都别想，这并非好事。天地会成员里，阿苏罗闭关了，据说是修行金刚法相有突破，准备冲击一品。李妙真则游历天下，行侠仗义，积攒功德，去之前与我饮酒到天明，大劫之前不再相见。恒远大师如今是青龙寺主持，归入大乘佛教门下，他转修了禅师体系，辅助度恶罗汉撰写佛经和教义圣子，完全躺平了，除了定期去司天监讨要补肾强身的丹药，平素里见不到人。丽娜和林英一如既往的无忧无虑，嘻嘻哈哈，蠢货好，蠢货没烦恼。在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窗边有一只橘猫经过，我怀疑他是金莲道长，但不好意思揭穿。怀庆1年9月初8，去了一趟司天监，把钟离接到徐府。出乎预料，楚采薇竟然把司天监治理得很不错。他最大的作为就是不作为，这就是传说中无为而治的厉害之处。怀庆1年9月初10，林安来癸水了，没有怀孕，骆玉衡、叶姬和木南枝的肚子也没动静，看来确实是我的问题。子嗣困难倒还好，就怕是生殖隔离，这样说好像显得我不是人。怀庆1年9月18，双杀。在大凤的节气里，今日要祭祀3代内的先祖，在二叔的主持下，我与二郎等人祭祀了祖父。事后我看见二叔带着袁双、袁怀偷偷祭祀不当人子。下午与魏公饮茶，他说如果还有未来，想辞官还乡，带着太后云游四海。我心说你别乱插旗啊，小心塞上牛羊空许诺。但转念想到对木南枝的承诺，我便沉默了。见魏渊时忘带钟离，害他被闭着眼睛瞎跑的许灵英撞到了腰，肋骨断了2根。怀庆1年10月初6，距离大劫还有1个月，特意拜访了一些故人。王捕头和快手兄弟们没有太大变化，对于他们来说，平凡就是最大的快乐。朱县令高升了，但外派到了雍州。吕钦现在是6扇门总捕头，官位越来越高，修为也越来越强，
只是依旧没有嫁人。何必呢？哎，苗有芳在禁军里混得不错，已经踏入4品，就等着敖资历或立军功升职成统领。午后与宋霆锋、朱广孝和春哥勾栏听曲，为了不让春哥发狂，我刻意把小可怜送回了司天监。广孝的媳妇怀孕了，宋霆锋依旧孑然一身。我知道他想要什么，知道他向往着车水马龙的小道，每到黄昏和清晨，小道会挂满白霜，因此不愿成亲。打更人衙门承载了我许多回忆，现在想想，连朱氏父子都是回忆里重要的一部分。对姓朱的那一刀，劈开了我璀璨不凡的一生。怀庆1年10月初8，今日去了一趟东北和南疆，进山城方圆100里生灵绝迹，巫神的力量不断扩散，凡人无法在他的威压下生存。南疆的土著和绝大部分动物已经彻底化骨。庆幸的是，这段时间一直有和古族首领们前往南疆清除古兽，因此没有超凡古兽诞生。留给九州的时间不多了。怀庆1年10月11，这是我最后一篇日记，想写一些只对自己说的话。记得刚来到这个世界，对于充斥着超凡力量的九州，我内心彷徨和恐惧居多，所以只想过3妻4妾、腰缠万贯的乏味生活，并不愿追逐权力和力量可惜。所以我苏醒那日起，就注定了我接下来的命运。起初推着我往前走的是命运，是危机，他们让我不得不疯狂提升自己，只为了活下来。贞德、巫神教、佛门、监正、许屏风，这些人、这些势力，他们始终在追赶着我，推动着我。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尝试着主动为身边的人，为中原的百姓做一些事，为此可以冲冠一怒，可以不顾性命。也许是在我为了一个小姑娘朝上级斩出那一刀开始，也许是我为了郑大人，为了楚州百姓喊出不当官开始。但不管如何，现在的我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这段时间里，我时常回忆前世的种种经历，我依然能清晰地记着父母的音容笑貌，记着灯红酒绿的大都市，记得行色匆匆的社畜们。我突然意识到，上辈子的生活虽然劳累，但至少大部分人都能平安喜乐。可九州的百姓，九州的生灵，生活在皇权至上、力量至上的世界，弱者天生就是任人宰割的。而这些不是最残酷的，超品的复苏才是真正的灭世之灾。我现在做的是用4句话形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初为了在二郎面前装逼写的4句话，竟真的贯穿了我的人生，短短3年的人生。命运真是奇妙。最后，在与我有情感交织的女子里，我最爱的是木南枝，可能是因为她漂亮，可能是因为性格，说不清楚，爱情本身就说不清楚。最怜惜的是钟离，她总是那么倒霉，受伤时就喜欢用小鹿般柔弱的目光看着你，试问男人谁不会怜惜她呢？最敬重的是李妙珍，只因1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以前的我做不到，现在的我能做到，而她一直都在做。最疼爱的是林安，她是一朵从淤泥里生长出来的莲花，出身皇室，却依旧保留着天真烂漫的性情。她对我的好是倾尽全力、真心真意的。最看重的人是怀庆，她是个当之无愧的女强人，有野心、有抱负、有手腕，但不心狠手辣，有血有肉。这要感谢魏渊和子阳居士，他们的教导对怀庆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最感激的是骆玉衡，除了魏公之外，他对我恩情最重。从杀真德到江湖游历，再到云州叛乱，他始终对我不离不弃，为我以身涉险。对女人来说，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对男人来说，一个愿意与你风雨同舟的女子，你有什么理由不爱她呢？而叶姬是唯一让我感觉到自己是封建时代大老爷的女子。这么说显得我这位半步武神很心酸，但确实如此。除了叶姬之外，其他鱼儿都不是省油的灯，不，他们是火炬，一不小心我就会引火烧身，陷入修罗场里。目前最想睡的女人是九尾狐，绝世妖姬，风华绝代。当然，我现在并不打算把这个念头付诸行动，毕竟她在海外，鞭长莫及。许七安10月13，云麓书院，赵守穿着绯色官袍，带着官袍，一丝不苟地登上台阶，来到亚圣殿。亚圣殿前，赵守理了礼衣冠，在杨公、张慎礼、慕白、陈泰3位大儒的注视下，推开镂空朱红的殿门，进入殿中。哐当，殿门轻轻合拢，挡住了视线。阳光透过格子窗照射进来，光束中沉迷浮动。基座上方立着一尊头戴儒冠、身穿儒袍、一手负后、一手置于小腹的雕塑，雕塑的脚边站着一只白色的麋鹿，这是亚圣的妻子。赵守一言不发地望着这尊雕塑，眼睛里映着阳光，他保持着同一个姿势，很久不曾动弹。赵守生于贞德19年，出身贫寒，10岁那年拜入云麓书院，授业恩师是韩卢居士。那位不修边幅的老儒生常年居住茅庐，早年间不知道因为什么事瘸了一条腿，郁郁不得志，好饮酒，喝醉了就写一些讽刺朝廷、辱骂皇帝的诗词。要没云麓书院庇护，他写的那些诗词够砍100次脑袋了。
平日里对赵守要求甚是严格，教的还算尽心尽力，一旦喝醉了就发酒疯，嚷嚷着读什么破书，一辈子都没出息，不如青楼买醉睡花魁。年轻的赵守就梗着脖子说，睡一次花魁要30两，不读书哪来的银子睡？韩卢居士闻言大怒，你竟还知行情？一顿板子。赵守不服气地说，老师不也知道行情吗？又一顿板子。后来老儒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喝醉酒掉进水潭里淹死了，结束了潦倒贫困的一生。在葬礼上，赵守从授业恩师的至交好友里得知了老师的过去。韩卢居士年少时是风头强劲的才子，因为云路书院出身的缘故被真得地不喜，殿试时被刷了下去。他继续考，继续被刷下去，3年又3年，从一个年轻才子熬成了鬓角霜白的老儒生，未曾谋到一官半职。忍无可忍，便怒闯皇宫，怒斥真得地，那条腿就是当时被打断了，若非上一任院长出面庇护，他早就被砍头了。这便是云路书院一直以来的现状。偶有小部分人能谋个一官半职，但大都不受重用，被打发到犄角旮旯里。更多的人连一官半职都没有，读书半生仍是一介布衣。年轻的赵守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但是多年后，新任的院长给自己许了宏愿，立了命，他要让云路书院的读书人回归庙堂，引他重返千年之盛。200年前，国本之争，书院与皇室交恶，程氏趁机背离书院，创国子监，将书院学子挡于庙堂之外。200载匆匆而过，今日弟子赵守迎亚圣重返庙堂，长揖不起。亚圣雕塑冲起一道青光，直入云霄，整座青云山在这一刻震动起来，宛如山青。但书院里的学子先生没有半分惊慌，反而激动得浑身颤抖，喜极而泣。时隔200载，云路书院终于要出一位二品大儒了，并非世人称道的那种大儒，是儒家体系中的二品大儒。青光冲入云霄，层层翻涌，在高空形成一个巨大的氢气漩涡，青云山数十里外清晰可见，仿佛在昭告世人。紧接着，这些氢气继而缓缓下沉，落回亚圣殿，进入赵守体内。赵守的眼睛里喷射出刺目的青光，他的肉身沐浴在青光里，这是浩然正气在为他洗净法髓，既增强他言出法随的力量，又能提高法术反噬的承受力。他细细地感受着身体的变化，领悟着二品的力量。这主要分2方面，一方面是言出法随的威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修改过的规则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比如念一句，此地寸草不生，该区域的草木凋零，维持数月甚至更久，不像之前那样言出法随的效果只能昙花一现。另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二品大儒可以一定程度的拨弄气运，可聚拢也可摧毁。这操作虽然没有术士精妙，但赵守已经具备了影响一个王朝兴衰的能力。当然这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就如大周末期的钱钟大儒献祭自己，撞碎大周最后气数。亚圣殿内青光一闪，杨公4人进入殿中，满脸欣喜。院长，可能祝刻刀解印？张慎问道。一试便知。赵守摊开掌心，青光升腾，刻刀出现在他手心。紧接着亚圣儒冠也带到了他头顶。赵守凝视着刻刀，低吟道：破除封印。骤然握住掌心，顿时一道道青光从他掌心激射而出，手里握着的仿佛不是刻刀，而是一个大灯泡。头顶的儒冠同样绽放出刺目的青光，这些青光沿着他的手臂冲涌入刻刀中。亚圣雕塑闪烁起青光，照射在刻刀上。嗡嗡，刻刀鸣颤，在赵守掌心剧烈震动，连带着他的手臂和身体也颤抖起来。砰！刻刀上青光猛地一炸，于殿内掀起狂风，吹灭蜡烛，震动门窗。赵守再难握住刻刀，也不想握住，松开手，任由他浮空而起，在殿中盘绕游曳。终于能说话了，儒圣这个挨千刀的，竟然把老夫封印1200多年写书垃圾还不让人说，换成老夫来，肯定写得比他好。老夫念在相识一场，指导他写书，居然不领情，还嫌我烦，封印我，呸！刻刀的咒骂声和抱怨声清晰地传入赵守等人耳中，这让赵守几个多少有些尴尬，不知道该附和还是该反驳，便只能选择沉默，假装没听到。嗨嗨！赵守用力咳嗽一声，打断刻刀喋喋不休的咒骂，作揖道：见过前辈。杨公4人随着作揖，见过前辈。刻刀掠至赵守面前，在他眉心悬停不动，传达意念。嘿，监正说过我会在这一带解封，果然没骗我。儒家子弟对儒圣那老东西奉若神明，历代大儒都不肯替我解开封印，你为何要助我解开封印？赵守又一次作揖。学生有事请教。杨公立刻拢住袖子，没让戒尺飞出来。刻刀内的气灵问道：何事？赵守沉声道：待天下苍生问一句，如何晋升武神？刻刀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陷入长久的沉默。静默中，赵守的心缓缓沉入谷底。前辈也不知道，莫要聒噪。刻刀喷了他一句，然后才说道：“我记得儒圣点评武夫体系时说过武神，毕竟1200多年了，我一时间想不起来。那你倒是快想啊！”杨公等人心里急切。而赵守注意到一个细节，刻刀需要回忆才能想起，说明近期没有与人谈及晋升武神之事。不是刻刀透露的话，监正又是如何知晓晋升武神之法的？10几秒后，刻刀恍然道：“想起来了，一个前提，2个条件。前提是凝聚气运，条件是得天下认可，得天地认可。”徐府书房里，许七安坐在书桌边，手指轻扣桌面，看着在屋子里盘绕游曳的刻刀。一个前提，2个条件。他重复着这句话，忽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很久很久以前，许七安曾经困惑过，大奉国运流失导致国力下滑，以至于闹出后来的一系列灾祸。监正身为一品术士，与国同龄，本该及时取回气运，还大奉一个朗朗乾坤，但他没这么做。到现在才明白，监正从最初开始谋划的就不是区区一个王朝，他要的是一位武神，他要扶持的是一位守门人。知道答案后，监正过去许多让人看不懂的谋划就变得合理清晰起来。这盘棋真是贯穿全局啊！许七安收回发散的思绪，让注意力重新回到一个前提和2个条件上。前辈，我身上有大奉一半的国运，有佛陀前身留下的气运，有大乘佛教的气运，是否已经具备了这个前提？他虚心求教。我只是一把刻刀。裹着青光的古朴刻刀敷衍道：“儒圣那个挨千刀的，可不会跟我说这些。你明显就是一副懒得管的姿态。儒圣没说，但你一把活了1200多年的刻刀，总该有自己的见识吧？”许七安皱了皱眉，他沉吟一下，说道：“前辈跟着儒圣著书立传，学识一定非常渊博吧？”刻刀一听，顿时来了兴致，悬停在许七安面前。那当然，老夫学识一点都不比儒圣差，可惜他变了，开始嫉妒我的才华，还把我封印。你问这个作甚？许七安顺势说道：“实不相瞒，我打算在大劫之后著书立传，并写一本诗集传承下去。但著书乃大事，而晚辈才疏学浅。”古朴刻刀绽放刺目青光，迫不及待道：“我教你，我教你。”能明显感觉到气灵的情绪变得亢奋。许七安连忙起身，惊喜作揖：“那就有劳前辈了。不过眼下大劫来临，晚辈无心著书，还是等应付了大劫之后再说，所以前辈您要帮帮忙。”刻刀沉吟一下，既然你如此懂事，给出了我的满意的报酬，老夫就提点1、2。不等许七安道谢，他直入主题的说道：“首先是凝聚气运这个前提，儒圣曾经说过，经历了神魔时代和人妖混战的时代，天地气运尽归人族，人族昌盛是大势所趋。而中原作为人族的发源地，中原的王朝也凝聚了最多的人族气运，所以超品要蚕食中原，掠夺气运。这些我都知道，不需要你赘述。”许七安心里吐槽，虽然你拥有中原王朝一般的国运，但比之佛陀和巫神如何？刻刀问道。许七安认真的思索了片刻，相比起他们，我积累的气运应该还不足。佛陀凝聚了整个西域的气运，巫神应该稍弱，但也不容小觑，因为北境的气运已经归他所有。另外，气运是一种可能有特殊手段储存的东西，很难说他们手里没有额外的气运。刻刀又问：“那你觉得能杀超品的武神需要多少气运？”许七安没有回答，但心里有了判断，他身上凝聚的这些气运或许不够。古朴的刻刀青光平稳闪烁着，传达出意念：“老夫也不清楚武神需要多少气运，只能判断出一个大概。你最好继续从大奉攫取气运，多总比少要好。道理是这个道理，可现在监正不在，我如何吸收大奉的气运？对了，赵守已经是2品了。”许七安问道：“儒家能助我获得气运吗？”儒家是各大体系中少见的能控制气运的体系。做梦，别想了。刻刀一口否定。儒家需要靠气运修行，但核心法术是修改规则，而非操纵气运。简单的影响或许能做到，但获取大奉气运将它灌入你的体内，这是只有2品术士才能做到的事。这样的话，就只有等孙师兄晋升2品，可3进2谈何容易？我只能为了天下苍生睡了怀庆。许七安一边无可奈何的叹息，一边说道：“那得天下认可是何意？”刻刀青光荡漾，传达出带着笑意的念头：“你早已得到天下人的认可。自你扬名以来，你所做的一切都被监正看在眼里，这也是他选择你，而不是抽出气运培养他人的原因。世人皆知许七安的丰功伟绩，皆知许银罗一诺千斤重，知他为民做主，敢为百姓杀君王。他这一路走来做的种种事迹，早在不知不觉中获取了晋升武神的资质之一。”许七安不觉意外的点点头，问出第2个问题：“
那如何获得天地认可？刻刀沉默了许久，道：老夫不知，对天地认可的描述过于模糊，恐怕连儒圣自己都不见得清楚。但我有一个猜测，超品欲取代天道，也许在你决定与超品为敌，与他们正面交手后，你会得到天地认可。许七安嗯一声，旋即道：我也有一个想法。他把太平刀的事说了出来。监正说过，那是守门人的兵器，是我成为守门人的资格。刻刀想了想，回复道：那便只能等他苏醒了。正事聊完，刻刀不再久留，从敞开的窗户飞了出去。许七安取出地书碎片，沉吟一下，把晋升武神的2个条件告知天地会成员，但隐瞒了一个前提：一，得天下认可。刻刀说的有道理，你的猜测亦有道理。等太平刀苏醒，可见分晓。4，比我想象的要简单，不过也对，守门人守的是天门，自然要先得天地认可。7，刻刀说的不对，天道无情，不会认可任何人。如果与超品为敌，就能得天道认可，儒圣早就成为守门人了。我觉得关键在太平道。圣子积极发言，在讨论天道方面，他拥有足够的权威。9，不管怎么样，总算是解开了困扰我等的难题。接下来迎接大劫便是，古神应该会比巫神更早一步破除封印。我们的重心要放在西域和南疆。古神一旦北上进攻中原，佛陀绝对会和古神打一手配合。如果能在巫神挣脱封印前分食中原，那么佛陀的胜算就是超品中最大的。3，我明白。结束群聊后，许七安又朝怀庆发了个私聊。3，陛下，其实晋升武神还有一个前提。1，什么前提？怀庆立刻回复。3，凝聚气运。这条消息发出后，那边就彻底沉默了。不需要许七安详细解释，怀庆仿佛秒懂了话中含义。咦，古神的气息。刻刀掠过庭院时突然顿住，他感应到了古神的气息，当即调转刀头朝向了内厅方向，咻一声飞射而去。他化作流光来到内厅，锁定了蹲在厅门边专心致志盯着一盆橘树的女童。她脸蛋圆润，神态娇憨，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许灵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察觉到突然出现的刻刀，但婶婶木南之几个女眷被不速之客吓了一跳。这是儒圣的刻刀，丽娜说道。她见过这把刻刀许多次，一听是儒圣的刻刀，婶婶放心的同时，美眸唰地亮起来。她身上为何会有古神的气息？刻刀的意念传达到众人耳中，古神想收他做弟子，但被许宁愿拒绝了。七绝骨的根基在他身体里。丽娜解释道，这是个隐患，一旦古神靠近中原，他会不可避免的化骨，谁都救不了。刻刀沉声道，甚至古神会借他的身体降临意志。闻言，婶婶大惊失色，可有办法化解？很难。刻刀摇了摇刀头，不过家里有一位半步武神，倒也不用太担心。婶婶想了想，怀揣着一丝希望。您是儒圣的刻刀。因为有太平刀的缘故，婶婶不但能接受武器会说话，还可以和武器毫无障碍的交流。婶婶虽然是普通的妇道人家，但平时接触的可都是高层次人物，慢慢就培养出了眼界。不需要加上儒圣的名字。刻刀不满地说。婶婶从善如流，昂着美艳的脸庞凝视着刻刀。您能教导我闺女念书吗？这有何能？刻刀传达出不屑的意念，觉得婶婶的提议是大材小用。他堂堂儒圣刻刀教导一个稚童读书，何其掉分。我只需轻轻一点，就可助他启蒙。在婶婶心花怒放的道谢里，刻刀的刀头轻轻点在许灵英眉心。小豆丁眨了眨眼睛，一脸憨憨的模样，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隔了几秒，刻刀离开他的眉心，一动不动地悬停在空中。婶婶喜滋滋地问道，我闺女启蒙了。刻刀沉默了好一会儿，缓缓道，我们还是谈谈如何处理七绝骨吧。婶婶。南疆极渊里，浑身布满裂缝的儒圣雕塑传来细密的咔嚓声，下一刻雕塑哗啦啦的崩溃。古神之力化作遮天蔽日的浓雾，缭绕到南疆数万里平原、山谷、河流，带来可怕的异变。树木长出了眼睛，花儿长出獠牙，动物化作了古兽，河里的鱼虾长出了肺和手脚，爬上岸与陆地生灵搏斗。根据受到的污染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异变。同样的种族，有的成了暗骨，有的成了厉骨，相同的是，他们都缺乏理智。不同的骨之间喜欢彼此吞噬、厮杀。南疆彻底化作了骨的世界。南疆与宇宙的边境，龙图与众首领正清理着边境的古兽。古兽虽然没有理智，不会主动攻城拔寨，且喜欢待在古神之力浓郁的地方，但总有一些古兽会因为漫无目的的乱窜而来到边境。这些古兽对普通人来说是极为可怕的大灾难。
宇宙边境已经有几个小村庄遭遇了古兽的侵害，因此古族首领们隔三差五便会来到边境灭杀古兽。突然，龙图等人心中一悸，产生发自灵魂的战栗，巨大的恐惧在内心炸开。他们或侧头，或者回首望向南边。这一刻，整个南疆的古兽都匍匐在地，做出臣服姿态，瑟瑟发抖。龙图喉结滚动了一下，嘴唇嗫嚅道：“古神，出事了！”他继而脸色大变，快通知许银罗！距离极渊数十里外的高空，新古师纯烟手里捏着一只单筒望远镜，眺望着极渊方向。他身边的几位古族首领人手一只单筒望远镜，与他做出相同的眺望动作。单筒望远镜是从云州叛军手中收获的战利品，司天剑摸透制造原理后，便大规模生产，列入重要的军事战略装备中。它能大幅提升观测距离，又能保持相对的隐蔽性，保证安全。首领们扛着巨大的压力，透过狭小的单筒，很快锁定了极渊，锁定那片连绵茂盛的原始森林。纯烟抿着嘴角，凝神关注着原始森林。突然，在他的视野里，连绵近10余里的原始森林拱了起来。这不是错觉，这片原始森林高高隆起，地底仿佛有什么东西要爬出来。他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心跳不自觉地加快。不是因为心里紧张，而是那股源自体系的压迫感在加强。原始森林拱起到一定高度后，土地分裂，朝着两侧滑落，一截深红色的血肉背脊绿先出现在众首领的视野里。这节被挤成深红色，像是剥了皮的血肉，露出一根根凸起的筋腱，一块块肌肉膨胀。脊背两侧是一排排气孔，正有墨绿色的烟雾从气孔里排出。它就像昆虫的幼虫，生长到一定程度后，终于要爬出泥土，化茧成蝶。随着它爬出深渊，土层被顶了上来，数以千万吨的岩石，土块翻起。虽然听不见动静，但这幅景象给了众首领巨大的视觉冲击。这就是古神。纯烟喃喃道。他已经完全看清了古神的真面目，它就像一座血肉组成的山，庞大而恐怖，脊背的一排排气孔喷涌着墨绿色的烟雾，缭绕在天空，形成墨绿色的云层。肉山的底部流淌着粘稠的阴影。而与可怕的外观不同的是，古神有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仿佛能看穿日月山河，能看穿亘古匆匆的岁月。这一刻，极渊附近的所有古神都发生了可怕的变异，他们有的豁然僵直，变成没有灵感、没有感情的形尸；有的双眼赤红，被交配的欲望主导，疯狂地扑倒身边的古兽，不分种族，不分性别。这时，纯烟看见身边的独古部首领拔济，脸上凸起一根根扭动的青筋，双眼化作墨绿色树瞳，额头长出角质，獠牙突出嘴唇。同样的异变还出现在其他首领身上，他们正在和体内的本命骨融合走。纯烟脸色微变，脱口而出，谁知冲涌出喉咙的声音不再悦耳清亮，带着破旧风香般的嘶哑。我也化骨了。他心里涌起强烈的恐惧，众首领没有多留，朝着北方掠去。纯烟最后回首，看见那座庞大可怕的肉身朝着南方爬去。关氏、极阵，两道人影在极阵上空显现，是许七安和前去通知他的栾玉。许七安目光一扫，极阵上人头攒动，古族7部的族人有条不紊地收拾起行囊，打算往北逃难。这么冷静，他皱了皱眉。虽然古族好战不畏死亡，但那是在上头的时候，平日里这群南蛮子还是挺爱惜生命的。眼下的动静不符合大劫来临时仓皇逃窜的现状。我没有察觉到古神的气息，也没有首领们的气息。他扭头用质问的目光看向身边有着一张明媚瓜子脸的栾玉，哪怕他来得再快，也快不过古神。按理说，此处应该已经化作古的世界。后者此时已收起了妖娆勾人的媚劲，皱紧眉头。说话间，两人同时望向某处，那是一座平平无奇的小院，院中站着手持拐棍、满头白发的老妇人，正昂着头，默默望着他们。许七安按住栾玉的香肩，带着她传送到天谷婆婆面前。古神出事了。天谷婆婆主动开口道，但她没有北上进攻大凤，而是往南去了。往南？栾玉急切道。其他人呢？天谷婆婆回头望着身边门窗紧闭的大厅，道：他们受了古神的影响，不受控制的与本命骨融合，身体已经化骨了。为了不影响到普通族人，我屏蔽了他们的气息，还请许银罗相助。化骨？栾玉花容失色。古族的修行方式是通过植入本命骨来吸收古神之力，古神之力是有危害的，普通生灵一旦接触到古神之力，就会被污染，变成没有理智的古兽。本命骨的存在就是帮助古尸减弱毒性，让古尸能保存理智，免于污染。但本命骨也是骨，如果本命骨自身的毒性加强，那么与本命骨一体的古尸们也会化骨。致命的是，化骨一旦到了某种程度，是不可逆的。许七安不再耽搁，径直走向大厅，开门而入。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只类似黑背大猩猩的生物，肌肉虬结的双臂撑着地面，
一只眼睛猩红如血，一只眼睛锐利但清澈。他浑身肌肉比钢铁还硬，充斥着可怕的力量。大猩猩左边依次是紫色皮肤，额角长着一根独角，獠牙突出，脸颊长满紫色鳞片的蜥蜴人，一滩无规则扭动的阴影，一位手臂化作翅膀，浑身长满青色羽毛，脚丫子变成鸟爪的羽人，一具脸色发青、尖牙突出的白瞳行尸。根据气息，许七安迅速分辨出大猩猩是龙图，蜥蜴人是拔迹，阴影是影子，羽人是纯烟，行尸是游尸。真让他们化骨，那就是5只超凡古兽。许七安明白该怎么救治首领们，他紧追出的7绝古龙起在皮肤下轮廓清晰，他的眼球融化，占据整个眼眶，张嘴轻轻一吸，霎时间，各种颜色的古神之力从5位首领身上溢出，烟雾般的涌入许七安口中。随着这些过剩的古神之力离体，5位首领身上的异变特征或脱落，或收回体内，很快恢复人形。除了纯烟保持着覆盖身体的青羽，其他人都是浑身赤裸。栾玉在许七安面前故作娇羞，捂着脸羞答答道：“讨厌。”但大家都不搭理他。稍等，纯烟转身进了内屋。额请披着一件长裙走出来，身上的青羽消失不见。待龙图等人穿上衣服后，许七安已经从最先出来的纯烟那里得知了古神出事后的情况。古神做出了让所有人都看不明白的举动。往南，许七安皱着眉头，低声自语了几遍，而后看向几位首领：“你们有什么看法？”纯烟沉吟道：“南疆往南便只有汪洋，他总不会是出海吧？”拔济分析道：“也有可能绕路了，南下游到云州，直接从那里开始蚕食大凤疆域。”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许七安摇摇头。这时天谷婆婆沉声道：“古神出海了。”众人一下子全都看了过来，望着婆婆笃定的神色，栾玉心里一动：“婆婆，你那天在金銮殿里看到的就是古神出海的画面？”屋内的人豁然想起当时天谷婆婆的描述，说不清是好是坏，但非直观的灾难。而且当时天谷婆婆的表情非常困惑，像是无法解读窥探到的未来。天谷婆婆缓缓点头，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没错，我看到的画面就是这个。现在古神已经出海，未来变成了过去和即时发生的事，此时说出来便不是泄露天机。”为什么？栾玉茫然道：“好不容易挣脱封印，不北上掠夺气运，反而出海。”纯烟沉思道：“眼下没有什么比掠夺气运更重要的，古神的这番举动只有2个可能：一，海外有可以掠夺的气运；二，海外有比掠夺气运更重要的事。海外没有气运。”许七安一口否决，也不该有比气运更重要的东西。在太平刀吸收光门之前，如果说海外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古神跑一趟，那肯定就是光门。阿兰陀、伽罗树、广贤和琉璃菩萨同时侧耳倾听，额请他们沉默相视，眼里既有喜色又有凝重。刚才佛陀告诉他们，古神挣脱封印去了海外。琉璃菩萨喃喃道：“他没有骗我，他真的去了海外，只是不肯与我说原因。”那日在极渊里，古神似乎预见到了什么，告诉琉璃菩萨，他挣脱封印后要去一趟海外，希望佛陀能牵制住中原的2名半部武神。至于原因，古神没有说。如何？要履行约定吗？琉璃菩萨问道。伽罗树摇头，这得佛陀亲自决定。说罢，3人重新闭上眼睛，与佛陀沟通。进攻中原。佛陀浩大威严的声音在3位菩萨脑海里回荡。2. 古神去了海外，这不合理。地书聊天群里，看完许七安的传书，飞燕女侠率先提出疑问，谁都能看出不合理。许七安在心里吐槽了一句：“1. 会不会是冲着神魔后裔去的？3. 只能说有这个可能。神魔后裔中虽然有不少超凡，但于古神来说没什么意义。他要吞噬中原，并不需要这些超凡境的神魔后裔帮助，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浪费时间召集神魔后裔。9. 事出反常必有妖，如果想不出古神这么做的原因，那就想想他会这么做的原因。”这句话说得很拗口，但天地会成原理，除丽娜外，个个都是聪明人。4. 道长的意思是，古神可能预见了什么？首先，这位神魔拥有超凡的智慧，那肯定不会做出无厘头的举动，所作所为都有深意。其次，对超品来说，掠夺气运才是最重要的，但古神偏偏放弃。最后，这位超品能窥见未来。结合这些，即使不知道古神的目的，也能推测出他预知了未来，而那个未来是他出海的原因。7. 不必想太多，只要记住，敌人要做的事，坚决破坏；敌人要破坏的东西，坚决守护，这就够了。李灵素用自己返璞归真的理念传书说道：“许宁燕，你赶紧出海一趟，虽然打不过古神，但也能保命，对吧？”此时身处南疆的许七安正要回复，忽有所感，
取出了传音海螺，另一只海螺在神书手中。神书大师，佛陀来了。海螺另一头传来神书低沉的嗓音。佛陀在这个时候进攻中原。听到神书传讯的许七安难以遏制的涌起疑惑和不安。如果古神北上吞噬中原，佛陀趁机出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到那时他和神书就必须兵分两路，而单个半部武神虽能与超品争锋，但却根本打不过超品。可现在古神南下出海，巫神还在封印中，根本没人和佛陀打配合，他进攻中原作甚？我与他在边境对峙，尚未交手。神书第二句话传来，知道了，佛陀若是出击，立刻通知我。他先回了神书一句，继而在地书聊天群中传书3，神书方才传信于我，佛陀与他对峙边境，随时交手，一旦激起千层浪。看到这则传书的天地会成员眉心一跳，接着与许七安一样，惊讶与困惑翻涌而上。佛陀在这个时候选择进攻中原，4不对劲，佛陀和古神的行为都不对劲。古神的反常行为尚未得到解答，佛陀又诡异地入侵中原，这给了天地会成员巨大的心理压力。对手是超品，而当你摸不清超品想做什么时，那你就危险了。古神和佛陀是不是结盟了？这时怀庆从朝堂争斗的经验角度来分析，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众人悚然一惊，撇开古神和佛陀的位格，单看他们的举动，古神苏醒后立刻出海，佛陀随后进攻中原，这说明什么？佛陀在帮古神牵制大凤。如果没有佛陀这一遭，许七安现在已经出海。古神出海想做什么？这个疑惑再次涌上众人心头。9不管古神想做什么，现在佛陀才是燃眉之急，先挡住佛陀再说吧。贫道已经赶往雷州。没错，佛陀才是架在脖子上的刀，挡住佛陀比什么都重要。拜托诸位了，明夜，你让古族的首领们也去帮忙。没了巫神教搅局，他们理当能发挥作用。许七安回了个好字，当即把佛陀的动静告知古族首领们。就在他打算带着古族首领先行前往雷州时，怀庆的传书来了。你觉得自己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当然是抵御佛陀，还能是什么？许七安心里一动，试探道：3陛下的意思是神书与佛陀只是对峙边境，尚未开战，况且朕已经把雷楚24郡县的百姓迁往中原腹地，即便打起来，神书也有边战边退的余地。这则传书刚结束，下一则传书立刻接上。古神已经挣脱封印，如今是战时，战场瞬息万变，没时间容你拖沓。那边停顿了一下，像是鼓足了勇气，传书道：你现在要做的是凝聚气运，做好晋升武神的准备，不能等到晋升武神的契机出现，你才后知后觉的凝聚气运，超品未必会给你这个机会。这条传书密密麻麻，翻来覆去，只有2个字：双修。陛下对臣还真有信心，也许臣只需要半炷香的时间呢。许七安默默自黑了一把，言简意赅的回复：3我现在就回京。他旋即拿起海螺，给神书传达了拖延时间，且战且退的意思。接着让古族的首领们先行赶往雷州。天蛊婆婆因为不善战斗，选择留在集镇，带族人北上避难。嘱托完毕后，他扬起手腕，让大眼珠子亮起，传送消失。遥远的皇宫御书房里，怀庆玉手颤抖地丢开地书，脸颊火烧火燎，深吸一口气，他望向一侧的宫女，吩咐道：朕要沐浴。说话的时候，他听见了自己砰砰狂跳的心。楚州三黄县狭窄坑洼的泥路，遍布着人和狗的粪便。背着一口飞溅的李妙珍行走在破败的贫民窟里，手里拎着一袋碎银。他轻车熟路地把银子丢入两边的住宅，在衣衫褴褛的平民感恩戴德里，继续走向下一家。对飞燕女侠来说，行侠仗义分很多种，一种是铲奸除恶，一种是授人以渔，一种是让活不下去的人活下去。他现在做的就是第3种。授人以渔是朝廷做的事，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他不可能让每一位饥寒交迫的平民都学会谋生的手段。很快，他来到巷尾一家破败的院子，推开朽烂的木门，一位枯瘦的少年正坐在井边磨刀，他边上的小椅子坐着10岁左右的女孩，脸色呈现病态的苍白，时不时捂着嘴咳嗽。妙珍姐姐。见到李妙珍到来，小姑娘开心地站起来，少年头也没抬，撇了撇嘴。李妙珍摸了摸小姑娘的头，把银子塞在小姑娘手里，笑道：我要走了。少年磨刀的手顿了一下，妙珍姐姐要去哪里？小姑娘满脸不舍，去做一件大事。李妙珍笑着说：那还回来吗？不回来了。李妙珍摇了摇头，看向少年：小鬼头，以后做个好人，小时候偷窃，长大了就抢劫，你敢让我受因果反噬，老娘就千里御剑宰了你。送你的那本秘籍有空多翻翻，是许银罗写的武学宝典。少年一脸叛逆，冷冰冰道：
我以后怎么样，不关你的事。少年是个惯犯，以偷窃为生，偶尔抢劫，某次偷到了李妙珍头上。飞燕女侠见他还是个孩子，便把他暴揍了一顿。而后得知少年家里有个体弱多病的妹妹，快活不成了，他当扒手是为了给妹妹治病。李妙珍治好了小姑娘的病，并隔三差五的送银子过来，让这对父母死于战乱的兄妹生存了下来。随便你吧。李妙珍并不跟他废话，他知道少年本性不坏，对他冷冰冰的是因为少年怀春，心里思慕着他。但他都已经习惯了，行走江湖多年，试问哪一个少侠不仰慕飞燕女侠？李妙珍挥了挥手，御剑而去。少年猛地起身，追了2步，最后神色暗淡的低下头。有张纸。小姑娘打开装银子的袋子，发现和碎银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小纸条，但她并不认识字。少年夺过女孩手里的纸条，展开一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他默默地握紧拳头。京城青龙寺，正率领寺中禅师们辅助渡恶罗汉撰写经文的恒远收到寺中弟子的汇报。恒远主持，皇宫传来消息，说雷州有变。穿青色内衣的小和尚高声道。恒远与渡恶相视一眼，两人眼神都充满了凝重。恒远朝着禅房内看过来的众僧人说道：今日到此为止。2道金光从青龙寺中升起，消失在西边。京城寝宫里，许七安的身影显现，他环手四顾，装饰华丽的外厅空无一人，没有宫女，更没有宦官，连寝宫外值守的禁军都被撤走了。踩着绣云纹飞鹤的松软地毯，他穿过外厅来到小厅，小厅同样空无一人。许七安脚步不停，穿过小厅后，前方黄绸帷幔低垂，帷幔的另一边就是女帝的闺房。他撩开帷幔走了进去。房间面积极为宽敞，东边是小书房，摆着宽大的紫檀木书案，书案两侧是高高的书架，西边是一张软榻，两边立着2杆雉尾扇，又称礼仪之扇。此外还有放置各种古玩玉器的博古架。正对着入口的是一扇6叠屏风，屏风后便是龙榻。许七安停在屏风前，低声道：陛下。里头传来怀庆的声音。许七安当即绕过屏风，看见了宽大华美的龙榻，绣龙纹的被褥和枕头，以及坐在床边一身君王朝服的怀庆。君王常服自然是男装，偏他施了粉黛，描了眉，小嘴抹了红艳艳的唇膏，再配上他清冷与威仪并存的气质，除了惊艳还是惊艳。见到许七安进来，并着双腿坐在床边的怀庆目不斜视，小腰挺直，保持着帝王威仪。奢华宽敞的寝宫里，一人站着，一人坐着，默然对视。渐渐的，怀庆脸蛋涌起不易察觉的红晕，但倔强的与他对视，没有露出羞怯之色。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性格强势，事事要争鳌头，不愿意在外人面前展露柔弱一面。嗨。许七安清了清嗓子，低声道：陛下久等了。怀庆微不可察的点一头，没有说话。许七安接着说道：臣先沐浴。他说完，径直走向龙榻边的小屋，那里是女帝的浴室，是一间颇为宽敞的房间，用黄绸帷幔挡住视线。达官显贵的家里基本都有专属的浴室，更何况是女帝。浴室的地板干净整洁，除了黄花梨木打造的宽大浴桶外，挨着墙壁的架子上还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许七安估摸着是一些美容养颜、舒筋活血的药粉。他快速脱掉衣袍，跨进浴桶，简单的泡了个澡，水温不高，但也不冷，应该是怀庆刻意为他准备的。过程中，许七安一直掐着时间，关注着海螺里的动静。很快，他从浴桶里站起身，抓起搭在屏风上的云纹青袍披上，赤着脚走出浴室，回到寝宫。怀庆依旧坐在龙榻边，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他表情自若，但与方才一模一样的姿势暴露了他内心的紧张。许七安在床边坐下，他清晰地看见女帝抿了抿嘴角，脊背微微挺直，娇躯略有紧绷。羞涩、紧张、喜悦之余，还有一些尴尬。作为花丛老手，他很快就解读出怀庆此刻的心理状态。相比起未经人事的怀庆，这样的情况许七安经历多了，抵触反抗的骆玉衡，半推半就的木南枝，含羞带怯躺尸不动的林安，温柔迎合的叶姬，如狼似虎的栾玉等等。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自己要掌握主动，做出引导。陛下登基以来，大奉风调雨顺，吏治清明，支持你上位是我做过最正确的选择。许七安笑道：只是回顾过往，怎么也没想到当日在云麓书院初见时的仙子，将来会成为95之尊。他这番话的意思，既是吹捧了怀庆，满足了他的骄傲，同时隐晦透露自己初见时便对他惊为天人的观感。果然，听了他的话，怀庆眼弯了一下，带着一抹笑意的说道：我也没想到，当初不起眼的一个长乐县快手，会成长为叱咤风云的许银罗。他没有自称朕，而是我。一下子仿佛轻松了许多。许七安继续主导话题，闲聊几句后，
他主动握住了怀庆的手，柔仪温润滑腻，手感极佳。感受到女帝紧绷的娇躯，他低声笑道：“陛下害羞了。”因为有了刚才的铺垫，最初的那股子尴尬和窘迫已经消散不少。怀庆清清冷冷的道：“朕乃一国之君，自不会因这些小事乱了心境。”你还傲娇了？许七安笑道：“如此甚好。”怀庆侧头看他一眼，微抬下巴，强撑着一脸平静，淡淡道：“许银罗不必窘迫，朕与你双修，为的是中原百姓，天下苍生。朕虽是女子，但也是一国之君。许银罗莫要把朕与寻常女子相提并论，区区双修罢了，不必拘谨。”他平静的语气陡然一变，因为许七安把手搭在他纤腰，正要解开腰带，怀庆镇定的表情荡然无存。让你嘴硬？许七安诧异道：“陛下不用，臣替你宽衣解带。”怀庆强作镇定道：“我自己来。”他绷着脸色解开腰带，褪去龙袍，看着造价高昂的龙袍滑落在地，许七安惋惜的嘀咕：“穿着会更好。”脱掉外袍后，他里面穿的是明黄色绸缎衫，胸脯高高的挺着，傲人的很。怀庆挺着胸膛，昂着下巴，示威般的看着他。知他性子要强的许七安故意拿话激他，嗤的一笑，柔声道：“陛下未经人事，还是乖乖躺好，让臣来吧。男女之事，可不是光脱衣服就行。”虽然未经人事，但也看过几幅私密图的怀庆，牙一咬，心一横，冷着脸扒去许七安身上的袍子，伸手探向他下腰，随着定睛一瞧，伸到半空的手触电般的收了回去。他盯着许七安的腰下，愣了半晌，轻轻撇过头去，久久不曾有后续。一时间气氛有些僵凝和尴尬，有了胆大包天的开头，却不知如何收尾的怀庆，脸上也有明显的窘迫，强撑不下去了。许七安哭笑不得，心说：“你有几斤胆子做几斤事，在我面前装什么老司机？这要强的性子！陛下日理万机，就不劳烦你再操劳了，还是臣来服侍吧。”不等怀庆发表意见，他揽住女帝的纤腰，压了上去。怀庆被他压在床上，皱起精致秀眉，一脸不情愿，心里却松了口气。两人脸贴着脸，鼻息吐在对方的脸上，身上的男人凝视着他片刻，叹息道：“真美。”他对其他女子也是这般甜言蜜语的吧？念头闪过的同时，怀庆的小嘴便被他含住，而后用力吮吸。他紧紧咬住女帝的红润小嘴，吮吸着湿热柔软的唇瓣。伴随着时间流逝，僵硬的娇躯越来越软，喘息声越来越重，他眼儿渐渐迷离，脸颊滚烫。当许七安离开丰润湿热的唇瓣，撑起身子时，看见的是一张绝美脸庞，眉梢挂着春意，脸颊红晕如醉，微肿的小嘴吐出热气，意乱情迷。到此时，不管是情绪还是状态，都已经准备充分。花丛老手许银罗就知道，女帝已经做好迎接他的准备。许七安轻车熟路地脱掉绸衣，银白色绣莲花肚兜，然后他就知道了什么叫玉美人。这时，怀庆睁开眼，双手推在他胸膛，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变调，道：“我还有一个心结。”许七安箭在弦上，但忍着，轻声道：“是因为我不肯与临安退婚。他是一国之君，地位崇高，却与妹妹的夫君赤条条地躺在一张床上，非但无名无分，反而德行有失。”许七安以为他在意的是这个。怀庆抿着嘴唇，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罕见的有些委屈：“你从未追求过我，不管是许铜锣还是许银罗，又或者是半部武神，他都未曾主动追求，表达爱意。”这是怀庆最遗憾的事。正因如此，才会有他刚进寝宫时双方都有的窘迫和尴尬。他们缺乏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许七安几乎没有任何思索，柔声道：“因为我知道陛下性子骄傲，不愿与人共侍一夫；因为我知道陛下胸有抱负，不愿嫁人自负；因为我知道陛下更喜欢清正专情的男子。”怀庆一双雪白藕臂揽住他的脖子，把他脑袋往下一按。对于未经人事的女子，第一次总喜欢得到怜惜，而非无度索取，但怀庆是超凡武夫，拥有可怕的体力和耐力。初经风雨的他很快就适应过来，尽管连连败退，显得但没有半点求饶的迹象，反而渐入佳境。宽敞奢华的寝宫里，造价高昂的华美龙榻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这张龙床宽9尺4寸，长1丈2寸，由紫檀木和金属结合制成，重达1000斤。别说行房，便是2个成年人在上面载歌载舞，龙床也未必会摇晃一下。然而现在，他承受着不符合他材质的冲击，随时都会散架。向来威严冷艳陛下，也有与情郎情难自禁的时候。这一幕要是被宫女看见，肯定三观坍塌。所以怀庆很有先见之明地平退了宫女。陛下，臣要攫取龙器了。朕知道怎么做，不用你操心。陛下还行吗？朕不累，你乖乖躺好。陛下怎么浑身战栗，冷吗？怀庆起初还能反客为主，表现出强势的一面，但当许七安含着他的手指，就这么笑盈盈的，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毕竟还是大姑娘头一回的怀庆，哪里是花丛老手的对手？脸蛋渐渐红了，咬着唇侧着头，赌气的不搭理了，任他施为。某一刻，许七安把怀里汗津津的女子翻了个身，陛下，翻个身。女帝已毫无威严和清冷，浑身瘫软，如泣如诉的呢喃：“皇城，小狐狸。”浑身覆盖白色鳞甲，头生双角的玲珑从湖面高高探出身子，黑纽扣般的双眼一眨不眨地望着皇宫。那里浓郁的气韵汇聚，一条粗壮的宛如实质的金龙当空盘绕。玲珑昂起头颅，发出焦虑的咆哮。大凤国运正在急剧流失，龙脉正被吞噬。南疆，天谷婆婆走在集镇街道上，看着各部的族人已经把大包小包的物资安装在马车、平板车上，随时可以出发。相比起离开南疆时，古族族人有了经验，动作利索不拖沓，且集镇上有充足的马车、押送货物的平板车，能带走的物质也更多。而在南疆时，马车可是稀罕物。走到立谷部时，大长老迎了上来，说道：“婆婆，东西已经收拾完毕，现在就可以走了。”天谷婆婆微微颔首：“你们立谷部都准备好了，那其他6部肯定也已经准备妥当。”您这话听起来怪怪的。大长老满脸兴奋地试探道：“我们要去京城吗？我很想念我的宝贝徒弟。”他指的是立谷部的天才宝贝许灵英，上一个天才宝贝是丽娜。天谷婆婆道：“已经黄昏了，明日再出发吧。谷神已经出海，我们短时间内不会有危险。”巡视完毕，他返回自己的住处，关上门窗，再软塌盘坐。谷神出海，佛陀进宫中原，事出反常，不能视而不见。天谷婆婆双手捏印，意识沉浸于太虚之中，于混沌中寻找未来的画面。她的身体旋即虚化，仿佛没有实体的元神，又仿佛身处另一个世界。一股股看不见的气息升腾，扭曲着周围的空气。天谷窥探未来的法术分主动和被动，偶尔间闪过未来的画面，属于被动窥探。通常这种情况，只要当事人不泄露天机，便不会有任何反噬。而主动窥探，去看见自己想要的未来，不管泄露与否，都会遭受一定的规则反噬。天谷婆婆是个惜命之人，因此很少主动窥探未来，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佛陀和古神的行为过于古怪，不弄清楚他们在干什么，实在让人寝食难安。对手是超品，容不得半点疏忽，任何的松懈，迎来的可能就是无法翻盘的败局。天谷婆婆沉浸在混沌太虚之中，不多时，混沌初分，景物呈现，一幅幅未来的画面交替着闪过。这些画面纷乱繁杂，有的是某座山谷的未来，有的是某个不认识的凡人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可能是明天的，可能是一个时辰后的。庞大的信息流冲击着天谷婆婆的元神，让她额头青筋突起，太阳穴突突的胀痛。终于经过一次次筛选，承受了一次次未来画面的冲击后，她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画面随之破碎。噗！天谷婆婆身子一歪，倒在软榻上，口中鲜血狂喷。她的脸色煞白如纸，双眼沁出血肉，嘴唇不停颤抖，发出绝望哀嚎。天王九州，请功！怀庆披着丝绸长袍，浸泡在冰凉的水中。此时黄昏已过，没有宫女点燃蜡烛，室内光线昏暗。她闭着眼，表情惬意。尽管没有铜镜，她也知道自己雪白的脖颈、胸脯等处遍布着吻痕和抓痕，这是某个半步武神毫不怜惜留下的痕迹。呼！她轻吐一口气，皮肤所有痕迹消失不见，娇躯依旧银白细腻。一次双修，她身上的龙脉之气已经尽数转移到许七安体内，包括她身为一国之君所附带的浓厚气运。怀庆不是天命师，无法窥见国运，但估摸着大凤的国运至多就剩1-2成，其余的全凝聚于许七安体内。延康晋3国因为气运被巫神夺尽，因此灭国，被纳入中原版图，成为大凤的一部分。如今大凤的国运急剧流失，不久的将来也会面临亡国灭种的灾难，这便是因果。绝境之人退无可退。怀庆靠在玉桶壁，叹息般的喃喃。他在赌，大凤在赌，所有中原的超凡强者都在赌，赌许七安能成武神，杀超品，平大劫。如果成功，那么流失的国运就可以还于大凤，九州生灵和朝廷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失败，反正也没有更糟糕的结局了。这时小碎步从外头传来，那是返回的宫女们。怀庆平退宫女们时吩咐的是1个时辰内不得靠近寝宫，如今时间到了，宫女们自然就回来伺候陛下。怀庆耳廓动了动，但没反应，自顾自地躺在冰凉的浴桶里，眯着眼思考着局势。宫女们进了寝宫，首先看见的是女帝的贴身衣物凌乱丢弃在地，那张紫檀木制造的奢华龙榻一片狼藉。值得一提，掌控画境的武夫都懂得如何卸礼，因此不管在床上怎样放肆，都不会出现床榻的情况。钟离如果在场，那另当别论。不明真相的宫女有些茫然，
他们伺候陛下这么久，从公主到皇帝，从未见他如此邋遢随意为首的宫女转头四顾，一边吩咐宫女收拾衣物床铺，一边低声唤道：陛下，陛下。这时他听见收拾床铺的宫女低低的啊一声，捂着嘴，表情有些慌张惶恐。大宫女皱皱眉，眼睛瞪了过去。那宫女指了指床铺，没敢说话。大宫女挪步过去，定睛一看，顿时花容失色。床铺凌乱不堪倒也罢了，水渍湿斑遍布倒也罢了，可那一点点的落红鲜明的刺眼。再联系周遭的情况，傻子也明白发生了什么。正在沐浴，里头的浴室里传来怀庆清冷性感的声线，带着一丝丝的慵懒。大宫女用眼神示意宫女们各自做事，自己双手叠在小腹，低着头，小碎步走向浴室。过程中，她大脑高速运转，猜测着那个被陛下临幸的幸运儿是谁。能成为女帝身边的大宫女，除了足够忠心外，智慧也是不可或缺的。她立刻想到近来一直困扰陛下的立储之事，以陛下的性子，怎么可能会把皇位拱手还给先帝子嗣？在大宫女看来，女帝迟早会走到这一步。让她秀出一抹不同寻常的是，陛下是待嫁之身，全天下的年轻俊彦等着她挑，如果真的看上了哪位，大可堂堂正正的纳入后宫。没有名分私自苟合的行为，可不是陛下的行事风格。再联系陛下屏退他们的行为，大宫女立刻断定，那个男人是见不得光的。京城里哪个男人是陛下钟情又见不得光的？身为伺候在女帝身边多年的心腹，他率先想到的是当今驸马临安公主的夫婿许银罗。陛下怎么能这样？这和富二媳、兄霸弟妻有何区别？若是传出去，绝对朝野震荡，将来青史之上，难逃荒淫放荡骂名。大宫女心跳加速，走到浴桶边，深吸一口气，不动声色道：奴婢替陛下捏捏肩。怀庆慵懒的一声，沉浸在自己世界里，分析着这盘事关九州的棋局，接下来该怎么走。这时，一名传话的宦官来到寝宫外，低声与外头的宫女耳语几句。宫女疾步走回寝宫，在浴室外垂下的黄绸帷幔前停下来，低声道：陛下，监正和宋卿大人求见。西域，盘坐在边界的神书耳朵动了动，他听见了浪潮声，汹涌而来的浪潮，当即起身，轻轻一个提纵，他像是一枚炮弹般射向天空。而他刚才所在的位置，立刻被暗红色的血肉狂潮吞没，海浪般奔涌的血肉物质扑了个空，四散开来，覆盖地面。紧接着，他们集体上冲，凝成一尊面目模糊的佛像。这尊佛像双脚融入血肉物质中，与铺天盖地的浪潮是一个整体。西边天空，三道流光呼啸而至，没有靠近，远远观望，伺机而动。正是佛门三位菩萨。佛门的僧众都好好的活在阿兰陀，但除三位菩萨外，罗汉和金刚死的死，背叛的背叛，就显得很是单立。孤神书拉开距离后，面不改色的伸手一招，青光流舞间，一把玄色铁弓出现在他手中。这把弓有个酷炫的名字，射神弓。监正的作品之一，此弓能把武夫的气机化作箭矢，提升穿透力和杀伤力。三品劲武夫手握此弓射出的箭矢，威力能提升半个品级。尽管这把弓无法让半部武神的力量提升半个品级，但也比神书随意轰出一拳的威力要大。监正在4天间有一个小宝库，平日里心血来潮炼制的法器都储存在宝库里，乱命锤也是宝库里的藏品之一。现在监正没了，不封印了，楚采薇又是个推崇无为而治的，监正的藏品变成了许七安随意挥霍的东西。这把弓是他借给神书的。神书缓缓拉开弓弦，气机从指尖迸发，凝成搭在弦上的箭矢，箭头产生气旋，扭曲空气。一张纸页缓缓燃烧，化作青光，凝于箭中。那尊佛像巍然不动，身后依次浮现8大法香，大慈大悲法香吟诵佛经，天空佛光降临，梵音度世。嘣！箭矢化作流光呼啸而去，下一刻射中了广贤菩萨。少年僧人上半身当即炸成血雾。躺在浴桶里的怀庆睁开眼，下意识地皱皱眉头，淡淡道：请他们去御书房稍后。打发走宫女后，他拍了拍肩膀上大宫女的手：妍儿，帮朕更衣。怀庆很快穿好长服，金冠束发，领着大宫女妍儿离开寝宫，走向御书房。御书房里烛光璀璨，怀庆从里侧出来，扫了一眼，殿内除了黄裙少女楚采薇、时间管理大师宋卿，还有脸色颓败的天谷婆婆。婆婆怎么来京城了？怀庆端详着天谷婆婆的脸色，转头吩咐妍儿去取一些滋养的丹药过来。他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天谷婆婆摆摆手，颇为焦急地说道：不必麻烦，陛下，许银罗何在？他去雷州了。怀庆说道：婆婆有事可与朕直说，与你说有何用？一听许七安去了雷州，天谷婆婆的语气愈发急切，顾不得对方是大凤皇帝，连声催促。速速的书传信，让他赶回京城，老身有10万火急之事要告知许银罗。怀庆深深看一眼天谷婆婆，原本轻松美好的心情随之凝重。
他抓起递书碎片，私聊3号，传书道：“宁燕，速回京城。”怀庆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目不识丁的怀庆，既然也有夫妻之实，他也不藏着掖着了，称许银罗显的身份，这绝对不是为了故意气飞燕女侠。3何事？我即刻就到雷州了。天谷婆婆遇见了未来，非见你不可，瞧她神色，恐非好事。尽管天谷婆婆什么都没说，但怀庆还是猜到了真相。佛陀进攻中原之际，还非得让许七安回来，要当面告知，那说明事情的严重性超过了雷州的战况，而天谷婆婆获取情报的方式不言而喻。许七安虽然是粗鄙的武夫，脑子却不粗鄙，怀庆想到的东西，他念头一转便意会了。在这个时候，天谷婆婆通过集镇的传送阵赶到京城，绝非寻常之事，当即传书回复：等我。距离雷州不到半刻钟路程的许七安调转方向，朝着来路返回。夜空之下，黑影一闪而过，他的飞行造成了震耳欲聋的音爆，让沿途中城池、乡镇里的百姓错以为是雷雨将至。但一抬头，圆月恢恢，夜空如洗，分明半片雨云都没有。皇宫里，天谷婆婆焦虑的来回踱步，时不时咳嗽一声，她的脸色呈现行将就木的灰败，让人担忧下一刻就会病倒。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御书房内气氛凝重，楚采薇抿着嘴唇，身为监正的她都没敢吃东西。宋清眼睛一闭一闭，身子轻微摇晃，仿佛随时都会睡去。他在过去的3天里只睡了2个时辰，面对着炼器器材时，他总能迸发出让圣子都羡慕的精力。可一旦离开炼金实验室，他就忍不住犯困打盹。御书房里的宦官们低着头，一言不发，尽管已经过了用晚膳的时间，也只能一遍遍地吩咐御膳房热菜保温，不敢有丝毫打扰。终于，殿内人影一闪，许七安赶回来了。天谷婆婆见他归来，眼睛一亮，整个人明显松弛了一下，拄着拐棍，摇摇晃晃地往身边的大椅坐下。婆婆，许七安大步走过去，一边扣住她的手，渡入契机，一边问道：何时唤我回来？天谷婆婆扫了一眼楚采薇、宋清和大案后的怀庆，声音苍老：法不传六耳，何况天机。怀庆看向许七安，见他颔首，当即道：尔等随朕出去。他双手置于小腹，莲步款款，绣龙纹的100羽发丝微微晃荡，领着楚采薇等人离开了观星楼。等御书房里只剩下许七安和天谷婆婆，他高抬掌心，撑起契机屏障，彻底隔绝了内外。天谷婆婆这才安心，深吸一口气，说道：我窥探了未来，看到了你的陨落，看到超品分食9州气运，9州生灵灰飞烟灭，实不存一。许七安心里陡然一沉，在你看到的未来里，我无法晋升武神。天谷婆婆点头：未来的我无法晋升武神，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一个前提2个条件，我与怀庆双修后气运昌盛，想来是够了的，未得天下认可。可刻刀说过，这个成就我已经达成。许七安想到了最后一个条件，得天地认可。如果未来的他真的无法晋升武神，那肯定是这个环节出了问题。婆婆唤我回来，不只是告知这个噩耗吧？许七安收回思绪，看着满脸皱纹的老人。天谷婆婆点点头，古神和佛陀的异常让我如鲠在喉，无法忽视。小辈们去了雷州后，我便主动窥探了未来。我终于知道古神为什么要出海。许七安下意识地屏住呼吸。天谷婆婆停顿了一下，当她再次开口时，声音已经变得嘶哑和虚弱。她要去杀监正。杀监正？古神出海居然是为了杀监正？事到如今，监正只不过是区一位天命师，他这个时候选择出海杀监正，这个答案让许七安难以置信，是他怎么都没想到的。他斟酌道：大凤不灭，监正不死。天命师与国同龄，大凤王朝不灭，监正就不会死。以荒半部超品的实力都无法杀死他，只能选择封印。当然，许七安也不能保证超品就一定杀不死监正，毕竟术士体系只有短短600年，而这600年里，超品未曾对天命师出手。天谷婆婆摇着头：我窥见的未来有限，无法给你太详细的答案，但监正确实死了，他的死让一切都变得无法挽回。许七安嗯了一声，脸色凝重，眉头不直觉地锁起。如果是这样的话，古神出海的行为以及佛陀的牵制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只是为何杀死监正会让事态走向不可挽回的深渊？另外，许七安又想到了一个点，那就是超品杀不死监正。理由很简单，荒一旦重返超品，肯定不会放过监正，那么古神就没有出海的必要。但这里的逻辑悖论时，如果重返巅峰的荒杀不死监正，古神去了海外又有什么意义？这些疑惑没有人能给他答案。天谷婆婆反握住许七安的手，一字一句道：你要做的是出海救回监正，不然万事皆休。许七安沉默着点头，凝视着天谷婆婆布满老年斑的面孔，轻声道：
婆婆，您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天谷婆婆目光转柔，笑道：大劫之后，老身不知道几个首领中还能活下来几个，希望许银罗能善待古族，善待栾玉丫头。将来如果古族想脱离大凤，重返南疆，你便由他们去，不要为难他们。他们若愿意融入大凤，也请给他们一定的主权，莫要让朝廷压迫。若此劫难渡，一切便随他吧。天谷婆婆撑起衰老的身体，站稳后放下拐棍，朝许七安正重行了一礼。海外之行凶险莫测，老身先替九州生灵谢过许银罗了。许七安没有闪避，无声颔首。天谷婆婆施礼后坐回椅子，身子往后靠了靠，安详地闭上眼睛。许七安后退3步，躬身作揖：婆婆走好。之。御书房的大门缓缓打开，站在屋檐下等待的怀庆豁然回首。他先看了许七安一眼，接着目光掠过后者的肩膀，看向了垂着头坐在椅子上的天谷婆婆。心里早有准备的女帝目光一暗，于心里叹息一声。婆婆说了什么？碍于边上还有宫女宦官，她传音问道。许七安传音把天谷婆婆窥见的未来告诉了怀庆。泄露天机者，必遭天道反噬。天谷婆婆之所以平退众人，只留下许七安，是因为旁听者太多的话，很可能她还来不及泄露天机，就死于反噬。这女帝瞳孔微缩，怔怔而立，犹如木偶。隔了10几秒，她内心涌起强烈的绝望。许七安不是古神的对手，更何况还有一位荒，让一位半步武神面对2位超品，结局可想而知。神书的过去就是许七安的未来。不，以荒吞天食地的手段配合古神的话，许七安甚至都不会有神书的待遇，死路一条。而中原这边失去了许七安，神书独木难支，如何挡住佛陀的压力？更何况巫神破除封印在即。宁燕。怀庆脸色煞白，有些绝望地喊了一声：就监正，不代表要和古神荒决一生死。我会尽快回来，在那之前，中原就拜托你了。此间之事，也请陛下告知天地会，告知魏公。许七安说完，转了个身，正要传送离开，后背突然被人抱住，接着传来怀庆带着一丝颤抖的声线：一定要回来。宫女和宦官们瞠目结舌，傻在原地。许七安低声嗯了一下，从女帝怀里消失不见。这个瞬间，楚采薇看见女帝眼里隐约有泪光，一闪即逝。采薇、宋清，你们随我来。怀庆接着让宫女和宦官留在御书房外，他大步往前，穿过铺设昂贵第一的走道。当他坐回属于自己的位置时，他的目光重新锐利，他的表情变得冷峻，方才在许七安面前流露的柔弱荡然无存。他恢复了一国之君的身份。你们可知道，身为帝王，要如何凝聚气宇？怀庆缓缓问道。徐府。许七安回府时，晚宴已经结束，内厅的灯黑了，府上众人在房里或说话，或酝酿睡意。婚房里，林安穿着单薄的睡衣，正与贴身大宫女下五子棋，他手边放着一碗补肾汤。初为人妇那段时间，狗奴才日夜索取无度，林安瞎看了几本医术，生怕他精力耗损严重，亏空了身子，于是每晚都要让身边服侍的宫女们偷偷熬煮补肾汤。现在他已经明白自己当时太年轻，根本不知道一品武夫的强壮和可怕，但依旧让宫女夜里熬补肾汤，因为这不是给许七安准备的，是给他自己喝的。林安。许七安鬼魅般的出现，吓了主仆一跳。林安拍着规模远不如姐姐的胸脯，嗔道：干嘛呀？不会敲门进来吗？许七安挥了挥手，打发走宫女，接着抱起正牌妻子走到床边，把她放在自己的腿上，脸埋青丝间，低声道：我又要出海了，这次不会太久，也有可能会很久很久。又要出海？林安瞪他一眼，忽然发现夫君的眼神和表情与平日里不一样，说不出的不同。他眉来涌起难以遏制的彷徨迷茫，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去干嘛？许七安没有回答。林安是没心没肺的劝儿，只要着人就好了，国家大事天下兴亡，不该成为他的困扰。他抱着林安默默温存了片刻，直到他在催眠气体的影响下睡去。许七安接着传送到二叔和婶婶的屋子外，屋子里传来婶婶的说话声：我跟你说，我发现穆姐姐的一个秘密，是小狐狸告诉我的。接着是二叔的声音：什么秘密？小狐狸说穆姐姐很漂亮，但手腕那串菩提手串给她易容了。婶婶振振有词：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岂料二叔一点都不惊讶，说：她肯定是个美人啊。你怎么知道？婶婶语气一变：那她不是和宁燕有一腿吗？就你那阵看上的女人，能丑？许二叔也振振有词：哎呀，我只是怀疑他俩有一腿。婶婶说：全家人都怀疑，那铁定就是了。许二叔说：哎，宁燕睡了那么多女人，怎么就没给我生个孙子？婶婶唉声叹气。屋外灯光晦暗的屋檐下，许七安跪下来，朝着房门磕了一个头。
小豆丁的房间里，许七安坐在床边，摸了摸幼妹的脑袋。许灵英四仰八叉的躺着，啊呼啊呼的酣睡。照顾她的丫鬟很尽职，知道小姐儿睡相不好，给她穿得很严实，浑身除了脑袋就露出2只手以及裤管下的2只小脚丫。许七安捏了捏胖嘟嘟的脸，双手穿过许灵英的腋下，把她抱了起来。她没说话，也没继续下一步动作，只是沉默地抱了一会儿。许灵月还没休息，微微敞开的窗户里透出明亮的烛光。圆桌边，清丽脱俗的少女低着绣着袍子，烛光里她的眸子黑亮澄澈，精致的五官温润如玉。咬断了线头后，她心有所感，望向窗户。窗外漆黑一片，什么都没有。卧房里，穿着白色礼衣的许新年坐在圆桌边，一言不发地望着身边的大哥。好半晌，他苦涩地笑道：“所以这是大哥临终前的告别，不过也无妨。你若死了，九州难逃大劫，你只是先走一步，我们一家人说不准还能团聚。”许七安道：“别这么悲观嘛，也许我能力挽狂澜呢。你见大哥输过，不过把握确实不大。面对2位超品，我战败的概率是9成9，身死的概率是9成，所以还是要来见一见二郎，这样就没遗憾了。你是个好弟弟，从未让我失望，很庆幸来到这个世界，能有这样的二叔，这样的婶婶，还有你和林月、林英这样的妹妹。”许新年张了张嘴，局势确实让人绝望，但你是2房长子，理当知晓以及承担他所带来的压力。他看一眼许新年黯淡的眼神，笑着鼓励道：“我出海之后，记得辅助陛下和内阁，把百姓往京城方向迁徙，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也是你目前唯一能做到。大哥只是粗鄙的武夫，只懂得打打杀杀。大劫来临，我能做到毕竟有限，需要我们同心协力。”许新年点点头。许七安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道：“走了。”大哥。许新年豁然起身，望着他的背影，哽咽道：“你也是个好大哥。”许七安没有转身，挥了挥手。下一刻，他出现在叶姬房间里，因为没有掩盖气息，后者立刻有所感应，睁开眼睛。许郎。叶姬既高兴又诧异。要知道，许七安自成婚后，夜里基本都宿在临安房里，每日与他欢好都是在天亮后或者黎明前夕。我有事要与九尾狐商议。许七安坐在床边，轻轻抚摸着叶姬的秀发。屋内黑暗无光，叶姬借着窗外照进来的皎皎月色，看见了情郎沉凝的脸色，他心里当即一沉，没有多问。好，掀开薄被下床，踩着绣鞋蹲在地上，拉开床底的箱子，接着数量的取出铜铸的狐狸香炉，2根黑色的香。他指尖捏住香尖，搓亮，插入香炉，闭上，虔诚的念念有词，而后深吸一口气，把黑香冒出的青烟吸入口鼻。叶姬的左眼渐渐亮起烟雾状的青光，他侧头看向床边的许七安，笑盈盈道：“想我啦。”声音柔媚甜腻，像是情人间撒娇的口吻。他扭着腰肢坐在床边，勾住许七安的肩膀，含情脉脉的勾引。许七安没心情与他打情骂俏，沉声道：“古神从集院里出来了，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九尾天狐娇声道：“先听坏消息。”许七安怜悯地看着他。坏消息就是古神出海来找你了，所以我赶紧让叶姬通知你。叶姬的脸色陡然一变，松开缠他脖子的手臂，声音也变得尖锐：“不要和我开玩笑。”怂得真快。许七安没好气道：“是你先跟我开玩笑，收起你的魅惑。”等九尾狐脸色不太好的坐直身子，他把天蛊婆婆预知的未来告诉了九尾狐：“九州和海外我无法兼顾，你即刻回归，助你爹一臂之力。”九尾狐有9条命，不8条命，又是1品妖族，约等于8位1品，这是足以改变局部战争结果的战力。有他在，大凤的超凡强者才能应对佛门的3位菩萨，才能专心给神书打辅助。通知完九尾狐，他安慰了满脸悲伤的叶姬，接着传送到木南枝的房间。大凤第一美人搂着白姬，正睡得香甜。被许七安惊醒后，他没好气地说道：“有话就说，别打扰老娘睡觉。”他只看一眼就知道许七安不是来找他缠绵的，这就是2人的默契。古神挣脱封印了，他要去杀奸正。许七安把情况告诉他：“我要出海了。”木南枝好半天才简短的一声：“你好好休息。”许七安转过身，心里默数3、2、1。他猛地掀开被子，吃着脚奔过来，紧紧抱住许七安的后背，带着哭腔哽咽：“我不让你走。”许七安回过身，黑暗里他眼圈通红，泪水滚滚，沿着尖翘的下颌滚落。这一刻，许七安险些点头答应，只想抱着如花似玉的美人呵护温存。他强硬地扭过头去，笑道：“你该懂我的。”“我不懂，我不懂，我不懂。”木南枝把脸埋在他胸膛，用力摇头。屋内一时安静下来，只有他的抽泣声。很久之后，他抹去眼泪，用力在许七安胸膛推了一把，别过身去，冷冰冰道：“滚吧。”许七安笑了起来，身影消失在屋内。
可惜骆玉衡已赴雷州，无法再见一面。楚采薇作为司天监里的学渣，这道题无疑难住了他。隐约间记得这道题自己是做过的，但想不起答案来了。好在身边还有宋清，他连忙拉了一下昏昏欲睡的宋清，嗔道：“宋师兄，陛下问你话呢。”宋清这才清醒过来，皱眉道：“何事？”陛下想凝聚气运，你有何法子？楚采薇难得的机智了一把。宋清性格虽然有大缺陷，但不可否认是一位优秀的学霸。监正的6位亲传弟子里，除了楚采薇，个个都是术士中的顶尖人物。他没有思考太久，就给出了回答。寻常人物想凝聚气运，非练气势不可。帝王若想凝聚气运，除了我刚才说的，还有一个办法。陛下可以让玲珑为了凝聚气运。玲珑，怀庆若有所思。宋清说道：“玲珑使紫气而生，离不开人间帝王。但陛下可知，为何历朝历代都会养一条玲珑？”标准的答案就是玲珑象征着正统。怀庆道：“请说。”因为玲珑可以平衡国运，防止烈火烹油之下，王朝气数由盛转衰，能让国运更加绵长。要知道，盛极而衰乃天地规则，万事万物都逃不开这个定律。宋清侃侃而谈，玲珑平衡国运的方式便是吞纳过剩的气运，在王朝气运衰弱时吐出，这是他的天赋神通。我曾听监正老师说过，远景真德就利用过玲珑摄走他体内的气运，让帝王气运降到最低。利用玲珑来凝聚气运是只有帝王才能做到的事。宋清接着说道：“不过玲珑终究不是炼气士，依靠他凝聚的气运有限，无法像许银罗那样将半数国运纳入体内，而且玲珑多半不愿。”怀庆道：“朕知道了。”打发走楚采薇和宋清，他旋即取出地书，按照许七安的嘱咐，把天蛊婆婆的预知告诉天地会成员。此时最闲的是李灵素，圣人见到传书，心凉了一半。完了，许宁宴完了，中原也要完了。没想到蛊神出海竟然是为了杀监正。之前的讨论中，他们重点分析过海外的情况，光门被许七安带走后，海外便只有荒和监正。以天地会成员的智慧，当然也想过蛊神出海会不会是寻这2位，可是目的呢？这2位都不该是蛊神大费周章出海的原因。蛊神图这2位什么？即使到了现在，楚元稹也想不明白蛊神为什么要杀监正。监正虽然强大，但也只是一位天命师，时至今日，一品是左右不了大局的。宁燕危险了。金莲道长言简意赅的传书，他去海外要面对2位超品，压力可想而知。众人是见过神书和佛陀战斗的，半部武神是能与超品争锋，可能争锋不代表能搏命，败亡是迟早的事，何况还是2位超品。所以他无暇顾及我们。诸位，拜托了。中原局势同样不妙，不会比许七安安全多少。他们这些超凡强者要面对的是佛门的3位一品以及超品佛陀，每个人都有可能陨落。而这一次，许七安不会从天而降。京城深夜，李灵素放下地书碎片，掰开身边美人的手臂，沉默地穿衣穿鞋。李郎，床上的美人惊醒，一手抱着胸，一手拉住他，嗔道：“你今夜是我的，不许走。”李灵素挣开他的手：“我要回一趟宗门。天宗不是封山了吗？”他皱了皱眉。李灵素咬了咬牙，小爷用头也给他撞开。说罢，推门而去，御剑直入云霄。修为不高，难以插手超凡战，这是神仙也没办法的事。但他做不到朋友在前线搏命，自己心安理得的在京城睡女人。雷州神书接连射出箭矢，在血肉组成的汪洋里不断炸开，炸得肉沫横飞，炸出一个个深坑，但这只能勉强减缓佛陀侵占雷州领土的速度。谈何阻止？神书不敢近身，是因为孤立无援，一旦被佛陀的9大法相影响，再有3位一品辅助，他必败无疑。若是以前，神书倒也不惧，半部武神不死不灭，超品也别想杀死。可现在佛陀今非昔比，一旦受制于他，再被带到西域去，半部武神也得死。另外3位一品菩萨也不能小觑，他们的法相不及佛陀强大，但依旧能对神书造成影响。更棘手的一点是，不久前他利用儒家法术指业，掩盖杀意，一箭射爆广贤的肉身，本该让他暂时失去战力，但佛陀的药师法香光轮一转，便治愈了广贤的伤势。3位菩萨变相的拥有了不死之身。这时视线里，琉璃和伽罗树突兀消失，于神书数十丈外现身，后者双手飞快结印，凝固此片空间。抓住神书破开空间屏障的短暂机会，琉璃抬脚一踏，让周遭的景物褪去色彩，结界朝着神书迅速蔓延。另一边，血肉物质疯狂奔涌而来，打算趁机靠近神书。佛门的2位菩萨与佛陀配合，默契无间。突然，一道阴影从神书脚下腾起，将他包裹，
早就藏在神书影子里的暗谷部首领，带着他跳跃离开影子，与同伴早就到了。他们之所以没有参战，选择隐蔽，是因为三品境的他们在一品菩萨面前，不说如土鸡瓦狗，但也强不到哪里。一旦被拥有行者法相的琉璃菩萨针对，反而会成为神书的累赘。因此，暗中与神书取得联系后，暗谷部首领便无声无息地藏身在神书的影子里，必要时作为脱身的手段。果然收获奇效。哼，来了一群小老鼠。琉璃菩萨秀眉微皱，素白绝美的脸庞不见情绪。下一刻，他出现在数百丈的高空，俯瞰苍茫大地，目光一扫，瞥见了极遥远外的古族首领们。他们没敢靠近战场，收敛着气息，在三位菩萨的感知范围之外。狂风呼啸间，琉璃菩萨白衣胜雪的身影被风扯碎，在出现时，他已至古族首领的头顶，黑发白衣，风中猎猎飞扬，寒潭般的美眸俯视着古族首领们。他打算先解决掉古族的首领们，而佛陀和两位同伴会替他牵制住神书。率先反应过来的是龙图，这位身高9尺的壮汉，腿部肌肉一眨，地面4分5裂中撞向头顶的琉璃菩萨。过程中，他的皮肤变成了赤红，毛孔喷涌出血雾。本就半只脚迈入2品的他，依靠血技术爆发出堪比2品的速度和气息。毒蛊部首领拔济腮帮鼓出超越人类极限的弧度，深紫色的毒雾如箭矢般喷向琉璃菩萨。腰细腿长、胸脯饱满的栾玉双眼涌起诡异的光芒，引动琉璃菩萨体内的情欲。但凡生灵，便有情欲。气质端庄、有着知性美的纯烟，则张开掌心，对准了琉璃菩萨。共情。游师操纵着身边的2具行尸傀儡，挥舞着谷中顶尖宝刀，杀向琉璃，试图与龙图打配合。琉璃菩萨绝美的脸蛋涌起一抹红晕，但下一刻，无色琉璃领域笼罩了古族首领们。腾空而起的龙图和2具行尸跌回地面，激射的毒雾骤然缓慢，宛如晨间雾霭，不复方才的猛烈。除了栾玉勾动情欲的能力成功对琉璃奏效，其余人的手段在这位一品菩萨面前毫无作用。而就算栾玉成功引动琉璃的情欲，让他不可遏制的想男人，但也依然没有达到意乱情迷的效果。琉璃是佛门菩萨，修的是禅师体系，本能就对7情6欲有着极强的克制力。袖中玉质小刀划出，琉璃青葱玉指捏住小刀，横七竖八一阵哗啦，一道道纵横交错的碧色刀光扫过。龙图头颅飞起，拔济拦腰而断，纯烟双腿分离，胸腔分离，游师被一分为2。栾玉看见天空反转，看见自己的无头的身躯无力跪倒，鲜血瞬间染红大地，破碎的肢体散落。恐惧和绝望的情绪在一众超凡古师心里升起，除了龙图和拔济体质特殊，其他几位超凡古师不具备不死之躯，生命快速流逝，之所以没有当场死亡，是因为超凡境的生命力旺盛，能多存活片刻，但死亡已经不可避免。突然，一道青光自天边掠来，击破无色琉璃领域，让古族首领以及周边景物恢复色彩。一把古朴的刻刀刺破领域后，应声定在地上。刻刀边青光腾起，头戴如冠、身穿绯色官袍的赵首出现，随手一挥道：“此地不得杀生。”湛湛青光裹住琉璃菩萨的身躯，这道青光不会对他造成任何伤害，但只要他心怀杀念，出手杀人，青光就会阻碍他。短暂的打了一手控制后，赵首知道这无法真的束缚住琉璃菩萨，他接着吟诵道：“不准动。”又一道青光降临，化作铁锁，将琉璃菩萨缠住。他不要命了。琉璃菩萨心里率先涌起的不是惊怒，而是愕然。区区一个儒家3品，敢这样控制他？即使有儒官和刻刀替他承接一部分反噬，单凭这2句话，赵首就得丢半条命。咻！尖锐刺耳的破空声突兀响起，炸裂耳膜，一道黄黄剑光激射而来，撞向束缚在原地无法动弹的琉璃菩萨。不需要看到飞剑的主人，琉璃菩萨便知落玉衡来了。除了他，除了这位人宗的一品陆地神仙，世上再无人能御起如此可怕、如此恢宏的剑气。他正要挣开赵首的束缚，以更快的速度躲避飞剑。这时，远处一名头发苍苍的道人脚踏飞剑而至，隔着老远朝琉璃菩萨张开掌心，狠狠抓了一把，像是取走了某件东西。同一时间，处在弥留之际的纯烟汇聚最后一抹心神，对琉璃菩萨施展了共情。这一次，他成功了。琉璃菩萨被金莲道长取走了大部分福缘，变成了倒霉蛋。共情之下，求生欲瞬间消失，他如此刻的纯烟一样，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助，消极的等待死亡。接二连三的控制之下，琉璃菩萨失去先机，被那道黄黄金光贯穿胸膛。这位倾国倾城的菩萨身躯4分5裂，嫣红的鲜血洒落，而他的元神迅速消亡。剑斩肉身，心斩灵魂。人宗星剑专克元神，连同为道门的修士都不敢硬接人宗星剑，何况佛门菩萨。当时时，远处绽放无量佛光，化作身高100丈的恢宏金身，
这尊金身手托玉瓶，眼含慈悲，瓶口冲涌出刺目的金光，如大河般奔涌，将琉璃菩萨等人淹没。沐浴在金光中，琉璃菩萨四分五裂的身躯快速愈合，濒临死亡的3位古族首领重获新生。只有赵守结结实实地承受了规则的反噬，这是药师法相无法治愈的伤势。对于这样的反转，赵守没有丝毫意外，相反，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当他终于赶到战场，看清局势后，便知古族首领必死无疑，己方无人能救。凭借着读书人的脑子，他立刻把打起佛陀药师法相上，要逼佛陀施展药师法相，就必须把琉璃菩萨拉下水。在距离如此遥远的情况下，且有诸多大奉超凡以及神书阻隔，佛陀想只救琉璃一人根本无法做到，除非无差别覆盖。而这就是赵守想要的，因此甫一登场，就以不顾代价的方式困住琉璃菩萨，希望用这种激烈手段向同伴传达想法。幸运的是，骆玉衡和金莲道长都是绝顶聪明之人，立刻就意会到他的计划。而古族中只有新古师纯烟看穿了赵守的用意，给出了配合。当然，如果佛陀不愿意施展药师法相，那么古族的几位超凡换一位佛门菩萨也是赚的。琉璃菩萨身形一闪，回到了伽罗树和广贤身边，回到了佛陀身边，素白绝美的脸庞涌现一抹恼意。金莲道长踏着飞剑落在古族首领们身边，抚须笑道：“你们且先休养，此处交由我等接管。”话音落下，几道流光陆续赶来，驾驭着金色佛光的渡厄、恒远，脚踏飞剑的李妙真，踩着劫持的杨公，施展传送阵赶来的孙玄机，以及用最质朴的御风手段从建州奔赴战场的寇扬州寇师傅。除了尚在闭关的阿苏罗、大凤有资格参与战斗的超凡，基本都来了。海外归墟，堪比小型陆地的岛屿中央，那团吞噬万事万物的黑洞，在过去的3天里，吸力逐步减弱，开始收敛，到了今日，终于彻底消失。黑洞留下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直径100里的深渊，深渊边缘是朝着四面八方延伸的，宛如蛛网的地缝。可想而知，继续持续下去，这块小型大陆会因为黑洞分崩离析。轰轰轰！深渊里传来震耳欲聋的声响，让外延的地缝扩大，制造出地震般的效果。不多时，深渊里爬出一只羊身人面的怪物，它整体呈乌黑色，无毛无鳞，双眼呈琥珀色，瞳光冰冷无情，头顶有6根微微弯曲的长角。它的体型堪比山岳，眼睛如同一湾琥珀色的小湖，羊角的高度比肩城墙。自开天辟地以来，体型能成长到这般夸张的，只有天地孕育的远古神魔。荒昂起头颅，望着蔚蓝的天空，眯起小湖般的眼睛。无尽岁月，我终于重返巅峰。他的声音在天地间轰隆回荡，天空风云变色，浓墨般的云层翻涌而来，遮天蔽日，雷电雷鸣。海面和岛屿上刮起了末日般的狂风。一位远古神魔的回归，引来了夸张的天地异象。享受了片刻自由的空气，荒睁开眼，缓缓道：“天地未变，我苏醒的还算及时。”接着，琥珀色的瞳孔骤然收缩，透出凶厉残暴的眸光。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根长角上，口吐人言，威严宏大。坚正，不管你是什么人物，有什么来历，都不重要。说话间，那根封印着坚正的长角气旋豁然膨胀，形成吞噬一切的漩涡。除远古神魔，当今各大体系的修士中，超凡境是利用规则，只有超品才能掌控规则，影响规则。术士体系并没有超品，所谓的大凤不灭，坚正不死，在荒看来，无非是对规则的利用。如今他的灵运已经恢复，天赋神通所向披靡，有足够的信心吞噬坚正，无视术士体系的特性。毕竟在远古时代，他连其他什么的灵运都能吞噬，而灵运是天地规则所化，规则都能吞噬，何况区区的天命师。气旋滚滚中，一抹微弱的青光亮起，如同狂风骤雨中的烛火，摇曳飘零，似乎随时都会熄灭，卷入气旋。但时间1分1秒过去，青光竟还坚挺着，不曾被气旋吞噬。荒的琥珀色瞳孔里闪过明显的情绪变化。呵，长角中传来坚正的低笑声。你，荒的瞳孔微微扩大，半猜测半质问道：“你掌控了某种高层次的天地法则。所谓大道3000，小道无尽，天地间的法则数不胜数，有低层次的法则，自然也有核心的高层次的法则。这些法则交织出了9州世界。”荒虽然对自己的天赋神通无比自信，但也明白自己并非真的无物不吞。某些核心的高层次的法则，他是无能为力的。更具体的描述是，荒能吞噬各大体系的一品修士，但同为超品的强者，他的天赋神通尽管也能造成不俗的杀伤力，但很难将对方杀死。各大体系中，一品只是利用规则，到超品才能真正涉及到高层次的规则之力，而术士体系在一品境就拥有其他体系超品境才有的特殊。这不可能！荒低声喃喃片刻，发出愤怒的咆哮。
这不可能，他无法理解眼前的情况，不相信自己身为远古时代最可怕的神魔之一，竟然无法吞噬区区天命师。我那个欺师灭祖的孽徒很喜欢做两手准备，这样就算第一个谋划失败，也能及时止损，进行第二个计划。坚正的声音从长角中传来，仍是一副旗手的沉稳。作为老师，我当然也擅长这一套。荒心里一凛，你是故意被我封印的。坚正笑道，在见到初代的法器后，我自知那一仗毫无胜算，便利用你对守门人灵韵的贪婪，主动被你封印。反正你也杀不死我。荒的表情透出人性化的凝重，沉声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借我之力打开此处的屏障，而后夺走天门。很好，你的计划达到了。难怪许七安会突然来到海外，来到神魔岛，与他争夺天门。坚正早知道神魔岛和天门的存在，当初见势不可为，无法战胜云州方的超凡强者，只能将计就计，实行第二个计划。荒冷哼道，小觑你了，可即便如此，你也只是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如今我已恢复巅峰，想来九州的超品挣脱封印在即，中原覆灭是迟早的事，大凤亡国之日，便你是灰飞烟灭之时。坚正的笑声再次传出，不，在我的计划里，许宁燕应该是吞噬伽罗术，晋升半步武神，可惜给他机会他不中用啊，于是只能出海寻找晋升半步武神的机缘。听到这里，荒先是一愣，继而涌起难以描述的危机感，因为坚正话里透出的意思是，在他原本的计划中没有许七安，这意味着坚正有其他办法夺走天门。那他原本的计划是什么？这时他听坚正笑呵呵地说，我心甘情愿被你封印，真正的目标是你啊。伴随着这句话，荒的琥珀色瞳孔收缩成针，无法形容的危机感如海潮般将他吞没。这是他身为远古神魔的直觉。目标是我。荒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冷笑，就凭你吗？坚正，你急眼的样子真可怕。坚正嗤笑一声，但愿你接下来还能保持信心。坚正没再说话，但荒的长角里传来了晦涩的咒语声。咒语的语种不是大凤官话，更不是史上任何人族、妖族语言，甚至不是神魔语。因为如果是神魔语的话，荒不可能听不懂。这是从未出现过的语言，甚至都不一定是语言。听到坚正发出音节古怪的咒语，荒本能地察觉到了危机感，当即让6根长角膨胀起气旋，全力施展完整的天赋神通。6根独角产生6个气旋，6个气旋相互碰撞，形成一个更大的气旋。可怕的黑洞再次降临，吞噬着周围的一切，包括空气和光线。可是面对如此强大的压力，象征着坚正的青光依然坚挺，咒语声非但没有被压制，反而愈发高亢。当咒语声达到某个高潮、某个巅峰时，飘零的青光突然把自己投入气旋中，它随着气旋快速旋转，投向黑洞。在这个过程中，青光点燃了气虚，点燃了黑洞。瞬间，一个由青光构成的气旋黑洞形成，数百丈上千丈高的青光龙卷，声势浩大。天空中云层剧烈变换，紧接着无尽高远的穹顶一道光门打开，青光气旋朝着光门汇聚。不，黑洞中传来荒惊恐的叫声，这位远古时代最强的神魔完全失态了。那道光门正在吸收他的灵韵，就像他当年吸收神魔灵韵那样。荒在话道，回归天地，你怎么可能打开天门？你到底是谁？黑洞里荒声嘶力竭的咆哮声响起，坚正有这份力量，何苦隐忍到现在？荒隐约间把握到了什么，但愤怒和惊恐的情绪妨碍了他思考。天门洞开，快速攫取着荒的灵韵，青光点燃气旋后，天赋神通便失控了。荒无法再控制自己的神通，无法中断气旋。再这样下去，不到1刻钟，他就会化入大道，归回天地。但就在这时，天空中出现了一道遮天蔽日的阴影，化作暗红色的肉山，它的脊背有着2排气孔，喷涌出浓烈的毒烟，它的底部流淌着粘稠的阴影。他的身边跟随着行尸大军，还有一群攀爬在肉山上尽情交配的生灵，有古兽，有海兽，有人，有神魔后裔，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性别。这些生灵失去了理智，仅存交配繁衍的欲望。古神，这座肉山的前端有一双黑纽扣般的充满智慧的眼睛，他望着的青光气旋，等待片刻。庞大的身躯上那一根根筋腱绷紧，一块块肌肉膨胀，接着他朝着青光气旋一头撞了下去。轰！青光气旋崩散，穹顶之上那道天门旋即合拢消散，黑洞消失，重新化作羊身人面的史前巨兽，体型不比古神小。古神，心有余悸的荒龇牙咧嘴了片刻，将目光投向与自己一样庞大的远古神魔。你已经挣脱封印了，你来做什么？他没有感谢，审视着不远万里来到海外的古神。就你！庞大的肉身发出宏大威严的声音，说着神魔语，顿了顿，补充道：杀奸正，灭武神。
说话间，古神的身躯裂开一张獠牙遍布的嘴，喷出7道颜色各异的光华，它们象征着古神的7大能力，是灵韵的具现化。7道光华射向荒的头顶，封印着坚正的那根长角。杀坚正，灭无声。荒心里念叨着这6个字，没有阻止古神帮忙加固封印的行为。古神，坚正的声音从长角中传出，不再平淡，宏大威严中透着冷漠。等封印被加固后，荒心里一动，看着远处的肉山，缓缓道：“你知道坚正的秘密。”神书把弓箭收好，现出身高30丈的漆黑法相，12双手臂朝两侧展开，大步昂扬地迈入被暗红色血肉覆盖的区域。既然赵守、金莲等人已经赶到，那就不需要再退了。大凤留给他的战略纵深并不宽裕，再往后退小半日就是人烟稠密的州县。轰轰轰，地动声里，漆黑法相朝着那尊佛像冲锋，每一脚踏下，便有淤泥般的血肉物质飞溅，化作青烟。佛像身后的8大法相绽放金光，金刚法相融入佛像中，为他提供能与半部武神肉搏的力量。大轮回法相咔咔转动，用佛文写成的阿修罗3字亮起，削弱半部武神的实力。大慈大悲法相吟诵佛经，夜空降下佛光，天地间响起梵唱，凸显出安详宁静的气氛，削弱半部武神的战斗意志。药师法相手中的净瓶溢散出碎屑般的金光，为佛像提供持续作战的续航能力。大智慧法相光轮逆转，削弱半部武神的智商，干扰他的判断。而行者法相提供的速度和不动明王提供的强大防御，则让他立于不败之地。最后，浩渺如汪洋的暗红色血肉物质裂开一道道嘴巴，吐出微缩的小太阳，则为佛陀提供真实杀伤半部武神的伟力。半部武神或许能与超品争锋，但永远不可能战胜超品。见佛陀展现出全力，李妙真和金莲道长连忙抬起手，做出平推姿势，仿佛要把什么东西推进神书体内。骆玉衡双眼迸射出2道金灿灿的光芒，笔直地照射在漆黑法相上，为他带来一层薄薄的金光。这是陆地神仙万法不侵的特性，尽管无法与本体相当，但也能为神书提供一定程度的庇护。薄薄的金光覆盖神书后发生了异变，它化成了一套淡金色的铠甲，效果倍增。这和骆玉衡无关，而是神书的福缘太强，激活了主角光环，得天眷顾。另一边，杨公和赵守吟诵道：“不受蛊惑。”话音落下，青光从漆黑法相的脚底升起，也化作铠甲的一部分，形成一套金色和青光拼凑的重甲。当当当，远处的孙玄机奋力敲打着青铜钟，带来让元神亢奋、震耳发聩的钟声。粗鄙的寇师傅是个武夫，啥也做不了，只能羡慕地感慨一声：“真特娘的花里胡哨啊！”感慨声里，佛陀凝成的佛像与神书的漆黑法相碰撞在一起，这就宛如2颗行星碰撞，狂暴的冲击波涟漪般扩散，蔓延数十里，所过之处生灵湮灭，土层刮飞，仿佛是灭世的风暴。这个层次的战场注定是生命的禁区。众超凡强者迅速退避，并撑起各自的防御手段，抵挡佛陀和神书的战斗余波。除了武夫之外，各大体系的超凡强者也得小心翼翼，不然阴沟里翻船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混乱之中，琉璃菩萨出现在孙玄机身后，手中的玉质小刀切向敌人咽喉。在古族首领们暂时退出战场后，他凭借神出鬼没的速度，把目光对准了3品境的孙玄机。这种捏软柿子的战术简单而有效，当时的超凡强者里没有人比他速度更快，而1品和3品的差距能让他瞬杀敌人。毫不意外，孙玄机的人头飞起，但没有鲜血流出，这是一具附着人皮面具的机关傀儡，只寄宿了孙玄机的一缕神念。琉璃一掌拍碎青铜钟，当当当，远处青光升腾，又一个白衣身影出现，奋力敲击铜钟。毫无疑问，这又是一具傀儡，青铜钟也是新的。真正的孙玄机不知道藏身在了哪里。琉璃菩萨白皙光洁的额头凸显出一根青筋，虽然他能瞬杀3品，但术士确实太难缠了，不但拥有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传送术，还特别有钱。有了多次与佛门菩萨交手的经验，孙师兄更鸡贼了，他只打辅助，只派法器出战，真身不参与战斗。这样，除非法器耗尽，不然他永远都是安全的。而众所周知，术士是最豪气的体系。发现无法瞬杀3品天机师后，琉璃菩萨立刻改变了目标。在这片战场上，理论上来说，他能瞬杀的目标人物有3人：李妙真、杨公和恒远。不过大凤方的超凡强者对此早有防备，几乎都是2带3的组合。恒远与渡恶罗汉、寇扬州寸步不离，李妙真和金莲道长并肩而立，杨公则在赵守的青光庇护之下。此情此景，杀渡恶和恒远是最好的方案。首先，同体系的高品对低品有先天性的压制，其次，杀了渡恶，大乘佛教的气运会回流到佛陀身上。至于儒家和道门这对组合，前者的言出法随过于无赖，后者杀了不但有损福缘，且会遭天谴。在这样的战场上，
损福缘就意味着危险，更何况遭天谴。打定主意后，琉璃菩萨当即施展行者法相，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度恶罗汉面前，手里的玉质小刀刺向度恶的眉心。过程中，以他为中心，无色琉璃领域如水般蔓延，冻结了寇扬州惊变的脸色，冻结了度恶和恒远尚未反应过来，因此有些木然的表情。这就是行者法相，速度要快过武夫的危机预警。眼见三人身陷囫囵，赵守和杨公同时吟诵道：“不许动！”和两人之力，配合如冠和刻刀，成功的定住琉璃菩萨。但这只能影响一品菩萨短暂的瞬间，想要改变度恶的困局，还得做些其他的事。赵守指尖一屈，就要弹出刻刀，破除无色琉璃领域。而李妙真和金莲道长同时遇见下沉，一边削弱琉璃的福缘，一边杀向这位不善近战的菩萨。可是天空降临纯净佛光，笼罩了这片区域。紧接着梵音禅唱传来，这来自广贤菩萨。诵经声里，拥有金身护体的金莲道长和李妙真仅是微微发愣，没有被直接消弭战意。一品菩萨的法相之力，他们无法全部免疫。赵守和杨公受到了影响，前者没能弹出刻刀，两位儒家修士此刻心态平和，不想战斗，只想回书院教书育人。儒家的浩然正气号称百邪不侵，但指的是精神方面的邪念、酒色财气等。因此每一位儒家修士的品性都无比高洁，飞道门金丹的万法不侵。骆玉横持着不再锈迹斑斑的飞剑俯冲，剑身缠绕的风水火四象之力，犹如一颗色彩绚丽的流星，照得夜色缤纷瑰丽。以人宗剑术的杀伐之力，辅以陆地神仙的法力，破开无色琉璃领域并不困难。但这时前方人影一闪，穿着红黄相间袈裟，裸露半个胸膛，一身花岗岩般肌肉的伽罗树挡在了绚丽流星之前。他粗犷黝黑的脸庞露出一抹讥笑，双手捏起法印，嗡，空间褶皱瞬间抚平，静得连一丝风都没有。凝聚的空间屏障挡住了骆玉衡的去路。下一秒，空间屏障快速崩溃，空间出现肉眼可见的褶皱，这些褶皱化作狂风肆虐四方。骆玉衡却没有任何喜色，反而流露出一抹无奈。双方争的是刹那的生机，即使他能一剑刺穿伽罗树，度恶也失去了那抹生机，何况他自知剑术根本破不开佛门一品中综合实力最强、防御力最强的伽罗树。别看佛门只有3位超凡，每一尊都是一品，而大凤这边真正拥有一品战力的只有他，即使要靠数量引发质变，2品境的超凡也还是少了些。突然，一抹金光从天而降，打碎了无色琉璃领域。光柱中，皮肤漆黑、眉骨凸起、又丑又英武的阿苏罗巍然而立。他身边的琉璃菩萨一动不动，宛如静止的画卷。他手里玉质小刀的刀尖已经刺破度恶罗汉的眉心。阿苏罗随意的挥手，琉璃菩萨身影破碎。这只是一道虚影，真身已然出现在广贤菩萨身边。广贤菩萨看了他一眼，方才琉璃是有机会杀掉毒恶的，但他选择了撤退。另一边，伽罗树和骆玉衡一触即分，没有继续动手。前者缓缓转身，审视着丑陋又英武的阿苏罗，沉声道：“你晋升1品了。”这便是琉璃菩萨撤退的原因。不擅长近战的他，若是执意要杀度恶，代价就是被一位新晋1品贴身，必死无疑。而这一次，佛陀绝对不会救他，救他就等于救度恶。还得感谢你，仇恨是最强大的力量。阿苏罗展开双臂，滚滚气旋在他身后升起，旋转的气流中，一尊漆黑的金刚法相凝聚。他五官狰狞丑陋，与阿苏罗有几分相似，12双手臂各持刀枪剑戟佛塔红绫等虚幻法器。而漆黑法相脑后亮起的不是炽热的火环，而是象征着杀贼果位的七彩光轮。闭关数月，阿苏罗终于迈出最后一步。他借鉴了神书的方法，把修罗血脉融入金刚法相中，以此为根基，再化入杀贼果位，终于另辟蹊径，踏出一条通往1品的道路。虽然没有伽罗树那不讲理般的防御，不过容纳了杀贼之力和修罗族血脉的金刚法相，战力比伽罗树的金刚法相要更胜一筹。有点意思。伽罗树淡淡道。东边渐露于白，祥和缥缈的仙山在第一缕晨曦的笼罩下苏醒。天边掠来一道流光，正是脚踏飞剑的圣子李灵素。方甫接近仙山，一道无形屏障显化，李灵素一头撞了上去，闷哼一声，驾驭着飞剑摇摇晃晃地从高空飘落。他在山脚的牌坊处降落，卯足肺活量喊道：“天尊，大劫已至，弟子李灵素恳请您出山相助大凤，相助人族。”声音在山林间一遍遍回荡，直至失真消散。天宗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回应。天尊，帮帮忙啊！弟子带天宗行走人间，却毫无用处，很丢人的。依旧没有回应。天尊，弟子发誓，大劫之后一定斩去尘缘。潜心问道。太上忘情，还是没有回应。李灵素咬了咬牙，在牌坊下跪倒，重复着刚才的话，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问完，扬身人面的巨兽沉声道：“
我猜错了，守门人不是监正，是武神。守门人只能诞生于武夫体系，许七安就是监正要培养的武神。古神闻言不由得看一眼荒，后者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丝的怜悯。面对荒的疑问，古神没有直接解惑，低沉威严的声音说道：他故意被你封印，随你来到归墟，进入神魔岛，不是为了抢夺天门，而是要借你的天赋神通，熔炼残留在此地的灵韵，这样他就能再开天门，逼你化道。你吞噬的灵韵，一部分是被他吸收了。我说的可对，监正。长角里的监正没有回应，反而是荒惊悚一惊，难以置信，他凭什么？他凭什么区区一个天命？荒没再说下去，因为监正的种种表现早已说明他绝不是简单的天命师。接着荒神色凶恶，暴躁地质问：你早就来了，为何最开始不出手？古神回答道：晚点出手，让你多流失部分灵韵，你就不是我对手了。荒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吼声，仿佛受到挑衅的野兽，一字一句道：我依旧是超品，依然能杀你，你知道我是谁了？这时监正的声音从长角里传出：看到了模糊的未来，多亏了你被荒封印，屏蔽天机的力量松动，让我窥探到了你真正的身份。古神平静的语气回应：我该怎么称呼你？监正，或者九州意志的化身，还是天道？天道一句话在荒心里掀起了狂涛骇浪，让这位远古神魔的瞳孔在瞬间收缩成缝。他没有反驳古神，没有气急败坏地指责古神荒唐，因为这和自己心里那个大胆的猜测相吻合。除了天道，还有谁能通过吸收灵韵再开天门？而且这也解释了他以前的一个疑惑，那就是监正为何能取代初代监正晋升天命师，以及监正区区一个天命师却掌控着高层次的规则，连最擅长吞噬的他都无法杀死。初代监正绝对没有这本事。还有知道神魔岛的秘密，扶持武神，把远古时代遗留的天门送给许七安等等，这些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同时荒也给自己误判守门人这件事找到了理由。很好，监正淡淡道：荒，你的机会来了。话音方落，晴朗的天空炸起焦雷，一道带着寂灭气息的雷柱吞没了古神。这道雷柱覆盖了古神庞大的肉身，将他身边的追随者化作飞灰。古神的身躯只坚持了3秒，就炸成了无数碎片，每一块碎片都有磨盘那么大，烂泥一般的砸在地上，宛如一场浩大的血肉之雨。它们缓慢地蠕动着，一点点的汇聚，试图拼凑回身体。古神的气息在此刻衰弱到了极点，泄露天机的代价来了。纵使是他泄露天机，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可一不可再。你还在等什么？监正蛊惑道：现在不吞噬古神，更待何时？你的灵韵有损，即使仍在超品之列，可你能战胜凝聚气运的巫神和佛陀。吞了他的灵韵，你会达到此生最强的巅峰，与佛陀巫神做最后的竞争。荒的眼睛里流露出贪婪之色，显然是异动了。天赋神通变是吞噬万物的他，本性就是贪婪的，对高品质的灵韵，尤其是同等级的灵韵，缺乏抵抗力。荒的鼻翼抽动了几下，像是在嗅觉是真修的香味，但最后他还是恋恋不舍地闭上了眼睛，任由古神的残躯一点点的重组。方才你若吞噬我，他就可以借着我的灵韵冲破封印，再开天门，逼你化道。过程中尚未恢复的古神开口说道，声音依旧宏大威严，丝毫没有死里逃生的庆幸。我知道，不需要你提醒。荒的声音则带着明显的惋惜和肉疼。接着他很有些山芋太烫手地问道，你有什么办法解决他？虽然看起来他降临世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说话间，一道身影凭空出现在荒头顶，青袍猎猎鼓舞，手里的镇国剑引满强配气机，扭曲空气，朝着那根长角用力斩下。监正居然特么的是天道，难怪天谷婆婆说监正一死，大伙一起玩完。许七安满脑子都是槽点，过去的种种线索细节在此刻蜂拥而至，但他很好的克制住了职业本能，摒除杂念，投入战斗，挥出斩向荒的太平刀。虽然小破刀还没苏醒，但吸纳天门后，他本身的硬度已经超过法宝，再配合半部武神的强配气机力量，斩落荒的一根独角并非难事。毕竟这位吞天食地的远古神魔不是以肉身强大著称。暗金色长刀即将斩断长角的刹那，许七安眼前一黑，失去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以及元神对周遭景物的感知。暗谷蒙蔽，这一招他很熟悉，因为他也会，只不过没有这么强大。在古神蒙蔽许七安感知时，荒沉稳地做出应对，头顶6根独角豁然膨胀出吞噬一切的气旋。此时的许七安连武者的危机预感都被蒙蔽了，下一秒他就会像扑火的飞蛾栽到荒的气旋中。但这时他的身影染上一层阴影，继而融化，融化失败，他的阴影跳跃被打断了。又是古神膨胀的气旋旋即吞没许七安，
这位半步武神消失得无影无踪。距离荒和古神极遥远处的天空，许七安的身影显化，他头顶悬浮着一座金灿灿的玲珑佛塔，塔尖套着一只发丝编织成绳的手串。使用手串的前提是眼睛得先看到空间，再利用大眼珠子做空间切割，以此传送。当许七安五感六觉被蒙蔽后，他便失去了使用大眼珠子的资格，但塔灵可以，塔灵没有被暗谷手段蒙蔽。还好老子警惕，留了一手。许七安轻轻吐出一口气，竟有些后怕。刚才交手短暂，却危机四伏，让他嗅到了久违的汗毛炸树的危险。两名超品的实力不容小觑，唯一欣慰的是，他们现在或多或少都受了创伤。虽然这伤不到超品的根基，休养一段时间便能恢复，但许七安打的就是时间差。另外，让他失望的是，坚正似乎无法让他晋升武神。刚才冒险期袭荒，除了想夺回坚正，再就是近距离试探一下老银币。如果他有能力让自己晋升武神，就不会错过方才的机会。结果失望了。许七安猜测是古神和荒的封印影响到了坚正。荒，你不是想吞噬守门人的灵韵吗？我来了。许七安挑衅道。送上门的美味你也能忍着？高大如山岳的荒，琥珀色的眸光闪过怒火。他本性暴躁易怒，又和许七安有深仇大恨，下意识的就想冲上去搏命，把这小子吞噬成渣渣灰。鼻翼抽动了一下，喷吐出一口玉气。荒侧头看向古神，他是怎么回事？如果没有知道坚正就是天道化身，荒会对许七安远赴海外的行为难以理解。现在他本能地意识到许七安来救坚正肯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古神声音宏大缥缈，我刚才说了，杀坚正，灭武神。灭武神，坚正，不，天道与武神的诞生有关。许七安出海救坚正，为的是晋升武神。荒懂了，他莫想到蚕食中原的战争还没打响，决定这次大劫关键的战役竟会发生在海外。这小子刚才有近距离接触到我，而坚正没有任何回应。荒说，坚正被封印了。古神回答。说完，他望向许七安，缓缓道：你以为握着一件空间法器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许七安眼前一黑，脖梗剧痛，连接着他脊椎神经的七绝骨迅速诞生自我意识，不再受他控制，并且开始争夺肉身的主导权。象征着七种古书的七种力量，沿着神经侵入许七安的大脑、四肢，要把这具半步武神的肉身据为己有。以一品武夫的特性，夺舍这种事本不该存在，但七绝骨严格来说不是外物，它早与许七安肉身相连，属于身体的一部分。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手诞生了自己的思想，不再听从大脑的号令，并且想争夺肉身的主动权。他诞生意识了。许七安皱了皱眉，你太自信了，以为自己能压制没有灵魂和意志的七绝骨，以为我会利用它侵入你的身体。远处的庞大肉山声音恢宏，语气平静。外来的意志无法影响半步武神的特性，我确实无能为力，但我可以让它诞生意志，它也是你，是你这具身躯的一部分。说话间，庞大肉山消失不见，紧接着天空暗了下来，古神暗红色的身躯在许七安上空显现，一块块肌肉撑起，一根根筋腱紧绷，背部的两排气孔喷出猩红的血雾。古神周边的空气瞬间扭曲，空间传来镜子般破碎的声音，仿佛无法承受它的重量。抓住七绝骨争夺地盘的机会，他直接要和许七安肉搏。另一边，荒头顶五根独角膨胀起气旋，继而融合，把自身化作一团气旋滚滚的黑洞，撞向许七安。而面对两大超品进攻的半步武神，视线一黑，五官六十再次被蒙蔽。镜山城，巫神教总坛方圆百里，人烟绝迹，临海的崖壁上传来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海鸟在蔚蓝的天空中贴着海面滑翔。除了没有人，一切都显得安详平和，与往日没有区别。甚至因为没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山野间的动物更频繁地外出活动，小到虫灰，大到飞禽走兽，都在享受着没有人族的安静时光。镜山城以及方圆几百里的百姓，早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陆续被大奉军队强迫撤走了，连带着粮草等物资尽数转移。镜山城外山谷里，那座高数10丈的祭台上突然传来咔嚓的声音，声音来自头戴儒冠、身穿儒袍的老者雕塑，深深的裂缝在雕塑身上游走，不断撕裂。儒圣雕塑对面，头戴荆棘王冠的巫神雕塑，双眼腾起2道黑烟，在他的注视下，裂痕游走的速度加快，终于在哗啦啦的声音里，儒圣雕塑崩溃了。下一秒，轰的一声，头戴荆棘王冠的雕塑头顶黑烟大井喷，他在高空迅速晕染开来，伴随着地动山摇的响声里，黑烟遮蔽了蔚蓝的天空，并且这道黑烟无限制扩张，仿佛要彻底取代苍穹。层层叠叠的黑烟笼罩之下，地面的生灵无声无息地死去，然后他们双眼死寂地起身，虫灰也好，飞禽走兽也罢，沉默地朝着西边进发。某处荒凉的高山，楚原枕踩在树间，手里举着一枚单筒望远镜，看见远处天际
诡异的黑云缓缓蔓延而来。黑云之下是密密麻麻的鸟群，而大地上出现了漫山遍野的兽类、蛇群，它们不分种群的汇聚在一起，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行尸大军。古神挣脱封印了，楚元稹头皮发麻，当即纵身跃起，踩着飞剑直奔最近的军营。他没有前往雷州参战，一方面是战力有限，另一方面女帝委派了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监视巫神动静。巫神挣脱封印会比古神慢，但也不会晚太多，因此朝廷始终对径山城抱着最高的警戒。之所以选择让楚元稹来监视，是因为他有地书碎片传信，且能御剑飞行，来去如风，机动性很强。不多时，军营里升起了滚滚狼烟，驻守在此地的军队丢弃一切军需辎重，快速撤军。马蹄声里，楚元稹看着军队驱赶着百姓在荒野上狂奔，心里焦虑的同时，难以遏制的涌起悲伤。他不知道这些百姓里有多少人能跑过巫神，存活下来，而即使短暂的跑过巫神，在没有半部武神出手牵制的情况下，他们又能跑到哪里？楚元稹仿佛看到了生灵屠他的一幕，深吸一口气，他取出地书碎片，在天地会里传书：巫神出事了。巫神出事了。皇宫御书房里，怀庆手里握着地书碎片，指尖微微发紧。尽管很早前就有心理准备，但看到楚元稹的传书，他的心依旧缓慢地沉入谷底，四肢泛起冰凉，涌现悲观、恐惧和绝望的情绪。雷州战况激烈，本就是勉强拖延，而海外情况更是凶险，许七安生死不明。此时此刻，大凤拿什么阻挡巫神？巫神最后一个挣脱封印，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占了大便宜诚然。佛陀与巫神是竞争关系，但别想着利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规律左右逢源，说服佛陀撤退。大凤超凡确实可以转移到东北方阻扰巫神，但这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到时候的结果是佛陀东来，势如破竹，局面不会有任何好转。派人通知内阁和打更人衙门，大捷已至。良久，怀庆望向御下的掌印太监，语气机械化般的说了一句：大捷已至。掌印太监的脸色煞白无比，如坠冰窖，身躯微微发抖。他抬起颤巍巍的双臂，默默行了个礼，躬身退下。文渊阁议事厅，钱青书、王真文等几名大学士坐在桌边，头发花白的他们眉头紧锁，脸色凝重，以至于厅内的气氛有些凝重。掌印太监看了他们一眼，略作犹豫，道：咱家多嘴问一句，几位大人可有破局之策？他真正的意思是大凤还有救吗？之所以没有问怀庆，而是询问几位大学士，一来是不敢触女帝眉头，二来未必会有答案。当然，他是女帝的心腹，前几次的超凡会议里，掌印太监都在旁伺候，对局势知晓的比较清楚，所以更明白情况的危急。焦躁的钱青书闻言，忍不住就要出言呵斥，边上的王真文先一步说道：待许银罗归来，危机自解。他神色笃定，语气从容，虽然神色凝重，但没有任何惊慌和绝望。见状，掌印太监心里一下安定，作揖笑道：咱家还要去一趟打更人衙门，先行告退。他作揖行礼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许银罗过往的战绩、事迹，以及据说达到了中原武夫史上未有的半部武神位格，心里便涌起了强大的自信。尽管依旧有些忐忑，却不再惴惴不安。王真文目送他的背影离去，脸色终于垮了，疲惫地捏了捏眉心，说道：纵使难逃大劫，在最后一刻来临前，本官也希望京城以及各州能保持稳定，而稳定的前提是人心能稳。赵廷芳难掩愁容地说道：陛下身边的心腹都对许银罗有信心，何况是市井百姓，我们不乱，京城就乱不了。经过女帝登基后新一轮的洗牌，上位的或保留下来的大学士，不说品性高雅，至少私德没有大问题，且城府深，有心机，因此面临如此糟糕的局面，还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冷静。换成元景期间，此刻早已朝野动荡，人心惶惶了。王真文说道：以排查西域细作为由，关闭城门，清空客栈、酒馆和烟花之地的客人，施行宵禁，阻断谣言传播渠道。知道大捷的诸公不多，但也不算少，消息泄露在所难免，这样的举措是防止消息扩散，引来恐慌。至于各州的布政使衙门，早在数月前就收到朝廷下达的秘密公文，尤其是靠近西域、东北的几大州的布政使衙门、下辖的郡县州衙门，他们接收到的命令是狼烟一起，举境迁徙，100户1里，10里1亭，10亭1乡，分别由里长、亭长、乡长负责各自管辖的百姓，再由县令统筹。当然，实际情况肯定要更复杂，百姓未必愿意迁徙，各级官员也未必能在大捷面前谨记职责，但这些是没办法的事。对于朝廷来说，能救多少人是多少人。钱青书低声道：尽人事，听天命。闻言，几位大学士同时望向南方，而不是巫神席卷而来的北方。打更人衙门，南宫倩柔腰悬佩刀，
满心焦虑地奔上好奇楼时，发现魏渊并不在茶室内，这让他把义父怎么办之类的话给咽了回去。略作沉吟后，南宫倩柔大步走向茶室左侧的瞭望台，看向了皇宫。凤七宫，心情不错的太后正倚在榻上，捧着一卷书阅读，身前的小茶几摆着花茶、糕点。室内温暖如春，太后穿着偏明艳的宫装，淡扫蛾眉，容貌倾城，显得愈发年轻了。她放下手里的书，端起茶盏准备品尝时，突然发现门外多了一道身影，穿着藏青色的袍子，两鬓斑白，五官清俊。你怎么来了？太后脸上不自觉地展露笑容。魏渊通常不会在晨间来凤七宫，除非是休沐。闲来无事。魏渊走到软榻边坐下，握着太后的一只手，温和道：想与你多待一会儿。太后先是皱了皱眉，继而舒展，调整了一下坐姿，轻轻依偎在他怀里，低声嗯了一下。两人默契地喝茶看书，时而闲聊一句，享受着静谧的时光，也可能是最后的时光。雷州，暗红色的血肉物质宛如灭世的洪水，淹没着大地、山川、河流。神书的漆黑法相连连后退，从最初交手至今，他和大凤方的超凡强者已经退了近100里。尽管很绝望，但他们的阻击只能减缓佛陀蚕食雷州的速度，做不到阻止。如果没有半部武神级的强者相助，雷州失守是迟早的事。没记错的话，再往后退70里就是一座城，城里的百姓不知道有没有撤走。不可能所有人都撤离。李妙真扫过与伽罗树死斗的阿苏罗、寇扬州，扫过不停给神书施加状态，但自身却徘徊在生死边缘，随时会被琉璃菩萨偷袭的赵守等人，扫过屡次将目标锁定广贤，却被琉璃菩萨一次次救走，无功而返的骆玉衡。焦虑感一点点的从心里升起，不由得想到出海的许契安。你一定要活下来啊！他念头闪烁间，熟悉的心悸感传来。李妙真意念一动，照出地书碎片，眸子一扫，继而陡然色变，脱口道：巫神挣脱封印了。他的声音不大，却让激烈交战的双方为之一缓，继而默契的分离。接着浑身浴血但酣畅淋漓的阿苏罗，眼神已现疲惫的金莲道长，右臂骨折的恒远，纷纷取出地书碎片，查看传书4号楚元稹的传书内容，在玉石镜面显化。天地会成员心里一沉，脸色随之凝重，而他们的表情让赵守、杨公等超凡强者心凉了半截。最不愿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巫神选在这个时候挣脱封印，在中原守备最空虚的时候，他挣脱了如圣的封印。果然是这个时候，广贤菩萨低声喃喃，他没有觉得意外，甚至已经猜到这位超品会在这个节骨眼挣脱封印。理由很简单，巫师6品教挂师，巫神拥有能抓住机会。广贤菩萨双手合十，念诵佛号，面带微笑。诸位，你们有2条路。李妙真等人看了过来。广贤菩萨缓缓道：皈依佛门，佛陀会宽恕尔等过错，赐尔等永生不死的生命，万劫不朽的体魄；或者退出雷州，把这数万里疆域让给我佛门。痴心妄想。骆玉衡冷冰冰的评价。广贤菩萨淡淡道：你们别无选择。莫非还指望许契安像上次那样从海外归来力挽狂澜？半部武神虽说不死不灭，也得看遇到的是谁。他在海外直面2位超品，自身难保。或许荒河古神已经赶来九州。伽罗树神色倨傲又霸道道：如此看来，皈依佛门是你们唯一的活路，其他3位超品不见得会放过你们。阿苏罗狞笑道：行啊，你和伽罗树自尽当场，本座就考虑再入佛门。李妙真扫了一眼远处大战不休的神书和佛陀，收回目光，冷笑道：我此番奔赴雷州，祖今儿等不为私仇，不为名利，更不为长生，为的是天地无情，以万物为刍狗。金莲道长抚须而笑：好一个天地无情，以万物为刍狗！贫道觉得一生广修功德，只知道人有7情6欲，要经历人生8苦，从不觉得天该有这些。渡厄双手合十，满脸慈悲，声音洪亮：阿弥陀佛，众生皆苦，但众生并非囚笼里的玩物。佛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杨公哼道：为天地立心是我儒家的事，超品想越俎代庖，本官不同意。寇扬州微微颔首：老夫也一样。他们此番站在这里，不为自身，更不为一国一地的百姓，为的是九州生灵，是后世子孙，是天地演化到第3阶段后的走向。这时赵守传音道：诸位，我有一事。海外五感6时被蒙蔽的许契安察觉不到任何危险，实则已经腹背受敌，陷入2名超品的夹击中。往上是古神，往下是荒，而他此刻正与七绝骨争夺身体的主动权，只要给他几秒，就能压制七绝骨，碾碎他的意识。可2位超品不会给他这个时间。浮屠宝塔再次升起，塔尖套着大眼珠子手串，塔铃就要让大眼珠子亮起，
故技重施之际，他突然失去了对外界的感知，他也被蒙蔽了。古神连法宝都能蒙蔽，最致命的是，塔林无法把自己的遭遇告诉许七安，让他知道传送失效。这时，失去对外界感知的许七安脚下气机一炸，主动撞向头顶的古神。砰！无法完全控制身躯的半步武神以玉石俱焚的姿态撞中古神，古神坚硬如铁的庞大身躯被撞得微微一顿，许七安却因为无法蓄力，无法调动足够的气机，撞得骨断筋折，皮开肉绽。双方撞击的力道犹如洪钟大吕，震彻天地。终究是古神胜了一筹，迅速调整，开始蓄力，庞大的身躯筋肉鼓胀，正要把许七安撞入气旋。可就在这时，古神体表的肌肉炸开，筋腱一根根断裂，这让他正在积蓄力量的身躯宛如泄了气的皮球，失去了这转瞬即逝的机会。许七安空洞的眼睛恢复灵光，一把抓住浮屠宝塔，塔尖的大眼珠子当即亮起，从古神和荒的夹击中传送了出去。他不敢对两位超品有丝毫小觑，古神见识过他化解蒙蔽的手段，现在既然故技重施，那肯定有相应的办法阻止他传送，所以再次被蒙蔽后，他就没指望浮屠宝塔救他。刚才那一撞是他在自救，利用玉碎自救。至于为什么撞的是古神而不是荒，当然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古神和荒都是超品，但两者有本质区别。古神拥有7大古术，手段多，更花里胡哨，更难对付，但相应的他的杀伤力会偏弱。反观荒，全身上下就一个天赋神通，这种剑走偏锋般的属性才是最可怕的。就算许七安如今是半步武神，也没信心能在超品荒的天赋神通中存活。他一把抓住后颈的七绝骨，把他连带血肉硬生生抠下来，本想直接捏碎，念头一转，还是没舍得，镇杀虫体内的灵智后灌注气机将其封印。没有了七绝骨，我又成了粗鄙的武夫。惋惜中，许七安取出七绝骨，随手丢进了书碎片。突然，许七安头皮发麻，涌起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气运示警，他自然而然地知道了原因，巫神挣脱封印了。他在这边苦苦支撑，想不出解救监正的办法。九州大陆那边，巫神突破封印。天尊，弟子求你了，请您出手相助大凤。天宗牌坊下，李灵素声音都喊嘶哑了，可就是没人回应。别喊了，叹息声从头顶传来。李灵素抬头望去，来人是他师尊玄城道长。他仿佛抓住了希望，急切道：师尊，师尊，您快求求天尊出手相助，这次大劫非同一般，他不出手会后悔的。玄城道长摇了摇头，面无表情地说道：我无法左右天尊的想法，天尊既说了封山，自然就不会出手，你便是跪死在此也无济于事。回去吧，莫要聒噪。说罢，太上忘情的玄城道长转身离去，不看弟子一眼。李灵素正要开口喊住师尊，忽觉熟悉的心悸传来，连忙掏出地书碎片，定睛一看，巫神挣脱封印了。巫神挣脱封印了，李灵素呆若木鸡，表情呆滞，脸色渐转苍白，旋即他的额头青筋凸起，脸颊肌肉抽动，握着地书的手用力的青筋暴突。皇宫，头戴皇冠，一身龙袍的怀庆站在湖畔，沉默地与湖中的玲珑对视。湖中的瑞兽有些不安，黑纽扣般的眼睛看着女帝，有几分戒备、敌意和哀求。替朕凝聚气运。怀庆低声道。头颅探出湖面的玲珑用力摇晃一下脑袋，他发出沉雄的咆哮，像是在恐吓女帝。但怀庆只是冷漠地与他对视，冷漠地重复着刚才的话：替朕凝聚气运。嗷吼！玲珑扬起长尾，发泄情绪地拍打湖面，掀起冲天巨浪。无能狂怒了片刻，他高高地直起身躯，张开修长的颚骨，一道道紫气从虚空中溢出，朝着玲珑的嘴涌起。紫气中有着玄而又玄的成分，怀庆的肉眼无法看到，但他能感应到那是气运。玲珑正在吞纳气运，这是他身为气运调节器的天赋神通。玲珑张开的上下獠牙间，一枚紫气氤氲的气团缓缓凝聚，如龙口衔珠。紫气越来越浓郁，气团渐渐凝实压缩，变成一枚宛如实质的鸽子蛋大小的紫珠。四周虚空中汇聚而来的紫气消失，玲珑口中衔着那枚凝聚了大凤王朝最后气运的紫珠，转动头颅看向岸边的怀庆。呼！鼻息声里，他把珠子吐向了怀庆的眉心，紫光一闪，紫珠在怀庆眉心散开，染紫了他的双瞳和白皙的皮肤。几秒后，紫光消退。很好。怀庆微微颔首，拂袖转身，朝着皇宫的方向行去。嗷嗷！玲珑黑纽扣般的双眼望着怀庆的背影，发出悲鸣。怀庆心肠冷硬，没有回头，也没停下脚步。他回到御书房，坐至铺设黄绸的大案后，淡淡道：退下。殿内侍立的太监和宫女躬身行了一礼，陆续退出。人走光后，怀庆铺开信纸，捏住袖袍，亲自研磨，提笔蘸墨后，
于纸上书写宁燕2字，写完提笔半晌，心有千言万语，却不知道该如何诉说。他沉吟了许久后，终于再次落笔：生我者不喜我，宗族亦增我道行逆施，女子之身称帝。然朕平生无愧祖宗和天地，无愧宗族亲人，光明磊落。思来想去，心中之事只愿与你诉说。我苦读圣贤书，苦修武道，只因年幼时太傅在学堂里的一句女子无才便是德，我一生争强好胜，便是与临安之间的打闹争斗，也从不退让。对太傅的话，心里自是不服气。谁说女子不如男？谁说女子天生便该于闺中刺绣？我偏要成为名震京城的才女，偏要撰书编史，好向世人证明天下男儿皆粪土，渐渐年长，少时意气消磨于时光中。然苦读10年，满腹经纶，也想效仿如圣教化天下，效仿亚圣开宗立派，效仿高祖皇帝，做出一番丰功伟绩。奈何女子之身牢牢束缚住我，便只好隐忍，迟迟不愿出嫁，暗中关注朝政，培植亲信。遇见你之前，我时常想，再过几年熬没了义气，也便嫁人了。起初对你多有恩惠，是出于欣赏和栽培，因为你和临安斗气，也只是出于习惯和霸道的性格罢了。后来对卿渐渐仰慕，不可自拔，却仍不愿面对内心，不愿服输，倔强地告诉自己，我要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绝不与其他女子共侍一夫。岂料最后被临安这个死丫头捷足先登，私底下没少为此发脾气，恨屋及乌地整治陈太妃。这些心意我过去没有宣之于口，现在则不怕跟你说了。你我虽无夫妻之名，却有夫妻之实，此生已无憾事。巫神出世，九州危在旦夕，大奉生死存亡之际，朕身为一国之君，必须承担起责任。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理当如此。这天下我与你共担，我一生从无任性，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待君平定大捷，四海安康，春季勿忘告之，无意含笑九泉。怀庆绝笔，豫州与建州接壤之地，天空涌来滚滚黑云，遮蔽蓝天和朝阳，世界仿佛被分割成两半，一边阴暗可怖，数不尽的行尸大军海潮般涌来，一边阳光灿烂，漫山遍野都是仓皇逃窜的人群。他们就像一群失去主心骨的蝼蚁，数量虽多，但散乱无序，只知慌不择路的逃命。光明与黑暗的交界处，一支护送着百姓的百人军队被阴影覆盖，下一刻士卒和百姓包括胯下战马齐齐僵硬，而后人与兽双眼翻白，表情麻木，成为了尸潮的一部分。救命！救命啊！前头一体力耗尽的些百姓见状，吓得肝胆俱裂，一边尖利的嚎叫着，一边激发潜能继续逃亡。但很快他们就不再嚎叫，表情变得僵硬麻木，他们也成了尸潮的一员，随着黑云朝前推进。越来越多的人被转化为行尸，没有任何反抗的失去生命。在超品之下，人和蝼蚁没有本质的区别。楚元枕踩着飞剑，心里泛起难以言喻的悲凉和痛苦，这些情绪几乎把他吞没。不久前巫神出世，席卷中原，他亲眼看着一支支军队被吞噬，一股股百姓组成的队伍被转化为行尸，逃难的队形瞬间打乱，直至变成如今这副场面，漫山遍野都是人，无组织无目标，慌不择路。而这样的情况还发生在紧邻东北的3州其他地方。在这场大灾难面前，楚元枕眼前所见的尸潮只是其中一部分。湘津豫3州完了，数以千万计的百姓湮灭在这场吞噬中原的浩劫中，背后就是建州，建州之后是江州，以及京城。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有如此可怕，即使是当年的山海关战役，死伤也不过100-200万。亲眼目睹这样的灾难，对他来说是残酷的。可能10年20年后，某次午夜梦回，他会被这场灾难惊醒。这时楚元枕目光一凝，被远处的一对母女吸引。这对母女处在光暗两界的交界处，身后是无限扩张的滚滚黑云。小姑娘摔倒了，娘，我跑不动了。7、8岁的小姑娘满脸汗水，偏黄的头发一绺绺的粘在脸上，嘴唇干裂。她的一双小脚磨出了水泡，跑得踉踉跄跄。背着她的父亲目睹后方之人惨死后，就放弃了他们母女，独自逃命去了。穿着布衣的年轻母亲尚有体力，但不足以抱着小姑娘逃命。她把年幼的女儿抱在怀里，一遍遍地说：娘陪你，娘陪你。她害怕的浑身发抖，脸色惨白，可抱着女儿的手臂却无比坚定。娘，爹为什么不要我们了？母亲脸上流露出悲哀。因为怪物来了，爹没办法保护我们了。小姑娘的表情和母亲是不一样的，她脸上有着希望和笃定，脆生生地说：许银罗会保护我们的。去过酒楼茶馆，看过皮影戏，听过游方郎中讲故事的孩子都知道许银罗，他是保护百姓的大英雄。这时楚元枕遇见下沉，抓起年轻母亲的手臂，把这对母女一起带上天空，继而猛地折转，朝后方掠去。巫神没有出手干预，大概是像这样的蝼蚁
不值得他关注。谢谢侠士的救命之恩。年轻的母亲死里逃生，满脸泪水的抱紧女儿，不停致谢。只是他说的是方言，楚元稹听不懂，只能意会。你是许银罗吗？小姑娘眨着眼睛，一脸期待。楚元稹张了张嘴，说道：是我。小女孩遍布污渍和汗水的脸绽放出激动而明媚的笑容，就如末日的希望。呼，楚元稹吐出一口浊气，仿佛也得到了心灵的慰藉。他御剑送了母女一段路程，确保他们足够安全。巫神的推进速度在凡人眼里极快，可在超凡高手看来实则缓慢，因为他并不是无意义的推进，而是在一点点的蚕食金镶玉三周地盘练出山河印。山河印练成，三周之地便是他的了。随后只要大凤灭国，便可吸收逸散在天地间的气运，容纳山河印，与佛陀还有2尊远古神魔做最后的竞争。目送母女俩逃难的背影，楚元稹收回目光，接着心里一动，转身看去，看见了一袭龙袍，头戴冠冕，负手而立的女帝。陛下，这让楚元稹吃了一惊，没料到怀庆竟会亲赴前线。按照这样的速度，3天之后就会抵达京城吧？怀庆此刻的语气无比平静。3天之后，雷州多半也败了。楚状元满脸苦涩。从雷州到京城，从东北到京城，沿途不知道多少生灵灰飞烟灭。怀庆接着说道：海外战况不知，他是我们最后的希望，所以拖延时间，等待他返回是大凤唯一的选择。楚兄，你觉得呢？楚元稹嗯了一声，可是如何拖延巫神？除非世间再出一位半步武神。怀庆展颜一笑，很好，我们达成共识了。他从怀里取出一封信以及2件物品，交到楚元稹手里。楚元稹低头，那是一块缺了角的黄油玉印，一片干瘪的被压成片的莲花瓣。替我把它们交给许宁燕。怀庆低声道。楚元稹先是一愣，仔细盯着女帝绝美的侧脸，旋即他读懂了女帝的决然。不，陛下，你不该冲动。楚元稹话没说完，就被一股至刚至阳的暴力推开。怀庆傲然而立，体内冲起煊赫的金光，金光凝成一道龙影，张牙舞爪，朝着远处的巫神发出无声的咆哮。远处滚滚涌动的黑云停了下来，接着一张模糊的面孔从黑云中探出，隔着数百丈与金龙和怀庆对视。怀庆的声音清亮铿锵：朕为大凤国君，当守国门，护社稷，今日携2成国运，挡巫神于建州边境。楚元稹速速撤离，不得违抗。他像是宣读圣旨一般，宣布着自己的决断。那张模糊的面孔缩回云层，下一刻，滚滚黑云汹涌而来，携带着佩墨能御的伟大，如天倾，如山崩。楚元稹眼圈瞬间红了，他正要躬身领命，忽听一道声音温和道：臣有异议。楚元稹和怀庆同时扭头，只见2人之间青光升腾，出现赵守的身影。院长。楚元稹愣住了，接着涌起狂喜之色。他带不走怀庆，但赵守可以。陛下，臣来吧。赵守面带微笑。主辱臣死，臣未死，岂能让陛下去抛头颅洒热血？不等怀庆拒绝，他吟诵道：不许动。怀庆果然僵在原地，难以动弹。赵守看了一眼汹涌而来的黑云，笑道：陛下说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可许宁燕也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臣觉得许银罗说的是读书人该做的事，陛下以为如何？怀庆没有作答，眼里闪过一抹悲凉。赵守轻轻一挥手，身上的飞袍自动脱离，并把自己折叠整齐，浮在空中。哎，这关还没做够啊！这位大儒恋恋不舍地摸了摸官袍，接着挥手让他落于楚元稹面前。他最后说道：陛下，大周末期，大儒钱钟以身撞毁大周国运，这才有了大凤600年的江山。今日我赵守效仿前辈，希望也能让大凤再多600年盛世。陛下，云麓书院的读书人自古便无愧黎民，无愧社稷，莫要让200年前争国本的事再次重演了。他朝着怀庆郑重行了一礼。在得知巫神出世后，他便决定效仿先人，以身殉国。他传音给众超凡的仪式是请他们死守雷州。赵守正了正头顶的亚圣如冠，手里青光一闪，刻刀显化。巫神已经逼近了，狂风吹乱他的须发，吹不乱他坚定的表情。当生命走到尽头，这位大儒想起了多年前那位瘸腿的老师，尽管自己恨透了朝廷制度，可在教导学生时，最先强调的依旧是社稷和百姓。耳边仿佛又传来了那瘸子的声音：莫道如灌物，诗书不负人，达而香天下，穷则善其身。纸叶燃烧，赵守大声道：请如圣。刹那间，清气满乾坤，天与地之间，一双不掺杂情感的眸子显化，以此为核心，一位身穿儒袍，头戴儒冠的百丈身影浮现，处于半虚幻半凝实状态。
他一手负后，一手置于小腹间，做凝视远方状。如圣阴魂回眸，朝着金龙一招手，金龙咆哮着脱离女帝，张牙舞爪地撞入如圣体内。于是那双不掺杂情感的眼睛绽放出金灿灿的光芒，浩然正气铺天盖地，充盈了每一处空间。这一刻，如圣仿佛回归了。翻涌的黑云出现明显的凝滞，不知是忌惮，还是回忆起了被如圣压制的恐惧。赵手御风而起，携带着2成国运和如圣阴魂，撞向了遮天蔽日的黑云。怀庆1年11月3日，赵守退巫神于建州边界，以身殉国。赵守带着如圣阴魂，以不可阻挡、无法躲避之势撞入厚重的黑云中。他和如圣阴魂瞬间被黑云吞噬，几乎取代半片天空的黑云快速收缩，朝着中心聚拢，似乎要包裹、炼化如圣阴魂。但在下一刻，漆黑厚重的黑云里，一道青光绽破而出，继而成千上万道光束冲破黑云，氢气和黑云杂糅纠缠，如同发生化学反应，高空产生连续不断的爆炸。爆炸声层层叠叠，震得地面逃窜的百姓匍匐在地，抱着脑袋瑟瑟发抖，完全失去理智，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恐惧。在面对天灾时，人类的恐惧会吞噬理智，失去思考，但匍匐发抖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大部分人死于爆炸的冲击波，每一道雷声都会掀起恐怖的风暴，把地表的人和物卷上天空。这里也包括刑事大军。连环的爆炸声里，黑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稀薄。吼！黑云里凸显出一张巨大的模糊面孔，愤怒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地面的刑事大军迅速枯萎，一股股血光汇入云层，原本便稀薄的黑云再次变得厚重，色泽泼墨。此地不得施展血灵术。云层中浑厚低沉的声音传出。下一刻，那一股股血气溃散，刑尸大军木然而立。死者当入土为安。低沉浑厚的声音再次传来，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荒芜的地面裂开一条条地缝，黑压压的刑尸大军东倒西歪，一头栽入地缝，接着地缝合拢。前一刻还是千军万马，下一刻空空荡荡，只剩满目疮痍的大地。被地缝吞噬的尸潮在此刻彻底与巫神断开联系。见状，巫神当即召唤出9道模糊的虚影，9位一品武夫，每一位都是武道巅峰的人物，拥有搬山填海的巨力，曾经是人间的无敌者。虽然他们的真实战力不可能与生前一样，只保留着体魄、力量和气机，但如圣也不是生前的如圣，而且有巫神挡在前面，9大一品辅助，面对其他超品时使用得当，这是能改变战局的9大战力。然而他对上的是如圣。在9位一品武夫凝聚而成的瞬间，另一边的天空同样有9个身影浮现。一位盘坐于9瓣莲台，脑后凝缩着一轮微型太阳，是几千年前的佛门菩萨。一位穿龙袍戴冠冕，背着一杆方天画戟，手里持着雕刻繁复花纹的青铜剑，这是昔年大周朝的某位皇帝。一位赤着上身，魁梧强壮，下半身是粗壮蛇尾，双手没有武器，一双眼睛猩红如血。一位则完全是兽类，形似狮子，长着6颗脑袋，鬃毛是一条条细小的蛇。剩下的6位里，3位是身穿儒袍，头戴儒冠的读书人，其中1位还是云路书院开创者，是一品亚圣。还有3位穿着道袍，一位剑气如虹，一位功德之力加深，一位身影虚幻，仿佛处于另一个世界。如圣也招来了与他有因果的关系的昔日强者，而且体系更庞杂，手段更全面。至于召唤的手段，当然是白嫖了巫神的。儒家6品的儒生可以快速学习别人的法术、技能，并记录下来。读书人嘛，学习能力是基操，而到了儒圣的层次，只需要看一眼便能100%复刻敌人法术。18位昔日的强者阴魂战成一团，依靠着多体系的配合，佛门打辅助，儒家打控制，地宗削幅员，妖蛮武夫身先士卒扛伤害，人宗天宗打输出。巫神召唤出的9大武夫阴魂迅速被绞杀干净。此地施展咒杀术，此地不得入梦，此地不得召唤天地之力。每吟诵一次，巫神的法术就被剥夺一部分，而如圣的身影则随之虚化。等如圣停止吟诵，巫神失去了所有超凡能力，他空有超品位格，但没有了相应的力量和法术。紧接着，如圣握住刻刀，已经濒临虚幻的身影一步迈出，刺出了古朴无华的刻刀，当即风雷讥笑，天地变色，刺目的青光膨胀开来，宛如一颗小型太阳。黑云层层湮灭，动荡不休，巨大模糊的面孔再次凝聚而出，发出愤怒的嘶吼。如圣，下一刻他也和黑云一起湮灭。阳光普照，天空蔚蓝，无风有云，安详平和，一切都仿佛没有发生过。侥幸存活的百姓、军官茫然四顾，确认自己安全后，旋即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楚元稹木然而立，泪水模糊了眼眶。怀庆看他一眼，这位人间帝王冷若冰霜，深藏悲痛，深吸一口气，道：巫神没有死，只是被如圣打散了元神，
3、5日内必定卷土重来。楚兄，你速去一趟犬戎山，让武林盟配合建州官府聚拢百姓，抛弃辎重财物，尽快撤往京城。楚元稹颔首，略作犹豫，道：陛下，你呢？怀庆苦涩笑道：我体内已无一丝半点的气运，大凤要亡国了。大凤气运已散，就像严康靖3国，没了气运就亡国，成为大凤一部分。如今大凤国运尽失，被超品吞噬，似乎是迟早的事。一念及此，楚元稹心情更加沉重和悲痛，不知道大凤的未来在哪里，九州生灵的未来在哪里。如今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他顾不得悲伤，朝怀庆作揖，跃上剑戟，呼啸而去。雷州，杨公身躯陡然一震，眸中清气凸显，变得极为浓郁，并仿佛河水一样缓缓流淌了起来。他感觉到了如圣的降临，继而明白了赵守的选择。难以遏制的悲伤、迷茫和彷徨涌上心头，泪水无声划过脸颊。这位新晋的3品读书人低声道：院长陨落了，大凤国运尽失。遇见在前的李妙真豁然回首，眼里涌现难过以及唇亡齿寒的悲凉。其他超凡强者同时沉默。很好，伽罗树菩萨一拳震飞阿苏罗，甩了甩血肉模糊的拳头，瞬间复原。不远处的广贤菩萨露出笑容，琉璃也松了口气。赵守的离开，3位菩萨看在眼里，不去阻拦。一方面是走了一位2品大儒，他们的压力会骤然减轻；另一方是他们也需要有人去挡住巫神，拖延时间。因为神书快不行了。2人巨人站在淤泥潭里，一尊是佛陀凝的佛法，他融入金刚法相后，脑后燃起了火环，背后长出12双手持各种法器的臂膀，但五官依旧是模糊的。另一尊漆黑法相，12双手臂断了一半，且久久无法凝聚，气息已经下滑严重。一方身后站着7尊法相，气势如虹不见衰弱；一方法相残破，连重聚的力量都没有。高下立判。呼！金色的风浪掀起，无边无际的泥潭裂开嘴巴，吐出一枚枚微缩的金色太阳。小太阳快速汇聚，在空中结成一枚巨大的烈日，体型仍在不断壮大。凝聚大日如来法相的同时，佛陀无声息地在神书侧方出现，右侧的12条手臂同时打出。神书反应慢的半截，连忙侧身，横起仅存的8双手臂格挡。下一刻，他像是一列高速飞驰的列车滑了出去，双腿贴地，溅起数十米高的泥浆。砰！直到这时，拳臂碰撞的声音才响起，被远处的超凡高手听见。佛陀再次出现于神书后方，12双手臂悍然垂下，行者法相的速度快过了武者对危机的预感。神书再次被锤了出去。砰砰砰砰！佛陀在神书周围不断出现又消失，权力刚劲霸道，拳劲化作狂风，肆虐八方。漆黑法相在一次次捶打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扭曲，处于虽然瓦解崩溃的边缘。砰！又挨了12双手臂重锤的神书，身躯后仰，但没有滑退，硬生生地卸去摧山破城的力量，8条双臂一探，抓住佛陀的4双拳头。紧接着，神书一脚蹬在佛陀胸口，硬生生把他的4双手臂拽了下来。药师法相瓶口光辉一闪，佛陀手臂瞬间复原，6双手臂按住神书的肩膀，猛地一沉。轰！神书被生生按在地上，他昂起头颅，朝着佛陀发出沉雄的嘶吼。佛陀面目模糊，看不见表情，看不见情绪变化，如同一个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2条手臂探出，按住漆黑法相的上下颌，用力一撕，神书残缺的脑袋颓然倒地。而后，佛陀保持着6双手臂按压的动作，剩下6双手臂高高托起。大日轮回法相缓缓飘来。见状，大凤方的超凡强者心里一凛，眉头狠狠一跳，没有任何犹豫，道门3位超凡御剑掠出阵营，朝佛陀和神书冲去。神书不能败，神书在还能勉强牵制，拖延时间。一旦神书战败，首先他可能会被佛陀带到西域炼化，其次雷州到京城之间的10余万里，沿途的百姓都将灰飞烟灭。果然，赵守身陨，大凤气数尽了之后，一切就急转而下，陷入不可挽回的危机中。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天数。这时，琉璃菩萨带着伽罗树和广贤挡住了道门3位超凡的前方。无奈之下，金莲道长和李妙真只能停了下来。他们强冲的话，必死无疑。琉璃菩萨抬脚轻轻一踏，无色琉璃领域瞬间扩张，笼罩的不是大凤超凡，而是通往神书、佛陀战场的去路，这能有效阻断李妙真等人的隔空施法。还不止，伽罗树双手捏印，凝固空间，与无色琉璃领域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另一边，沉重的大日轮回法相已经飘到了佛陀高高托起的6双手掌之间。李妙真、金莲、阿苏罗、寇扬州等人心脏被骤然拽紧，每个人心里都升起了绝望。没有帮手了，没有手段了，没办法在短时间内突破3位菩萨的封锁了。大势已去。
天宗！仙山的牌坊下，李灵素额头青筋暴突，脸颊肌肉鼓起，她像一只暴怒的狮子，咆哮道：“超品吞噬中原，取代天道，整个九州都将灰飞烟灭，封山就有用了吗？封山就能让超品视而不见了吗？现在好了，你出世也没用了，你他娘的能打得过巫神？去特么的太上忘情，人族都没了，还修什么太上忘情？给爷滚吧！小爷就是不修太上忘情，好好的人不做，忘什么情？你们不是爹妈生养的吗？都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忘了情，还生什么崽子？人宗地宗都在前面死战，就咱天宗特么当缩头乌龟，并列道门三宗，你们配吗？”圣子吼得脸红脖子粗，声音惊雷般的回荡在天地间。他心态崩了，就算天尊出世，一切也都晚了，这才破罐子破摔。太上忘情是吧？不出山是吧？你是真的忘情，还是贪生怕死？圣子深吸一口气，怒吼道：“天尊，日你老母！日你老母！你老母！老母！”声音一遍遍的回荡，旋即失真消失。海外，经过长时间如履薄冰的战斗，许七安渐渐把握了平衡，在这场走钢丝般的战斗中活下来的平衡。两位超品各有利弊，古神手段多变诡异，而荒是剑走偏锋，可怕致命，却又极大的短板。比如速度，他无法像古神那样掌控阴影跳跃，来无影去无踪。许七安利用大眼珠子的机动性与古神缠斗，大部分时间荒只能旁观。为了提升思考能力，以应对凶险的局面，许七安动用了浮屠宝塔里的大智慧法香，光轮正向转动，提升他的智慧。确实感觉变聪明多了，但动脑子消耗的体力也更多了。缠斗没有意义，只是在干耗时间，而且巫神挣脱封印了，大凤危在旦夕，必须想办法斩下荒的独角，救出监正，我才能晋升半步武神。但靠近荒就等于死路一条，怎么办？许七安的大脑运转几乎达到极限，紧迫感、危机感和焦虑感三重折磨。现在的情况是，一团黑洞飘来飘去，追逐着他；一座肉山神出鬼没，控制手段诡异难防，纠缠着他。打到现在，他只能勉强招架两位超品，还得依靠大眼珠子相助。若是没了大眼珠子这件利器，早就被古神和荒轮番叫做人了。古神的蒙蔽对我的影响只有1秒，每隔时息才能施展一次，其他蛊术他还未曾施展，但都不及暗谷难缠。荒的速度跟不上我，乍一看很安全，但只要一个失误，我就完蛋。可要救监正，必须面对荒的天赋神通，难搞。打肯定是打不过两位超品，既然实力不够，那就想想别的办法。兵法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古神拥有天蛊，智慧超群，只会比我更聪明。荒虽然智商合格，但性格贪婪暴躁，有明显的缺陷，可以利用一下。许七安扫了一眼快速扑来的黑洞，打了个响指，立刻传送到远处，高声道：“刚才我体内的气运示警了，这只能证明，要么佛陀开始吞噬中原，要么巫神挣脱了封印。你们还要在这里跟我打多久？”古神无动于衷，但荒明显受到影响，黑洞在空中微微一凝。古神目光平静睿智，发出威严浑厚的声音：“别被他蛊惑，超品吞噬中原需要时间，而我们只要杀了他，就能直接夺走他体内的气运。”黑洞不再犹豫，继续扑接而来。与此同时，古神再次对他和浮屠宝塔施展了蒙蔽，但这一次，许七安就像未卜先知般，身影一闪一逝间出现在数百丈外。旋即，他原本所在的位置被黑洞取代。浮屠宝塔的大智慧法相不仅仅是增加智慧，它还是一个信号器，一旦古神对他和浮屠宝塔施展蒙蔽，智慧加成就会消失，许七安就能接收信号，提前传送跳跃。而因为蒙蔽的时间只有1秒，基本就等于化解了蒙蔽效果。吼！黑洞内传来了荒愤怒的低吼，他又一次扑空了。他在远古时代可以横着走，即使同级别的强者，像古神这样的也不愿意招惹他，原因就是荒又强大又粗鄙。强大是因为天赋神通连同级别强者都感到棘手，粗鄙则是他的短板太明显，同级别强者有法子应对避开。像极了武夫，我是救不出监正，但你们也杀不死我，如何掠夺我的气运？许七安大声道：“巫神和佛陀正在蚕食大凤，你俩还在海外，赶回去也要时间，你们已经失去争夺天道的机会了。”黑洞吞噬的力度陡然加大。这时，许七安主动冲向古神，过程中他体表显化出扭曲繁复的纹路，浑身肌肉猛地膨胀了一圈，充斥着搬山填海的可怕力量。周围的虚空扭曲起来，似是无法承受他的力量。下方的神魔岛发生剧烈的地动，裂开一道道地缝。他朝着古神一头撞去。古神见状，当即让一块块肌肉膨胀如钢铁，几倍的气孔喷出血雾血技术。他身边的空气也扭曲起来，难以承受这座肉山的力量。而相比许七安这个粗鄙武夫的野蛮撞击，古神并不急着针尖对麦芒的碰撞，他张开嘴巴吐出了一位位美人。
数量大概10几个。这些美人拥有倾城倾国的容颜，浑身不着片缕，沉甸甸的胸脯，修长的大腿，紧致平坦的小腹，浑圆完美的臀儿。她们巍然不惧地朝着冲锋而来的半步武神搔首弄姿，摆出撩人姿势。刹那间，许七安魔音贯耳，血脉喷张，脑子里只剩下 word 很大，你忍一下。蛊神激发了他的情欲，这一招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克制许七安，成功让他分寸大乱，大乱了进攻节奏，消磨了意志。蛊神身躯底部的阴影抖动起来，蒙蔽蓄势待发。当时时，许七安后背冲起一道黄铜剑光，将10几位妖艳贱货斩杀。隐藏许久的镇国剑出手了，辣手摧花的方式替他解决掉美色的诱惑。他们化作一块块蠕动的深红色血肉，这些血肉豁然膨胀，变成遮天蔽日的紫雾。吃！许七安的皮肤迅速冒起紫烟，皮肤腐蚀严重，眼球刺痛，视线变得模糊。蛊神的毒蛊非比寻常，轻易就伤到了半步武神许七安，当即御风下沉，踏空狂奔，冲出毒雾笼罩的范围，握住了镇国剑。紧接着，他沉淀所有气机，收敛所有情绪，丹田黑洞坍塌，聚拢一身伟力。可就在他要挥剑时，手臂突然不受控制，身躯呈现僵硬状态。那些侵入体内的毒素，不知何时被赋予了生命，蜕变为一条条细小的黑虫。它们扎根在血肉中，掌控了自己扎根的部分，与许七安争夺身体掌控权。尸骨，许七安念头闪过，下一刻眼前一黑，又被蒙蔽了。这就是蛊神的手段，层出不穷，诡异莫测。抓住机会，黑洞迅速飘了过来，要把许七安吞噬殆尽。轰！突然，五感6识被蒙蔽的许七安凭借方向感主动撞向蛊神，沉声咆哮道：慌！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让死在你这种废物的手里。蛊神深红色的庞大身躯奋力一扑，当即把许七安从空中扑到地表，神魔岛轰隆一阵，崩裂出蛛网般的地缝。即使是半步武神的体魄，这么一下，胸骨和肋骨不可避免的折断，刺穿脏器。拥有力骨手段的蛊神，气力甚至要过5夫。还不止，以群般的子骨从蛊神的体表爬出，钻进了许七安体内，一股蛊毒液分泌，浸染他的皮肤。仅一会儿，许七安脸皮底下就出现了无数凸起颗粒，快速爬动，同时肤色转为深紫，皮肉溃烂，各大蛊术齐出。他成功控制住了这位半步武神。见状，慌极了，朝着蛊神和许七安一头撞了过来。幸许的体内气运磅礴，吞噬他，争夺天道之战等于赢了一半。他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蛊神摘走桃子？而且许七安之前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巫神和佛陀已在吞噬中原，侵占地盘，他却还在海外，距离九州大陆无比遥远，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蛊神宏大的声音透着严肃：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我可以把气运分你一半。黑洞来势不减，内里传来荒的声音：行，你先把他给我。荒是什么德性？蛊神当然知道，把许七安给他，那才真正竹篮打水一场空。蛊神没有再解释，因为没必要接受，两人本身就是竞争对手。之前联手对付许七安时，他就做好了擒住这小子后和荒争斗胜利果实的准备。如今既然擒下许七安，荒又不妥协，那边没什么好说的了。他一边维持血技术，保持对许七安的压制，一边朝着撞来的黑洞施展出共情蒙蔽法术，喷吐出含量极高的紫色毒物，引爆荒的交配欲望。这成功让撞来的黑洞出现凝滞，抓住机会，蛊神带着许七安施展了阴影跳跃。可就在这时，他庞大的身躯突然僵住了，紧接着失去对身体的掌控，肉山般的躯壳呈现出腐蚀状态。玉碎，许七安把伤害原原本本的还给了蛊神。这下反而是荒抓住机会，不顾一切的撞向蛊神。此时再想阴影跳跃，晚了，蛊神当机立断，一块块肌肉快速收缩绷紧，巨大的肉山拱起，豁然弹出。他主动撞向黑洞，而且是携带着许七安一起，一座堪比山岳的血肉怪物主动撞入直径超100丈的黑洞中。蛊神的体魄绝对是所有超频里最强大的，即便是拥有了象征力量灵韵的许七安，单纯比较履历，绝对不可能胜过蛊神。他这一撞，威力难以想象。呼！磅礴的怪力撞击下，荒的黑洞骤然扭曲，气旋化作混乱的狂风，险些直接崩溃。荒立刻沉淀情绪，陷入假寐状态，把天赋神通激发到巅峰。黑洞稳住了，并成功吸住蛊神和半步武神。霎时间，蛊神和许七安的气血如同决堤的洪水，朝着黑洞倾泻。前者除了气血之力，还有6种蛊术的力量，是他的灵韵之能。如果按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半刻钟，许七安和蛊神就会化作飞灰，被荒夺尽灵韵。半步武神细胞中象征着不灭的纹路开始蜷缩，个别纹路蜷缩到极致后，便散成气血之力，成为了荒的食物。这意味着许七安身为半步武神的根基正在流逝，也许不用半刻钟，他会先跌落半步武神境，然后1品、2品、
直至消亡。荒果然能杀半部武神，而佛陀以前却杀不死超品，这位远古神魔简直极端的可怕，缺点和优点都很明显。许七安没有丝毫惊慌，反而咧嘴笑道：“古神，你别无选择了。”这招叫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在大智慧光轮的加持下思考出来的计策。首先，利用荒贪婪暴躁的性格，以言语蛊惑，增加他的焦虑感。随后与古神死磕，他当然不可能是古神的对手，因此顺其自然地成为古神的猎物。这个时候，荒和古神必定内讧，因为关乎着天道之争，谁都不会信任对方，哪怕知道许七安可能有谋划，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哪怕古神再冷静，他也得上，因为荒的本性是贪婪的，荒无法抗拒到嘴的肥肉，也不能容忍煮熟的鸭子被人抢走。两位超品不可避免地走向对立面。当然，到这一步，计划只能说成功一半，接下来至关重要。与我联手吧。许七安说完，让体表像争着力权柄的灵韵浮现，腐蚀严重的血肉再生，肌肉饱满，充盈怪力。瞬间，天地风云变色，云层翻涌，降下火雨，精灵尽数从大地中析出，凝成一块块斑驳的矿石，水灵凝成坚冰，伴随着火雨一起坠落。无形灵力紊乱了，武夫的特殊领域展开。古神庞大的身躯一阵扭动，脊背喷出猩红的血雾，在被吞噬了海量气血后，他的体型不减反增，气息不降反升。半部武神和古神同时发力，朝黑洞打出全力一击。这些可怕的攻击也被黑洞吞噬了。下一秒，黑洞由内到外的崩溃，化作席卷四方的可怕飓风，扬身人面的远古巨兽现出身形，身躯遍布一道道裂痕，浓稠鲜血流淌不止。他眼里愤怒、不甘、焦虑、贪婪皆有。半部武神和古神的全力一击过于可怕，超越了他天赋神通的极限，因此黑洞被直接打断。许七安赶走这步险棋，就是笃定和他与古神之力一定能打破荒的天赋神通。世上没有任何法术、灵韵能同时杀死一位超品和半部武神，因为这俩者是超凡世界的天花板，九州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力量。黑洞崩溃的力量把三位巅峰强者同时弹开。远处的浮屠宝塔抓住机会，让大眼珠子亮起，切割了许七安所在的空间，挪移到荒的头颅上空。仰天倒飞中的许七安瞬间稳固身心，以武夫的化境手段于电光火石间卸去惯性，然后他往胸口一抓，抓出了太平刀，运起毕生气机灌入太平刀中，奋力斩下。而今半部武神的气机作为法宝的镇国剑已经有些难以承受，对剑身消耗极大，唯有太平刀可以轻易承受住他的气机灌输。荒和古神仍在保持着倒飞的姿态，前者琥珀色的胸襟猛地收缩，他知道了许七安的打算，斩脚就坚正。但这个时候，不同体系的差异就凸显出来了。荒尽管有着强大的体魄，却没有武夫的化境技巧，无法在瞬息间卸力。头顶长角豁然膨胀，试图再次施展天赋神通。另一边，古神底下阴影滚动，施展了阴影跳跃。枪！火星溅起，那根封印着坚正的长角被生生削断，长达数十丈，堪比城门的巨角重重砸下来，封印在长角中的七大古力缓缓溃散。长角中白须白发的坚正飘出，负手而立，平静地望着远方。成了！许七安心里狂喜，解开坚正封印，得他认可，就彻底满足了一个前提两个条件，他将成为旷古烁今的武神。然而就在此刻，他毛孔陡然炸开，涌起难以遏制的恐惧和危机感，身体里每一个细胞每一条神经都在像是传输危险的信号。这不是武者的危机预感，这是气运示警。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大凤要亡国了。唉，巨大的叹息声回荡在天地间，一阵风吹过，坚正的身影飞灰般的散去。这时候许七安才意识到，他看到的只是一缕残影，坚正早已回归天道。大凤气数已尽，国运荡然无存，支撑坚正不死不灭的根基不存在了。许七安呆住了。古神声音恢宏威严，出海之前，我操纵古兽前往净山城，托巫神卜了一卦，卦象显示上上大吉。不过我并没有相信他，我去净山城只是想看看他挣脱封印到了哪一步，当时便断定他会趁我出海破除封印，从中得利。卦师总是能把握住机会。走投无路的大凤面对巫神会作何选择？古神没有继续说下去，睿智清亮的眼睛里闪着戏谑。你被愚弄了，我只是陪你多玩一会儿，等待坚正大现之时。佛陀托起大日如来法香，把这轮消弭一切异端净化世间的金色大日缓缓按了下去。它是那般的沉重，以至于佛陀的力量也只是缓慢推动。它也是那般的可怕，金色的灰芒灼烧着除佛陀之外的任何事物，漆黑法相的形体当即扭曲，如同将被烧融的玻璃。构成漆黑法相的力量快速湮灭，它们被金色灰芒净化了。三五息间，法相崩溃，神书的不灭之躯暴露在大日轮回之下。佛陀的8双手臂抱住金色烈日，
往神书胸膛一按。大日轮回法相并没有想象中的势如破竹，他遇到了阻碍。阻碍他的是半部武神的底蕴，是象征着不灭的特性。吃吃吃，金色的大日底部腾起一阵阵青烟，那是神书体魄被灼烧摧毁产生的动静。当年的神书就是被大日轮回击败，随后分尸封印，500年后的今日，命运似乎循环了。不，这一次神书的结局不再是被封印，他会被彻底杀死。佛陀已非昔日的佛陀，他已经化道，成为天地规则的一部分。金莲道长、李妙真、杨公、寇扬州和伽罗树眼里难掩绝望，尽管在得知许七安远赴海外时，心底里就有了玉石俱焚的准备，可当这一刻来临，不甘和无力依旧充斥了他们胸膛，让这群超凡强者士气跌入谷底。身后便是雷州百姓，雷州之后是更多的无辜生灵，身前是陷入死境的半部武神。无力和绝望主导了他们，只有一人排除所有情绪干扰，御着飞剑，驾着煊赫无匹的剑光，一头扎入无色结界和不动明王撑起的空间屏障中。剑尖与空间屏障的碰撞处燃起刺目的气界，骆玉衡羽翼翻飞，美眸映照着流光溢彩的剑华。她既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又仿似风华绝代的女战神。掀不起一丝波澜的空间屏障豁然抖动起来，空间出现涟漪般的褶皱，紧接着砰砰连声，空间传来爆响。先是不动明王的空间屏障崩溃，继而无色琉璃领域也化作狂风消散，事物恢复色彩。这又能怎么样呢？以3位菩萨的战力速度，根本不可能绕开他们帮助神书。李妙真等人灰心丧气地想，3位菩萨同样如此。不过该做的应对还是要有。伽罗树挺身而出，迎上骆玉衡。人宗剑术杀伐无双，琉璃和广贤都怕被他近身，但伽罗树不怕，相反是骆玉衡要怕他。琉璃菩萨扫了一眼阿苏罗等人，一旦他们出手，便立刻带广贤后退，给他制造施展大慈大悲法相以及大轮回法相的时间。这2尊法相一出，大凤方一品之下，战力会断崖式下跌。伽罗树菩萨双掌一合，夹住神威煌煌的飞剑，滋滋令人牙酸的声音里，手掌血肉快速消融，他的身躯肌肉抖动，疯狂卸去剑势，只一剑便对佛门综合战力最强的菩萨造成不小的伤害。伽罗树挺身跨步，拉近与骆玉衡的距离，要让这位陆地神仙尝尝被贴身的后果，为他不顾一切的举动付出惨痛代价。大地猛地升起，于骆玉衡身前竖起一道厚厚的盾牌，下一刻土盾砰地裂开，伽罗树的拳头贯穿骆玉衡的胸膛，淡金色的鲜血从身后喷涌如泉。一边突生，骆玉衡身下的影子里钻出一条又一条毛茸茸的虎尾，没有一点点的征兆，没有任何气息波动，虎尾分成2波，缠向广贤和琉璃菩萨。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了3位菩萨一个措手不及，李妙真等人错愕茫然，居然还有帮手。旋即看清毛茸茸的虎尾后，陈峰的记忆复苏了，所有人脑海里自然而然地浮现了相应人物，不，妖物九尾天狐。九尾天狐早就返回九州了，之所以隐忍不出，是孙玄机的意思。利用传送阵返回四天剑的他，见到了守在门外的袁护法，袁护法代替哑巴师兄把计划转告九尾天狐。计划内容非常简单，由孙玄机替他和暗谷部首领屏蔽天机，而后他传音骆玉衡，让暗影部首领带着九尾天狐藏身于骆玉衡的影子里。这个时候，知道影子和九尾天狐存在的只有孙玄机和骆玉衡，没有违背屏蔽天机的限制。而之所以选择用让影子来承担这个中转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足够隐蔽。屏蔽天机虽能掩盖气息，但不管是儒家的传送还是术士的传送，都会伴随能量波动，难以瞒过3位菩萨。可只要影子提前藏在骆玉衡的影子里，再有天机屏蔽之术掩盖气息，只要不是针对有危机预感的伽罗树以及掌控行者法相的琉璃菩萨，就能达到奇袭的效果。咯咯咯，伴随着8条尾巴的出现，银铃般的笑声响起，魔音靡靡，震荡心神。众超凡眼前仿佛出现幻觉，头晕眼花。万法不侵的骆玉衡潭口微张，喷出2道剑气，伽罗树眼前一黑，血水从眼眶滑落，沿着脸颊滴落。另一边尚有一丝清醒的琉璃菩萨，本能的施展行者法相，躲过虎尾的缠绕。广贤菩萨则照出大慈大悲法相，并抽身后退，但他的速度无法与琉璃相提并论，瞬间被4条看似毛绒可爱，实则能断江裂山的虎尾缠住。天空洒下金色佛光，机会转瞬即逝。杨公突然跨前一步，朗声道：“广贤不得施展大慈大悲法相。”这句话念完，他仰天喷出一口血雾，直挺挺的后仰倒地。杨公的元神也在法术反噬中消亡。金莲道长和李妙真同时伸手，各自捞起一缕残魂，纳入体内。道门超凡自有手段温养元神，3品的言出法随不可能真的限制住1品。天地间的梵音突然一致，天空虽有金光洒下，但大慈大悲法相却没能及时凝聚，还是受了影响。骆玉衡脚下的阴影冲天而起，豁然膨胀，化作一块遮天蔽日的阴影，
把天空洒下的金光挡住，失去了影子的维持，银发妖姬从阴影里弹出。见状，琉璃菩萨立刻回原，他的身影不停地出现在广贤菩萨周围，让那片区域的色彩尽数消退。但无色领域根本困不住迈入一品境的九尾狐，剩余4条尾巴狠狠拍打地面，轰隆地震中，无色琉璃领域破碎。一品境的神魔后裔，气力并不输武夫。噔噔噔，阿苏罗携带着漆黑法香，挥出打爆空气的直拳，正中伽罗数面门，打得他一个趔趄。另一边，刀气翻滚，一道道斩灭万物的刀光化作漩涡，冲击伽罗树的金身，爆起刺目火星。寇师傅配合阿苏罗出击，怒刮佛门菩萨，为骆玉衡化解危机。九尾天狐双脚扎入地面，柳眉倒竖，咬牙切齿地笑道：“老家伙，本国主送你轮回。”小腰一拧，狐尾骤然绷直，广贤菩萨脸色狰狞，竭力抵抗磅礴的拉扯力，并召唤出大轮回法相。咔嚓，转盘刚一浮现，便立刻旋转，刻在轮盘上的人与妖二字亮起。但这只是垂死挣扎罢了。大轮回法相虽能有效削弱敌人的战力，却并不能改变眼下的困局。少年僧人形象的广贤肉身4分5裂，刚凝聚的大轮回法相旋即消散，一抹淡金色的光芒从残肢中飞起，隐约是少年僧人形象。这是广贤的元神。骆玉衡、金莲、李妙真3位道门超凡，同时探出手掌，奋力一握。少年僧人的身躯在空中扭曲，他发出无声的愤怒的嘶吼，似乎不甘心就这般陨落。下一秒，元神炸成散碎的流光，魂飞魄散，要是法相也就不回彻底消散的生命。这个时候，4分5裂的肉身还在蠕动，试图重聚。到了一品境界，即使不是五符体系，生命力也早已超越凡人，血肉拥有强大的活性。但广贤已经彻底陨落，肉身的活性不过是垂死挣扎。至此，死局打开一道突破口。在众人合力围杀广贤菩萨之际，金莲道长轻轻吐出一口气，侧头看向李妙真，怅然笑道：“该我了。”李妙真眼眶瞬间红了。这位心机深沉、擅长谋划的老道士笑着说：“地宗修的是功德，为天地献身，为九州生灵赴死，是最好的归宿。贫道虽然惜命，但也不惧一死。妙真，地宗就交给你了。”他把一团微弱的光芒交给李妙真，说道：“我时常想，当年要不是魔念作祟，蛊惑真的修道，是不是就不会有后来的事？贫道一念之差，万千生灵因我而死，善恶有报，因果循环，今日为天下而死，贫道甚慰。”李妙真泪水夺眶而出，他没有想到，这位心机深沉、精于谋算的前辈，竟然一直在为当年的事耿耿于怀。金莲道长御剑而起，身化流光，冲向远方的战场。天地间传来洪亮而沧桑的歌声：“福祸无门，为人自照，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所谓善，人皆敬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天道佑之；所谓恶，人皆恶之，吉庆避之，行祸随之，天道罚之。大日轮回法相霸道刚烈，光辉照射之处，万事万物无所依存，佛光普照之下，唯佛能行走。”面对地宗道首自杀式的袭击，佛陀要么掐灭大日轮回法相，要么维持现状。不管是哪个选择，金莲道长的目标都达到了。金莲道长的身形在大日轮回之下寸寸消融，化为飞灰。生于天地，成于功德，死于功德，还于天地。百年道行一朝散。原本晴空万里的苍穹瞬间布满阴云，可怕的气息从天而降，一道道雷霆在云层中酝酿。天地震怒，天劫的气息铺天盖地，比骆玉衡渡劫时恐怖了不知道多少倍。骆玉衡、伽罗树、琉璃、阿苏罗，强大如他们这样的一品超凡，此刻也寒毛直竖，内心恐惧炸开，在天劫面前生不起反抗的勇气。这是天地规则对凡间生灵的压制，随之而来的恐惧情绪，非单纯的修为能消除。轰！赤白色的雷柱降下，劈入如海般浩瀚的泥潭，血肉物质没有建设，而是无声无息的湮灭。轰轰轰！一道又一道的雷霆降下，频率越来越快，越来越急，到最后，远方已成一片雷海，看不清景物。血肉物质组成的大海，在天劫之中急剧消亡，露出斑驳大地。如果是在西域，他能一念间化解天劫，因为他就是天，但雷州还不是他的地盘，就算是超品，也得接受天道反噬，承受天劫。天劫当然杀不死佛陀，但如此强大而密集的天罚，杀伤力绝对胜过一位半部武神。有了这位同伴相助，神书足以化解此刻危机。金色大日骤然暗淡，佛陀的压制力量也随之减弱，他需要分出部分力量去对抗天劫。轰！巨响声里，神书冲开佛陀法相的压制，在一道道雷柱间狂奔。他没有躲避，但天劫却完美的避开了这位半部武神。周围的暗红色血肉物质疯狂的追击，试图拖延他的步伐，裹住他的双腿，
可从天而降的天劫把他们击溃湮灭。这里面包括施展行者法相的佛陀本尊。许七安目光追随着坚正消散的身影，看着他随风飘向远方。这位半步武神眼里最后的色彩仿佛也随着坚正的离开而消失，他脸上闪过难以描述的情绪，脸颊肌肉缓缓抽动，而后低下了头，没让古神和荒看到自己的表情。所以刚才你也在耍我？荒忍不住看一眼古神，发出责怪的询问。古神淡淡道：只是在拖延时间，你那么容易被他蛊惑，动摇心智是我没想到的后续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我的掌控。就差那么一点，如果他早一步成功，或许现在面临绝境的是我们。说到这里，他清亮睿智的眼睛凝视着垂手而立的许七安。不得不承认，你是个很可怕的对手，在我见过的人族里，你虽然排不进前3，但排第4足矣，比佛陀的另一面神书要强一些。许七安左手刀，右手剑，依旧低着头。他静静听完古神的话，不掺杂感情地问道：我是比不过儒圣，但另外2个是谁？古神不疾不徐地回答道：佛陀是道尊的人宗之身，巫神是远古时期便存在的人族。说话间，他分别对许七安、浮屠宝塔、镇国剑施加了蒙蔽。横沉在地的独角回归了荒的头顶，6根独角气旋膨胀，融合为一，化作吞噬万物的黑洞，撞向许七安。呼，气旋卷住他，拽向黑洞中央，一股股生命精华朝着黑洞蜂拥而去。这位半步武神没有反抗，他似乎放弃了反抗，接受命运。你把他们和儒圣相提并论，是对儒圣的侮辱，把他们列在我面前，是对我的侮辱。他抬起了头，脸色已然平静，只是眼眸深处残留着浓郁的哀伤和失落。下一刻，这些哀伤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疯狂的战意。气血如泄洪般流逝，但更强大的生机也在体内复苏。深藏在血肉中的不死树灵韵开始源源不断的输送生机，修复伤势。许七安的气息非但没有降低，反而节节攀升。绝境之人退无可退。玉碎是许七安的道，是一位半步武神的道。只有处于必死之境，他才能契合自己的道，真正发挥玉碎的力量。这无法用精神自我催眠，也无法用短暂的危机来激活，只有真正陷入绝望，他才真正掌控玉碎。换而言之，之前的交手里，许七安并没有展现出自己最强大的一面，他没有爆发出武夫引以为傲的道。当坚正回归天道，一切变得无法挽回，当最后一抹希望破灭，彻底没有了退路后，反而把他推向了巅峰。深陷黑洞的许七安任凭气血流失，不见惊慌愤怒，打了个响指。啪！黑洞猛地一滞，内里响起慌愤怒的咆哮声。他吞噬的气血精华在响指打出的刹那消失得无影无踪。许七安额头青筋暴突，体表象征着力量的纹路浮现，他把刀剑插入地面，握住拳头。砰！拳头砸入黑洞，吞噬万物的黑洞竟没能吸附住敌人，反被一拳捶了出去。这时，遮天蔽日的黑影笼罩许七安，古神从天而降，庞大的身躯泰山压顶般砸下来。他的气孔里喷出猩红血雾，巨大的身躯崩成一块，空间发出不堪重负的爆炸声。这一次，许七安没被蒙蔽，因为在古神砸下来之前，他吐出了一群国色天香的美人，不着寸缕，前凸后翘，胸脯的挺拔，饱满的臀部，娇躯线条充斥着诱惑，勾起情欲。古神再次点燃许七安的情欲。另外，这些美人体内藏着足以杀死一品武夫的剧毒，藏着能控制半步武神的尸骨，同时古神还对许七安进行了心灵控制。但许七安眼里只有高昂的战意，视死如归的决心，并不是没有了情欲，而是绝望压过了任何情绪，这战斗的意志不再受任何动摇。沉腰握拳，轰向苍穹。国色天香的美人消融在拳劲中，全力逆空而上，轰的巨响，全力冲入阴影中。古神身躯崩出一道道裂缝，皮开肉绽，深红的鲜血泼洒如雨。但他仍凭借强大的体魄以及超越半步武神的力量砸趴了许七安。轰！地动山摇，无数的尘烟冲天而起，伴随着气机涟漪朝四面八方扩散，化作可怕的沙尘暴。神魔岛出现了一座巨坑，坑底是一座肉山。压制许七安后，古神如法炮制的不久前的一幕，毒蛊腐蚀着他，尸体操纵着他，情蛊迷惑着他，打算一点点磨灭号称不死不灭的半步武神。荒在远处游曳，伺机而动，却没有上前争夺战果。首先，半步武神不会那么轻易被杀死，其次，他嗅到了熟悉的味道。果然，古神庞大的身躯开始抖动，这座肉山时而绷紧，时而松弛，像是在与谁决力。他被缓缓抬了起来，在流淌着阴影的底部是托起了山的许七安。他的皮肤被腐蚀，双目失明，浑身骨骼尽断，体内被植入了无数的子骨，与他争夺身体的主导权。但在他托起肉山的那一刻，所有的伤势尽数复原，长而细的子骨从毛孔里钻出，纷纷坠落，枯萎死去。
他的力量更强了。荒没有任何惊讶，他想起了那场本该颠覆中原王朝的渡劫之战。当时许七安便是以2品武夫的品级，靠着不死术的灵韵和越战越强的道，硬生生拖住了他，为骆玉衡渡劫争取到宝贵时间，从而逆转局势。不死术的灵韵和他的玉碎简直绝配。荒心里咒骂了一声，当即让头顶的6根独角诞生气旋，演化成黑洞，扑向古神和许七安。别给他修复身躯的机会，他会越战越强。话音落下，许七安一脚飞踹，把整座山踢得浮空而起，他本人消失不见。再出现时，已经在高空之中。蓝天之下，许七安舒展四肢，前所未有的力量澎湃四肢，皮肤呈现诡异的血红，毛孔里沁出一粒粒血珠，这是膨胀的肌肉击破了细小血管导致的。他的力量已经彻底超越半部武神，提升到一个无法评估的领域。因为世间并无武神，也从未武夫拥有过他此刻的力量。许七安伸手从虚空里一抓，抓来太平刀，接着沉淀了所有情绪，收敛所有气机，丹田他缩成黑洞，吸聚一身伟力而后，他赶在古神施展蒙蔽时斩出了太平刀。玉碎，巨大的危机感在心里炸开，把天赋神通提升到极致，黑洞产生滚滚吸力。这既是他最强的杀伐手段，也是最强大的防御手段，因为任何攻击产生的能量都会被黑洞吞噬。天地间，暗金色的刀光一闪而逝，下一刻，黑洞崩溃，人面羊身的荒现出原形，一道几乎将他腰斩的伤口崩现，血腥味瞬间弥漫。他痛苦的咆哮出声。高空中，许七安的腰部裂开，撕裂肌肉和脊椎，旋即在不死树灵韵的滋养下，以及半部武神的气血修复下，瞬间复原。空中的许七安再次传送消失，于荒脊背出现。噗！太平刀插入脊背，抬脚一踢，太平刀瞬间消失。下一秒，荒的身体裂开，排骨一根根断裂。荒愤怒又痛苦地嘶吼起来。自神魔时代终结，他的真身从未受过这么重的伤。眼前一黑，许七安失去五感60。古神从地面弹起，彗星般的撞向这位半部武神。闭目中的许七安握紧拳头，摆臂后仰，凭借本能转身轰出一拳。空间出现肉眼可见的褶皱，许七安的拳头表面出现一道漆黑的闪电，那是空间被撕裂的现象。古神的身躯四分五裂，一块块血肉朝着四面八方喷射，啪啪啪，肉块砸落在神魔岛上，染红地面。许七安也倒飞出去，可怕的反作用力超出了武夫化境能卸去的极限，骨块四射。他失去了右臂，散落满地的肉块延伸出蛛网般的白丝，彼此吸引，粘连在一起，于远处快速重组。荒的身躯也在肌肉蠕动间一点点的修复。远古神魔体魄强大，生命力自然不弱，虽然没有古神和武夫那样不死的活性，可一般的致命伤也杀不死他。两位超品联手，竟压不住一个半部武神，反而付出巨大代价。该死，该死！荒大声咒骂起来。打到这般境地，他心里只有焦虑和愤怒，以及一丝丝不愿承认的畏惧。堂堂两位超品，竟然被一个半部武神牵制到现在，不但没能杀死对方，自身反而受了重创。更焦虑的是，佛陀和巫神此刻正在吞噬中原，瓜分地盘。远处的古神腹部有节奏的律动，脊背气孔里喷涌出狂风般的气流，每一秒都在消耗巨量氧气，如同运动过度的人类。他的消耗也同样巨大，气息下滑严重，这让智慧超群的古神也泛起了焦虑。许七安这个半部武神如此可怕，是他没有料到的。另一边，许七安饱满的肌肉出现萎缩，剧烈起伏的胸腔里，心脏终于支撑不住，炸成血雾。他的瞳孔随之变得暗淡，他的双腿开始颤抖，似乎难以站立。不管是花神的灵韵，还是自身的体力，都到达了极限。一瞬间，从巅峰状态跌入谷底，见到这一幕的荒和古神，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荒琥珀色的瞳孔里闪烁凶光，发出雷鸣般的声响。你是我见过除道尊外最强的人族，待你死后，我会亲口吞了你。古神缓缓道，是个人杰。这是他对这位半部武神最后的评价。世上没有凭空诞生的力量，任何的爆发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以半部武神之躯击垮2名超品后，许七安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镇国剑飞了过来，立在许七安身前，他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拄剑而立。许七安缓缓扭头望向远方，那是九州大陆的方向，暗淡的眼神里回光返照般的迸发出铜光。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从一个小小的铜锣一步步走到这里，站在这里是命运的推动，也是自己的选择。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便没什么可说的。呸！他收回目光，朝着荒和古神吐了一口血沫。这一下仿佛也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许七安缓缓闭上眼睛，力竭而亡。天宗仙山之巅，恢宏壮观的天尊殿内，一众长老立于两侧，
山脚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过来：天尊，日你老母，我日你老母！狗屁的太上忘情，日你老母！好好的人不做，休你老母的太上忘情！我李灵素今日就叛出天宗了，日你老母！天尊你能拿我怎样？你不是封山吗？有本事出来杀我呀！日你老母！叫骂声持续一整天了，没停过。殿内的长老们再怎么清心寡欲，额角也凸起了青筋。只要天尊一声令下，就下山将那贼子千刀万剐，清理门户。玄成道长犹豫许久，面无表情的出列：行道理。天尊，让弟子下山驱赶那孽徒吧。天尊虽然太上忘情，但不是雕塑，不动怒不代表不会杀人，相反，杀起来更果断，绝不会被情绪和感情左右。这时，垂手盘坐，仿佛在打瞌睡的天尊终于开口，飘渺宏大的声音回荡在殿内：即日起，除去李灵素圣子的身份。殿内众长老躬身行礼。即日起，废除太上忘情之法，门中弟子可走原始道门之术。殿内众长老纷纷抬起脸，平素里缺乏表情的脸庞布满错愕。就是玄成道长和冰夷元君两位早已忘情的超凡，也微微皱一下眉头。天尊此令是在动摇天宗根基。即日起，冰夷元君便是天尊。石破天惊，众长老瞠目结舌。冰夷元君素白绝美的脸庞露出了惊容，他和玄成道长对视一眼，仿佛知道了天尊要做什么。下一秒，天尊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他们。盘坐于莲花台的天尊身下燃起了透明的火焰，火焰以天尊为柴，熊熊高涨。透明的火焰很快烧没了天尊的半身，胸膛之下空空如也继续高涨，烧进胸腹，直至彻底吞噬这位道门一品巅峰的强者。九半莲台之上，空空如也。天尊化道了。天尊竟然在此时融入了天道，他明明刚经历过天人之争，岂会化道？海外九天之上，一道光门缓缓凝聚，它像是真实存在，又仿佛只是一道概念所化。天门紧闭，静静躺在地上的太平刀突然嗡嗡震动起来，他苏醒了。咻！他冲天而起，直入云霄。太平刀扶摇直上，撞中天门，消失在这道概念所化的天门中。下一刻，天门豁然敞开，他撞开了天门，太平刀扣开了天门，门内降下一道煊赫的光柱，他的气息既柔和又强大，既包容万物又镇压万物。光柱笼罩主戒而立的许七安，光柱中坚正的身影缓缓降临。坚正，荒河古神昂起头，瞳孔中映照出从天门中降落的坚正，琥珀色、漆黑色的两双眼睛呈现出呆滞之色。天门打开，原本回归天道的坚正重临人间，这样的变故完全出乎两位超品的预料。下一刻，古神和荒都疯了，他们发狂般的冲向光柱，荒头顶的6根长角气旋激发，融为一体，演化黑洞。古神脊背的气孔喷出猩红血雾，在天空形成一片厚重的红云。黑洞悍然撞向光柱，企图把力竭而亡的许七安、众灵世间的坚正吞噬进黑洞中。然而气旋滚滚，却怎么都无法撼动这道从天门中降临的光柱。它既包容万物，又镇压万物。这位远古神魔所向披靡，让同品级敌人都要忌惮的天赋神通，在这道光柱前竟显得毫无意义。见状，古神放弃了冲击光柱，因为他知道自己力量再强也不可能超过荒，无法打碎光柱，那就冲入天门。于是古神冲天而起，越飞越快，肉山渐渐亮起7种不同的色彩，它们交相辉映，又彼此融合，最后呈现出混沌之色。古神轻而易举地穿透了天门，没错，他穿透了天门。天门仿佛存在于另一个世界，所展现出来的不过是一道虚影。镜中花，水中月，嗷吼！古神终于发出了不甘的、气急败坏的嘶吼。他进不了天门，这已经不是远古时代了，神魔不再被天地认可，天门不再允许神魔进入。在无尽岁月后的当世，想进入天门，必须夺尽9州气运。醒来！光柱中，坚正轻轻一拍许七安的天灵盖，原本力竭而亡的半步武神豁然惊醒，睁开了眼睛，就像做了一个漫长却又短暂的梦。坚正，旋即他看清了眼前白衣白发白胡子的老头子，巨大的喜悦在许七安内心炸开。你不是死了吗？你不是回归天道了吗？说话的同时，他快速扫一眼近在咫尺的黑洞，以及高空中游夜咆哮的古神。他们明明就在眼前，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坚正面带微笑。天尊化道了。天尊化道，许七安收起洋溢在脸上的狂喜，品味着这句话。坚正没有卖关子，坦然道：天道本无情，乃天地规则，原不该诞生意识。但无尽岁月前，一位人族超品融入天道，他给天道带来了一抹人性，豁然开朗。所有的困惑和猜想在此刻贯通，得到验证。许七安道：你是道尊融入天道后产生了意识，
那你到底是天道还是道尊？监正没有正面回答，继续说道：那抹人性非常微弱，并不足以演化为意识，但一代又一代的天尊融入天道，一点一点的加强那抹人性，终于某个时刻，他苏醒了。天道有了意志，这便是我。许七安恍然大悟，所以天尊化道后又唤醒了你。唉，天尊到底还是融入天道了。监正微微颔首，天尊的选择是真正的太上忘情。他接着说道：我真正拥有意识，可以算一个人时，是1600多年前，那时大周王朝立国不久，百废待兴。当时道尊通过一次次的摸索，已经研究出晋升天道的方法。凝聚气运，许七安在心里默默回了一句。他又扫了一眼无能狂怒的荒河古神，问道：你诞生意识之前，佛陀和古神应该就已经存在，为何他们没有取代你？监正摇头道：因为气运不够，直到大周中期最鼎盛之时，也就是我诞生意识400年后，九州世界的气运才达到开天辟地以来的一个巅峰。为了防止守门人的出现，巫神和佛陀一直在猎杀一品武夫，掐灭武神的诞生。那当时怎么没有开启天道争夺战？这个念头在许七安脑海浮现的下一秒，他想到了答案。儒圣诞生了。监正诞生后400年，正是距今1200多年，那是儒圣出生活跃的年代。监正仿佛看穿了许七安的内心，说道：没错，儒圣是应运而生之人，是我千挑万选的人。他独创儒术，100年之内便修成无敌之术，力压诸多超品，把大劫延后至今。但烈火烹油，盛极而衰，短寿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天地规则如此，我亦没有办法。我虽是天道，却不能违背自身。儒圣封印所有超品，寿终正寝，为我争取了1200年。我从那时开始，便在谋划如何培养守门人。可我终归只是一缕念头，虽有意识，却只能按部就班地遵循规则，对人间的干预有限。我必须想办法降临人间，亲自布局。可天道如何降临人间？规则无处不在，却又并不存在。这句话有些拗口，许七安想了一下才明白，大概意思是四季更迭是天地规则，谁都无法改变，但春夏秋冬也无法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谁先来谁先走。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规则又并不存在。监正想要的是拥有一定自主权的力量，而不是按部就班什么都无法改变的四季更迭。想到这里，许七安心里一动，于是术士体系就诞生了。监正缓缓点头，初代是我一手扶持起来的。他和儒圣一样，本身是拥有极大福缘之人，我暗中赠予气运，不停地给他奇遇，一步步引导，助他开创术士体系。术士是我为自己开创的体系，它能将我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能让我以人族之躯窥探天机，炼制法宝，炼化气运，掌控一个王朝的命运。掌控中原王朝，便等于掌控了培养武神的资源。难怪你当年还是2品的时候，就能许诺寇扬州，将来助他晋升1品，因为你是天道化身，窥探天机对你来说不算什么。许七安低声道，然后你卸磨杀驴，把初代杀了，未免太过无情。监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你什么时候产生我有人情的错觉？天道无情，便是最大的情。许七安深吸一口气，我该如何晋升武神？他不想跟监正瞎比比了。虽然这老阴币此刻有闲情逸致与他闲聊，那九州的局面肯定处在可控范围，但九州不危险，不代表超凡强者不危险。监正没得感情的，许七安却太上忘情，他不想看到昔日的朋友陨落。太平刀是你守门人的凭证，他已经为你叩开天门，你只需吞噬我的灵韵，便能得天道认可，成为旷古烁今的绝世武神。绝世门卫，许七安心里补充一句，旋即低声问道：那你呢？监正笑道：这一抹人性会彻底消失。他眼里并没有留恋和不甘，淡淡道：天道本就不该诞生意志，世间将再无监正。许七安叹息道：来吧。话音落下，监正身躯溃散成一缕缕青光，涌入许七安体内。耳边传来监正最后的声音：替我守护着人间，我当初选择你，不是因为你是异界来客，不是因为你身怀半数国运，只因当年那个少年在石碑题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嗷吼！目睹监正化作青光融入许七安体内，代表着荒的黑洞，还有天空中游曳冲撞的混沌肉山，同时发出愤怒焦急的咆哮。声浪滚滚，回荡在神魔岛上空。他们疯了般的冲撞光柱，超品的伟力掀起狂风，引来天地异象。这座堪比小型大陆的岛屿微微震动，震感沿着板块传导，让四周的海水产生剧烈的水波。所幸方圆几百里早已生灵绝迹，不然又得浮尸百万，血流千里。许七安对2位超品的癫狂视若无睹，闭上眼睛，内视身体变化，力竭而亡时，他的生命力、元神都已经彻底熄灭，
唯有体内的不灭符文尚存，没有遭受彻底的破坏，这救了许七安一命。坚正激活了不灭符文的特性，让他起死回生。体内坚正化身的青光融入到每一个细胞中，激活了那些因为力竭而亡、陷入沉眠的不灭符文。刹那间，许七安的气息一路攀升，几秒内便重回了巅峰，气血旺盛，磅礴的伟力充盈肌肉，流淌在每一个细胞中。这还没完，青光没有就此散去，而是融入了不灭符文中。下一刻，细胞中原本各自为政、互不干涉的不灭符文开始相互连接、拼凑，一座惊世大阵正在成型。神书猜测的没错，晋升武神的关键是把半部武神体内的不灭符文拼凑成一个整体，让他们彼此融合。至于融合后会半部武神会得到怎样的增幅，这座大阵有何神意，许七安尚不清楚，只能耐心等待。当不灭符文拼凑融合到1/3时，许七安原本达到巅峰的气息突破了阈值，他的气机力量正式超越半部武神，晋升到一个前人从未企及过的高度，超过了他刚才施展玉碎时的爆发状态，也超过了古神施展血技术时的力量，并且还在增长。当不灭符文拼凑到一半时，许七安获得了一项天赋神通。这项天赋神通是半部武神领域的升华版，它可以撑起一片属于自身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任何规则都将失去作用。它就是神，它就是主宰。许七安不由得想到了五夫体系的特殊自成一界。惊世大阵继续勾勒完善，当他临近完成时，苍穹之上的天门缓缓关闭，光柱消散，许七安再不受任何庇佑。见状，黑洞的气旋运转到极致，裹挟着恐怖的吸力撞向许七安。天空中的混沌肉山气孔排出血雾，豁然砸下。过程中，他施展蒙蔽，勾动情欲，喷吐出黑烟般密密麻麻的子骨，配合荒干扰半部武神。啪！许七安抬起手打了个响指，看不见的气界陡然间膨胀，弹飞了黑洞，把浓烟阻拦在外，把暗谷和琴谷的力量阻隔。施展血技术的古神从高空砸下来，重重撞击在气界上，非但没撼动武神的结界，自身反而撞得血肉模糊，一滩烂肉般的弹了出去。这时，不灭符文的最后一笔勾勒完成，惊世大阵拼凑完毕，武神诞生了。轰隆！缭绕着淡淡红云、绿云的天空，在此刻翻涌起厚重的乌云，乌云一直延伸向视线尽头，仿佛遮蔽整个九州。雷鸣声大作，恐怖的威压从天而降，天劫酝酿。这一刻，不管是荒还是古神，都涌起前所未有的恐惧。这份恐惧一半来源于天劫，一半来源于前方傲然而立的武神。他们寿命漫长，开天之初便诞生于世间，在经历的漫漫时光长河里，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天劫。京城，突如其来的一声焦雷炸响，街上飞奔的马匹受惊，或横冲直撞，或跪倒在地。行人下意识地抱头蹲下，捂着耳朵，内心升起难以描述的发自本能的恐惧，瑟瑟发抖。在这股可怕的天地威压下，达官显贵和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区别。打更人衙门、好气楼，魏渊站在瞭望台上，双手撑着围栏，他的身躯不受控制的颤抖，他的神色涌现难以遏制的激动。茶室内，南宫倩柔俏脸发白，颤声道：“义父，这是……”魏渊没有回头，望向南边，呼吸悄然急促。武神诞生了。南宫倩柔表情木然，分不清是错愕、狂喜、震惊还是恐惧。与此同时，观星楼楚采薇和宋清站在八卦台，望着无限高远的天穹。凡人眼里天空蔚蓝，不见异常，但他们能感应到，在9天之上积蓄着、酝酿着恐怖的天道之怒。宋师兄，怎么突然打雷了？楚采薇胆战心惊的抬头望天，心说观星楼这么高，万一雷打下来伤到自己怎么办？扭头就躲到宋清身后。宋清低声道：“监正老师，雷州。”李妙真踩着飞剑，目光眺望西方，眼中难掩悲痛。就在不久前，一座人口规模不小的城池被海啸般的血肉物质吞没，城中数万百姓以及周边村镇的百姓无声无息的湮灭，成为佛陀凝练山河印的养料。他忍不住侧头看向身边的同伴寇扬州、阿苏罗、九尾狐以及古族首领们，一个个缄默不语，表情沉重。神书盘坐于虚空，身边漂浮着广贤菩萨的残肢，此刻残肢已经干瘪萎缩，血肉精华成为半部武神休养生息的养料。虽然救下了神书，保存住了战力，但长时间鏖战也让这位半部武神耗损严重，短时间内无力再战。所以大凤方的策略是暂且放弃雷州，等神书初步恢复，再与佛陀死战。钝刀割肉，也不知道能拖延多久。秦古部的首领栾玉低声说道：“我们损失了金莲道长和赵院长2位主力，下次再交手，神书大师会败得更快吧？”性格刚烈的李妙真闻言转头怒斥：“能拖多久就多久，你要怕死就滚回南疆，少在这里动摇军心。”
他目睹无数百姓惨死，无能为力，本就焦躁，而且知道这个古族的艳丽女子与许七安的关系暧昧不清，当然不会给他好脸色。栾玉冷笑一声，正要反唇相讥，忽听阿苏罗沉声道：“他在凝练山河印。”遥远处，那尊立于泥潭中的佛像，12双手臂合拢，层层叠叠的掌心间，一点青光凝聚，更多的青光从四面八方的虚空中溢出，汇入掌间。不多时，青光化作一枚小印的轮廓。山河印一旦炼成，吞噬了雷州生灵的佛陀，将成为雷州的主宰。后续只要获得气运，他就能像取代西域那般，真正的炼化雷州。尽管已经做好舍弃雷州的心理准备，可眼见他真正落入敌手，敌人借此壮大，此消彼长，仲超凡心里还是充满了焦虑。比焦虑更折磨人的是看不见希望，以及深深的无力感。不知道许云罗在海外情况如何？龙图瓮声瓮气地说道。场面瞬间一静，仲超凡神色古怪，或僵硬，或黯然，或暴躁。他们一直躲避这个话题，因为不想让本就沉重的气氛雪上加霜。许七安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抱着这个希望去战斗，他们心里是有信念的，有希望的，哪怕这是自欺欺人。一旦掰开揉碎了去说，真实情况是一个半部武神要在海外直面2位超品。有胜算吗？神书与佛陀的战斗就是例子，1位超品尚能压制半部武神，何况是2位超品？许七安就算比神书强，但品级相同的情况下，能强到哪里？龙图这个蠢货，古族首领心里怒骂。另一边，佛像手里的山河印越来越凝实，片刻后，一枚底色漆黑、镶嵌蓝色宝石、刻着繁复纹路的小印成型。佛陀的12双手臂高高举起山河印。就在这时，天空交雷炸响，磅礴恐怖的威压降临，在场每一位超凡强者心里泛起刺骨的恐惧，甚至连御空飞行的胆子都没了。怎么回事？又有天劫！众超凡心里一凛，不需要言语，出于本能，默契的降落。远处的佛陀高举山河印的姿态骤然僵住。玉阳关外，残破的城墙，荒凉的大地，举目望去，生灵绝迹。怀庆孤身立在城头，眺望东北方向，天边浓墨般的乌云正在汇聚，层层叠叠的翻涌。很显然，巫神那一战中受了重创。如圣虽然击退了巫神，但这只能阻挡一时，等巫神消弭如圣的影响，恢复状态，灾难会再次降临。挡得了一时，挡不了一世，唯有武神能平定大劫。明艳，你可安好？怀庆侧身难望。突然，天空一道焦雷炸响，明明无风无云，但那股磅礴可怕的天地威压却从9天之上倾泻而下。女帝心头一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觉得本能的站立。而远处那层层翻涌的黑云凝滞了一下，继而传来惊天动地的咆哮。紧接着，黑云开始收缩，朝着苍穹之上收缩。怀庆从中听出了一丝丝的气急败坏。怎么回事？神魔岛笼罩天空的劫云终究是没劈下来，惊雷炸响后便开始消散。不多时，蔚蓝的天空重现。劫云产生是因为武神的存在有违天道，有违规则。时至今日，许七安终于明白武神到底是什么东西。武神存于世间，却不受任何天地规则的束缚，是独立的个体，万劫不磨，万法不侵。形象的比喻是9州世界里多了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武神一旦撑起领域，那么在领域之内，9州的法则将会失效。9州世界是不允许这样的禁忌存在于世的，因此要降下天劫。可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武神无法像超品那样取代天道，成为天道是守门人的最佳人选。天劫没有降下来，是因为他得到了苍生的认可，得到了天地的认可，凝练了足够的气运。换句话说，许七安这样一位禁忌存在，是得到了9州世界认可的。武神有多强大？荒传音问道，声音前所未有的凝重严肃。武神从未出现过。古神的回答言简意赅。话音落下，他身躯陡然膨胀，化作一张遮天蔽日的幕布，将荒笼罩，而后者也没抵抗。幕布裹住荒，消失在满目疮痍的神魔岛上。他们撤退了。原因有2个：一，2位远古神魔经历长时间的鏖战，状态下滑严重，需要时间恢复；2，摸不清武神到底多强大的前提下，谨慎撤退是最好的选择。许七安没有阻拦，立于远处，等待着什么。过了不久，咻！苍穹之下，一道光华直坠大地，化作一柄暗金色的窄口长刀，刀身微微弯曲，似剑非剑，似刀非刀。太平刀插在许七安身前，传达出激动兴奋的意念，大概意思是：主人，我现在老牛逼了，别废话，跟我杀敌去。许七安握住太平刀，一步跨出，他没有使用大眼珠子的传送，无视规则，消失在原地。立于泥潭中的佛像缓缓转动身躯，朝着南方望去，宏大威严的声音咆哮道：武神！下一刻，他坍塌成暗红色的血肉物质，回归了泥潭。随后，
汪洋般浩渺、无边无际的泥潭开始退潮了，退回西域方向。隔了好久，栾玉声音带着颤抖地说：“武神。”他刚才说武神，哪来的武神啊？谁是武神？他屏住呼吸，心里明明已经有了答案，但还是用求证的目光看着满脸呆滞，同样沉浸在武神二字的众超凡强者，企图得到认可。栾玉的话打破了僵凝的气氛，让在场一众超凡强者如梦初醒。李妙真、阿苏罗等人呼吸陡然间急促起来，这个节骨眼，谁还能成为武神？但没有人回答栾玉，因为怕这是一场梦幻空话。沉默了许久，骆玉衡眸子晶晶闪亮，道：“跟上去看看。”他的意思是要去一趟西域边境，一睹究竟。说完，不等众人回应，他踩着飞剑，化身一道绚丽流光，朝着西域掠去。众超凡回眸看向神书，见他依旧盘坐，没有阻拦，心里大定，也跟了上去。许久之后，等他们赶到西域边界，远远的看见一尊身高数十丈的佛像，孤独地立于西域的荒野间，他的面孔始终朝向南边。南边，海外。见状，骆玉衡等人再无怀疑，许宁燕成功晋升武神，这让佛陀不得不忌惮地退回西域，做好迎敌的准备，因为在西域他是无敌的。这时，佛陀头顶的天空苍穹之上忽然凝出一片泼墨般的黑云，黑云层层叠叠翻涌，一张模糊的脸孔从云层中探下来。巫神，他放弃了自己的领地，放弃了席卷中原、炼化山河印，以一名无牵无挂的超品之身赶来了西域。只要不是凝练山河印，吞噬天地规则，超品本身来去并不受限制。此时巫神降临九州，佛陀没有阻止。天空的模糊人脸和地面的佛像没有交流，没有冲突，竟无比的和谐。骆玉衡心里一动，明白了超品们的打算。巫神和佛陀在西域会合，是想利用佛陀成为西域规则的道行迎战武神，与他做最后的决战。至于为什么选择在西域而非径山城，大概是因为佛陀的实力比巫神要高，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突然可怕的威压再次来临，两尊庞大如山的身影出现在西域荒芜的平原上，出现在众超凡的眼中，这让他们眼神里刚扬一起的喜色破灭。不是许七安。四大超品齐聚，龙图吞了口唾沫，他们想干嘛？阿苏罗沉声道：“当然是对付许七安。”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凝重和忐忑。虽说武神才能打赢超品，可在他们预想里，那是1对1的情况下战胜。不过武神战力如何，他们并不清楚，因此心里虽有忐忑，但不至于乱了方寸。许七安晋升武神了。方甫现身，荒就火急火燎的开口，声音低沉。黑云中的人脸表情明显凝重了一些。佛陀面目模糊，没有表情，但身后骤然间浮现8大法相，严阵以待。古神开口说道：“我与荒消耗极大。”佛陀微微颔首，合十的双手轻轻一挥，不见神意，不见光芒，但古神和荒的气息陡然间暴涨，恢复了巅峰状态。在西域，佛陀就是天地规则。做完这一切，佛陀不再看两位远古神魔，重新望向南边，那里一道衣衫褴褛的身影于空中凸显，五官俊朗，身材颀长匀称，手持一把窄口长刀。除此之外，再无他物。武神干架不需要太多的法器和绚丽的法术。许七安尽管隔着很远很远，但超凡强者的目力强大，看到他出现，李妙真几个才真正的把心放平放稳。许七安望了一眼聚拢的4大超品，一步跨出。佛陀身后的大轮回法像咔嚓转动，佛文写就的人字亮起，大慈大悲法相和时吟诵，天地间梵音禅唱，大轮回法像光轮逆转。这些足以干扰一位半步武神，让其丧失斗志的法术，一股脑的倾泻在许七安身上。但是没用，他无视了所有控制，朝着佛陀斩出一刀。武神万法不侵，本身不受任何规则束缚，来源于9州世界的力量，无法撼动他分毫。佛陀的头颅无声无息地滚落，砸在地上，还原成血肉物质。他不是没有抵抗和干扰，在许七安挥刀的瞬间，佛陀修改了西域的规则，禁止出刀，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攻击自己。等发现规则无效后，他又改变了刀器的行走轨迹，使其斩向天空，可还是无效。见状，荒头顶的6根长角气旋膨胀，演化为黑洞，悍然撞向许七安。许七安一刀捅入黑洞，摧枯拉朽的刀光战破黑洞，砰的一声，黑洞崩溃，扬身人面的荒4分5裂。佛陀当即赋予了荒重生的能力，此地不得重生。许七安低吟道，一刀斩下。这是太平刀的能力，这把守门人的武器只有一个能力，斩断规则。这和儒家的言出法随效果同出一源。当不受天地束缚的守门人握住这把刀时，他将真正的所向披靡守天门者，若不能人间无敌，有何意义？荒的血肉疯狂蠕动，试图重组，可都没办法重生。他的元神发出愤怒的咆哮，怎么都没想到
在武神面前，身为开天辟地以来最强大的存在之一，竟如此不堪一击。佛陀撑开无色琉璃领域，把许七安笼罩在没有色彩的世界里，同时修改规则。不能重生，不代表不能降生，不能生育。荒的残躯突然鼓了起来，所有的血肉精华、灵韵往内塌缩，孕育新的生命。古神身躯底下浓郁的阴影流淌，照向荒的残躯，同时对许七安发动蒙蔽，勾动情欲。天空中模糊的人脸凝视着许七安，发动了咒杀术。与此同时，9位一品武夫的阴魂浮现，自杀似的冲向武神，配合古神的攻击，为荒争取时间。但在下一刻，无色琉璃领域崩溃，9大一品武夫的阴魂撞在了看不见的器界上，崩溃成黑烟，回归巫神。而咒杀术、蒙蔽和情欲勾动，泥牛入海，没有任何作用。眼前的武神明明身处世界，却仿佛在另一片空间。化解超品的攻击后，他探出手，轻轻一抬，荒的残躯浮空而起，被一团气机笼罩。许七安奋力一握，砰！残躯和元神一起炸成血雾，灰飞烟灭，只剩下6根凝聚了灵韵的独角。荒陨落了，从远古时代存活至今的巅峰强者彻底陨落。天空中的黑云剧烈抖动起来，似是受了极大的刺激。古神睿智清亮的眼睛里流露出兔死狐悲的情绪。佛陀缓缓道：武神，天道竟然会允许你这样的人物存在。显而易见，这样的发展让超品难以接受，即使是他们也不知道武神到底有多可怕。从古至今，9州世界没有武神，一直都没有。许七安一步跨出，已然出现在古神面前，后者身躯一场，猛地打了个激灵，接着气孔里喷出浓厚的血雾，肉山崩成一块。他没有选择和许七安硬碰硬，而是施展阴影跳跃，试图拉开与武神的距离。不得传送！许七安一刀斩下，斩掉了规则。古神身下的阴影翻涌流淌，但什么都没发生。嗷吼！古神发出绝望的嘶吼。7大古术是他灵韵的具现化，也是他所有的手段，可这些强大的古术丝毫不能威胁到武神。他该如何？没有任何办法。这一刻，古神感受到的是绝望，是无力，是来自更高层次强者的绝对压制。这样的无力感他在弱小的神魔、人族身上看到过，当他们面对自身时，没有任何反抗之力，死亡是这些蝼蚁唯一的宿命。而现在，他成了这样的蝼蚁。下一刻，绝望的嘶吼变成了痛苦的咆哮。许七安一刀刺入古神坚硬如铁的身躯中，刀气瞬间贯穿这座肉山，从另一侧喷吐而出，将10几里外的山峦震碎。山峦坍塌，滚落的不是巨石土块，而是一块块暗红色的血肉物质，它们属于佛陀的一部分。刀光闪耀间，古神的血肉之躯突然散了，一块块的坠落。在此地不得重生这条规则被斩断后，古神血肉疯狂蠕动，延伸出蛛网般的白丝，但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让自身重组。此刻佛陀没有管他，因为这位超品在认识到武神的可怕之处后，准备孤注一掷了。一轮轮金色的烈日升起，从远处山峦、河流、荒原中升起，他们朝着天穹之上升起，于佛陀头顶汇聚。快退！阿苏罗脸色大变，迅速逃离这片是非之地。其他超凡反应不慢，争先恐后的逃离。大日轮回霸道刚烈，挥芒所过，净化一切，留在这里除了送命，没有别的用处了。但和之前忐忑焦虑相比，每一位超凡心里都无比的平静。许七安干脆利随的杀死荒，重创古神，带给了他们无与伦比的自信。许七安以同样的方法磨灭古神的意志和肉身，残留下一团混沌。这是古神的灵韵。缭绕在天空的黑云快速消散，巫神撤退了。此地不得施展大日轮回法相。许七安一刀斩下，但这一次斩断规则的力量失效，大日照常升起凝聚。你的刀拥有和如圣同源的力量，但大日如来法相象征着我，这把刀能断规则，却斩不了我。佛陀的声音宏大飘渺，来自虚空，来自四面八方。你杀不死我，因为在西域，我便是天道。纵使你是武神，不受规则束缚，可你也无法摧毁我。许七安沈笑道：是吗？说话间，他把太平刀插入地面，紧接着，这位武神周身肌肉滚动，一道看不见的气界从体内膨胀而出，朝着四面八方扩散。气界蔓延之处，暗红色的血肉物质快速湮灭消散。天空中的大日轮回法相在触及到气界时，猛地炸开，溃散成一道道刺目的流光，照得太阳都暗淡无光。流光坠落的地方，一切都染上了佛性，传来诵经声。这不可能！虚空中传来佛陀飘渺威严的声音，带着一丝丝人性化的震撼。因为伴随着气界的扩张，佛陀发现自己正渐渐失去对西域的主导权，他所掌控的规则被气界无情的剥离。这位武神撑起领域，以蛮横不讲理的姿态侵占着他的领域，渐渐把他逼出西域。最后，西域数十万里疆域
尽数被武神的领域覆盖。虚空中一道道金光凝聚，化作一位年轻僧人的形象。他五官俊秀，眉目清晰，双眸里蕴含着岁月沉淀的沧桑，脸上无喜无悲。佛陀真身，他被打回原形了。失去对规则掌控后，他恢复了原本的面目。超品之躯，许七安出现在他面前，淡淡道：“知道监正是谁吗？”年轻僧人沉默片刻，叹息道：“已有猜测。”许七安问道：“你身为超品，已然不死不灭，为何要晋升天道？”佛陀双手合十：“欲望是生灵无法剔除的劣根。你不想知道九州之外的世界吗？只有跳出天地壁垒，才有资格去遨游诸天万界。”许七安沉默了一下，道：“你们走错路了。”说罢，他握着太平刀捅进了佛陀的胸膛。佛陀没有躲避，没有反抗，坦然地受了一刀。阿弥陀佛，他的身躯在风中消散，灰飞烟灭。净山城，天空蔚蓝，阳光灿烂。城外的祭台上站着一位头戴荆棘王冠的青年，他穿着黑色的长袍，负手而立，眺望西南方。虚空抖动中，一位手持暗金色长刀的青袍青年走了出来。我出生在远古时代，那时候人族以部落为主，依托强大的神魔生存。神魔从不压制天性，或残暴，或嗜血，或纵欲。我见过太多苦难和不公，麻木地活了很多年。黑袍青年缓缓道：“直到远古时代的尾声，大劫来临，我看见神魔为了进入天门不顾一切。那时我便打定主意，要取代天道，彻底的超脱凡尘，让将来的人不老不死，不受压迫，不受苦难。”许七安没有讽刺巫神，只是淡淡道：“超品即使再清心寡欲，也终究是生灵，有思想就有欲望，天道不该有欲望和思想。人间的悲欢离合、压迫和磨难，自有它的因果和原因。”巫神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许七安又道：“佛陀说九州之外有3000世界。”巫神笑着看过来：“你应该最清楚。”许七安颔首：“我会让巫师体系传承下去，但从此之后天下再无超品。”巫神欣然道：“多谢。”说罢，他的元神和肉身如飞灰般湮灭。巫神自云：“他选择以更有尊严的方式消散。”史料记载，怀庆1年11月12日，4大超品联手掀起浩劫，屠戮天下生灵。许阴罗1日之内连斩佛陀、巫神、古神以及远古神魔荒，平定大劫，成就旷古烁今，绝世武神。怀庆1年11月20日早朝，头戴冠冕，身穿黑色绣龙纹地袍的怀庆高居玉座，掌印太监展开诏书，朗声道：“佛陀、巫神、古神以及远古神魔荒已尽斩于许阴罗刀下，大劫平定。华盖殿大学士赵守为祖巫神，慷慨赴死，为国捐躯，是文正。户部侍郎杨公赴雷州应战佛陀，居功至伟，提拔为华盖殿大学士。今四海平定，巫神教、佛门、南疆版图尽归大奉。东北金乡域3州，西域雷州，时势久空，灾民遍野，百废待兴，民生之计大于天，尔等须鞠躬尽瘁，助百姓重建家园，不得懈怠。”钦此。殿内殿外文武百官齐刷刷的跪倒，声浪此起彼伏：“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经此一役，九州一统，大奉将开创史无前例的新篇章。九州史上最强盛庞大的王朝诞生京城内城的某个小院，绚丽的花海在微风中摇曳，阵阵花香引来路人驻足。咚咚，往日里无人问津的院门敲开，容貌普通的妇人惊喜地奔过去，打开院门。院外站着一位大婶，惊喜地说道：“穆娘子，你回来了。”正是当初与穆南之走得很近的大婶，就住在隔壁。姿色平庸的妇人略感失望，礼节性地笑道：“来人做生意亏了，只好用去替大户人家看家护院，我便住回来了。”大婶感慨道：“前阵子世道不太平，亏了也在所难免。不过啊，我听说以后会越来越好。咱们大奉把西域和东北给打下来了，都是许阴罗的功劳。”两人在院子里闲聊家常，一聊就是半个时辰，直到屋子里窜出一只毛茸茸的小白狐，朝着妇人一阵滋滋叫唤，他才想起火炉里炖着鸡汤，匆忙打发走大婶，飞奔回厨房。焦臭扑鼻，好好一锅鸡汤说没就没了。妇人气得直跺脚，出了徐府，什么事都要自己做。白姬气啾啾道：“干脆回去得了，每天有人伺候，多好呀。”妇人就拿他出去，指头一个劲地戳他：“那你回去啊，那你回去啊。”距离大劫已经过去1个月，期间穆南之找了个理由搬出了徐府。婶婶虽然依依不舍，但毕竟留得住人，留不住心，便同意了。本以为那家伙懂规矩的，3天1陪嘛，结果居然对他不闻不问，冷落了整整1个月。穆南之气的暗暗发誓，要和他一刀两断。咚咚，院门再次敲响。
他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噔噔噔的走出院子，打开院门，叫道：“婶子，我跟你说啊，我伙房里炖着鸡汤。”他突然不说话了。院外站着一个容貌平庸的男人，牵着一匹神骏的小母马。我要去游历江湖了。男人说。木南枝昂起下巴，傲娇道：“干嘛？”男人笑道：“你愿意跟我走吗？”不愿意。他别过身去。许七安叹了口气，进来事多，好不容易把一切都安顿好了，这不赶紧来找你了吗？他想了想，道：“就我们。”许七安看了眼跟出来的白鸡，笑着说：“还有你的小狐狸，我的小母马。”木南枝哼一声，就借坡下驴，道：“看在你抛妻弃子的份上，我就答应了。”白鸡纠正道：“抛弃妻子，没有儿子的，要你多嘴。”木南枝凶巴巴地瞪他一眼，接着看向他，打探道：“这1月做啥子了？”这个月啊，许七安一本正经，自然都是忙要紧的事。怀庆1年11月14日，大节已定，今日无事，勾栏听取。怀庆1年11月16日，妙真离开京城，行善积德，甚是悲伤，勾栏听取。怀庆1年11月17日与魏公喝茶，谈了谭西域和东北的治理方案，说的都是啥东西，不如勾栏听取。怀庆1年11月20日，与骆玉衡双修至黄昏，日暮，勾栏听取。怀庆1年11月23日，阿苏罗回西域重建修罗族，甚是悲伤，勾栏听取。怀庆1年11月26日，楚元枕云游九州，江湖路远，有缘再见，甚是悲伤，勾栏听取。怀庆1年12月14日，今日无事，勾栏听取。